天哪！哎，这是表小姐吗？竟然跑过来跟人私会，这好歹是个大家闺秀呢！我呸！什么大家闺秀，长得那副狐妹子模样，就是能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富家的丫鬟婆子七嘴八舌地对着远处的一个少女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星儿，我信任你，你跟我走吧，我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说，我跟你两情相悦，我来这里是为了跟你私奔？李卓连连点头。星儿，来桂圆寺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不会是后悔了吧？我一颗心都给了你，你不能抛弃我啊！季明心被他这一通酸话说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抬眼就看到舅母魏氏带着一群的丫鬟婆子走了过来。表小姐大了，有了这种心思也是正常，跟家里说一声，自有老太太为您做主，何必做出这样没脸的事情来？让富家的女儿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季明心暗叹一声，我也想知道，你既说心悦我，怎么不光明正大去家里提亲，反而骗我跟你私奔呢？你不是说过不嫌弃我吗？怎么又提这个？我一个庶子，哪有资格去你家提亲？既然你知道自己连提亲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会觉得有资格让我跟你私奔呢？前些日子还说非我不嫁，亲手送了我荷包，如今事到临头，却反诬我是贼。这是你逼我的，你可别后悔。说完，他扬声对着众人：我跟他有肌肤之亲，他的胸口有一颗痣，这都没有什么可推诿的吧？此话一出，林间一片哗然。你做的好事，竟然还在这里百般抵赖，还嫌不够丢人吗？季明心仍旧淡定得很。外甥女没有做过的事，自然是要说清楚的，怎么能够怕丢人就认下这样的罪名？他眼底的寒光一闪而逝。哦，你亲眼看到的？那痣有多大？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李卓眼神下意识地往魏氏的方向飘去，季明心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视线。和我有肌肤之亲的不是你吗？你看舅母做什么？李卓慌乱地收回视线。我当时心急，没有看清楚。在靠近左肩那么显眼的位置，你怎么会没有看清楚？对，我想起来了，那颗痣是在离左肩不远的地方。那真是不好意思，跟你肌肤之亲的人恐怕不是我。我身上的痣不在左肩。他眼神在周围人的身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魏氏身上。舅母要检查一下吗？舅母自然是信你的。他和李卓两人，一个气定神闲见招拆招，一个神色慌乱满口胡话，任谁看了都知道是谁在说谎。哼，那不是大公子的同窗李公子吗？听说还是个秀才呢，竟然这般无耻，想要诬陷咱们家表小姐。表小姐清清白白女儿家，被他这么盘扯，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不是说了是个庶子吗？姨娘肚子里爬出来的，能是什么好货色？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前情急没有记清楚，以后定然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上前去拉扯季明心。只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实了两人的关系，任他再舌灿莲花，也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前一刻还娇娇弱弱的女孩子，突然飞起一脚，将他整个人都踹飞了出去。李卓落在了不远处的一棵杏树下，在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哭嚎声后，竟然直接昏了过去。我跟他真的没有关系，就他这样连我都打不过的，我图什么呢？真是没看出来，表小姐身手竟然这么好。我有什么法子？这世道太不安全了，佛门净地都能碰到这样的事，不学点防身的本事怎么活？我毕竟是个弱女子，哪能不害怕呀？能一脚将个大男人踹出去那么远，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弱女子？
只把卫士气得吐血。事情已经完全偏离了他的计划。眼看自己谋划之事已经难成，他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收场。说话间，白菊从不远处跑了过来。小姐，奴婢总算找到您了。季明心瞥了一眼晕过去的李卓，眼底浮现一抹清潮。有些事情不是有人撑腰就能解决的，是他这些年表现得太弱了，才让卫士生出这样的胆子。他走了几步，突然看向了不远处的一棵杏树，不过只是顿了顿，便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带着白菊缓缓离开了。转瞬间，杏花林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杏花树上会有2人坠地。江远洲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那个女人好像发现我们了。穆连成懒洋洋地往杏树上一靠。自信点，把好像去掉，这可不是简单的学点防身的功夫能做到的。断了，这姑娘也太可怕了。出手就断人命根子，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更何况还是个女人。可怕吗？她今日若退让半分，名声可就彻底毁了。也是，这个舅母也太狠毒了些。可是那个姑娘还是很可怕，从始至终牵着所有人的鼻子走。还有那个书生，废了身子，没了名声，算是彻底毁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光是说一说都觉得蛋疼。我怎么觉得这场算计他早就有所预料？岂止是有预料，他怕是连怎么善后都已经想清楚了。文能运筹帷幄，武能踹飞流氓，这位被丢在蜀中10年无人问津的宁德侯府大小姐不简单。我倒是觉得她不错，比京城那些遇事只会哭鼻子抹泪的大家闺秀强多了。这样说来，你捡便宜了？捡便宜？哼，只怕这便宜是自己送上门的。啊？是什么意思啊？你这脑子是个摆设吗？也不想想他一脚踹飞的那个人醒后会怎么样？这还用说，是个男人都不能放过他啊！江远洲脱口而出，然后突然想到什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不会吧？京城的信明日到。那信一到，别说只是踢废了人，就是踢死了，李家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他知道京城的事，他利用你。你觉得他是知道了京城的事，顺势筹划了这一出？难道不是？当然是，但恐怕还不止。不止什么啊？不明白就自己去想，你这脑子再不动就该生锈了。小姐，您可算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婢子就是担心您。这么点事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没见那个李卓被小姐一脚就踹废了，就那么一个废物，也有脸说小姐要跟他私奔？那个李卓虽然是个庶子，可是有功名在身，在李家地位也不低。小姐就这样将人废了，事情恐怕不能善了。不能善了才好，否则怎么对得起舅母辛辛苦苦的谋划呢？京城的信什么时候到？白叔怕小姐等得心急，刚传来消息，明日。倒是跟他预料的差不多。没错，他并不是原本的季明心。他穿来的时候，原主不过5岁，继母是个狠毒的妇人，生生将一个小女孩搓磨死了。是外祖母怜他年幼，将他接了来，这才跳出了那个火坑。折腾了这一通，季明心有些累了，歇了一觉起来，太阳已经西斜。季明心一个人出了园子，往傅家老夫人的院子而去。表小姐可算来了，老太太念了有一会儿了。有劳妈妈了，外祖母的身子可有好些？秦妈妈怎么敢说？归云寺的消息传回来，老太太当场就气得吐了血。唉，老太太心疼您受委屈了。放心吧，我知道分寸。你累了，
好好回屋歇着就是。来不来请安有什么妲己？已经歇了一会了，归云寺也不远，哪里就那么累了？您啊，该好好养着身子才是，总这么操心，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生死有命，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只是可怜了你呀，我万没想到，他竟这样容不下你。若非你大舅舅没得早，他孤儿寡母的不容易，这次我是绝不再留他在这个家里的。我已经夺了他掌家的权利，日后他再想在那些琐事上为难你，也不能了。季明心心中转了一圈，怕是要直接将管家的权力交给自己。舅母终究没有得逞，这件事我也没吃什么亏，就算了吧。我知道您向着我，可这个家日后终究是要表哥来当的。傅老太太沉默了片刻，没有再坚持。季明星又交代了几句近来饮食起居需要注意的事情，才告退出去。唉，这样好的孩子，可惜南哥儿没那个福分。老太太还是听姐儿的话，好好将身子养好是正经。表小姐是个有主意的，我看她并没有那个意思，您何必这样操心？这些年魏氏明里暗里挤兑心姐儿，你当我不知道？我不过是看心姐儿应对得体，游刃有余，所以才没插手罢了。心姐儿的手段我是知道的，若当真跟他计较，他哪里能讨到半分便宜？我如今担心的是南哥有这样一个没成算还好逞强的亲娘，以后不定要怎么拖累他。原本我想着有心姐儿在，总能帮衬他一些，可如今看来是不成了。好在表小姐是个心胸宽广的，这事也就这么算了。她是心胸宽广不差，但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性子。以前那些小打小闹，她是懒得计较，这次不一样，她若是当时发作出来，也就过了。可现在这样不声不响的，我心里反倒觉得不安。依我看呐，这事儿没完。死老太婆，我这些年伏低做小侍奉，为了家里的事操碎了心，一时一刻不得闲。他说不让我管家就不让我管家，打量我不知道他为了谁？难道那个小贱人还能给他养老送终不成？太太息怒，老夫人一时没想明白，过些日子就好了。这家里除了您，还有谁能管家呢？不说还好，一说又勾起了魏氏的怒火。这还用说吗？当然是那个小贱人。哎，乔太太说的，表小姐即便有那个心，也名不正言不顺不是？魏氏一开始还觉得有理，再一细想，顿时立了起来。不好，那死老太婆怕还打算让我的南哥娶那个小贱人，等她成了南哥媳妇，可不就是名正言顺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个死丫头就是我命里的克星，有她在这家，哪里还有我的位置？绝不能让南哥娶她。正急得坐卧不安之际，外面通传大少爷来了。只见儿子傅淮南阴沉着脸走了进来。你摆脸子给谁看？我是做错了事，可我为了谁？老太太终究隔了一层，看着外孙女比孙子亲，可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能不为你打算？出身在这商贾人家是没奈何，可我儿有惊天伟地之才，日后是要进朝堂的，做大官的，如何不能找个有助力的岳家？那没人要的孤女塞给你算怎么回事？母亲，表妹也是侯府千金，姑父还在世，不是孤女。那又如何？这些年过去了，两家连基本的往来都没有，他那个爹恐怕压根儿不记得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吧。何况他季家当年若不是为了银子，能娶你姑母？说什么侯府门第，不过是个破落户。母亲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事情该怎么解决吧。老太太已经夺了我的管家权，还用我解决什么？刚刚大夫说李卓那里废了。废了？怎么会这样？那个贱人，她是故意的。
姑娘毫发无损，犬子却伤了身子，再无法娶妻生子，日后也谈不上什么前途了。我李家上门要个说法，不为过吧？小辈们的事原不应当惊动您的，可此事实在干系重大，晚辈只好舔着脸来求老夫人做主。孩子们的事我都听说了，女孩子名声大过天，她小孩子家着了荒，没轻没重也是有的。但事情起因是你家这小子在那佛门清净地无故攀扯我这外孙女，是贤侄应该先给老身一个说法才是。是他先上前要非礼我，我才踢他的。昨日在场之人皆可为证。贱人，你说谎！我说的哪里不对？难道不是你先拉扯我的？看来令郎没有什么话好说。李家主呢？昨日在场之人皆是你傅家人。您说的是。看来这又是一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公案。既然如此，我们报官处置吧。李夫人大惊，这样的事情如何能报官？两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为什么不能？如果注定要被泼一身脏水，那岂能只脏了我这个最无辜的人？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李家想要说法可以，但也该让人知道。目光落在李卓的双腿之间，那眼神看得李卓头皮发麻。这件事确实是心姐儿这丫头没轻没重惹的祸。李家主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今日若是不将季明心推出去，李家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咱们两家世代交好，若是能弥补一二，我们也能安心些。这话主动将错揽到了季明心的身上。其实咱们家也不想大动干戈，卓根到了年纪，跟府上表姑娘堪为良配。昨日之事也是经过了傅大太太同意的，不算唐突。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够了，你自己猪油蒙了心，使那样下作的手段算计新家。你既能惹事，就自己善后去。再来打新家的主意，就给我从这傅家大门出去。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母亲，新姐是您的外孙女不错，可南根也是您的亲孙子呀。您难道要真的置他的前程于不顾吗？季明心听得火从心起，这分明就是逼外祖母在他和表哥之间做选择。外祖母能为他说出刚刚的那一席话，季明心已经知足了。他不忍再让老人为难，正要说话，大丫头翠雨手中拿着一封信从外面走了进来。老太太，是圣君侯府来的信，门上怕误了事儿，一接到就赶着送了进来。老夫人拿着信一目十行的看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头也复杂起来。母亲，信上说什么？老夫人没有理会他，只是朝着李家人。皇上亲下了圣旨，为定北王府世子和宁德侯季家嫡女赐婚。不巧得很，心儿这丫头便是宁德侯府嫡长女，侯府已经派了人来接了，即日便到。不知李夫人可有异议？圣旨赐婚，王府、侯府，无论哪一个都不是他李家能够得罪起的。这圣旨的事，妾身怎敢有异议？当下心念转动，想着季家这丫头她动不得，那傅家的呢？圣旨的事儿，我们当然不敢有异议，只是贵府大夫人言辞凿凿，说的卓哥动了歪心，大夫人总要给个说法才是。那你要怎样？听闻傅家大小姐年已及笄，还未出阁，和小儿也算般配，不如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结个儿女亲家。这怎么可以？我的珠儿怎么能嫁给一个废人？傅大太太若是看不上我儿，那就少不得找外人评评理了。母亲，儿媳知错了，您要大罚儿媳都忍。可朱家儿和南根是您嫡亲的孙子孙女啊，求您帮儿媳这一次吧。朱家是你的心肝宝贝，
难道心甲就是路边的野草？你算计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朱姐和南哥若是有什么不好，那也是因着你这个亲娘，忍不到旁人身上。李慎也看明白了傅老夫人的态度，知道这事儿怕是还有的磨。今日看了这么一场大戏，想着反正傅家跑不了，便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告辞了。傅老太太满脸忧心地看着他，10来年没个音讯，如今凭空掉下了这么一门婚事来，也不知是福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外祖母啊，您就别担心啦，我横竖得嫁人，能进定北王府也算是高攀了呢。咱们家就这么几个人，还成日不得安宁，你哪里知道那些高门深宅里的龌龊事？你娘不过嫁了个侯府，才几年就没了命。我想着，这门婚事若是好的，怕也落不到你头上。嫁人啊，就跟穿鞋一样，好不好自己试了才知道。别人觉得好的呢，未必适合我；别人觉得不好的呀，对我来说，也许就是好的呢。你这丫头，一向鬼话连篇，偏偏还让人觉得挺有道理。也罢，这女人呐，嫁谁都是命，哪里由得了自己呀？娘，你不会真的让我嫁给李卓那个废物吧？魏氏正在屋中愁眉不展，她从来没想过季明心还有回京的一日。你这孩子怎么越发的没羞没臊了？嫁人这种事是该挂在嘴上说的吗？让人听到该说你没教养了。不，娘，我不要嫁给李卓，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要不我去求季明心，他不是要嫁到王府去了吗？只要他肯出面，李家也不敢为难我们的。住口！你求他做什么？若不是他，你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他巴不得你嫁的不如他，哪里会帮你？他看着眼前的女儿，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季明心能嫁到王府，他的女儿为什么不行？您细看，珠儿是不是跟那个死丫头有些像？眉眼倒是有那么几分相似，想来是大姑娘长得像姑太太吧？娘，您说这个做什么？那姓季的丫头来咱们家时不过5岁，女大18变，如今长什么样子，谁知道呢？傅宝珠心头一跳，您是想……反正京城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你代替她进京城，嫁到王府去，以后就是泼天的富贵。可祖母不会同意的。你祖母那边，娘来想法子。可是，难不成你想嫁给李卓？傅宝珠连忙摇头。这就对了，富贵险中求，那可是王府，你以后会成为世子妃、王妃，养的珠儿会是这天下数1数2的尊贵人。他说的这些未来太美好了，傅宝珠不由得憧憬起来。也是在这一刻，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跟季明信的差距。小舅舅，你怎么回来了？我若不回来，你准备悄悄地走？他刚来傅家的时候，外祖母要忙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没多少时间照顾他，唯有傅长安会耐心地哄他，教他认字、读书。前世今生，只有在这个小舅舅的身上，他体会到了亲情。很好，你如今大了，连终身大事也能自己做主了。小舅舅，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吗？那样的大事，为什么连说都不跟我说？我说了，你定然不会同意。所以你就先斩后奏？哈哈，我说错了，你根本没想过告诉我。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是为我身上的毒？所有人都以为傅长安是因为早产，先天体弱，才常年缠绵病榻，却不知他是中了毒。据说这毒是皇室秘药，所以季明心早就想回京了。季明心这么想着，嘴上却不承认。您说什么呢？
圣旨赐婚，我总不能抗旨吧？我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却很清楚，凭你的能耐，若是不愿意嫁，有无数法子能毁了这门亲事。您太高估我了，何况我已经及笄了，总归是要嫁人的。现在有这现成的便宜，不捡白不捡，你说是不是？只怕你才是送上门的便宜吧。定北王府世子穆连成，名满京城的纨绔，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日斗鸡走狗，青楼酒肆的常客，你看上他什么了？纨绔也没什么不好吧？身份、地位、金钱、权力，世人穷其一生追求的这些，他生来就都有了，不做纨绔做什么？而且听说啊，他长得很好，比号称天下第一公子的孟听白还要好看。我不同意你为了我赔上自己的终身。丫头，我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穆连成，他不是你的良人。这世上哪有什么良人，不过是搭伙过日子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是穆连成？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我身上的毒。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干脆嫁进皇室？皇上的年纪都能当我祖父了，不合适吧？你干脆气死我算了。其实你可以这样想啊，不是穆连成也会是别人。这世上家世相貌能比得上他的没几个，品行也算不错。你觉得穆连成品行好？好歹纨绔的坦坦荡荡，这世上人面兽心的也不是没有。小舅舅，你别觉得我是为了你，我终究姓纪，在傅家不是长久之计。有了这门婚事啊，名正言顺的离开也好。若是别家也就罢了，定北王府看着鲜花着锦，怕不是长久之计啊。作为大夏唯一的异姓王府，定北王府的军功太盛了。不是这样，王府世子妃的位置也落不到我这个落魄侯府千金身上。这么一说，我觉得穆连成的好处还要再加上一下。你不觉得他纨绔的正好吗？觉得这是巧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纨绔跟他一起吃喝嫖赌，这不是挺好吗？吃喝嫖赌，你倒是真敢想。这些年你读书习武，学医经商，就为了嫁给一个纨绔？小舅舅，我筹谋10年，为的不是嫁谁，而是不管嫁给谁，我都能让自己过好。日后我若是过得不如意，便休得他回蜀中来，到时候我就赖在别院，你赶我也不走。亲眼看着长大的丫头终究要离开了，似乎该来的总会来。风雨欲来呀。哼，你跟孟听白从小被人比到大，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人家可是高不可攀的天上月。头一次听有人说你比他强，感觉怎么样？总算有人眼不瞎。你还挺自信。难不成你觉得我长得不如孟听白？还别说，这么一笑真比孟听白好看。那个人成天绷着一张脸，恨不得把自己活成规矩礼仪的活标尺，怪没趣的。这位季大姑娘还挺有眼光的，不像京城那些对你避之不及的女人，好像你怎么着她们了一样。不过这姑娘好像不简单，你真的要娶吗？昨日围观了季姑娘踹人那一幕，江远洲便知道今日傅家一定有好戏看。大清早的就拉着穆连成偷偷的潜了进去。娶啊！既然他千方百计算计着嫁我，我不娶，岂不是对不起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只是他话音一落，门口便传来了当啷一声。荣英，你怎么来了？我闲来无事熬了些汤，听见你回来了，便送过来，不成想一时没打稳。没事，洒就洒了，下次小心点就好了。你确定要娶？这是娶媳妇儿哎，你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而且她嫁你是为了利用你啊。圣旨已下，我本就没得选择。这个好歹比宁德侯府长大的那个强，况且不为了利用我，这世上有谁会心甘情愿地嫁我？比起那些为名为利为王府权势的人，你不觉得他更合适？听他这么说，江远洲顿时有些心疼他。
人人都说这个表哥命好，生在了王府，可是他却觉得他是命不好才生在了王府，否则也不会文韬武略样样不比人差，却只能装成纨绔，不得施展。你们是在说未来的世子妃吗？听起来似乎是个有趣的女孩子。岂止是有趣。好了，你忘了我们来做什么的？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你身子不好，回去休息吧。以后端汤倒水这些事交给下人就好了，不必亲自跑一趟。荣英怔了怔，是。狼心如铁啊！你明知道知不知道都无关紧要。他正了正身子，查得差不多了。汪神医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蜀中，而且巧得很，他当初是被傅老爷子请来给傅家四公子看病的啊，就是今日出现在季姑娘房中的那位小舅舅。显然傅四公子的身体连汪神医都没有办法，听他们的意思似乎跟皇家有关系，这就有些奇怪了。还要查吗？不必了，那位傅四公子深藏不露，贸然去查说不得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确实不好查，他身边似乎跟着高手，今日若不是你我小心，怕是也被发现了。可是荣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们找不到万神医，该怎么办？你不是说蜀中近几年有一个声名显著的小神医吗？可找得到人？这位倒是好找，去玲珑阁挂号就行，1个月放3个号，价高者得，而且治不好分文不取。听说医术比汪神医还要好，甚至有人说他就是汪神医的弟子，在蜀中一带很有名。我们没时间等，你一会儿去挂个号，出1万两银子，让他尽快来治病。1万两？你可真舍得，这么大笔钱撒出去眼都不眨。要说你对荣英真的没什么，连我都不信。他终归是为我挡刀落下的病根，能拿钱解决，总比欠着情好。真无情。人人都当初入青楼楚馆如自家后院的穆世子风流多情，却不知这个人反而最无情。都在蜀中，这倒是巧了。哎，这是不是所谓的缘分天注定啊？看来你跟这位季姑娘还挺有缘的。外面怎么回事？大清早的吵什么呢？小姐，是舅夫人说是家里丢了东西，让人围了咱们的院子。丢了什么？问又不说，凭是什么好东西？我们稀罕不成？况且丢东西关我们什么事？围我们的院子，这不是指名道姓说我们是贼吗？是单围我们的院子，还是其他地方也围了？外祖母那边怎么说？刚刚也是白菊气不过，才吵了起来。外面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先不要惊动人，白河偷偷潜到外祖母院子里，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有备而来，丢东西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我软禁起来。舅太太突然生这么一出是为了什么？小姐又碍着她什么事了？还能为什么？婚事呗，权势动人心啊。不过片刻，白河就回来了。老夫人的院子也被围起来了，同样不许进出。对外说是昨夜府里进了贼，老夫人被吓病了。老夫人身边的人都在，婢子没有露面，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应该是用了安神的药物。老夫人会昏睡些时候，并没有大碍。往日里还真没看出来，我这位大舅母倒是个能豁得出去的。她到底想做什么呀？您可是被圣旨赐了婚，出了什么事，她能担待得起吗？你这丫头光长脾气不长脑子，这么半天了还没想明白啊？小姐不着急，自然有不着急的道理。白灵也道，这法子放在一般闺阁女子身上确实够狠，但对小姐来说不算什么，又不是围了院子咱们就出不去了。小姐打算怎么办？婢子再跑一趟去告诉四爷吗？不必惊动小舅舅，我亲自去一趟书院吧。这件事怎么处置，还需得看大表哥表态。哪有小姐亲自劳动，婢子去跑一趟就是了。闲着也是闲着，何况昨晚玲珑阁不是传了信息回来，说有人出了1万两诊金让我去治病吗？一会儿啊，正好顺路去看看。都这个时候了，小姐还惦记着赚钱啊？碰这么个冤大头不容易，送上门的银子不要白不要。我猜公子今日会来，您果然就来了。1万两的生意可不常有，我能不紧着吗？来的是个17、18岁的公子，盛京那边的口音，说是家里的妹妹病了，专门来找您的。钱付了吗？咱们玲珑阁的信誉在那儿放着，对方也爽快，直接付的银票，而且
一次结清。我一会儿就过去，我过几日就要离开，从今日起再不接受病人挂号了。有特殊情况就联系京城的玲珑阁。季明心从玲珑阁出来，看时间还早，直奔掌柜给的地址。神医，看看这满脸稚嫩的模样，满15岁了吗？治不好，分文不取。季明心一眼望去，便难以收回目光。一道挺拔如竹的身影正在练剑，即使隔着一段距离，季明心也能感觉到那剑气中蕴含的凌厉杀气。这位是小神医。你长得可真好看，不仅长得好，肩腰臀腿比例更是完美，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江远洲瞠目结舌，他怀疑眼前的人在耍流氓，但是没有证据。神医不敢当，不过略懂些医术，不知哪位要治病啊？公子，您快去看看吧，小姐她又发热晕过去了。怎么回事？这2日都晕过去3次了。这几日来的都是些庸医，药开了不少，半点效用都没有。小姐每天好几碗苦药栀子喝下去，身子却眼看一日不如一日了。带我去看看吧。这位姑娘可是心口受过重伤，之后便反复高热不退，胸痛、气促、咳嗽，容易疲劳。啊，你说的一点也不差。以前来的大夫没有一个说的这么准，只是开了不少药，喝了却不见效，这病反倒越来越重了。这病除了我，这世上怕是无人能治。而且这姑娘运气好，在晚些时候，便是我也无力回天。眼前这姑娘高烧不退，是炎症引起的，一般的药自然起不了作用。这能治？你不会是在吹牛吧？这病可是连宫里的御医都……那就麻烦神医了。我既是大夫，治病救人自然是应当的。这位姑娘的病需要一种特殊药物，我今日没带，明日再来吧。当然，药钱另算。江远洲想，你确定你是神医，不是来骗钱的？不知是什么药，多少钱？这药是我自己做的，说了你也不知道，一剂1000两。这姑娘的情况大约需要6剂方能好。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公子这话怎么说？我治病救人，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你情我愿的事。你没钱可以不治，怎么能说我抢呢？就不能便宜点儿？咱们1回生2回熟，你好歹给打个折。药效打个折，你能接受？你可是大夫，怎么能见死不救？大夫也是人，无亲无故的为什么不能？真是世风日下，如今的大夫都只认钱了吗？这姑娘的病，非我的药不能治。难道在公子眼中，这位姑娘的一条命不值那些钱吗？你确定能治好？治不好分文不取。拿银票给他。公子身子若有不适，记得来找我，保证药到病除。你的药我可吃不起，你别咒我，爷的身体好着呢。人有旦夕祸福，这世上哪有人会不生病呢？我命硬，自己能挺过来。好了，阿远，你先送神医出去吧。这个方子熬了先喝一顿，晚上若还烧就再喝一顿，不烧就不要喝了。穆连成吩咐丫头们照顾好荣英，自己跟着江远洲一起出来送她，又赚了6000两银子。季明心的心情愉悦，脚步也格外的轻快，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穆连成望着他消失的方向，眸色幽深。打扰表哥了，恐怕要劳烦表哥跟我回家一趟。说吧，我娘又做什么了？也不是什么难猜的事，若是家里有事，祖母和母亲自然会派人来学院告知我，如今却是你亲自出来，想来不是什么能说出口的事儿。这种事儿满府上下也就我娘能做得出来。表哥聪慧非常。我倒宁愿我猜得不准呢。说说吧，他又做了什么，让你如此为难？舅母让人围了我的院子，我今日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傅淮南沉默了片刻，才问：祖母呢？我让人去看了，被用了安神的药，会暂时昏睡。他想要做什么？他不过是嫌烦，2日没有关注家中，结果便发生了这样的大事。那日的后续，表哥还不知道吧？李家上门巡视，舅母要将我推出去，许配给李卓。正好京中侯府来了信，说圣上为侯府嫡女赐了婚，已经派人来接我。之后李家说要娶朱妹妹，舅母不同意，并将在了那里。今日一早，
舅母就让人围了我的院子，说是府里进了贼，丢了东西，究竟也没说丢了什么，只是不许进出。他嘴唇动了动，只问出一句：圣上赐婚的对象是谁？定北王府世子穆连成。这简直荒谬！天下皆知定北王府世子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纨绔，你未曾想过一日做侯府千金的福，如今却要因为一个姓氏赔上自己的一生。圣旨赐婚，这事儿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表哥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怎么办吧。舅母的打算一旦真的实施，便会让傅家背上欺君之罪。而且说句自信的话，我若进王府，尚有自保之力，但表妹……就傅宝珠那个性子，在王府那深墙大院里，恐怕怎么死都不知道。傅淮南沉默下来，显然是有了决断。从今日起，我母亲病重，妹妹事急，你离开之前都别让他们出来了。这样的结果，表妹满意吗？这次舅母能对祖母下药，日后呢？还有府中的事谁来管？要他说，魏氏的脑子已经有些不正常了，联合外人来诬陷自己与人私通，给婆母下药，企图让表妹代替自己嫁入王府，这桩桩件件都是会牵连傅家满门的大罪。母亲对外就一直称病吧，张家的事，横竖你走之后，府里的主子连一巴掌都凑不足，让祖母提2个管事娘子也就是了。妹妹她的年纪还小，让祖母调教2年，再考虑说清。李家的事我亲自去处理。我知道舅母便是有天大的过错，也是表哥的亲生母亲，可平日里那些琐碎小事也就罢了，如今舅母的野心也着实有些吓人。这样下去，谁知道她日后还会做出什么来？哼，今日既说到这个地步，也不怕表妹笑话。下这个决定虽然很难，但我心底确实松了口气。从小到大，母亲不知道以为他好的名义做过了多少让他难堪的事情。前些日子的事一出，他就知道他彻底斩断了自己和表妹的最后一点可能。这是人之常情，表哥不必觉得自己不孝。就算没有了管家的权利，大舅母依然是傅家的主母，没有人敢慢待她。说话的功夫似乎过得格外的快。马车在傅家门口停下来，季明心突然对傅淮南眨了眨眼。得罪舅母这种事，我做起来用心得手，表哥一会儿表个态就行了，其余事情交给我来说。这个节骨眼上，儿子突然回来，魏氏被吓了一跳。他心中有鬼，怕被发现什么，连忙迎了出来。你怎么在这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舅母这是怎么了？我早上起来听见府里进了贼，外祖母都被吓病了，十分害怕，便去书院找了表哥回来。你怎么出去的？就走出去的呀。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是跳墙出去的，那样多不淑女。南哥儿，表小姐胡闹，你怎么也跟着不懂事？到时候连累了姑娘家名声可怎么好？不过是跟表哥同进同出，也算不得什么。天高皇帝远的，换个人都不一定能被发现，何况是名声呢？哪里能传那么远去？这些都不打紧，舅母眼下还是解释一下府中进贼一事。祖母究竟怎么了？若是说不清楚，也别怪我不留情面。表小姐别打错了主意。舅母这话从何说起？南根是我生的，难不成你以为他会帮着你来对付我？表哥便是不想帮我，也得为自己和傅家考虑吧。舅母想做什么自己心中清楚，那有没有想过事情一旦败露，整个傅家都要受牵连呢？不，你不能说出去。傅家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怎能恩将仇报？舅母打算挟恩图报，但你也说了，养我的是傅家，不是你。凭你这些年对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说呢？你不能毁了我的南根儿。如果真有那一日，毁了表哥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今日来也不是为了跟舅母叙旧情的。明说吧，我看舅母像是神志不清的样子。从今日起，您回院子里养病，再不插手家事，这些事我便一概不救。如若不然，我可以保证，表哥这辈子别想参加科举走入仕途。这个时代对读书人要求严格，
尤其是参加科举要踏入官场的人，都会严格审查，不仅自身，连父母都不能有半点品行上的瑕疵。他不敢说季明心，便转头冲傅淮南：我生了你一场，做的事也都是为了你好，你便这样看着他作践我吗？母亲做的一切，当真是为了我好吗？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一旦被人发现，我的前途会被断送，甚至整个傅家都会有灭顶之灾。这要是这家里人不说，谁会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母亲觉得自己做得很严密。舅母怎么不想想我如何出去的？我能出去，您做的事就不是秘密。魏氏被他的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怕，季明心出去是去找傅淮南，而不是直接报官。只要我不插手家事，你就不追究？季明心点头。当然，不过舅母可想好了，我说的是永远，你永远都不能再插手傅家的事，包括表哥跟表妹的婚事。魏氏抬头去看自己的儿子，你也是这个意思？这本就是我的意思。表妹很快会回京，过些日子，我会请祖母亲自教导妹妹，家里的事也自然会有人管。母亲日后好好休养身子便是。季明心说100句都比不上傅淮南这一番话来得刺心。表小姐好手段，我今日算是领教了。舅母过誉了。哼，你也别得意，当真以为这一去便能飞上枝头做凤凰，可别像你娘一样才好。他的恶毒之意溢于言表。傅淮南有些看不下去了。宋太太，回房去吧，回头我会将母亲院子里的人全部都换掉，不会再出差错的，你放心吧。我自是相信表哥的，外祖母那边不知如何了，我先去看看。说着，见傅淮南也打算一起去。哎，我们一起去不太妥当，表哥还是先去安抚一下表妹吧，她性子急躁，若是闹出什么事来就不好了。表小姐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老夫人身子不得劲儿，刚睡过去呢。是吗？妈妈在外祖母身边多久了？秦妈妈是外祖母身边的老人了，魏氏在外祖母的吃食和屋子里动手脚，不经过她是不可能的。老奴是小姐的陪嫁丫头，跟着小姐来傅家已经快40年了。这么久啊？大舅母给了您什么好处，让您这样做？表姑娘，今日之事是我不对，可大太太说了，不会伤到老夫人，只是让她昏睡一些时候，这样对大家都好。既然对大家都好，你为什么不告诉外祖母呢？老奴也是为老夫人着想，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夫人这些年对您比嫡亲的孙女还好，您也不想让她为难吧？对秦妈妈来说，她终究是个外人，不如傅宝珠嫁进王府能给傅家带来的利益多。季明心没有再理会跪在地上的秦妈妈，而是转身进了屋里。你大舅母又做什么了？舅母今日早上说府里进了贼，将您下病了，以此为由封了我的院子。人心不足蛇吞象，你既出来了，想来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去书院找了表哥回来，舅母以后会以养病为由待在院子里，家里的事要辛苦您了。你做得很好，这件事由你哥哥来处理合适。至于家里都没几个人了，能有多少事？我这一辈子做错的一件事，就是为你大舅舅求娶了你舅母。本以为他家即便没落了，也算是士族，教养应该不差，不成想眼皮子浅成这样，不仅落得家宅不宁，连你们这些孩子也跟着受牵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也算不得什么了，都过去了。以后啊，您为表哥好好相看一个嫂子就好了。你说的是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去了京城也要好好的，京城离得远，外祖母也帮不上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外祖母，你也要保重身体，
我以后有时间，说不定还能回来看你呢。傅老夫人又零零碎碎的交代了他一些事，季明心才告退。傅家有小舅舅和表哥在，衰落不了，以后说不定会更兴盛。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季明心好好的补了一觉。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还不想起，不过想起自己还有个病人要治，不得不强迫自己起床。算算日子，侯府的人这2日应该就要到了，他得在那些人来之前将这边的事情解决好。神医来了。阿英今日如何？小神医的药确实厉害，小姐从昨日吃了药，再也没有发热，精神也好了一些呢。劳烦神医了。季明心摆弄着自己带来的药箱，将一个小玻璃瓶取了出来，然后拿出一个针管。我要先做个皮试，可能会有些疼，你忍着些。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我怎么从没有见过？这是我师父发现的方法，这样药水能直接进入人体，效果会更好。阁下的师父可是汪神医？你知道我师父？神医之名，天下谁人不知？实不相瞒，在下这次来蜀中也是奔着汪神医来的，可惜没能找到人。你运气不错，虽然没有找到师父，但却碰到了我。师父失踪已经有些时候了，别说这些外人，就是自己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小神医说的不错，能遇到阁下，确实是在下的运气。这个针1天2次，打3天，这期间不能饮酒，不能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注意休息。神医医术高明，救命之恩，小女感激不尽。我只是收钱看病，是你哥哥有钱，请我来可不便宜。他不过是随口一说，哪知却戳到了荣英的心病。他并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和穆连成是兄妹。多谢世子爷，我不过是个孤女，王爷看着可怜，才带回王府照顾，并不敢高攀，任世子爷做兄长。只是世子爷3个字一出，季明心便愣在了当地。阁下可是定北王府的穆世子？他离开京城时，谣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于是他点了点头。这个男人竟然以来相看自己为借口，跑到蜀中来给相好的看病。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没能认出世子来。穆连成看着他嘴角的笑意，不知怎么莫名觉出几分危险来。是你自己没问。这方子3000两。怎么又要钱？在下是大夫，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看病收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今天的方子他原本是没有打算收钱的，但是他的未婚夫请他来给别的姑娘看病这事儿让他很不爽。可也太贵了。所以你们不要是吗？要，我怎么敢不要？万一病好不了，你岂不是要说是我的缘故了？不吃药当然好不了，这还用说？要这么多银子，不然就算了，我也不是什么金贵人，哪里用得着花这么多银子看病？季明心怒其不争地看他，你是不是傻？他一个王府世子，又不是没钱，你给他省钱做什么？让他留着以后给别的女人花。这要是算了，他的药方岂不是白写了？行了，不就是3000两银子，爷还花得起，给钱。季明心收了钱，丢下药方，干脆利落地离开了。荣英看着那袭红色的背影消失不见，依然没有收回目光。我这身子好不好，谁关心呢？说是来给他看病，但是刚刚穆连成从进来，也就他说话的那次看过他一眼。小姐说的什么话啊？世子为您治病，千里迢迢来找神医，还花了那么多钱，怎么是不关心您呢？他只是想要治好我的病，我倒希望自己别好，这样他就永远牵着我。接下来的2天，季明心1天2趟来给荣英打针。荣英的身子显而易见的比先前好了很多。这位姑娘身上的病是没什么问题了，只是这心病还需心药医，不知世子有何打算？我需要有什么打算？听说世子来锦城是为了相看皇上给您赐婚的世子妃，不知您相看的如何？小神医知道的不少啊。我是大夫嘛，认识的人多了，消息自然也就灵通了些。
神医对我的感情问题很感兴趣。我就是好奇，毕竟这是全京城的人现在都想知道的事。听说啊，京城已经设了赌局，人们都在赌世子爷这回会不会去宁德侯府千金。我若是提前知道，岂不是可以赚一笔？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已经让人去下了1万两的注。所以穆连成若是敢让他输钱，他绝对会让他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哦，不知怎么个赌法。人们都说您当初连护国公府的千金都看不上，如今定然更看不上宁德侯府这在商户养大的小姐，所以现在赌您不娶的赔率已经到了10比1。他奇怪地问：你缺钱？你知道什么？哪有人会嫌钱多烫手啊？神医赚钱，我有什么好处？你若是帮我赚钱，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是关于你的秘密哦。穆连成被他勾起了好奇。我会娶季家大小姐。为什么？神医想知道的似乎有点多，这可跟赌约无关。你想赢钱，只要知道结果就好了。他不过是想要试探一下。现在看来，这位小神医跟那位季姑娘果然有关系。这个狗男人也太敏锐了，他已经怀疑了。好奇，纯属好奇。你不想说就不说嘛。那么现在，神医可以说关于我的秘密了吗？我发现号称红颜变京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穆世子，其实是个处男。你是不是不行？那日看他练剑，后来再次回想，才发现那剑法有些熟悉。这套剑法只有配合心法才能发挥到极致，而那心法只有保留着纯阳之身的男子才能练。实话是不能说的。男人嘛，我懂。你去青楼楚馆，让人以为你棉花素领，就是为了掩饰这个吧？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这种事儿怎么能承认呢？可是否认的话，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神医觉得我很好糊弄。怎么会啊？我都说了不会告诉别人，你还要怎样？你是怎么发现的？自报师门是不可能的，显然是没得谈了。季明心瞅准时机，运起轻功，一溜烟逃了出去。他师父都评价过，说他的轻功在江湖上能排前3。穆连成眼睁睁地看着人从眼前逃走。刚刚是有人出去了吗？你手下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厉害的人了？好俊的轻功，一眨眼就没影了。是那位小神医。不愧是神医，连轻功都这样好。你就不奇怪他为什么不走门？哦，他为什么不走门呀？哎，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容易打那个什么针了吧？难不成是病没治好逃走了？你就不能盼点好？我没有盼容易不好的意思啊，就是气不过那个神医嘛。他到底为什么用轻功跑啊？他发现了我没碰过女人。这种事也看得出来？你应该关注的是他发现的这件事很严重，万一被京城那些人知道了，我这些年就白装了。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吧？你的剑法不是快好了吗？到时候睡2个女人不就好了？剑法。穆连成眼前一亮，他知道那小子怎么发现的了。不然想办法将那小子除了？算了，荣英的病差不多了，剩下就是自己喝药调养。明日你扮成我，带着他启程回京。我听说京城赌坊开了赌我不愿意娶宁德侯府千金的赔率都到1赔10了。是呀，我让人要了1000两银子，回头1万两了。你就这么点出息，回头让人加注押1万两。这不好吧？那可是10万两，赌坊都不一定赔得出来，闹大了也不好。你就不会想法子让他们能赔得出来吗？这能有什么办法？赌坊没钱，总不能变出钱来吧？这还不简单？你让人在茶楼酒肆传播些我不愿意娶宁德侯府千金的消息，3人成虎，到时候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去下注，钱不就有了？高明。说起赚钱，他确实比不上穆连成，他觉得这一点上
穆连成倒是跟那小神医有的一拼。小姐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小姐今日从外面回来后，似乎格外的沉默。没什么，就是有些疑惑。您在疑惑什么？我在想，嫁到穆王府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小姐当初为什么选穆世子呢？身份足够高，时机刚刚好，人也合适。如今有什么不一样了吗？可能人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小姐向来喜欢居安思危，应该知道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您若是站在穆王府的角度考虑一下，或许心里能好受一些。您想找王府当靠山，殊不知王府若是知道您这么有钱，怕是也不敢娶您。他家小姐可不是一般的有钱，穆王府手握重兵，已经十分让人忌惮。若是再娶一个富可敌国的世子妃，皇上怕是连觉都睡不着了。你说的对，祸福相依，哪有不需要承担风险就能拿的好处？小姐聪慧。哎，算了，现在考虑这些为时尚早，先回京城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再退婚也来得及。别说没成亲，就是成了亲还能和离呢。小姐，您还没嫁呢，就想这些了？你也说了要居安思危嘛。我那么辛苦的学东西赚钱，难不成是为了嫁人把自己关在后院，憋憋屈屈的活着吗？穆连成以后最好老老实实的当纨绔，他若是敢给我惹事，穆世子日后若是不老实，小姐不会是打算把他直接弄死当寡妇吧？这样又过了2日，宁德侯府派来的人终于到了。见过老夫人。不必多礼。我们老夫人让我问老夫人的好，这些年大小姐在府上叨扰了，老夫人特意让我带了些谢礼，还望老夫人别嫌弃。他扫了一眼，便看出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东西是少了些，但都是我们老夫人精心准备的，原本不止这些，只是碍于尊府地位，那些东西都不能用，还请老夫人见谅。我如今忘性大，你帮我收这些，按着这单子准备一份差不多的回礼。咱们虽是商户人家，也不能不懂规矩。傅家若是回同样的礼，侯府的脸面怕是没地方放了。那这些库房没地方放，你拿出去赏人吧，就说是京城侯府送来的，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你们远道而来也累了，下去歇着吧。叨扰老夫人了，不知老奴能否去见见大小姐，也好安排回城的事。你亲自带他们去吧，新丫头喜静，别让人冲撞了。翠雨这边答应了，带着3人往季明信的院子而去。外祖母做得好，就该这样。这妈妈据说是侯府老夫人身边的，老夫人这样落侯府面子，小姐您回去以后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哼，一个下人都敢在外祖母面前狐假虎威，他们怕是早就打定的主意，要将我拿捏在手中，日后进了王府，好替侯府谋些好处。他们没将我当亲人，我也不会把他们当回事，这不是很好吗？翠雨带着3人到了季明信的院子。哎，翠雨姐姐来了，快来看看哪张好，这2个丫头吵得我头疼。翠雨上前一步，认真的看了看2张样子，2张各有各的好，难怪祖母看中你，果然是个人精，半点都不得罪人。眼见他们说笑着，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跟翠雨一起来的一个丫头突然开口：“奴婢绣活做得好，大小姐要是不嫌弃，就交给奴婢绣吧。”这是……翠雨还没说话，王妈妈已经激动的上前：“小姐长得跟仙夫人可真像，仙夫人命苦没得早，可怜您这么多年一个人寄人篱下。”这位妈妈说的什么话？外祖母对我很好，并不曾亏待我。老奴是侯府老夫人身边的，大小姐小的时候，老奴还抱过您呢。没想到一眨眼，您都长这么大了。不是一眨眼，是10年。大小姐不是在侯府长大的，不知道规矩。王妈妈是老夫人身边的人，就是府里的几位少爷小姐也都得敬着呢，这才是大户人家的体统。是吗？
我倒是不知道主子说话下人插嘴是哪门子的规矩，咱们家从没有这样的规矩，想来是侯府的规矩。姑娘日后回京问问侯府老夫人就知道了。这丫头口直心快，并非有意的，还请大小姐见谅。这2个丫头，一个叫明琴，一个叫明凤。老夫人担心小姐身边伺候的人不够，特意让老奴带来伺候您的。明琴，见过小姐。那可真是要谢谢祖母为我着想了。我身边的人还真不够使。名字是谁起的？回小姐，是老夫人起的。侯府下人起名都不避讳的吗？白菊提醒。小姐的名字？王妈妈这才陡然想起，这位大小姐的闺名是叫明心的。老夫人怕是一时没想到，大小姐别放在心上，她老人家平日里一直惦记着您呢。不过些许小事也不值得祖母放在心上。不过他们既然给了我，这名字叫起来总归不大方便，让人听了也不像话，就改作言琴、言凤吧。2个丫头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被改了名，偏偏他们还说不出什么来。多谢大小姐赐名。什么玩意儿？离得这么远，就急吼吼的往小姐身边塞人，还是那么2个东西，打量谁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侯府这事做的着实有些过分，小姐怎么就这么收下了呢？长者赐不可辞，我若是不收，你信不信他们立马就能给我扣个不敬长辈的帽子？这些女人就是闲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搞事情。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有人帮你们干活还不乐意。这怎么能是小事？小姐度量也太大了些，何况咱们哪有那么多事情做啊？找点事情还不容易吗？我们马上就要回京了，侯府里的长辈们、兄弟姐妹们、有头有脸的下人们，不都得准备礼物吗？我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能送什么值钱的？就多准备些荷包、帕子之类的吧。那个言琴不是说绣活做得好吗？明天开始就让她去绣。这主意好，我看那丫头一点都不顺眼，一副狐妹子样。另一个呢？那个嘛，看着还算安分。先让她去厨房做2道拿手的菜来尝尝。买个人还得花银子呢，这免费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你一向掐尖要强，不过我劝你收着些，若是能留在大小姐身边，日后跟去王府，好处少不了。我是老夫人赐的，大小姐难不成还能把我退回去啊？那可是对老夫人的不敬呢。王妈妈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这日傍晚，季明心用过晚膳后，在园子里散步。小姐多大人了，怎么还把自己吃撑了？没办法，严凤做的菜太好吃了，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小姐觉得她做得好，以后就让她做吧。白菊做的比她好，我不过是吃惯了你做的，偶尔换个口味新鲜罢了。你怎么还当真了？小姐骗我，我也尝了，她做的菜味道确实比我的好。你以后一定会做的比她好的。而且他今日刚来，自然要表现，做最拿手的菜，其他的菜做的肯定不如你，或者你也可以去请教他，相信他不会不教你的。真的吗？小姐觉得他会教我？当然啊，他想留在我身边，肯定正想法讨好你呢。2人说着话，季明心抬头，正好看到傅淮南在不远处的亭子里看着他，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上前去。表哥今日怎么在家中啊？我听说盛京的人今日到了，可说了什么时候启程？王妈妈说后日。4月18，是个出行的好日子。想着这些年来的种种，他心中突然涌起了不甘。你真的愿意回京吗？想到这些，傅淮南的心中便莫名难受。自己这些年若是勇敢一些，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当然是愿意的，我终究是要离开这里的，不是吗？傅淮南看着他，没有说话。表哥也会离开的，来日必会金榜题名，前途似锦。若有那一日，你会后悔吗？在我心里啊，表哥就是我的亲哥哥。若有那一日，我会与有荣焉。表哥也知道，侯府我是指不上的，日后受了委屈，还望表哥为我撑腰。
傅淮南觉得自己的心中有什么彻底的崩裂了，他一向冷清的脸上扬起一抹笑。好。4月18确实是个出行的好日子，季明心辞别了傅家人，随着王妈妈一行登上了北上的船只。小舅舅自那日以后再没有跟他联系，今日也没有来送他。小姐还是到里间待着吧，这里风大，路上着凉了不是闹着玩的。四爷或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他平日里可是最疼小姐的。他还在生我的气。四爷哪舍得真生您的气呢？不过是心疼您。我也知道，可就是知道心里才难受罢了，不来也好。不远处的一处小山丘上，一袭淡青色长袍的男子静静地望着江面上的船。表小姐的船已经开了，爷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去送别呢？送不送，他都是要走的。他突然痛苦地闭上眼，他这一辈子似乎总是这样，留不住想留的，得不到想要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去一切。从一开始，他就不该贪恋，无论是亲情还是其他。哎，你看侯府这些人怎么样？那些小厮男丁暂且不说，王妈妈除了刚来时候表现得有些张狂，这2日倒是比较安分。我看是个有成算的，言情什么都写在脸上，看不上小姐，也不想做你安排的活计，不过就是装个样子，怕是个有野心的。至于严凤，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怕事，不言不语，是个安分的，但我觉得这样的人更需防备。这2日你跟严凤接触的最多，你怎么说？之前我觉得她挺好，但白芍姐姐的话也有道理，小姐还是再看看吧。要知道一个人能让你觉得好，也是本事，你要学的还多着呢，以后多长几个心眼儿，想不通的事情问白芍。在傅家的时候，他对几个丫头没什么严格要求，可是京城不一样，遍地都是权贵，日后不管他是侯府千金还是王府的世子妃，要接触的人注定身份都不会低。若是白菊还像以前一样，肯定得吃亏，还是得早点调教起来。这2个丫头，小姐是有什么打算吗？不用管，回去以后也一样，只要有人送人就收下。可光送人不给生气，算怎么回事？下人的生气在谁手中，谁就是能决定他们身家性命的主子。别着急，在我嫁到王府之前，老夫人会知道怎么做的。您还真打算带他们去王府啊？我记得姑娘出嫁是一定要准备通房丫头的，他们不去，难不成你们几个做？我才不要！我也没这个打算。你们几个跟我一场，说是主仆，但情同姐妹。我希望啊，以后你们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风风光光的嫁出去。我才不要嫁呢！臭男人有什么好？我要一辈子都陪着小姐。记得你今日的话，日后可别自己打嘴。当然，我的梦想是做小姐最喜欢吃的菜。我看是你自己喜欢吃吧。几人在房间里说说笑笑，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到了傍晚，船在一处码头停下。大小姐，这里是个小镇，暂且可以歇歇脚，您要下去看看吗？我有些累，就不出去了，你们自便。小姐，咱们真的不上岸去看看吗？哎，别胡闹，黑灯瞎火有什么好看的？而且这种小地方什么人都有，出了事大家都不好。哦，这就是个小镇，没什么好玩的。等到了京城，有的是功夫可以玩。小姐怎么总是惯着他？不说让他到了侯府谨言慎行，还纵着他玩？偶尔玩玩也是可以的。此时已经不早了，夜色静谧而美好。只听白菊失声道：“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啊？”季明心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不远处的河面上水波晃荡的厉害，水下有人。慕连城正要将人带回屋救治，10几个黑衣人踏着水面而来，手中的利剑闪着寒光，
直取他手中人的性命。季明心反应奇快，一手将穆连成推开，另一手一挥，藏在袖中的匕首出鞘，转瞬间抹了一个人的脖子。黑衣人显然没有想到，一个看上去娇滴滴的大家小姐和几个小丫头，竟然一转眼就放倒了他们一半的人。将人交出来，我放过你们。哼，想从我手中抢人，你怎么不问问我会不会放过你们？说说吧，你们是谁派来的？为什么追杀这个人？你不该多管闲事儿。我问什么你说什么，再扯别的，我活剐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你的主人是谁？为什么追杀那个人？看样子是问不出什么了。处理了吧。然后在穆连成身上上上下下的摸索起来，终于在穆连成大腿上发现了异样，藏得可真隐蔽。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比小米粒还小的字，越看他的面色越凝重。我困了，去你屋里睡一会儿。你们几个还是轮流守着人，别让任何人进来。有事就叫我。季明心这一觉整整睡了一天。今日沿途路过几个码头，都查得紧，王妈妈便没有让船停靠。是官府的人在查。白芍点头，都是官府的人，听说一点情面都不留。无论是谁的船，不管是货物还是人，都要检查。码头上堵得水泄不通，好多货商都在骂呢。不用管他们，你传信给白竹，让他查查这些年往北边去的军粮有哪些人经了手，要小心一点，别让人知道我们在查。还有昨晚死的那些人，查一下来历。季明心睡了一天，到晚上反而不困了。他打发几个丫头早点去休息，自己给穆连成换药。谁知道刚碰到伤口，穆连成突然睁开了眼睛。这是哪里？这是在船上，我从江里把你捞起来的。你打算怎么报答？啊什么啊？你欠我3条命，难道不打算报答吗？在下总共就1条命，怎么这一下子就欠了小姐3条？我从河中将你捞起来，1条；帮你处理掉了追杀的人，2条；解了你身上的毒，还帮你处理的伤口，3条。公子可有异议？你说的处理掉那些人，是怎么个处理法？就是这样处理啊。你想我怎么报答？以身相许吗？倒也不是不可以。说话之前，麻烦你照照镜子，而且我有未婚夫了。那你想我怎么报答？我就是个亡命江湖的穷光蛋，除了这个一无所有。这样啊，我呢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既然你拿不出让我满意的酬劳，那我就只能把你送人。你还不知道吧？今日一早，附近的江面便都被封锁了，所有的码头都有官府的人在严查。你说我把你送给他们怎么样？不怎么样，把我交出去，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我高兴啊，这岂不是最大的好处？要什么你说吧，只要爷能做到的。1条命1万两，3万两我们2清。3万两，是不是有点多啊？我其实只有1条命，你说是不是？可我救了你3次，要不然我现在捅你一剑，把你扔江里，我们也2清，你自己选择。你怎么这么笃定？我有3万两。那你有吗？有，我有。这一趟虽然花得多，但收获更大。再加上京城的赌局，只要一成亲，他就能拿回10万两，也不算太亏。就在这时候，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上半身竟然没有穿衣服。我的衣服，我脱的。你身上的伤口也是我处理的。你不是有未婚夫吗？你也说了是未婚，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我就得为他守身如玉啊。你嫁谁也得守身如玉吧？你呢，怕是不知道，我那未婚夫是出了名的风流纨绔、勾栏瓦肆的常客。这红颜知己啊，遍京城，我不过是救个人，也没做什么。想来他能够理解的，你说是不是？穆连成对上那双笑意盈盈的眼，
只觉得自己似乎被看透了一般。是的吧？这个女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不一会儿，白菊带了饭菜来。穆连成昏迷了这么久，滴水未进。我也饿了。你不会是赖上我了吧？我救你的命不说，还得管吃管喝。我花了钱的。我知道啊，可那是救命的钱，你别觉得花了钱就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你若不是运气好碰到我，现在怕是被江里的鱼吃的只剩骨头渣子了。你再有钱，也不能带到棺材里吧？穆连成发现自己有病，竟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给我吃饭？给钱吧，一顿饭100两。我会给你的饭菜里加有利于伤口愈合的药材和一些滋补的药物，这些去外面花钱都买不到，你不亏。还有什么要钱？你一起说了吧，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再有2日，你的伤口就没什么问题了。到时候你是自己离开，还是……我这伤多少有些行动不便，还要麻烦姑娘了。这可是另外的价钱。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钱多好办事啊。以后嫁了人，若是夫君不称心，我就花钱让人把他弄成半身不遂。反正我不缺钱，养得起他。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不太好吧？一项一项跟你算钱也不好，好像我见钱眼开一样。给你算个整数吧，5万两。到上京这一路的吃喝安全我全包了。穆连成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当然，这是将之前的3万两算在里面的。接下来我负责你的吃喝拉撒还有安全，才要2万两，是不是很划算呢？这语气让穆连成觉得自己像是躺在砧板上的猪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小神医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师弟。你也是汪神医的徒弟？对啊，之前师傅在傅家给我小舅舅看病，待了好几年吧，我就顺便拜了师。穆连成也没有再怀疑什么。白菊吃完饭过来收拾碗筷。之前熬的白粥还有吗？给这位公子盛些来。这就是我2万两的伙食。你呢，别小看这一碗粥，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性平味甘，具有温胃养脾、清热去积的功效，又好消化，最适合你这样伤湿未愈的人吃了。他边吃粥边是很随意的跟白菊闲聊。你们是哪家的？去盛京做什么？你们家小姐胆子挺大嘛，竟然敢从江里捞人，不怕我是坏人吗？你若敢打什么坏主意，小心小姐把你扔回江里去。那我可得小心点。你家小姐心可够黑的，救我一命，竟然要收5万两银子。我家小姐1年到头都不见得会多管1次闲事，愿意救你，你就烧高香吧，还敢嫌贵？我家小姐可不缺钱。一个根本就不缺钱的人，怎么会为了钱给自己惹麻烦呢？他身上陡然惊出一身冷汗。有谁碰过我？呸！你瞎嚷嚷什么呢？谁碰你了？要不是看你伤得快死了，我家小姐才不会亲自给你治疗伤口呢。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除了你家小姐，还有人近过我的身吗？就我们几个丫头呀，你以为是多光彩的事？若是被人发现，小姐日后都没法见人了，怎么可能让其他人看到你？难怪季明心说2万两是划算价。他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被追杀，甚至很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一切。季明心走到外面，见白芍等在一边。怎么回事？侯府来的那些人之前没有接触，咱们也就没有伤心。这2日那人在您屋里，我担心被人发现，便看得紧了些。发现有个小厮鬼鬼祟祟的来窥探过好几回。我妈妈是知道的，她即便不敢明说，也肯定会敲打这些人。这样的情况下还敢往我跟前凑，倒是有点意思。你漏个空子把人放进来，我看他到底想做什么。万一那人被发现了，好奇心害死猫。有些事情啊，想要知道就要付出代价。他自己送上门来，也怪不得我。现在忍着，日后进了侯府只会更麻烦。我手臂上的东西是你拿走了？你太沉不住气了，是我拿走如何？不是又如何？你既然都看到了，就应该知道，那很重要。我只知道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比命更重要。东西我毁了，不过内容都记下来了。
回京以后你给我银子，我把账本给你，我们两清。哼，我们怕是两清不了了。公子想多了，人生无常，说不准你明日就死了，那样我们也算两清。我若死了，你一个铜板也拿不到。比起以后你会带给我的麻烦，我觉得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你后悔了？后悔什么？救你吗？我现在随时都能将你扔回江里。那些人查到你的身上了，我已经好很多了，现在就可以离开。季明心始终没有说话。你放心，不管我能不能活着回到京城，答应你的5万两银子，必定一分不少的给你。你在怀疑我的信用吗？我这个人做买卖向来公平，拿了钱就一定会办事，也不用太过紧张。这几日呢，船上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好好养伤，少跟人接触就好了。2日后，船准时抵达了襄城外的码头。王妈妈见几个官兵说话间便要上船查看，连忙上前拦住。这是做什么？我们是宁德侯府的人，船上是我们家大小姐，你们这么鲁莽，怕是不合适吧？最近这一带有盗匪逃窜，知府大人下令，凡是路过的船只都要严查，这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危着想，还请行个方便。我们大小姐被皇上圣旨赐婚，是要回京成亲的，若在此坏了规矩，你们担待得起吗？我们只是在查盗匪，怎么会坏了府上小姐的规矩？这位妈妈左拦右阻，不会是窝藏了盗匪吧？上船，给我仔仔细细的搜。谁敢？大小姐，您怎么出来了？我听见外面在查什么盗匪，便出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盗匪如今都这样大胆子，敢公然在码头出没了吗？惊扰小姐了，是在下的错。只是日前有盗匪偷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逃窜到了这一带，在下等人奉命捉拿，还请小姐行个方便。你要查，我不能拦着，不然好像我心虚窝藏了贼人一般。但要问问官爷，那贼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偷了什么东西？小姐问这些做什么？不问清楚，我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你若是随便指个人来栽赃我，我岂不是跳进这江里都洗不清？小姐想多了，在下不过是例行公事，怎么会栽赃你？我一个侯府千金，有什么理由窝藏贼人？你们却连一点情面都不讲，死活要上船搜查，这很难让人不多想啊。小姐的意思是不让查？怎么会？我说了，你若是能说出个前因后果，我自然会配合搜查，若没有，那就抱歉了。我若一定要查呢？那就踏着我的尸体过吧。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无缘无故被你们搜查，说出去还怎么见人？要找的人是个男子，对方胸口受了伤，我们不检查女子，只检查男子。船上的男子都露出胸膛让我们看一眼，这总行吧？若是找不到呢？之后一路再不敢叨扰小姐。将船上的男子都叫出来，让他们看一眼。不劳烦妈妈，我亲自去。一路将男子都查了一遍，一无所获。耽误了小姐的行程，是在下的错。可查清楚了，确定没有你要找的人，再要来查我可就不依了。赵雄很快带人撤退，立马带人回了府衙。没有找到。公子问话，你照实说便是。那船确实是宁德侯府大姑娘回京的船，属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并没有多出一人，除了丫头婆子便是小厮，还有一些从富家带出来的护卫，也就10来个，其中并没有人胸口受伤。这艘船是那日离出事地点最近的一艘，而且事后几日一直未靠岸。这事是咱们这些人没用，竟然如此不小心，丢了那样重要的东西，连累公子亲自来一趟。情书严重了，我横竖闲着也是闲着，出来透透气也不错。那东西就算落到别人手中，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只是偷东西的人有些要紧。难道公子知道对方是谁？巧得很，近日刚好有一人不在京中，不过我只是个猜想，若说是那人，这世上怕是没人会信。但公子既然猜测，定然有自己的道理。我的道理嘛，那大概就是直觉。不过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可以试试。你说那个船上的人是宁德侯府大姑娘？
这姑娘倒是有点意思。码头上的人都撤回来吧，这事你们不用管了，我来跟他们玩玩。难不成那人真的在这艘船上？不可能，那船上的人我都看过了，没有多出来，也没有受伤的。你忘了，你们前几日在河中捞出一具尸体，这尸体是从哪儿来的？这几日查过的船上可有少人，所以船上的人不多不少才不对。那个人并不是当时偷东西的人，你们说是谁在弄鬼？今晚无论发生什么都别插手，无论成败，明日天一亮将所有的人都撤回，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至于那条线，让他们立马收手，将所有线索都斩断。您不是说那东西对方得了也看不明白吗？对方已经摸到了边上，就算看不懂，你觉得他不会查？就不能将他留下来？就算没有证据，在这荆州的地盘上，咱们想做什么还是不难的。有证据又如何？你忘了，我们才是见不得光的。来做什么？用上了没？哼，当然没有，我就是来找你蹭饭的。哎，你说你那么有钱，怎么对下人这般苛刻？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看着都倒胃口。下人有下人的份理，再说那都是侯府的下人，我为什么要自掏腰包让他们吃好？我要吃酿冬菇、烧笋芽、翡翠虾仁、莲蓬鱼肚、鲜笋火腿汤。伤势未愈，吃荤腥对肠胃不好，给他来个醋溜白菜、脆炒莲藕，蒸个蛋羹，再来个苦瓜汤吧。我的伤都快好了。你确定？不确定。你是大夫，你说了算。不用担心，我会召集人手，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莫世子似乎对我很不信任。事到如今，季大姑娘不会还愿意保我到盛京吧？那这买卖岂不是亏大发了？我记得你说过，不做亏本的买卖。买卖可以谈嘛，你召集人手脱困容易，但这么多年的伪装毁于一旦，想好日后怎么应对了吗？季大姑娘这么厉害，宁德侯府的人知道吗？他们知不知道都不会影响什么，你想好了吗？这次季姑娘的开价是之前谈好的价格不变，今晚不管来什么人，来多少，我都会替你挡下。不过我要你一个承诺。什么承诺？你知道半寸棉吗？半寸棉？那不是皇家秘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穆连成心思急转，傅四爷是中了半寸棉，半寸棉在皇家也是禁药，我从未听说有人用过，又怎么会用在一个远隔千里的蜀中商人之子身上？众所周知，半寸棉没有解药。我只要你承诺帮我拿到半寸棉的配方。嫁给我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我现在答应了你，你是不是就要想办法退婚了？怎么会？虽然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圣旨赐婚又岂是那么好退的？虽然你比我原来以为的麻烦些，但我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利益冲突，将就一下也不是不行。将就？你原来以为的我是什么样子？传闻中那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纨绔。所以你一开始是冲着我这个纨绔来的。我们扯得有些远了，这世上的事啊，有得必有失。我嫁你虽然会有麻烦，但也不是没好处。你娶我亦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有婚约在身，合作一把未尝不可。你说是不是？合作？你把自己的婚事当交易？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且两性之好。其实说到底，可不就是交易？我不过就是将家族的交易变成了自己的交易而已，有何不可吗？我可以答应你尽力去拿半寸棉的配方，但事关皇家，我不确定能拿到。我会自己想办法，只是希望必要之时，你能够帮我一把。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穆连成这次很干脆的点头。对方到底是什么人？说起来惭愧，但我确实不知道。那东西也只是误打误撞才拿到的，实在没有想到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你那东西是从哪里偷的？这事说来话长，这些年送去北疆的粮草都不足数，朝廷在这方面的态度，我父王也知道，所以并没有深究。可近2、3年，不仅不足量，其中还有部分粮草以次充好，更有不少已经霉烂，根本不能入口。我父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应该不是皇上的意思。我也是这样想着，只能顺着粮食的来源查。蜀中是天府之国，有不少的军粮出自这里，所以我跑这一趟就是为了追查这个。没想到找到其中一个粮商，误打误撞从他家找出了那页账本，就被追杀了。
能一下子出动几10个死士，对方的势力不小，而且暗中应该有高人掌舵，不然我之前的移花接木不可能被识破。对方似乎很确信江里捞出来的那具尸体不是你。襄城应该是他们的地盘，今晚会很危险。很好，我也想看看，是什么人藏头露尾的做这样丧天良的事情。幕降临的很快，穆连成不肯离开。你不相信我能应付？穆连成心中的感觉很奇异，他有一种莫名的笃定，可又忍不住担心，如果不能呢？他们是不是会一起死在这里？可是现在他好像有些舍不得死。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时间还早，先回去睡会儿吧。对方就算来，也得等到深更半夜。季明星回到房间，白河在旁边回禀：小姐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在襄城附近的人抽调了不少过来，今夜来的不管是什么厉害的杀手死士，都保管让他们有来无回。季明星点头：小姐还没有回京，这样过早暴露实力，怕不是好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用的时候就要用。回到京城啊，这皇上眼皮子底下，这些人反倒是用不着。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小姐一出门就碰到这种事情，我这心里总是觉得不安。不必担心，想想咱们这么多年做的准备，总不能被这点事吓倒吧？小姐，下面的人传回信息来了。季明星接过手中的纸条，看了一遍，倒是个狠角色。外面的天越来越黑，整座城都渐渐陷入了沉睡。来了，外面已经打斗了起来，留几个活口，我们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竟然敢对侯府女眷下手。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官府那些人都是死的吗？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人有官府的庇护，但这样明目张胆的在城中最大的客栈杀人，也没有人管，这也太过分了。哼，官府的人怕是在等着给咱们收尸呢，想要置身事外没那么容易。一会儿你多带几个人去报官，没人管就沿路敲锣打鼓，一定要嚷嚷的满城人都知道。幽冥殿号称天下第一杀手组织，阁下的地位不低吧？就这么点能耐？你怎么知道？猜的呀。看来我猜对了。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可惜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跑来杀我，你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带下去吧，受伤的先去包扎。时候不早了，其余人都回去休息吧。好厉害的宁德侯府大小姐，一个养在商户的女子，能有这般厉害？或许背后有人也未可知。现在该怎么办？你没有发现是从遇到他开始，我们才一败涂地的吗？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安抚百姓，收敛尸体，追查凶手，一个步骤都不能少。你可以查不出真相，但不能不查，明白吗？难道你就这么算了？我们忙活大半夜，不仅一无所获，损失了那么多人手，现在还要去善后。不过一个宁德侯府的姑娘，还能翻了天不成？若是以前，宁德侯府满府死光都不会有人关心，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位宁德侯府的嫡长女被皇上下旨赐婚给了定北王府世子，你说她在你的地盘上出了事，皇上会不会查？穆连成那小子倒是好福气。谁说不是呢？所以这婚事还是不成的好。对方是个聪明人，之后一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欠你一条命，日后定当报答。这个呢，我们早就谈过了，一码归一码，回去记得给钱，记得答应我的事就好了。听说你捉了个活口，打算怎么办？先带回京城留着吧。我有种预感，你追查的军粮，那些粮商，追杀你的幽冥殿，还有沿路这些官府，这背后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你是说有人在针对定北王府？未必是针对定北王府，但这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定北王府和北疆的兵军出事了，会怎么样？我得尽快回京，接下来不能陪你同路了。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劝你别去打草惊蛇。如果让对方发现你察觉了什么，那等待你的可就不是昨晚那样的小打小闹了。别想那么多，以前怎么样，以后还怎么样就好。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你一个小孩子操那么多心做什么？小孩子？我比你大7岁呢。这世上光长年岁不长脑子的人也不是没有啊。穆连成觉得自己有被内涵到。后会有期，我们京城见。就这样一路回到了京城，望着侯府的大门，王妈妈总算松了口气。这一路真是辛苦妈妈了。这都是老奴应当的，哪里值得大小姐提这么一嘴？这些年我不在府中，也没有机会在祖母面前尽孝，不知他老人家可会怪罪。老夫人一向和善，知道您心里是惦记她的。那就好。这一路走得并不安稳，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知道了会不会被吓到。若是那样，可就是我的罪过了。老夫人年纪大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小姐平安回来就好，那些有的没的，老奴就不提了。那就多谢妈妈了。可算来了，老夫人念叨了许久，估摸今日怎么着也该到了。是我不好，让祖母久等了。劳烦几位姐姐进去通传一声。还通报什么呀？老夫人早就等不及了，快进来。见过祖母。老奴幸不辱命，把大小姐接回来了。辛苦你了，下去好好歇着吧。回来就好，快过来我看看。都这么大了，都是我不好。这些年府里上上下下没个消停，也没想着早些接你回来。我在外祖家过得也极好的。再好终究不是自己家，如今回来才是好。你是这府里正经嫡出的大姑娘，自然是不一样的。老太太说的是，这原配嫡出的大姑娘可不是比别人尊贵些，何况咱们大姑娘生了这个模样，这个性子，日后又是要嫁到定北王府里去的，真是别人羡慕不来的福分。你这张口就来的毛病早该改改了，姑娘家面前也没个遮拦。这是你吴婶娘，她向来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坏，有什么说什么的性子。你走的时候年纪小，家里这些人想来都不记得了，还有是后来来的，就更不知道了。你几个姐妹都在学堂里，一会儿放了学你就能见着了。也有几个妹妹跟你年纪差不多，以后姐妹们一起也有个作伴的。你可曾读书识字啊？小舅舅没事的时候教过一些，略微认得几个。要我说，姑娘家的就不用去考状元，略认得几个字也就够了。你的婚事是圣上赐下的，离出阁没有多少日子了，还是以女工针线为重。他乖巧点头，不就是针线吗？他不会，身边有人会不就好了吗？你看我一高兴起来就说个没完，都忘了你这一路舟车劳顿，怕是累了。屋子可收拾好了？大姑娘是要出阁的人了，跟我们住在一个院子不方便，我想着梅香院前些日子刚修葺过，里面收拾一下就能住，先让大姑娘住那里，老太太觉得是否可行？那里清静，是个不错的地方。院子不错，我刚刚看了一下，还有个厨房呢。先看看情况，可以的话，过些日子我跟祖母提。咱们初来乍到，府里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就惦记着吃。好姐姐，我错了，我可不是小姐，不吃你这套。你有没有打听这院子是不是有什么说法？他那个继母着实不像什么安了好心的。奴婢联系了夫人留下的人，虽然不在什么重要的位置上，但总归一个府里，消息也算灵通。有个老妈妈告诉我，说这院子前些日子修葺了，是预备给二房大少爷娶亲的。长房和二房的关系这样不好吗？我一回来就得罪二房，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也问了，都说平日里看着还行，但想来嫡出和庶出的总是不一样吧。而且二老爷中了进士，已经入朝为官，反倒是世子。罢了，就当不知道吧。
想来二房自己清楚怎么回事，不至于怨怪到我的头上。听说二夫人脾气极好，是个好相遇的人，大少爷的婚事也才有了些眉目，据说还没定下来。二老爷的意思好像是说明年科举完了再定，说不准小姐出了阁，新媳妇还没过门呢。老太太和世子夫人又有什么矛盾？小姐好厉害啊，才去请了个安，就看出这么多门道。据说这些年内宅的事情都是老夫人做主，1-2年前病了一场，精神不大好了，世子夫人才接了手。这不是常事吗？这是常事，可吴老爷娶的是老夫人娘家的侄女，自嫁过来就极得老夫人的欢心，还一口气生了2个嫡子。很多人说，看老夫人的意思是要将长家的事交给五夫人呢。这府里还真是有意思。几人说笑完，歇了一会儿，就到了傍晚。按例他要先去老太太屋里请安，再去继母那里请安。一天光请安就要跑5-6趟，也太繁琐了些。你当还在蜀中呢？满府通共就那么几个主子，老太太也疼咱们小姐，如今回了这里，一天饶是跑这么多趟，怕是还要落下不适呢。横竖也没事，就当出去走走。白芍跟我去吧，白君你没事也出去转转，跟这里的人熟悉熟悉。哎，你套话归套话，别把咱们小姐的事情往外说。我又不傻。这就是大姐姐吗？怎么娘亲和婶娘们都来了，你才来呀？祖母这边都快开饭了。孙女刚回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没想到竟然来迟了，还请祖母责罚。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你大姐姐才回来，你不多关照着，还挑起不是来了，这才什么时候呀？哪里就晚了？我错了，祖母，我第一次见大姐姐就失了分寸，您可别怪我呀。还不快去给你大姐姐认错，这是你小妹子在家排行第6，闺名雪心。大姐姐，是我失言了，想必你不会跟我计较吧？怎么会呢？原就是我不懂这里的规矩，六妹妹不说我还不知道呢，明儿再犯岂不是不好？多亏妹妹提醒了，我日后一定早些来。大姑娘吃的这样少，可是饭菜不合胃口。这些年一直在蜀中待着，习惯了那边的饮食，一时换了口味，还真有些吃不惯。姑娘爱吃什么，回头跟厨房说一声，以后让他们做了来。对，你回头叮嘱厨房一声，别让明丫头在自己家还受委屈。儿媳知道。多谢祖母和夫人为我着想，只是我想这府中的厨子未必会做蜀中的菜，难道为了我一个人让他们现学去？这岂不是为难人吗？姑娘既这样说，可是有什么打算？还是夫人疼我，我今日回去见那院子很是齐全，里面还有个小厨房，想着我身边的人啊也都是从蜀中来的，其中也有会些厨艺的，不若干脆在小厨房里开火，这样大家都省事。我知道祖母疼我，只是家里人多，若开了这个例，其他人那里不好说。这样吧，我院子里吃喝的费用我自己来出，祖母看这样可行啊？当初家境艰难，侯府的世子迫于无奈娶了商户女，心中更加恼怒。你一个小孩子家能吃得了多少？特意弄个小厨房也太麻烦了些。再说也没有这样的。我知道祖母的意思，只是我出钱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这样祖母在其他人面前也好有个交代。我好歹也算是回了家，总不能连顿核心的饭都吃不上，祖母就当疼我吧。没办法，这个死丫头本来就跟侯府不亲，这些日子还是得想办法笼络着。多谢祖母。高氏的心中很不是滋味，光是看着季明心，他的心里也堵得慌。他吃完饭回到主院，夫人这是怎么了？可是大姑娘冲撞了您。我倒想她来冲撞我呢，若是一回来就得个冲撞继母的名声，以后有的她受。可惜是个聪明的，连老太太都有苦说不出。老太太身份在那里放着，她还敢不敬不成？她说府里饭菜不合胃口，要自己开小厨房，为了堵众人的口，还说自己出钱。你说老太太心里能舒服吗？哎呦，这不是在扎老太太肺管子吗？哎，嘴上嫌商户丢人，可银子谁不爱？大姑娘这一手也算是掐住老太太的脉，人眼看着就要嫁到王府去，她笼络还来不及，哪里会为了这点事将人得罪？这么说来，
这大姑娘竟是个厉害的。可惜那门婚事，世子虽然不成器，可王府门第终究是高人一等的。可不是，不过女人一辈子不容易，有什么比嫁个称心如意的重要？云丫头不愿意，我也不能强着她，只希望她的念想最终别落了空才好。夫人放心，咱们姑娘必然是有福气的，将来怎么着也不会比那商户人家出来的差。若真是那样，我就是死也能安心了。那大姑娘就这样便宜他了？小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等等看吧。小姐也真是的，这样惯着白菊那丫头，老太太脸色都变了。我可不是为了白菊，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有什么比好好吃重要呢？那也不用这么着急吧，这样早早就得罪老夫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这事儿提得越早越好，我一回去就提，她自然呢不好直接拒绝。何况老夫人原本就不喜欢我，我也犯不着去讨好她，面子上能过得去就行了。只要我对侯府有用，就不用怕得罪她。小姐总是有这些歪理，我看您今日举止还算规矩，谁知临了又出了这样一件事。今日该见的基本上都见了，你看出什么了吗？今日才是初见，越是对小姐有不好的心思，越是得藏着，哪里面上就能看得出来。说不得小姐回来碍了谁的事，从这上面想，说不定能有线索。若说我回来碍了谁的事，那大概只能跟婚事有关了。这天季明星刚午睡醒来，老太太院子里的大丫头来传话，说有事找她。前些日子去南边接你的小厮，路上没了，我听见说是遇上了什么盗匪，究竟怎么回事？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回来也没说一声？当日那个情景说来可怕的很，我们在襄城住客栈，夜里突然有盗匪闯了进去，幸好走的时候外祖母不放心我，安排了几个有功夫的护卫，才抵挡住了贼人。只是那小厮不知怎么就正好撞上了。我想这祖母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这样的事不但要被吓一跳，还要为我担心，还是不提的好，就没有说。说完，他才看到王妈妈也跪在地上。这些事情王妈妈都是知道的，祖母一问便知。不是这样的，我家星儿从不多事，怎么别人都没事，偏偏就他死了？这位是宋兴的娘，之前老夫人已经赏了银子，了结了。谁知道今日不知为何又闹了起来。婶子这话说的有些奇怪，你又没去，怎么知道不是这样？这事儿我在襄城便已经报了官，不过官府始终也没给个说法，我又不能一直等着。你若不信，差人去问问不就知道了。不是这样的，我家星儿死的冤，还请老太太明察呀。季明心听到这句话，心中一动，只是这婆子看着精神有些不太正常的样子。这样的人还不快撵了出去，留着除了生事能做什么？高氏咬着牙应下，今日不过是借着这宋婆子给这丫头添个堵，若是她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势必会记恨自己。她若有所思的目光落在季明心身上。夫人有什么事吗？没什么，我只是想着宋兴的死虽不是大姑娘所为，但终归是在接你的路上出的事，若是传出去说回来的路上遇到盗匪，终归也不好听。这是咱们家的事，怎么会传出去呢？你长事也不是1年2年了，难不成连下人的口舌都管不住？媳妇这么说只是以防万一，府上人多口杂，难保不出什么岔子。哼，这就看你的心了，终归不是你生的。当初他为什么离开，大家心里也都是有数的。老太太说这样的话，让媳妇情何以堪？当初的事是媳妇失责，没有照看好大姑娘。这些年，媳妇每每想起，都觉得羞愧难当。大姑娘这次回来，总想着弥补一二，所以今日才多嘴说了一句，还望老太太明察。你若是真这样想，自然是好的，只是别光嘴上说的好听。事情说完了，季明星回屋的路上，正好遇到了二姑娘季锦心。大姐姐，自家姐妹不必多礼。二姐姐是去给老太太请安吗？我听说老太太院子里有人闹事，便想着晚些过去。这会儿已经没事了，夫人也在里面，二妹妹快过去吧。说完告了辞，仍旧往回走。姑娘，
您说他……时候不早了，走吧。二姑娘，这是什么意思啊？也许就是个巧合，别想那么多。我看那个宋兴的娘亲似乎知道些什么，她很笃定宋兴死的冤，这有些不寻常。你让人盯着些。两人却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出事儿了。宋兴的母亲死了。小姐，你觉得人真是自尽，还是被灭口？这圣经还真是藏龙卧虎，如今连这样的深宅大院都这样可怕了。启薇夫人和小姐看上去都挺和善的呀。那小姐猜到是谁了吗？那心思也忒毒了，不然我去给她下点毒，省得成日的不安好心在背后算计小姐。猜的哪里能做准呢？小姐也该有所打算了，别总是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就不当回事儿。这世上能害人的阴毒法子多着呢。我知道，这不是回来都没有歇着，一直在查吗？几个人正说着，院子里有动静传出，似乎是有人来了。大小姐饶命！妈妈这话从何说起呢？大小姐饶了我吧，老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表忠心的话说都会说，但不见得有用。宋婆子，你以为她是我杀的？不是说自尽吗？你怎么想到这上头了？大小姐之前真的不知道她怀着害您的心思呀。还说你不知道？我看你知道的不少嘛，说说吧，如今又是怎么知道的？王妈妈怯怯诺诺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定是我杀的宋婆子，但这事儿确实不是我做的。他儿子已经死了，他自己也没有来害我。你说我有什么必要杀人吗？而且你也是见过我的手段的，应该知道，我若是想要一个人死，多的是法子让他死得悄无声息，上吊自尽什么的太麻烦了。宋婆子被赶出内院，是我家男人送回庄子上的，刚送回去没一会儿，人就上了吊。我家男人正好帮着收敛了尸身，回来说脖子上的伤痕跟上吊的绳子对不上，不像是自尽。我就想着，既然如此，别人都没有看出来吗？你怎么就怀疑到我的头上了？我这刚回京，人生地不熟的，连自己院子里的事都没理清，哪有本事将手伸得那么长啊？我听将报了上来的，但世子不让声张，说是吩咐让按自己悄悄处理了。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宋兴的事的？我家那口子说是宋婆子回去的路上自己嚷嚷出来的，他怀疑宋兴的死跟您有关，但又不敢说出其中缘由，便没有提。这么说，他也没有完全疯啊？为什么要闹这么一出呢？这个老奴就不知道了，老奴知道的已经都说了。你只要把嘴闭好，不该说的别说，就不用担心我会杀你灭口。你瞧，活人远比死人有用，你说是不是？那老奴的安危，你不用担心我。至于其他人，那我就管不了了。我自己如今都自身难保呢。当然，你若是我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奴好歹去接了大小姐这一遭，原就比别人多了一层情谊。大小姐有事尽管使唤，老奴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就好，以后你若是遇到什么事，可以来找我。你去送送我妈妈。我们初来乍到，府上的人事都不熟，以后还劳妈妈多多指点。王妈妈暗自掂了掂手中的荷包。宋婆子死前见过她的侄儿。说完，匆忙走了。这王妈妈可信得过吗？她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更好。如今威慑已经够了，日后再以利诱之，她自然会好好办事。至于会不会忠诚，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呢，我们也不会真的要她去赴刀山火海。小姐这法子不错，宁德侯府的老太太，别的不说，这管家的本事还是挺厉害的。她院子里不好安插人，小姐有时候还是不太方便。像今日之事，若是提早知道，也能早做安排。先去查查这个宋婆子的侄子。季明心原本以为事情跟自己关系不大，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去给老夫人请安的时候，就听老夫人对着世子夫人发脾气。你放心，我虽老了，还有这么一口气，不会放过那些乱嚼舌根的人。这是怎么了？我的儿也是你命苦，早早没了亲娘，
如今才让人这般作践。昨日我千叮咛万嘱咐，谁知还是让人嚷嚷了出来。如今好好的一个清白姑娘，成了杀人的凶手了，你说冤不冤呢？昨天那宋婆子回去，不知怎么一时想不开自尽了。今日府里上上下下都在说是大姑娘路上弄死了宋兴，如今又逼死了她的娘。听到话的一瞬间，季明心总算把前因后果想明白了。宋婆子为什么要闹昨天那一出，就是为了将宋兴之死这件事翻出来，同时跟自己扯上关系。宋婆子的死不仅仅是为了灭口，更是另一个阴谋的开始。一个侯府千金跟杀人扯上关系，事后不管怎么澄清，名声都注定受损。季明心当机立断：夫人，我虽不是你生的，但好歹也是父亲的嫡女，终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并没有做过得罪您的事，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一条活路吧。夫人若是实在嫌我碍眼，就将我送回蜀中吧。我发誓，我此生都不会再回盛京，绝不敢对您有半句怨言。他哭得凄楚，演技之高，连立在一旁的白芍都瞠目结舌。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夫人，你发发慈悲，放过我家姑娘吧。她长这么大，连刀都没拿过，哪里敢杀人呢？那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杀他来做什么？大姑娘，这是什么话？无凭无据就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纵是继母，也不曾苛待过姑娘，自回来衣食住行样样精心。如今出了事，怎么就都成了我的不是？他回来才几日，你就想怎么苛待他？何况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当初是怎么走的？如今又是为什么回来的？谁还不知道呢？他走的事就不说了，回来可是为了圣旨赐的婚事，这也是为了云儿，坏了她的声誉，对我有什么好处？哼，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初圣旨下来的时候，云丫头哭成了个泪人，死活都不愿意，你便打起了以树代敌的主意，想让锦丫头顶上去。还是侯爷说将庶女送到王府做世子妃不合适，万一被查出来，那是欺君的罪。这才想起了明丫头，让锦丫头顶上，那也是世子提的，我又何尝不知不妥？如今大姑娘已经回来，我也早些了那样的打算，又怎会突然如此行事？求老夫人明鉴。我老了也没什么明鉴，只知道不管说什么，没有让明丫头平白被诬的说法。后院的这些话总不是无故来的，你既然说自己冤枉，那这事儿就交给你自己来查。你若是能查个水落石出，洗清两人的清白最好，若不能，那也怪不了别人。不一会儿，高氏告退，季明心也顺便跟着退了出来。姑娘明明知道事情跟我无关，却非要把脏水泼到我的头上，是我哪里得罪了姑娘吗？我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难道后院不是夫人管的？当时我小看了姑娘。你这个扫把星，一回来家里就没有好事，如今连累我娘。雪儿，别说话，不得对大姐姐无礼。我说了又如何？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也配让我道歉？你还真以为能嫁到王府去当世子妃？若不是三姐姐不愿意，这婚事能轮得上你？更何况如今外面满大街的人都在说王府世子不满意你，说不得什么时候这婚事就换了人呢。我看二姐姐都比你强。多亏六妹妹提醒，不然我还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圣旨上写的不是要嫡长女吗？三妹妹当真是品行高洁，竟然看不上定北王府的世子。大姑娘，雪儿年纪小不懂事，信口胡说，还请大姑娘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怎么会？我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哪里敢跟六姑娘这样的人计较？六姑娘连圣旨都敢不满，皇上指婚的人想换谁就换谁，更敢给定北王府塞个庶女去做世子妃。我真是孤陋寡闻，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呢。大姐姐，雪儿她并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曲解？刚才那话也不是光我一个人听到了，要不让大家说说六姑娘是什么意思？我也想问问清楚呢。这圣旨赐婚究竟是赐给谁的？这婚事可是三姑娘不要的。婚事自然是大姑娘的，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赐婚世子的嫡女。大姑娘是咱们长房年纪最大的，长幼有序，
怎么也轮不到三丫头。这日里口无遮拦，你知道些什么就乱说，还不快给你大姐姐道歉？对不起，大姐姐，我刚刚是胡说的，你别跟我计较。没关系，只是六姑娘那些话，我听到也就罢了，别人听到再像昨日的事那样嚷嚷起来，可就麻烦了。唉，瞧我说些什么，六姑娘是有亲娘护着的人，怎么会跟我一样呢？自然不用担忧这样的事。夫人，你的时间不多，我杀人逼死人这种话，若是传到外面去，那可就别怪我拉着你一起了。季明心离开后，季雪心才敢开口说话。娘亲，他刚刚是什么意思？是在威胁你吗？以后别去招惹他。娘，这些谣言来得莫名其妙，我看祖母让您查是护着大姐姐的意思，查不出来，您就得背谋害原配嫡女的名声。您如今有头绪吗？别急，娘亲不会坏了你的事的。娘，您说什么呢？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娘就盼着你能出头，不然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娘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娘若是能生个弟弟就好了。膝下没有嫡子，这几乎是高氏的心病了。也不知我这辈子有没有那个福分了。不管有没有，母亲也该早做打算了。怎么不见景丫头？今日一早起来，我听见府里风言风语的，就没让她出来。连你都听到了，可见这事传成了什么样子。你亲自去给我查，这谣言是从哪儿出来的？没凭没据乱嚼舌根，污蔑大姑娘，这是嫌日子过得太好了吗？夫人也不必生气，府里的下人向来听风就是雨的，哪个主子的闲话没有说过呢？过几日自然就好了。我哪里等得几日？今日在老太太屋里，大姑娘跪着哭求我给她一条活路，说是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就成了我在谋害世子原配嫡女了。这样的名声传出去，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这分明就不关您的事，大小姐怎么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您身上推呢？当年是傅家非要将她接走的，这些年也是老夫人压着不让她接回来，您夹在中间已经够为难的了。你是说她在记恨当年把她送走的事？小姑娘家的，自小便寄人篱下，想来日子未必好过。何况她原本应是金尊玉贵的侯府大小姐，这样一想，哪能不怨恨呢？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小见识。大姑娘才刚回来，哪里就有这样的本事？哼，她没有，别人有啊。这些年为着世子没有嫡子，老夫人已经越来越容不下她了。别让我查出什么，不然索性大家都别好好过了。这侯府的水越来越浑了，如今连老夫人都被扯了进来。世子夫人查得怎么样呢？她倒是下了狠手，揪着各方各院的丫头婆子小厮找谣言的来源，可那些人不用点手段，哪里会说实话？世子夫人连这点手段都没有，而且不了解这些世家大族底下的奴才们。别说世子夫人如今没有嫡子，地位不稳，就算是老夫人出手，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些人几辈子都在府中伺候，盘根错节，各方都有牵扯，知道的事情多着呢。真要查，谁知道会查出些什么来？主子也得保着。那个送婆子的侄子，你查得怎么样了？对方在吴老爷身边伺候，这些日子安分得很，没有什么动静。这倒有意思了，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幕后的人。小姐，这事儿不能再拖了，老夫人、世子夫人都有所顾忌，跟他们自己的利益相比，小姐算得了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真的还你清白。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们来说说，背后的人最有可能是谁？这么对付我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世子夫人嫌疑很大，她就是见不得小姐好。可这件事对她来说弊大于利，我觉得是方姨娘和二小姐。从那天六小姐说的话来看，若是小姐不回来，这婚事八成会落在二小姐身上。一个庶出的小姐坐上定北王府世子妃的位置，堪称一步登天了。她这辈子都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也觉得是方姨娘，至于二小姐有没有参与就不清楚了。咱们好像都忘了一件事，方姨娘是府里的家生子，家里跟底下不少下人都有亲戚关系，她想要做些什么，说不得比世子夫人还方便。而且这些下人往上爬的愿望很强烈，根本就不会像三小姐一般放着这样的机会考虑什么愿意不愿意的。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所以小姐打算怎么做？现在有嫌疑的人都集中在长房，
世子夫人想除我已经不需要理由了。然后是方姨娘，若是她，无非为了这门婚事。既然如此，我们就先下手为强吧。侯府内部确实不容易突破，那我们就从外面来。如今外面什么情况了？小姐是问什么啊？婚事，之前不是说所有人都在说慕莲城不满意我，想要换人吗？哎，这个我知道。据说慕世子去蜀中，除了相看小姐，最重要的是去找神医，去给自己的红颜知己看病去了。如今回来后，依旧流连青楼楚馆。有小道消息说，慕世子亲口说过，绝不会娶小姐。如今的赌房赔率都已经涨到1:20了，不少人都说这样的赔率前所未见呢，纷纷跑去下注了。你去联系外面的人，让他们先把那日季雪欣在老夫人院子外面说的话传出去，要着重强调2点：一是季云馨看不上定北王府世子；二是季家打算将庶女送进王府做世子妃。既然要玩，那就玩一把大的吧，将府中这几日的谣言全给我放出去，我们看看到时候谁会先着急。那小姐的名声怎么办？如果你不知情，听到这些谣言，第一件事想到的会是什么？侯府争乱。还有呢？小姐真可怜。这不就对了？你到底是怎么办的事？好几天了，半点音信都没有，这也就算了。如今这些话，全盛京的人都知道了，侯府彻底成了一个笑话。你就是这样长家的？母亲，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如今与其追究我的责任，不如想想眼前的事该怎么解决。不然咱们家成了笑话不说，还会得罪定北王府，甚至惹怒圣上。你说怎么解决？要不媳妇先回娘家去问问，看家父有没有什么办法。那你先回去问问情况吧。高氏退了出来。夫人总算是回来了，我还担心。没事，老夫人也是着急，这事处理不好，几位姑娘婚事都要跟着受影响。可不是呢，二姑娘也就算了，横竖是个庶出的，三姑娘那样的容貌、性情、才华，若是因为这个受了影响，岂不是可惜了？不知道夫人准备怎么解决啊？我能有什么法子？说不得厚着脸皮回娘家求求爹爹，看能不能跟定北王府说得上话。说到底，这事儿还得看王府的意思，尤其是世子爷，谁不知道皇上有多宠着他？他决定了要娶谁，别人就不敢多话了。那咱们也算不得违背圣意。高氏闻言，心思一动，昌平公主府的赏花宴马上就要到了，今年说不得会给咱们府上送帖子，到时候你让锦丫头好好装扮一下。我看那丫头这2年出落的越发好了，也该出去见见人了。能为夫人分忧，是二姑娘的福分。这是什么玩意儿？昌平公主的赏花宴，之前您还评价过，说这是一个变相的相亲宴。昌平公主怎么会给宁德侯府送帖子？侯府今年被圣上赐了婚，对方又是定北王府的世子，自然就进了昌平公主的眼。无论最后哪位小姐嫁过去，侯府总归要产生一位王府的世子妃，甚至未来的王妃，当然今非昔比了。可小姐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宴会啊，到时候会不会出什么岔子呀？你以为这张帖子为什么会到我的手上？这帖子不是公主府给的吗？为什么不会到小姐手上？因为我们如今在侯府内院啊，世子夫人若是不想让我去参加宴会，那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帖子偏偏送了来，你说她这么积极的让我参加宴会，是为了什么？她肯定准备了什么阴谋，想让小姐到时候闹笑话。这样的话，定北王府世子就更不会让你娶小姐了。她倒未必会准备什么阴谋，毕竟在她眼中，小姐在跟京城远隔千里的商户人家养大，能懂什么规矩礼仪？到时候闹笑话是必然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多费心。可惜打错了主意，宴会什么的我还真不怕，不过看样子到时候会有好戏看了。宴会的日子转眼就到了。小姐的眼光真好，整个人显得更优雅清贵了。你今日必然能艳压群芳。小姐，我艳压群芳需要靠一支簪子吗？低调，小姐可别忘了，您是要做受了委屈但依然落落大方、不失风骨的大家闺秀的。这个总结到位。大姐姐，我跟你坐一起吧。马车缓缓地往昌平公主的赏花别院而去。大姐姐，你一点都不激动吗？这可是昌平公主的赏花宴，
就是三姐姐也是第一次来呢，是福是祸还不一定，有什么好激动的？大姐姐想嫁定北王府的世子吗？想不想是我能决定的吗？季迎新沉默了片刻，似乎鼓起极大的勇气。我娘说这其实不是一门好婚事，撇开世子不是良人不说，其大非偶，大姐姐嫁过去日子不会好过的，就如同当年的世子夫人一样。可是我如果不嫁她，还能嫁谁呢？姐姐在蜀中这么多年，难道没有合适的人选吗？最好能离开盛京，离开侯府，永远都别再回来。季明星闻言心中一颤，他觉得季迎新一定知道些什么。多谢四妹妹了。既然被称作赏花宴，这别院自然名不虚传。背后突然传来了扑哧一声笑。若不是知道你原本是什么模样，还真要被你给骗了。舒宁，哼，惊不惊奇，意不意外？我知道你来了盛京，不知有多高兴。谁知你这个没良心的，竟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长胖了呀？怎么？回京后你娘不拘束着你的吃食了？我快要定亲了，我娘想着我嫁了人以后，说不定都没什么好日子过了。这些时日便放纵了我一些。一放纵你就将自己吃胖好几斤，对方是什么人家，让你娘担心成这个样子，怕你嫁过去吃不饱。两人几年没见，也没有半点生疏。是吏部侍郎梁家的公子，如今在嵩山书院，准备明年下场。我爹说学问不错，人也算上进。可是我找夫君又不是找下属，要上进做什么？你爹娘那么疼你，定然是觉得好才选的。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跟家里人商量啊。盛京城一点都不好，皇上上了年纪，如今几位皇子争斗的厉害，朝中的人没几个能独善其身的。我爹拖了这几年，如今也没办法了。我知道他已经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帮我挑了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我不能给家里添乱了。几年没见，你长大了呀。你瞧我，一见面就拉着你说这些烦心事。你如今怎么样了？那些传闻我都听说了，但想着你向来同寻常女子不一样，定然不会让自己落到那般凄惨的境地。凄不凄惨，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我觉得还行吧。还行？那你会嫁给滇北王府世子吗？嫁呀，为什么不嫁？为什么要嫁？你这样潇洒又厉害的姑娘，理想中的夫婿不应该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吗？你怎么知道在我心里他不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呢？袁淑宁愣了，你是不是对最好的男子有什么误解？姐姐，全天下最好的男子难道不是孟听白那样出身高贵、容貌出众、才华横溢的吗？穆世子那种浪荡子哪里配得上最好两个字？这个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说的这个孟听白我没有见过，暂且不做评论。穆世子出身也很高啊，容貌听说也是出众的，才华嘛，这玩意儿看你怎么想。琴棋书画那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哪能比得上吃喝玩乐有趣啊？可他是出了名的好色，成日出入青楼楚馆，听说院子里美人多的都要放不下了。你不是最讨厌花心男人了吗？可事是如此啊，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睡3个4个跟睡一堆，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我就说以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还真是这样。比起那些说什么洁身自好，其实3妻4妾一个不少的男人，穆世子其实还挺坦荡的。季明心表示他没想将人带歪的。远处花树掩映下，赫然立着2个男子。你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碰上这么个眼瞎的，竟然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你怎么不说他独具慧眼呢？你该不会真的打算娶她吧？娶啊，为什么不娶？你离开京城的时候还打算终身不娶来着，去蜀中跑了一趟，怎么就改了主意？这位季大姑娘看起来倒跟盛京的那些庸脂俗粉不一样，不过她才回来多久，侯府就折腾出这么多事儿，你这个别人家避之不及的纨绔，在季家倒成了香饽饽。你确定她能顺利嫁给你？宁德侯府那些人加起来也不够她玩的。看来你对她很有信心。你说的没错，这位季大小姐还真是独具慧眼。我之前还在赌坊放了1000两，赌你不娶她，
看来等会儿得重新去下注，如今的赔率已经高的前所未有。回头你一成亲，也不知道多少人要破产。我劝你在宴会前去，顺便提醒下赌坊的人，差不多就收手吧。你这什么意思？过了今日，一切或许就尘埃落定了。人到的差不多的时候，昌平公主亲自出现，宣布宴会开始。在这宴会上，大家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季云心没怎么出风头，倒是季锦心竟然还是个才女，弹得一手好琴。一曲弹罢，引得无数人叫好。大姐姐今日既来了，好歹也展示一项才艺，不然岂不是辜负了公主的好意？可我并不会什么才艺，就不在各位面前班门弄斧了。这样啊，那是我唐突了。正好这个时候，只听南滨那边传来了一片称赞声，还是第一公子孟听白做了一幅画。按说今日盛会不该作此画，不过听白画技堪称一绝，也就不好计较这些了。但我看这画上缺了题诗，在座的应该没有人比穆世子更有资格在这画上题诗了，不知众位觉得呢？我作诗？你们确定？孟听白的画价值连城，若就这么让我毁了，你们可别哭。大家说笑也就罢了，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是作诗的料吗？穆世子不善作诗，可以找人代替吗？刚好皇上圣旨为你赐了婚，你的未婚妻想来不介意替你做一首诗，毕竟日后成了婚，就是夫妻一体了。而在所有人眼中，季明心是一个在商户养大、大字不识几个的草包。这不好吧？季大姑娘刚刚已经说了不会什么才艺啊。既然是要嫁到定北王府的人，总不能是一无是处吧？也幸好只是写首诗而已，不会做，他还不会背吗？既然如此，那我就献丑了。大姐姐，你刚刚不是说不会才艺吗？还是别勉强了。孟公子的画千金难求，万一毁了可怎么好？我以为你说的才艺是弹琴呢，作诗我会啊。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会作诗就敢往孟公子的画上题，当真是。穆世子，你怎么说？哼，宣王世子妃不是说了吗？夫妻一体，他既是替我做的，毁了画便由我来赔。穆世子，婚姻大事不可儿戏。哼，我哪里有儿戏？这不是皇上指的婚吗？我相信圣旨上说的嫡女，定然是侯府最尊贵的嫡长女，而不是什么济世庶出的玩意儿。既然如此，让我们看看季大姑娘的诗吧。真做不好，可不是赔一幅画那么简单了。今日他就要将定北王府的脸面踩进土里。季明心没有迟疑，走上前去，在放着画作的墨案前停住脚步。葡萄美酒琉璃杯，这写的什么东西？孟公子绝好的意境就这么毁了？可不是啊，不会就不要勉强嘛，这不伦不类的，岂不是徒增笑料？这个字儿好像还不错。季明心对耳边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继续写。欲饮琵琶马上催，好像有点味道了。接下来的两句，季明心一气呵成。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我的话配不上季大姑娘的诗和字。真没看出来，大姐姐竟然有这样的本事。二妹妹过奖了，作诗而已，不过是闲来无事的消遣，算不得什么本事的。这里的事情不可避免地惊动了昌平公主。这样的字和诗，难怪孟家小子也要认输。说罢，抬眼去看季明心，原本并没有当回事儿，可目光却猛然凝在了她的发间。姑母您不知道，就这季大姑娘还说自己不会才艺，跟她一比，咱们这些人算什么？小姑娘家的谦虚点没什么不好，会点子东西就嚷嚷的好像自己是天下第一才女，那才是惹人笑话呢。父皇这婚赐的好，你这泼皮性子正该配这样沉稳端庄的姑娘。借公主吉言，您说好，那自然是没错了。姑母才见了一面，怎么就觉得好了？终究不是在盛京长大的，定北王府世子妃的位置何等重要，怎能草率？没看出来，
你对连城的婚事这么关心，怎么对父皇旨意不满？姑母言重了，我怎敢对皇祖父的旨意不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间多看看书，别只会跟那几个小人学习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实打实的本事才是真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都围着我做什么？我看你这丫头顺眼，横竖你的婚事不用操心了，陪我去走走吧。我以为你起码要对我道声谢，罢了。你这丫头确实对我的脾气，如今这些皇子皇孙们越来越没成算了，让你看笑话了。您言重了，您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以后别带这只簪子了。只是不知小舅舅送给自己的这只簪子里头究竟有什么缘故。今日公主帮了我的忙，我无以为报。这只簪子您若是喜欢，就送给您吧。我不知它是怎么到了你手中的，但这大概是缘分，你好好收着吧。只是记着以后别再带出来了。两个人又走了一会儿，走回去的时候，路上看到穆连城站在不远处。好了，我就不在这儿碍事了。你们年轻人好好说说话，这样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一定会成亲。想什么呢？还没想好要不要嫁我。说实话，你若像传说中一样，只会吃喝玩乐，又有这样一副皮囊，我一定毫不犹豫。处在我这样的环境，只会吃喝玩乐的傻子是活不久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除非到了必要的时候，否则我会一直做这个纨绔世子。我以为你是想像穆家祖祖辈辈一样纵横沙场的。我想怎样并不重要。看起来你似乎很想娶我，为什么？我这一辈子从出生开始，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注定了，唯有你是一个意外。意外吗？你确定自己以后不会后悔？我的事可能比你以为的还要麻烦。从昌平公主对那根簪子的态度来看，小舅舅身上确实是有些问题的。你都不怕，我怕什么？横竖局面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穆连成从袖中拿出一根青玉簪子，插到了季明心的发间。季明心发现那簪子跟他之前的那只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你这只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暂且保密。差不多了吧？我们一起待到宴会结束，一会儿我送你回去。不用这么夸张吧？那些人难不成还会在公主府下手？皇家的人万事都要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因为你的回京，这件事失控了，你觉得他们会善罢甘休？而且如宣王世子所说，我的世子妃是谁很关键。照你这么说，最近是夜长梦多，咱俩干脆原地成亲得了。这话跟我说说就算了，让别人听到不好。既然你也这么觉得，那我明日就进宫，让皇上早些把婚期定下来，这样那些人也没什么可折腾的了。你随便吧，迟早都是那么回事儿，就当早死早超生吧。远处的一座阁楼上，宣王世子看着那女才男貌的一双人，面色阴沉。你确定他俩是第一次见？我大姐姐5岁就被送去了锦城，前些日子才回来，她跟穆世子不可能见过啊。赐婚圣旨刚颁布的时候，不是有人说穆世子亲自去蜀中相看了吗？他俩会不会在锦城见过？会不会穆世子一开始就是想娶跟朝中没有任何牵涉，也不受家族控制的大姐姐？这样也好，穆连成自己立不起来，再娶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世子妃，以后穆王府谁说了算，可就不一定了。我这个大姐姐不简单，不就是会作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一把将季云心拥到怀中，不用将她放在心上，就算真的当了定北王府世子妃又如何？就穆连成那个性子，说不定没几日就扔到脑后去了。定北王府的后院，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顺势靠在宣王世子怀中。这件事麻烦你了。哼，既然知道麻烦了我，打算怎么报答？世子，别这样。顾清泽突然跑过来，顾不得季明心在场，便激动地凑到穆连成耳边，低声说了句话。怎么了？见穆连成顿了片刻，若无其事地将顾清泽的话告诉了季明心。盛京城的人这么开放的吗？他没想到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季云心就将自己交代了出去。我们都很遵纪守礼的，像我跟连城就没做过这样的事儿。说起来，穆世子好像是缺些这样的风流韵事。我可跟萧长眼不一样，
从来不做这样勾三搭四的事。勾三搭四？萧长眼在外面是勾搭了那么几个小姑娘，我也只是听说的。到底是几个呢？这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真的是听说的。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去查。查查吧，越仔细越好。我记得宣王世子后院人不少，竟然还有精力在外面勾搭，这么强的吗？现在过去是不是还能看到？都过去这么久了，应该完事儿了吧？你想抓奸？纯属好奇，我又不是宣王世子妃，抓奸做什么？而且照你们这么说，萧长眼应该根本没有打算对纪云馨负责。我们要是闹出来，岂不是帮了他的忙？这样好的把柄，当然得用到关键时刻。你想对付宣王世子？顾清泽闻言，眼皮子开始乱跳，这不是他能听的吧？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没事儿，我先去招待其他人了啊。跟你关系不错的人，似乎都很有趣。都？穆连成心思一动，你还见过谁？我听人说，你经常跟一位江公子在一起。他是很有趣，有个人很喜欢逗他。今日怎么不见他来？他心中有事，回去处理了。这样啊，我没想着对付宣王世子，但既然注定要被卷入局中，多知道些总归不是坏事。你似乎很喜欢未雨绸缪。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亲娘死得早，没人护着，差点被害死在侯府。5岁被送蜀中，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世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依靠。顾连成对他的说辞简直感同身受。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父王又常年在边关征战。以后你可以依靠我。习惯了依靠会让人丧失独立行走的能力的。我们成婚以后，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就很好。两人就这么形影不离地待到宴会结束。纪明心跟纪家的其他姑娘相聚，特意观察了一下纪云馨。大姐姐看我做什么？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没有，我只是觉得三妹妹看起来面若桃花，似乎比来的时候更美了。哪里及得上大姐姐意啊？大姐姐今日有穆世子全程陪护，真是好福气。这算什么好福气？不过是捡了妹妹不要的。他实在是搞不明白，这种放着正妻不做，非要跑去当小妾的人，更何况还是去做萧长眼那种人的小妾，这不是眼瞎是什么？大姐姐今日一鸣惊人，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连孟公子都自叹不如，穆世子也十分的满意。可你真的想嫁给他吗？事已至此，难道还能退婚？我总觉得大姐姐若是不想嫁，就一定有办法。你高看我了，是其他人都小看了大姐姐。我早该想到的，大姐姐这一路回京，其实并不容易吧？大姐姐走到现在，成功保住了这门婚事，这就是你想要的吧？可笑我还企图劝姐姐放弃这门婚事，离开侯府。四妹妹的好意，我会记得的。回到侯府，几个人先去老夫人那边请了安。你不过略认的几个字，会做什么事？在昌平公主的宴会上，若是出了半点岔子，丢的可都是侯府的人，也太不知轻重了。我也不想啊，二妹妹之前让我表演才艺，我都当众说了自己不会了。谁知道宣王世子夫妇是不是跟侯府有什么过节，一个劲儿的撺掇。我想着总不能给侯府丢人，便勉强做了一手。我想着大姐姐第一次去昌平公主的宴会，若是什么才艺都不展示，说不得会惹人低看，便提了一嘴。祖母，我不是故意的。以后这样的场合，你就别去了。季锦心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垂眸低头应了声是。说完，他转头看了一眼季明心，眼中是彻骨的恨意。祖母多虑了，大姐姐的诗做得很好呢，连孟公子都称赞不已。是吗？那宣王世子夫妇又是怎么回事？咱们家跟宣王府可素来没有什么瓜葛。这个，咱们家向来与人为善，想来宣王世子在意的是定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今日大姐姐出了这么大的风头，穆世子更是全程陪着说相，所有人都看在眼中呢。这门婚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穆世子能看上你是好事，但你好歹是个姑娘家，该有的矜持不能丢，没得让人笑话。婚事既然定了，
以后没事就别出来了，在院子里秀嫁妆吧。点头应下，他想出去，有的是办法。什么东西？真以为飞上枝头就成凤凰了？可别一头栽下来。六妹妹，你这口无遮拦的毛病，怎么还不知道改？待会儿被他听见了，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来。我在自己家里连说话都不能说了吗？我怕他不成，他听到了又能将我如何？你越大怎么还越不知好歹了？你姐姐说你，难道不是为了你好？上次的事还不够你长记性的？我知道错了。你自己难道看不明白吗？大姐姐一回来，家里就变了个样。她日后再嫁到定北王府，得了势，咱们母女更要小心一点。你若是还这样，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怕是会有吃不完的亏。今日究竟是怎么个情形？怎么世子出面也没用？可是他没有上心。娘，世子连孟公子和世子妃都请出来了，还要怎么上心啊？你也知道之前的安排，只要季明心不会作诗，让二姐姐顶上，然后顺势让莫世子接受二姐姐，事情就成了。可咱们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季明心不仅会作诗，而且还做得那么好，从始至终根本没有二姐姐什么事。世子已经尽力了，是咱们连季明心的情况都没有摸清楚，就贸然出手，没成也怪不了别人。那你呢？你跟世子如何了？就那样啊。你这丫头，这是大事，怎么还害羞上了？你们见一面不容易，不趁着机会将人抓紧了，回头世子说不准就得将你忘在脑后了。你也别怪娘说的难听，自古男人多薄幸，你跟他又身份悬殊，还是要好好为自己打算的。娘，你放心吧，世子说了，会娶我做侧妃的。这就好，别说他已经有世子妃了，就是没有，以咱们府上如今的情况，给不了他半点注意。世子妃的身份也是不能想的，有个侧妃的身份，他又宠着你，以后有了孩子也能自己养着，万一日后宣王能更进一步，咱们母女也算是翻身了。若是二姐姐能嫁进定北王府，咱们也不算没有注意，可惜她连容貌都不及季明心，没能吸引得了莫世子的注意。庶出就是庶出，果然上不了台面，这也罢了。不过季明心的丫头绝不能嫁到定北王府去。为什么？她当初是自己生了病被送走的，跟咱们又没有关系。如今回来也不过2次婚事的算计，这也算不得什么。咱们以后相安无事不就好了？何况她便是高嫁了，难道就用不着娘家了？你不明白，当年她离开的事没有那么简单。这些日子外面风言风语的，你说她知不知道莫世子是什么德行？可今日依旧压着紧丫头出了风头。我算是看明白了，咱们这位大姑娘就是冲着这门婚事回来的。这些日子明里暗里较量，谁都没能让她吃半点亏，可见是个有能耐的。你说她一味的想要攀上高枝是为了什么？娘，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我又何尝愿意跟你说这些？可你若是不知道，对她没个防备，将来被算计了可怎么好？不至于吧，她说不定根本就不知道。我也希望她不记得了，可这些日子冷眼旁观下来，越看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为什么呢？就算她是袁氏嫡女，你是继室，也碍不着什么呀。娘亲素来不是这样心胸狭窄的人，连明哥都能容得下，怎么会容不下她？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对季明星的事多留个心眼儿，其余的事情娘自会解决，你不用操心。谁在那里？怎么回事？之前夫人打发我们出去，我想这3姑娘出去一日，这时候想必饿了，便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刚刚回来，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打眼一看，窗户底下好像有个人影，一出声人又没了，想来是看错了。你确定是看错了？是看错了，大约是风吹着树梢乱晃，我看成了人。姑娘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季锦心原本是跟高氏母女分开走的，这婚事日后少不得还得依靠嫡母，于是便又去了主院。谁料正好听到高氏母女的那一番话。娘，您知不知道当年大姐姐为什么会被送走？怎么想起问这个？我听说不只是因为生病，好像跟母亲有关系。我不管你从哪儿听的，听到了什么，
把他永远咽到肚子里，知道吗？可是为什么呀？您知不知道，大姐姐根本就不是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她今日做了一首诗，连孟公子都称赞。母亲和三妹妹请动孟公子和宣王世子都没能成功，穆世子当众跟他出双入对的。我是庶出，这个婚事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落到我身上了。别着急，婚事定了又如何？只要没有嫁过去，就做不得准。何况咱们也不是只有定北王府一个选择。你放心吧，娘不会让你像我一样，一辈子屈居人下的。那我等娘的好消息。今日府中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不过严凤出去了一趟，我跟去看了看，去的是世子夫人的院子，这才回来多久，就按耐不住了。她不是老夫人的人吗？显然世子夫人在内宅的势力比我们以为的更强。她去做什么了？我离得远，听得不是很清楚。不必放在心上，人多眼杂，这是难免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襄城的事背后牵扯的可不小，他若真有这个能耐，我还要高看他一眼呢。不能将那2个丫头也除掉吗？就这么放着，也太膈应了。死一个小厮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这2个丫头再出什么事，你信不信我不出门都能让口水给淹了？言情怎么样？暂且不说，这个严凤是不能留着了。咱们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万一让他露出点什么要命的事，就麻烦了。又不能杀，那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想法子，将他背地里跟世子夫人联系的事情透露给老夫人？白芍的想法是正解，咱们现在在内宅里，你们别总是想着打打杀杀，这借刀杀人的法子多好。小姐，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当然是夸你啊！以后你们都要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你们看盛京城的这些人，不都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吗？咱们呢，得入乡随俗。我还是觉得直接杀人比较痛快，看谁不顺眼，直接给他下一把药，省心省力。有些人罪不至死。小姐心存仁善，哪里知道这些人狠毒起来，才最让人防不胜防。真动起手来，我不会手下留情的，但也不能为了没有发生的事就斩草除根。这不让小姐出去吗？怎么不连请安也进了呢？哪有那么容易啊？若是连面都不见，老夫人还怎么表达对我的关心啊？假模假样的，小姐用得着她关心，早干什么去了？你还总怪小姐出门不爱待你，你总是这样把心事写在脸上，让小姐怎么待啊？出一趟门，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我哪有？别吵了，小姐该出门了，不然去的晚了，六姑娘又有的说了。她从院子里出来，走到一处拐角的时候，迎面跑过来一个小丫头。那个丫头往她手中塞了一个纸团，扭头就跑了。这是哪个院子的丫头？怎么撞了人，连句话都没有？大概有什么急事吧。将纸条打开看了，白芍这才恍然，这是什么人在弄鬼啊？有些人坐不住了。这个方姨娘到底想做什么？她想要做什么并不难猜，我只是好奇，她打算用什么东西说动我。昨日我着急了，怕你头一次出门不懂规矩惹了事，说话有些重了，你别跟我计较。祖母说的什么话？您是长辈，说我是应该的，这有什么可计较的？你这孩子就是性子好，也不愿招人疼。人们都说你回来了，我就不疼六丫头了，光疼你了。他们哪里知道你的好处？六丫头若是有你一半的让人省心，我就烧高香了。祖母说笑了，六妹妹自小长在您跟前，岂是我能比的？你说这话，便是辜负了我的用心。你回来这些日子，我生怕你住得不习惯，一回又一回的叮嘱那些下人们要好好照料。六丫头那里，我哪里操过这样的心？是我不好，说错了话，祖母别生气。不过一句话，哪里就这么严重了？说起来呀，你身边的人都是从傅家带回来的，想来是伺候了多年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只是我之前怕你回京不习惯，让王妈妈带了2个丫头给你，那2人你觉得如何呀？祖母选的人自然都是好的，这些日子服侍的也算尽心，真是多谢祖母了。他们原本就是去伺候你的，你别因为是我送的就不好意思使唤。
我老了，眼神也不好使，哪里能事事周到？好赖是祖母赐的，自然比别人多些体面。你这性子也太软了些，这样哪里能辖制住那些人呢？我听说严凤那个丫头不是很安分，你碍着我的面子不好说她，回头我让人把她带回来。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留不得。这严凤那丫头的女工极好，如今我屋子里的绣活全指着她呢。这是什么难事儿？回头我再给你找2个绣活好的。那就多谢祖母了。你也知道我屋子里的人都是蜀中来的，不知道京城如今实行什么花样子，我自己穿的也就罢了，偏偏嫁妆里那些东西是马虎不得的，若是能有个人指点一下就好了。妾的绣活还算能拿得出手，平日里闲着也是闲着的，大姑娘若是不嫌弃，妾可以帮忙。姨娘一片好心，我怎么会嫌弃呢？你是我这里出去的，绣活原就是没得话说。明丫头她亲娘去得早，没个人帮着张罗，你若是能有帮得上的，搭把手也好。正好这时候，外面传进来一个消息，穆世子大清早的亲自进宫，请皇上定下了婚期，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吉日9月初10。季明星看了看老夫人，见对方没有提起的打算，便也没有提，告退出来了。哼，你既攀了高枝，还来我这里做什么？夫人误会我了，我横竖是这院子里的人，攀上高枝又能如何？还能离了这里不成？今日出生帮大小姐，是为了夫人呢。你不用拿这些话来糊弄我，我也是当娘的人，如何不知道你的心事？是为了锦丫头的婚事吧？锦丫头眼看着年纪不小了，你着急我明白，她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又何尝不着急？为了她的事，昨日搭上了多少脸面，可到底没成。你便是怨怪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知道夫人为了锦丫头已经尽力了，怎么敢怨怪夫人？只是我私下里想着，昨日的事情没成，固然是锦丫头没了命，但咱们也输在了不了解大姑娘上。但凡知道她会作诗，咱们也不会将人推出去，反倒为她做了嫁衣裳，成全了她才女的名头。她原本就不爱出门，跟谁都不打交道，如今婚期定得这样近，她要备嫁，老夫人也发了话，以后咱们怕是更难接触到人。所以你想去探一探究竟？这也算是我的小人之心吧。以后若能相安无事也就罢了，只是我这些日子冷眼旁观，大姑娘不像是个简单的，我实在是怕她是冲着当年的事情回来的。罢了，是我错怪你了。你突然来这么一出，也不跟我说一声，也难怪我多想。我是看今日机会难得，才仓促做了这个决定。夫人若是错怪了我，也没什么。但我自己知道，这些年在这院子里过得好，全仰仗着夫人，自然万事都要为夫人着想。您好了，我才能好，不是？如今这屋里也没什么事，你有空就去他那边吧，好好看看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婚期怎么定得这样急？盛京城里实在很少有这种婚事刚定下3个月就娶过门的，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可如今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呀。大概是穆世子的年纪不小了，皇上也希望他早日成家吧。可这也太仓促了，如何能做得好准备？说不得会委屈小姐。那嫁妆呢？侯府有为小姐准备嫁妆吗？咱们夫人的嫁妆自然都是该小姐的，只是不知道这些年过去还剩了多少。如今小姐的婚期都定了，老夫人还装着不说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是什么意思？自然是能不给就不给，实在不行就少给点啊。哪有这样的道理？那本就该是小姐的。这事怕是不好解决。这些日子你们也看到了，这府上日常用度都拮据得很。老夫人房里的妈妈1个月才有1两银子的月钱，吃穿都很节省。只要是这样，要养活这么一大家，1年耗费也不少。夫人的嫁妆说不定早就没有多少了。想要将母亲的嫁妆全部都带走，怕是不可能。至于能带多少，且等等看吧。几人正说着，外面传来吵闹声。
白芍去外面看了一眼，进来回话：“是严凤，大概自己心里也清楚是怎么回事，哭着不肯走，闹着非要见你一面。好歹主仆一场，去看看吧。”姑娘，我不要走，求您跟老太太说一声，留下我吧。大姑娘怎么出来了？我们是得了老太太的吩咐，要将这丫头带出去，还请姑娘行个方便。今日去请安的时候，祖母提过这事儿，只是没想到这么急。这丫头也算伺候了我一场，既然有话要说，我少不得听一听，还请大娘暂缓片刻。大娘们来都来了，好歹喝盏茶再走。姑娘也忒客气了，这也算不得什么事，想说多久说多久，横竖也不差这一时半刻。姑娘，求您救救我吧，离了这里，我这辈子就完了。要你出去的是祖母，你不去求她，求我有什么用？难道我能为了你违背祖母的意思吗？姑娘，我自到了您身边，便一心想着您，不敢有半点不尽心。如今不知怎么惹恼了老夫人，姑娘若是能替我分辨一二，我也感激不尽。你这么能耐，在我身边怕是屈才了。我原本以为你应该知道要说什么的。姑娘，您怎么能这样铁石心肠？我今日便是死在这里，也不出去的。威胁我，胆子挺大呀。我倒是能给你提个建议，不如你去求求世子夫人。我什么都没有跟世子夫人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浪费了最后的机会。我说实话，大姑娘会让我留下来吗？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你没有资格同我谈条件。我去蜀中虽然是老夫人指的，但这府中有些姿色的丫头实在太多了，想要走到老夫人面前不容易。我娘托了不少关系，才走了世子夫人的路子，将我送了上去。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要听世子夫人的话。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废话的。昨日大姑娘一离开，世子夫人就让人传话叫我过去。她问了我关于路上的事，我迫于无奈，说那晚的情况有些不对。那些盗贼不知为什么直奔着大姑娘而去，人们被吓到了都没有出去，谁也不知道怎么单单宋欣就死了。我不知道宋欣是怎么死的，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做了什么对姑娘不利的事情。大姑娘难道不想知道她是受什么人指使吗？姑娘觉得是方姨娘，你想的远也没错。大姑娘若是回不来，这件事对一个人最有利，那就是二姑娘。但二姑娘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做出杀人害命这种事的人，自然是方姨娘最可疑。你说是季景心？可不就是二姑娘？你以为她真的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我有一次晚上替我娘巡夜，就看到二小姐跟宋欣在园子里抱在一处，当时被吓了个半死。你说的事情确实对我有些用处，但你这样的人，我是不能留在身边的。祖母那边也不好说，我会去祖母那边帮你周旋，让你赎身出去。赎身的银子我来出，你觉得怎么样？多谢大姑娘。好了，你先去吧。老夫人那边你知道该怎么说。周望就是宋欣的表弟，也跟二姑娘有来往。你说的来往是指？就是那样，我娘帮着递过东西不止一次。他是着实没有想到季景心竟然还是个海王，一个千金小姐勾搭着下人替自己卖命，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季明心脑子里正乱七八糟的想着，方姨娘从外面走了进来。见过大姑娘。我是晚辈，又有求于人，姨娘这样客气，倒让我不好意思了。大姑娘千万别这么说，先夫人在的时候，我也曾伺候过，这缘都是应该的。姨娘找我，可有什么事？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来此是为了二姑娘的婚事，这一点您大概也知道。姨娘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二妹妹的婚事自有老夫人、世子和夫人做主，您找我能有什么用啊？大姑娘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这府中什么境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先不说老夫人对二姑娘根本不上心，一切都随世子夫人做主。可世子夫人又怎么会费心为一个庶女谋划？可您找我又能有什么用？这种事我更插不上手啊。我既然来找大姑娘，自然是相信你有这个能耐。若万事都指着别人安排，那大姑娘的婚事又是怎么来的？姨娘这话说的奇怪，我的婚事不是圣上赐下的吗？
说起这个，我倒是觉得二妹妹的婚事不用姨娘操心呢。毕竟二妹妹的本事可不小。枉我还以为自己有资本跟大姑娘谈条件。那就说说你的资本吧。大姑娘回来这么久了，难道就不好奇世子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府？那大姑娘也不想知道仙夫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自己这话意味着什么吗？我既然敢说出口，自然是清楚的。大姑娘利用侯府做跳板，想要走得更远。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侯府也许就是个烂泥潭，掉进来就出不去了呢？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所有人都知道，大夫人嫁过来时过得不好，却不知那根本不是不好2个字可以形容的。对大夫人来说，这侯府大概是人间炼狱。有些事我不能说，大姑娘若是有心，自己去查吧。虽然大夫人当年身边伺候的人都不在了，但也不过10几年，那些事总还是有人知道的。既然如此，姨娘告诉我这些又是为了什么？我知道了真相，也许更不可能帮二妹妹。大姑娘对自己当初为什么离开，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哎，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回头发现季明心一直在走神，不知在想什么。哎呦，那方姨娘到底说了些什么呀？让你这样失魂落魄的。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环境能被称作人间炼狱呢？他穿过来后继承了原主的大部分记忆，却唯独想不起来对方死前发生的事。我阿爹阿娘过世后，叔叔想要用我练毒蛊，从那个时候起，我每日都跟那些毒蝎、毒虫、毒蛇打交道，身上被咬的全部都是伤口，流出来的血都是黑紫色的毒血。那些毒物没有咬死我，自己倒是死了不少。后来小姐路过蛇谷，将我救了出来。我想，那里应该就是人间炼狱了吧。让白竹将手中的诗先放一放，去查15年前和10年前，就是我娘死的时候和我离开侯府的时候，这2个时间点发生过什么？方姨娘到底说了什么？难道夫人的死还有隐情？还有，让人盯着侯府世子，看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为什么不回府？另一边，方姨娘回到主院。怎么这么快啊？看花样子不过是大姑娘为了叫我过去找的借口。她原是为了问话。她找你问什么话？你快说，她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大姑娘，她在查仙夫人的死，还有当年她离开侯府的事。她知道些什么？她精明得很，什么都没说，只是问我当年她娘在府中是个什么情形，话里行间好像在怀疑什么，还说她离开侯府的时候年纪小，什么都不记得了，但这些年总是做噩梦，不知道当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她就是回来报仇的。你怎么说的？我能说什么呀？那些事老夫人早就封了口，说谁敢乱说就要谁的命。我只好说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清了。你糊涂，这2件都是大事，你怎么可能不记得？这么说岂不是更让他怀疑吗？我突然被问到那些事，脑子里一下就乱了，哪里能想到这个呀？罢了，横竖他已经怀疑了，也不差这一点。那咱们该怎么办呀？当年的事虽然跟咱们不相关，可世子那里……我早说那门婚事给他不合适，别说以前那些事，他这些年又不是侯府养大的，以后攀了高枝又岂会惦记着咱们？如今再添上这一层仇，要我说，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人毁了得了。可老夫人那边……哼，老夫人年纪大了，心里也糊涂了。这么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还指望着能拉拢过来，日后提携侯府，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他已经在昌平公主赏花宴上露了面，真是不能换了。老夫人怕是舍不得放弃那门婚事。他那边咱们先不说，到时候大姑娘自己出了事，也怪不得别人。妾都听夫人的。半晌后，方姨娘离开正房，回了自己的屋子。娘去大姐姐那边，事情可顺利？你最近可有去见那些人？娘不是说要小心大姐姐吗？我这些日子都没有出过门。我想了又想，觉得定北王府这条线放弃了太可惜。以侯府如今的境况，我们怕是再难够得上王府的门槛。今日过去，
是想试试看能不能让大姑娘将你带进去。嫡女出门，陪嫁庶女做应妾，这也是常有的事。去了以后能不能得宠，全凭你的本事。这一点娘是相信你的。大姐姐没答应吗？大姑娘不知怎么发现了你的事，不能留了。这娘亲想好怎么做了吗？别担心，这件事我已经谋划好了，世子夫人会去做，不用咱们娘俩沾手。我看大姐姐邪乎得很，如今夫人又能有什么好办法？你还小，不知在这后院里想对付一个小姑娘法子多着呢。你以为夫人是什么善茬吗？这件事还得你帮个忙。这日傍晚，季明星接到了白竹的信。宁德侯府世子的踪迹很好查，这些年一直住在京城外的一座偏远的庄子里，从来没有出来过。对外说是身子不好，在养病，但白竹问了一下下人，得出结论，他是被老侯爷软禁在了那里。让白竹继续查，还有想办法买通那庄子上的人，看能不能套出些有用的信息。傍晚去老夫人那里请安的时候，季明星故作无意地说起，我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如今婚事都定好了，却还没有见过爹爹，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何日会回府，我也好去拜见。你的婚事家里自会安排，他一个大男人也插不上什么手，回来不过是添乱罢了。可怜见的，你的亲娘没得早，如今婚事也没个人张罗，我又是个没用的，这些日子想了又想，觉得还是由世子夫人来操办最合适。她是你的继母，本就是义不容辞的。祖母做主便是。你是个好孩子，不枉祖母疼你一场。至于嫁妆，府上的姑娘出嫁都是有份例的。你姑母当年出嫁便是赔了1万两银子，2个庄子，1个铺子。如今你是这一辈里头一个，又是嫁到王府去，嫁妆是应该厚一些。宫中出15000两银子，再加上2个庄子，2个铺子，你觉得呢？这样的嫁妆已经不是单薄可以形容了，15000两还不值他平日里随手用的一套杯子呢。我都听祖母的。老夫人也太不要脸了，夫人的嫁妆竟然绝口不提，小姐出嫁，宫中只出15000两，这种事也难为她一把年纪能说得出口。我就说吧，小姐的嫁妆怕是不好办。没有什么不好办的，吃进去多少，我要他们1分不差的给我吐出来。你让清玄去传信，亲手交到穆连成手上。这一夜季明星睡得很不安稳，但是他向来警觉，外面有一点轻微的响动，他便一下子被惊醒了过来。你要做什么？周望被这一声吓得双腿发软，差点摔倒在地上。不是大姑娘让我来的吗？我让你来的，你确定吗？没有，是我走错了，我这就离开。姑娘就当没有见过我。走错了？这里是后院儿，你怎么进来的？何况我这院子独门独户，跟其他地方都不挨边，你是怎么走错到这里的？天太黑了，我没有看清楚。是吗？能准确无误地摸到我的房里，我看你眼睛好使得很。周望踉跄着后退了一步，摔倒在了地上。叫什么名字？小的叫周望，是五爷身边的。其实真的是夜黑走错了路，冒犯了大姑娘，你饶过我这一次吧。周望，二姑娘让你来的。这大姑娘，我跟二姑娘并不熟。珍惜你能说话的机会，好好想想该说些什么。季锦心许诺了你什么，让你这样为他卖命？你猜同样的事情，他有没有许诺宋兴？或者还有其他人？你在说什么？二姑娘她不是那样的人。你确定自己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知道了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用这种法子将我除掉。但我跟他无冤无仇，他爱跟什么人勾搭，关我什么事呢？我很奇怪你是怎么想的，相信他会真的嫁给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他做任何事，不求回报？我能指望什么呢？不过是希望他能过得好罢了。大姑娘既然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呢？我今日既然来了，便没打算再回去。要杀要剐，
随你便吧。值得吗？我这样的小姑娘哪里能做得出杀啊剐啊这种血腥的事情？我打算成人之美，将你送给二妹妹。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他今晚打算对我做的事情对他做一遍。说完，他没等周旺再说话，将一粒药丸塞进了他的口中。你给我吃了什么？放心，是能让你快活的东西。他一个手刀将还想要说什么的周旺打昏。白河，你去跑一趟吧，别搞错了，一定要将人放到季景新的床上，等两人发生了什么再回来。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孽障，怎么敢做出这样败坏门风的事情？不一头碰死，还等什么？老夫人，不是这样的，二姑娘是被人害了呀，求您明察啊！这是怎么了？祖母怎么生这样大的气？小丫头涨红了脸，一个字儿都不敢说。老夫人线下有事，今儿的请安就免了，大姑娘先回去吧。发生了这种事，老夫人捂着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让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围观呢？她索然无味地转身往回走，路上正好碰到同样来请安的季迎新。大姐姐今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祖母有事处理，说是今日的请安免了。你估计跟去通知的人走岔路了，没有碰到。府中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也不知道。瞒得这样严，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盼点好，我也想啊，但又不是我盼着好事就会发生。你这是怎么了？就算有不好的事发生，也跟你没有关系吧？我去大姐姐那里坐一会儿。你回去帮我去取昨日表姐送我的那些宝石，就是梳妆台上那个小盒子里的那些，那是我专门给大姐姐留着的。到底有什么事啊？弄得这么隆重，还拿宝石来贿赂我？宝石是我想送你的，跟事情没有关系。我舅母昨日带着表姐来做客，我听那个意思是想定下我跟表哥的婚事，我就是心里憋闷得慌，想找个人说一说。你不愿意？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尴尬，侯府如今不比以前，我爹又是庶子，婚事上便没有多少挑选的余地。事实上，能嫁给表哥都是我高攀了，可我心里就是不乐意。这些话我从不敢跟别人说，但我知道你不会跟其他人一样，你要么嘲笑我，要么说我不知羞耻。你确定不想嫁你表哥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但你也说了，嫁他也算是你高攀了。日后若是连这样的都找不到，你不会后悔吗？哎，是什么法子？我不会后悔的。你以为我为什么不愿意这门婚事？前些日子外祖母过寿的时候，我去他们府上见过一次，17、18岁的人了，还一味在内宅里跟丫头们厮混，听说连学堂都没有去过几次。这样的人以后能指他做什么呢？这也就罢了，我看他反应似乎有些迟钝，连话都说得不太清楚，做什么都要边上的丫头提醒。我想着若不是如此，舅母也不会屈尊来找我母亲。他这样的情况，你娘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可我娘是庶女，抹不开娘家人的面子。再则说，我娘觉得我这样的身份也找不到更好的人家了。外祖家好歹有些基业，表哥又是长子嫡孙，就是一辈子一事无成，也能保证我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大姐姐，你到底有什么好法子？快告诉我吧！若是真的有用，以后你就是我的活菩萨。可别，你若是天天拜我，岂不是会让我折寿啊？我在蜀中的时候，曾见过一位神医，据他说，近亲成婚很容易生出有问题的孩子。你好好想想，盛京城这些人家有哪些不正常的人？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亲戚？用这个说服你娘亲和外祖家，应该很容易的。这哪里还用想？我舅母跟舅舅便是亲表兄妹，大表哥是这个样子，表姐身子也不好，自会吃饭就没离过药，而且盛京城里这种事好像还真不少。表姐，你遇到的是什么神医？怎么以前没有人提过呀？是一位姓严的神医，听说很出名的。严神医吗？太好了，他的话我娘和舅母一定会相信的。就算推了这门婚事，你也迟早要嫁人的。你自己心中有什么想法？这需要有什么想法？我娘会做主啊。如果你娘选的人你还是不愿意呢，
你自己心中喜欢什么样的？我就知道大姐姐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肯定不会问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好像我有自己喜欢的人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真有喜欢的，也说不上什么喜欢，就是前些年我跟我娘有一次出门做客，回来的路上被人纠缠，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小将帮忙解了围，我娘心中感激，后来专门打听了一下，他是威武侯家的旁支，如今在禁军当值。就这么一面之缘，前些年你猜多大？这事我跟我娘都没有说过，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只是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要嫁人，总要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而不是我表哥那样的。你既有心，为什么不打发人去问问他愿不愿意娶你呢？大姐姐，你说什么呢？那不是成了私相授受了吗？我娘若是知道了，会打死我的。你都有勇气为了他拒绝家里安排的婚事，为什么没有胆子去问一句呢？他若是愿意，你们不就成了？若是不愿意，你不也能死心了？以后该嫁谁嫁谁，也不用觉得遗憾。还能这样吗？罢了，你一个小姑娘做事不周全，万一漏了风声出去也是个麻烦。我帮忙帮到底，你说说那人叫什么名字？我让人去试试看能不能当上话。他叫徐岩。大姐姐，你真是我的救星。我也只能帮你问问话，不一定能成。对我也就罢了，在别人面前你还是长点心眼，别什么都往外说。我知道大姐姐不会害我的，你没那个必要。何况这原只是我心中的一点念想，我想都没敢想过能有什么可能。姑娘，夫人有急事叫您回去。娘亲能有什么急事啊？放心，我收了你的宝石，自然会用心办事。你回去等消息吧。白芍进来正要说什么，季明心突然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你去外面守着，别让人进来。出来吧。你怎么发现我的？你来做什么？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下人了？让我办事写封信就行了？不然呢？就算让我办事，我也得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吧？拿回你娘全部的嫁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全盛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娘的大半嫁妆都被你祖父用来还赌债了，何况你也不缺那点钱呢。为了这个跟家里闹翻，对你的名声不太好。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嫁给你吗？你的身份足够好用，这其中也包括你纨绔的身份。我不介意你的名声有多坏，你呢？如果我不是看起来这样温良贤淑，我的名声有一天跟你一样坏，你会介意吗？我说这些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会尽量维持良好的形象，但如果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希望你能见谅。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以后是要嫁给我的，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们都需要一起承担，所以我有权利知道真相。还有，你真的想好了吗？要知道，不管你心中怎么认为，你终究是姓季的，是这侯府的一份子。侯府不管有多不好，它也是你的家。谢谢你的提醒，我会认真考虑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们一旦成亲，你的所有事情都会与我有关。你瞒着我，并没有任何意义。写信的事是我考虑不周，不过我并没有隐瞒你的意思，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怀疑我娘的死跟我爹有关，而侯府的其他人都是帮凶。你怀疑？有证据吗？还在查，但应该8、9不离10。我当年被送去蜀中的事也有蹊跷，在离开之前我几乎死掉了，之后便忘了所有关于我爹的事。我觉得这不是巧合。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不必这样，大概是因为原本对他们就没有什么感情吧。我其实并没有很难过，只是为我娘遗憾。在傅家的时候，外祖母时常跟我提起她，说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被娇宠着长大，从没有受过一丝的委屈。外祖母每次说起都后悔的要死，说不该将她嫁到侯府，不然她也不会这么早就去世。这已经成了老人家的心病了。如果外祖母知道她在侯府遭受了什么，该有多心疼呢？穆连成静静听着他的话，但是他从来没有安慰过人，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想拿回你娘的嫁妆是吗？我可以帮你。横竖我在皇上面前撒泼耍赖也不是1回2回了，在他面前提一嘴，没有人会怀疑什么。你不怕名声不好了？我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可言，只是觉得侯府终究是你的娘家，
让外人知道了，你的颜面会不好看。我倒是无所谓，不过你刚刚的话确实有道理。冷静下来想一想，侯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就像刚刚离开的季迎新，她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小姑娘。我若是当真将侯府毁了，她也就谈不上什么未来了。侯府既然想要克扣你娘的嫁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在后院不方便，这事还是交给我吧，保管让他们不安宁。总之，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帮忙。刚刚我跟我堂妹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那就帮忙打听一下那个叫徐岩的公子吧。如果人确实不错，就想办法问问有没有意向娶我堂妹。你做事一向这么直接的吗？不然呢？一句话的事儿，有什么必要搞复杂？更何况谁都不说，事情怎么能成呢？只是穆连成这辈子都没有当过媒婆。那个，怎么问啊？就问问记不记得有这么个人，愿不愿意娶之类的。当然，这些都是你能确保他的人品的情况下再问。不管他愿不愿意，这话都不能传入第三人之耳，不然坏了我堂妹的名声，我跟你没完。我听你的丫头说，昨晚有人想要害你。事情已经解决了，放心吧，他们以后都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要不我给你找几个宫里出来的妈妈。还没成婚呢，你往我身边放人算怎么回事？先留着等我嫁过去再说。侯府这点人我还能料理，放心吧，我自己有分寸。何况我那个便宜爹既然被关了起来，想来这府里也不全是糊涂人。穆连成很快离开，季明星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嘴角弯了弯。小姐，方姨娘和二姑娘要被老夫人赶出府，关到庄子上去，还有那个跟她一起被抓到的周旺，全家都要被发卖出去。让他们再害咱们小姐，果然坏事做多了是要遭报应的。他们要被送到哪个庄子上？这个我也没有打听出来，只是依稀听见说是世子住的那个庄子。人走了没有？没有呢，世子夫人给求了情，说好歹是家里的姨娘和姑娘，就这么出去不好看，让他们收拾些行李。下人们如今都在说，世子夫人对妾室和庶女慈善。是吗？这事不对劲，别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也就罢了，世子夫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二姑娘的事对姬家所有姑娘来说都是一个耻辱，尤其是跟她走得最近的三姑娘。世子夫人不痛恨对方也就罢了，怎么还帮着对方求情呢？这还不简单，昨晚必然不是方姨娘一个人的主意。她那样谨小慎微了一辈子的人，怎么可能自己出头对付我？这一定是经过大世子夫人允许的。事实上，这件事最可疑的其实是世子夫人，因为后院都是她在管。你说莫名其妙进来一个男人，是谁的责任呢？小姐又没有得罪世子夫人，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呢？当然是方姨娘给她找了一个必须要对付我的理由。你不觉得从我回来后，世子夫人的态度就很奇怪吗？好像还真是。她好像不看好老夫人对小姐的拉拢，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小姐注定要跟侯府站在对立面。之前也就罢了，不过是冷着一张脸，尽量当我不存在。可方姨娘无疑知道她的软肋在哪里，所以很轻易地说动了她，甚至拼着落个管家不严的名声也要将我除掉。姑娘出事了，定北王府的婚事怎么办？侯府不怕皇上责怪吗？哼，很明显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脑子根本想不到那些，只觉得反正我嫁过去也不会帮着娘家，所以这门婚事成不成也没什么要紧。侯府未来的当家主母竟然这般短视，也难怪这才多少年，宁德侯府就被淘汰出了京城贵族的圈子。我们去送送方姨娘和二妹妹，她若是聪明，就该知道那是他们咎由自取，跟我没有关系。见过夫人，是我叨扰了。不过我听说方姨娘跟二妹妹犯了错，被祖母罚去庄子上，心中着实放心不下，过来看看。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我倒是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分。情分这种东西嘛，自然是关键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姨娘昨日还帮了我的忙，今日就出了事，我若不来看看，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他们母女犯了错，老夫人已经发了话，让收拾好东西就出去。
时候也差不多了，大姑娘还是请回吧。是吗？也不知道方姨娘和二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让祖母这般动怒。姐妹一场，就这样看着二妹妹离开，我实在有些不忍心，舍不得去跟祖母求个情。你二妹妹犯了错，老夫人罚她是应当的，你不必去叨扰老夫人了，要看就去看一眼吧。我可怜的锦儿，你别吓姨娘，是我害了你。贱人，是你害了我的锦儿，你怎么不去死？昨日姨娘还帮我看花样子，今日怎么就这样了？听说姨娘跟二妹妹要离开，我来送一送。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很清楚吗？现在看着我们娘俩落到这种下场，你满意了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吧。落到这样的下场，姨娘满意吗？我给过你们机会的。我觉得姨娘说的很对，是你害了二妹妹，你不来招惹我，我又怎么会动她？愿赌服输。一直行尸走肉一般的季锦心这时候突然出声：“大姐姐不必巧言令色，技不如人，我们认输。你不就是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的吗？现在看完了，可以离开了。”二妹妹这话说得明白，不过我并不是来看笑话的，这有什么好笑呢？是啊，你从来都没有将我放在眼中，又怎么会专程来看我的笑话？我没有将你放在眼中，又是什么重要的事吗？我以为二妹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那一切都已经被你毁了。大姐姐，别扯这些了，我们之前可没有这个情分。说说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吧？还是二妹妹爽快，你早这样多好。姨娘应该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姨娘不说，我也可以自己查。不过，你说若是让老夫人和夫人知道事情是你透露给我的，你说会怎么样？你不能。我能。你昨日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我会做什么。你不会的，你是个聪明人，定然清楚，若是说了的话，不管是老夫人还是夫人，都不会放过你。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怕老夫人和夫人呢？他们是你名义上的祖母和继母，你不会真的以为有王府的那门婚事就能万事大吉了吧？他们若是不认，有的是法子让你嫁不过去。如果我娘的死真的跟他们有关呢？为母报仇也不能算不孝了吧？他们想阻止我嫁入王府，倒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在我出嫁前，让我留在府中为他们守孝。你疯了吗？你可以选择不说，但你要想清楚，一旦离开，你日后就不一定还有说话的机会了。姨娘干脆说了吧，就算您不说，祖母也未必会相信您。毕竟，死人的嘴才是最严实的。何况，我也想看看大姐姐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我说了，你能给我什么？那看你想要什么了。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就不必说了。你现在什么处境你自己清楚，我能做的并不多。我不要去世子在的庄子上，你若是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告诉你。想到当年发生的那些事，他真是一刻都不愿意跟世子待在一起。时隔多年，没有任何证据，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能如何呢？不，我不能去庄子上，世子不会放过我的。你这么害怕做什么？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你都知道，这些年不也一样活得好好的？何况你好歹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他对你应该是有些情分的吧？不，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情分，他根本就是个禽兽。只要你去庄子上帮我找证据，我一定保证你们母女的安全。方姨娘并不相信季明心的话，季明心看着她明显怀疑的眼神，也懒得解释，轻轻拍了拍手，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几人面前。她的功夫抵得上江湖一流高手，保护你们母女俩绰绰有余。白竹隔空一掌对着桌子上的茶杯挥了过去，那茶杯突然碎裂，茶水顺着桌子流了下来。难怪不管是宋兴还是周望，都拿你没有办法。世子当年因为那门婚事，沦为了整个圣京城的笑柄。为了躲避别人嘲笑的目光，他开始整日不出门，在家总是喝得烂醉，然后便是对夫人动手。一开始还顾虑侯爷，后来发现有老夫人护着，侯爷根本不知情，下手
便越来越狠，一不顺心便总是一顿拳打脚踢。夫人嫁进来不过2个月，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新伤落在旧伤上，时常连身都起不来。老夫人怕被人知道，根本不让请大夫，只能自己硬挺着。后来夫人怀孕了，世子稍微收敛了些，但也只是不对肚子动手。那些时日，夫人时常鼻青脸肿的。大姑娘出生那日，世子同样动了手，夫人的血染红了整张架子床，接生的婆子都吓了白了脸。好在大姑娘命大，在夫人没气之前出来了。女子生产本就是过鬼门关，所以当时世子夫人早产有大出血，并没有人怀疑她的死有问题。连傅家的人查了一番，都没查出什么来。但其实按当时那个情况，即便不生产，夫人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夫人死后，老夫人怕傅家人发现真相，很是约束了世子一些时日。只是后来傅家人都离了京，这件事也就彻底没有人再提起了。世子偶尔对一些丫头小厮动手，当然他们的命比草还贱，更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再次出事便是5年后，大姑娘不知为何去了世子的院子，世子失手打了大姑娘，您的后脑勺被磕在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大夫都说没救了。老夫人眼看着松了口气，可您自己却醒了过来，当然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若不是这样，老夫人肯定不会让傅家将您给带走。傅家亲自上门，终于惊动了侯爷，他查到了世子做的那些事，惊怒之下亲手将世子捆了吊起来抽，差点将人抽死。是老夫人拼命拦了下来，不过世子还是被老侯爷关到了庄子上。这些季明星已经不关心了，怒气在他的眼底翻涌，转瞬变成了滔天的巨浪。这些年世子逢年过节还是会回来，看样子比以前好很多了，没有再动手。其实你找到证据又能如何？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我想怎么做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记住，我要切切实实的证据。我既然答应了大姑娘，自然会做到。这位姑娘怎么跟我们去？你不用担心，我身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会轮流保护你们。季明心从方姨娘那里径直离开了，并没有去见高氏。这个死丫头说什么送别，怕是没安好心。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怎么用了这么久？小丫头刚刚被高氏指去偷听，但是还没有靠近就被白芍拦下了。我离得远，没听到。没用的东西，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你确定没有吵起来？没有。方姨娘会不会破罐子破摔，将一切都说了出来？越想她心中越加的不安。等2个人出去后，她立马起身去了老夫人的院子里。你是怎么管家的？一个大男人就那么大喇喇的出现在了姑娘的闺房里，你还一点不知情？这是锦丫头，若是云丫头，我看你以后怎么活。母亲，是我的失误，我以后一定注意，您别生气了。这时候过来有什么事？高氏将季明星可能知道了傅氏死因的事低声说了一遍。若是别的事，媳妇也不敢来叨扰母亲，可这事关系世子，不得不防。那丫头日后要嫁到王府，心里若是记着仇，怕不是好事。哼，他知道了又如何？别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人早被处理干净，没有半点证据。便是有，他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怎样？婆媳俩第一次就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倒是少了几分针锋相对。几日过去之后，这日一早去老夫人那边请安，就听二夫人在哭诉：媳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岑家突然就悔了婚，说什么咱们家会图谋媳妇的嫁妆，他家闺女不敢嫁过来。你说这是什么话？咱们家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他话音刚落，很少来请安的五爷便连通报都没有的闯了进来。这个混账东西，你嫂子们还在这里呢，怎么连个话都不递就进来了？又不是没见过，咱们家都被人指着鼻子看笑话了，还瞎讲究这些做什么呀？你这是什么话？谁笑话你了？如今满盛京的人都在讨论当年先大嫂的嫁妆呢，说大嫂子只有大丫头一个女儿，穆世子这回可是捡了个大便宜。这话一传开，
人们就又开始说咱们府这些年落魄成这样，大嫂子的嫁妆怕是早没了。这不是明晃晃的在说咱们家贪墨媳妇的嫁妆吗？我这2天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的笑话，好像嫂子的嫁妆是我花光了一样。您说我冤不冤？这是谁在嚼舌根？吃饱了撑的吗？都管到别人头上来了。这盛京城里最不缺的就是爱嚼舌根的闲人，您能拿他怎么样？有这功夫，还是先想想事情该怎么解决吧。再这么传下去，咱们家的人以后都没脸出门了。大姐姐，这事是你做的吧？当然不是，是穆连成干的。季明心在心里暗道：我还想夸你做得好呢。你哥哥的婚事都没了，你还觉得好？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哥其实原本就不愿意这门婚事，那咱家看不上我爹是个数字。咱家的太太来过2回，对我娘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口口声声说他们家的姑娘多好，话里话外都是我们家高攀了。如今黄了正好，听你这样说，这婚事不成倒也是好事。不过你这么高兴是因为别的事吧？我将你的话跟我娘说了，她昨日去了趟我外祖家，回来跟我说，我跟表哥的婚事以后就不提了。恭喜你了。不过那个徐岩那边我还没有功夫去问，这又不是什么能着急来的事情，大姐姐愿意帮我，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老夫人没有为难咱们小姐吧？当着那些姑娘太太的面，她哪有那个脸？季明心没有搭话，心里琢磨着这事儿老夫人会怎么解决。他正想着，外面有人通传说侯爷要见他。您的侯？说起来，小姐自回来还没见过呢。也不知这位祖父是个什么路数，准备跟自己说些什么。季明心的脑子里想着这些，眨眼间就到了地方。傅家将你教得很好。祖父叫我来，想必不是专程为了说这个吧？外面的事情是你做的吧？是如何，不是又如何呢？我知道你并不缺钱，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这话祖父怎么不对祖母去说？我只是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过分吗？你娘为什么会嫁进来，你不知道吗？所以呢？她活该死于非命吗？哼，你终究还是知道了。你这次费尽心机回到侯府，就是为了替你娘报仇。圣旨下来的时候，云丫头死活不愿意嫁。这时候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一个10几年不在家的大姑娘，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怀疑吗？既然祖父已经起了怀疑，为什么还要帮我？季家本就亏欠你，既然这是你想要的，成全你也未尝不可。何况你也确实是最合适的。但你别以为有了这门婚事，就有了对付侯府的本钱，你还没嫁过去呢。要知道，我能成全你，也能毁了你。你以为外面的流言是谁放的？穆连成。我倒是没看出来你有这个本事。祖父过奖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回来的时候带了母亲当年的嫁妆单子，我要全部的嫁妆，1分都不能少。钱财乃身外之物，何必做得这样绝？我原也不想的，可是自从知道母亲当年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觉得那些钱哪怕扔了呢，也比留给害死她的人好。这样意气用事，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侯府如今根本拿不出那笔嫁妆。祖父不必用这些话来忽悠我。我既然开口，自然知道侯府如今是个什么情况，并不是看上去这样拮据，不是吗？何况侯府当初那样对我娘，有什么脸用她的嫁妆？祖父不怕遭报应吗？我将所有的嫁妆都还你，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可以吗？当然可以。好，你出嫁前，我会将东西一点不差的给你，找不到的
会折成银子。那就多谢祖父了。我还以为小姐回了京城变得规矩了呢，怎么这才多久就固态复萌了？小姐，盛京城不同于锦城，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如今您正在风口上，这要是被人看出来了，可怎么好？瞎担心什么？谁没事会盯着我看？何况我这个样子站在你们面前，你们敢认吗？你们跟平时一样，别引人怀疑就好了，不用担心我。我若是回来的晚了，也别留灯，跟往常一样的时辰睡。新出的菜式来几样，再来一壶酒。有人说这个包间进了人，我猜就是你。你不是早就传信要回盛京了吗？怎么才来？家里最近管得严，没工夫出门。前几年你才多大，就一个人满盛京的跑，也没见有人管你，怎么如今年纪大了，反而管起来了？因为他们终于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了呀。你到底在谋划什么？为什么让我姐给皇上提议定北王府世子妃的人选？你觉得我在谋划什么呀？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姐姐做危险的事情。你看皇上不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吗？定北王世子的婚事是个难题，你就当你姐姐是在为皇上分忧了。可我们为什么要掺和定北王世子的婚事？你知道盛京城如今有多少人在盯着这件事吗？你想太多了，放心吧，我的目的跟他们都不一样。他说着话，将外面3人一群5人一伙不停地往一个方向去。他问道：这些人是要到哪里去啊？你说这些人啊？听说满庭芳来了位美人，今晚第一次露面，应该是去看美人的。美人竟然能惊动这么多人？据见过的人说，倾国倾城。说罢，他看了看季明心，欲言又止。有话就直说，你吞吞吐吐的做什么？你跟穆连城真的没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就好。我姐姐她走到现在不容易，我不希望她卷进那些事情中去。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对我这样不放心？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你姐姐做危险的事，可以了吗？或者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也可以拒绝。我从来不曾勉强过你们呢。难不成这美人跟穆连城有关？这只是我的猜测，我觉得这美人像是冲着穆连城去的。怎么说？穆连城出了名的棉花素柳，恨不能住在青楼里。有这么个美人来，他自然不会错过。这盛京城里有谁能抢得过他？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但凡看上的姑娘都不会再让别人碰。那季家的姑娘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给她找这样一个夫婿。咱们也去看看这倾国倾城的美人。2个人赶到满庭芳的时候，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我们来做什么？跟穆世子抢美人吗？放松点，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好好玩，想那么多做什么？你的目标不是穆世子吧？我是男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你想多了，没事嗑嗑瓜子儿，喝点茶不好吗？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嚣。季明星往外看去，原来是美人出来了。大厅舞台的正中央，白纱遮面的白衣女子翩跹起舞，身子轻盈灵动，飘飘欲仙，如月中的仙人一般。倒是一边的林云深认真看了半晌，评价：美则美矣，但若说倾国倾城，有些言过其实。能长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关键是这一身的气质，实在想让人珍藏起来。你是见惯了美人才会这样说的。2个人讨论了2句，就听保姆宣布，今日拍卖美人碎星的初夜，气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穆连城姗姗来迟，小宝热情地迎上去：哎呀，穆世子，今日怎么来得这样晚？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美人不是还在吗？穆世子觉得美就好，碎星已经喊到了13000两。碎星是个好名字，人自然也是好的。15000两。15001两。穆世子，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这是哪里蹦出来的傻子，竟然跟穆世子套近乎？确实好久不见，阁下看起来过得不错。这时候跟着穆连城随后进来的江远洲也一眼看到了季明心。好久不见，江公子，上次忘了说，
在下谢流云。谢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听说这里有美人，我来看看。果然名不虚传呢。你要跟我抢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位碎心姑娘，不是价高者得吗？哼，我自然是比不上谢公子有钱，看来只能忍痛割爱了。还有人出价吗？一个包间里，锦衣华服的公子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面色阴沉。这小子是什么人？竟然能让穆连成让步，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哼，他不是想要美人吗？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多有钱。让我们的人叫价。16000两。2万两。相逢不如偶遇，既然碰到了，不如一起来喝一杯。21000两。3万两。不过是一个下贱的商人，靠着一个以色侍人的姐姐赚了些钱，便这样猖狂起来。35000两。下面的人接到他的旨意，立马开口加价。4万两。你不是最爱钱了吗？怎么突然变得这样大方？赚钱就是为了花的呀，不为了享乐，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你没意见？他花自己的钱，我该有什么意见？江远洲心说：“你醒醒吧，那钱可是从你这坑来的呀！”这次外面的人直接叫了5万两。5万两啊！看来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你又不是没钱，做什么要割爱？难得你看上一个女子，钱没带够，我帮你付。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做什么要白白扔在这里？况且你没有发现吗？这位碎星美人是好看，但跟穆世子一比，还是差了些。看穆世子又不用花钱，这样算下来，花5万两有点亏，出不出的也就那么回事吧。谢公子谬赞了，世子，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件事情还需要来问我？以后还有的是机会。穆连成是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难道能忍着不来？还是世子有主意。3楼那个包间里是什么人？你关心这个做什么？在圣境，吃喝玩乐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好奇心都收起来。这事儿看起来还没完，穆世子的桃花不少啊。小孩子懂什么？别乱说话。你才小，我比你还大呢。穿越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是20大几的人了，比穆连成还要大。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去了。我才不要回去。2个人正说话间，外面有人通报，有人找谢公子。没想到是手下的人。怎么了？白竹姑娘传了信来，好像出事了，我怕误了事，所以过来给主子说一声。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需要我帮忙吗？我也可以帮忙的，圣经我熟。没什么大事，我自己去一趟就好。先告辞了，日后有空我回请诸位。你去趟罢了，我亲自去一趟。你知道去哪里找他？不知道，我有其他的事情。你是要去找姬大姑娘吗？我想去验证一件事情。季明心出了满庭坊，一路不停地往城外掠去。刚跃出城门，就碰到了等在外面的白竹。主子怎么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主子既然来了，不如亲自去看看吧。寺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灯光下，方姨娘正抱着季锦心哭。地上躺着一名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侧颈上插着一只簪子，正是季明心的便宜爹宁德侯府世子。季明心实在没有想到，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姑娘，这回你满意了吗？对不起。大姑娘何必如此？您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这大概是报应吧。可我也就罢了，锦儿做错了什么？他是锦儿的亲生父亲呀，怎么能……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畜生？你打算怎么办？快锦儿，别害怕，他死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姑娘，就当今晚没有来过这里吧。抱歉，是我没能保护好你们。大姑娘，之前的种种是我不好，我跟你道歉。你怨我恨我，我都没话说。但锦儿，她是你的亲妹妹，日后求你护她平安。是我办事不力，请主子责罚。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来到庄子上之后，我一直遵循主子的吩咐，在暗中护着方姨娘和二姑娘。前几日世子也见过他们2人，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今日二姑娘跟我说，庄子上有个老妈妈，
他小时候好像在府上见过。我想着反正也没什么事，就出去找人了。谁知对方年纪大了，什么都不记得，也就离开那么大半个时辰的功夫吧。我赶回去就……你离开的事，二妹妹知道吗？我离开前跟二姑娘说过，让她和方姨娘尽量小心一些。季明心突然觉得事情或许并不是看到的这样简单。折腾了一晚上，回到院子的时候，天色已经快亮了。谁？是我。你怎么会在这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季大姑娘。季明心没有想到自己的马甲这么快就掉了。你知道就知道了呗，做什么这样阴阳怪气的？和别的男子结伴逛青楼，还跟我抢人，你可真行。全京城怕是也找不出第二个你这样的女子。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吧？我不过是去喝喝酒，看看美人，又没做什么。你还天天逛青楼呢，我说什么了吗？你还有事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宁德侯府世子死了。你说什么？宁德侯府世子，我爹死了。他的亲生父亲死了，意味着他要守孝，府上3年内不得娶嫁。就算现在很多人没有严格遵守3年的守孝时间，1年也是要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什么见得了人的事，侯府估计不久就会报丧，我要守孝。你的婚事不行，还是另做打算吧。你想过河拆桥？你说什么呢？我都没有过河好不好？你答应我的事情我都还没办呢。你怎么知道我没办？我已经动用了埋在宫中的探子，在查半寸棉的事情。你总不能让我做白工吧？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补偿你。之前你拼命拿到的那账册，现在还没有线索吧？我已经让人去查了，相信我，这玩意儿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该怎么查。我在赌坊里押了1万两，赌我会娶你。现在的赔率是1比20，只待咱俩成亲，便是20万两银子。现在你想取消婚约，这个钱你赔给我吗？只要你跟我成婚，20万两银子都归你。加上自己的20万两，成个亲就能赚这么一笔，他有些无法拒绝。可是你的婚事不是很急吗？皇上会允许你再等1年？相信我，皇上巴不得我一辈子都不成亲，不过是面上过不去。若是我自己执意要等你，皇上不会说什么的。你连钱都不要，为什么非要娶我？如果我没记错，你之前对这门婚事似乎并不热衷。穆连成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生出了要娶季明心的心思，不是为了应付皇上，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就是纯粹的想娶这个姑娘。因为我遇到的人是你。随便吧，你不后悔就行。我自然不会后悔的。哼，你日后最好少扮成男人往那种地方跑，万一被人看出什么，不是玩的。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从小到大经常装成男人往外跑，从来没有人发现。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们2个我都见过，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相似。你又会易容术，这便不难猜了。相似？我就是闲得无聊，去满庭坊看美人的。以后别去了，你不是说别人没有我美吗？我还能免费给你看。满庭坊的姑娘花魁看一眼可不便宜。你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吗？你是说别人给我送美人这种事？经常吧。1个月明里暗里加起来，少说也能有个10几次。哼，怎么吃醋了？哎呀，放心，那些女人我一个都没有碰过，都在后院扔着呢。等你过了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吃你个大头鬼的醋啊！你打算让我当个妒妇？我知道不管嫁给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都能活得很好。但你嫁我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贤惠，有没有好的名声。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我猜你自己也不在乎。既然如此，做个杜甫有什么不好？我虽活得不自在，可那不过是作茧自缚。在这盛京城里，就算是皇子皇孙，也不会比我更逍遥。你若是能做个悍妇，将我管得服服帖帖，便没有人敢说你什么。我还没过门，你就想着败坏我的名声，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明明过得不算差，怎么养成这么一副斤斤计较的性子？我们夫妻恩爱，情色和鸣，没有别的女人在跟前碍事，这难道不好吗？到时候再说吧，我撑不住了。
你没事先回去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我会跟皇上说钟情于你，一定会等你成亲。可能会有人闲言碎语，你不必放在心上。不用担心我从来不会将别人的闲言碎语放在心上。季明心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事情都处理好了。昨晚主子离开之后，方姨娘放了一把火，将自己和世子的尸体都烧了。季明心倒是没有想到方姨娘会选择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二姑娘失踪了。跪着做什么？快起来！是我没有办好事，主子，你责罚我吧。有心算无心，他若早有打算，你如何能防备得住？方姨娘的尸体你看过了吗？是怎么死的？方姨娘似乎一早就准备好了，浇了火油。我回去的时候，大火已经烧了起来，人根本进不去。等庄子上的人发现，将火熄灭，已经过了很久，尸体都烧成灰了。我记着姑娘答应方姨娘会护着二姑娘的事，回去仔细探查过，里面没有二姑娘的尸身。后来又找遍了整个庄子，都没有找到人，所以我才回来这么晚。不对啊，方姨娘刚去庄子时，平日里跟人接触不到，她哪里来的火油？主子说的是，方姨娘似乎很害怕世子，去了庄子上后就很少踏出房门，甚至还拘着二姑娘，让她也尽量不要出现在世子面前。她身边连伺候的人都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弄到火油。火油一般人是弄不到的，你再回庄子上去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火油的来历。白珠怀着将功补过的心情答应着出去了。他离开没有多久，又有人来找季明心，是老侯爷。你看上去并没有哪里不舒服，只是些微不适，还不至于起不了身。祖父传召，孙女自然不敢不来。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祖父难不成以为庄子上的事情跟我有关？且不说别的，这个时候父亲出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再留在府中守孝3年，祖父怎么不觉得是报应呢？不是有句话叫不是不到，时候未到吗？多活了这么多年，也该知足了。你该懂得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你的亲爹。害死我娘，还差点弄死我的亲爹。祖父觉得他那样的人也配当爹。他的死确实跟我没关系，但我还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祖父想不想听？这还得从我娘的事情说起。您觉得我是怎么知道那些事情的？是方姨娘告诉我的。她十分害怕世子，不想去庄子上，便拿这个秘密来跟我换。但我没有办法改变祖母的主意，只好答应派人去保护她。我的人一直跟在他们母女的身边，直到昨天晚上，突然传信通知我出事了。我出城去了庄子上，您猜我看到了什么？二妹妹跟方姨娘衣衫凌乱地抱在一起痛哭，尤其是二妹妹，衣不蔽体，身上全是伤痕，而我爹躺在地上，脖子上插了根簪子，血流了一地，已经没气了。你是说他是被方姨娘害死的？我没看到，所以不敢妄下定论。不过若是让我说，二妹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儿，毕竟被自己的亲爹那样，是个人都会想弄死他吧。养子不教，他能怪谁呢？你二妹妹呢？我不知道，我的人也刚刚回来，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找二妹妹。我猜她是自己离开的，这也是我怀疑她的原因之一。我觉得背后的人应该是冲着侯府来的，毕竟二妹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侯府庶女，没什么值得图谋的。你手里的人倒是不少。我从蜀中回来的时候，小舅舅不放心，便给了我一些得用的人。何况我在侯府里，若是外面的消息一点都不通，岂不是被人卖了都不知道？你小舅舅，我记得身子似乎不好，如今怎么样了？还是那样吧，这些年病情一日重似一日，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家里都快翻天了，你还能看得进去说？翻了天也不关我的事。也是，如今外面都在说穆世子在皇上面前亲口说非你不娶，一定要等你出了相，甚至驳了皇上让他先娶世子侧妃的旨意。有这门婚事在，无论谁当家都不敢苛待你。这跟婚事关系不大吧？
吴婶娘才接了管家的事，总不至于现在就露出马脚，让人抓了把柄。你想的太简单了，他倒是想好做面子上的功夫，可下面那些人哪个不是看风向的好手？吴婶娘和大伯娘以前就不对付，现在啊大房落了势，谁不想着踩上两脚，好拿去做投名状？幸好你自回来就跟那边没什么来往，不然说不准也得跟着受牵连。大房那边又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这事儿都吵了一个晌午了。说来也奇怪，一开始说是三姐姐身子不舒服，让去请大夫，结果外面的人不知道是偷懒还是怎么的，就没去。三姐姐跟前的丫头就闹了起来，何大侄女这话说起来实在不好听。吴婶娘一开始应该确实不知道，一闹起来就让人请了大夫去，可三姐姐那边又说不用了。吴婶娘以为她在赌气，亲自上门去劝。据说啊，脸白的跟纸一样，人都瘦了一圈，看着就不大康健，但死活都拦着不让大夫诊脉，就连大伯娘也跟着将吴婶娘骂了出来。哎，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若说真是病了，就不该为了赌气不让大夫看；若是没病，闹这么一出又是何苦？大约是得了什么不方便让人知道的病。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我打听到的跟四姑娘刚刚说的差不多吧。人们都说是大房在挑事，如今府中上上下下的事都是五夫人在忙，难免有个不周到的地方。如今已经亲自请了大夫上门赔不是，三姑娘还将人赶了出来，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你亲自去看看三姑娘的身子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病了？娘，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个孽障，哪里胆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如今还在校里，这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留，趁着还没有显怀，处理掉吧。娘，我能不能问问世子的意思？且不说世子有没有真的将你放在心上，便是有，你想过没有？你要以什么样的身份生下这孩子？他以后又要以什么样的名义在王府生活？私生子吗？你还想，不知道女人这一辈子有多难，但凡行差踏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你也别怪娘狠心，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若是能早些发现，也不至于如此。这也是你们没有缘分。小姐，这事要不要宣扬出去？一笔写不出2个祭字，他若是有什么不好，整个侯府的姑娘都要跟着受牵连。咱们何必做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是好是坏，随他们母女去吧。次日，高家老太太亲自上了门，并且带了一名大夫来。对郑氏来说，这明显就是对她的不信任。你是没见吴婶娘那个脸色，她来咱们家这些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她这个样子，都快哭出来了。就为了大夫的事，不至于这样吧？是高家老太太说了什么吗？大姐姐，你真是神了，连这个都能猜到。可不是高老夫人当着众人的面指桑骂槐，说吴婶娘包藏祸心，趁着大伯父去世，想要谋夺世子之位。高老夫人就当着咱们家人的面这么说吗？虽然没有明说，但我听着就是这么个意思。咱们家的爵位哪里轮得到她指手画脚？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是有些欠缺考虑。何必弄成这样呢？日后五叔若是真的，那大伯母又该如何自处？大姐姐，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觉得这不是咱们能操心的事情。有这功夫，不如想想下顿饭吃什么。大姐姐心真大。听了季明心这话，他索性在这里蹭了一顿午膳才回去。他一走，白河就出现了。高老夫人带来的大夫说了，三姑娘身子弱，肚子里的孩子拿掉会很危险的，可能会送命。而且即使成功了，三姑娘身子受了损，以后10有8九都不能再有孩子了。你怎么看？那个大夫有些本事，我看三姑娘的情况也不好，年纪小，人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看这样子吐得厉害，吃不进去东西，贸然用药送命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若是姑娘出手，应该能保住她的命，不过以后能不能有孩子这种事儿，谁都说不准。那夫人是什么意思？
夫人能怎么办呢？自然是先保住三姑娘的命呗。这样的话，三姑娘要么未婚先孕，偷偷生下孩子再做打算，要么尽快想办法立马进宣王府。她虽然有孝在身，但若只是做妾，倒也不用讲究这个。这事儿我们就别管了，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这怕是不行，三姑娘是您的亲妹妹，这事若是传出去一星半点，整个侯府的姑娘都得带害，尤其是您，如今正在风口浪尖上。季明心仰天长叹，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儿啊！你不是闲得发慌吗？这些日子就盯着世子夫人和三妹妹一些，有事再来跟我说。没事就别说了，季明心听着都觉得烦。同为女子，她虽然同情季云心，但是不得不说，落到现在的处境，也是她咎由自取。事情成了。什么成了？三姑娘进宣王府的事情啊，世子夫人办成了。她怎么办到的？前几日突然没了动静，我还以为夫人认命了，打算让三姑娘偷偷将孩子生下来。谁知道今日突然出府，竟是亲自去见宣王世子了。她今日不是回娘家了吗？就是在高府见的面。不过宣王世子身边跟着不少人，我没敢靠太近，没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只是出来的时候吧，宣王世子的脸色不太好看。但是后来夫人跟高家老夫人说事情成了。我离得远，听得不太清楚，但宣王世子隐约好像提到了半寸棉。季明心的目光陡然变得锋利。你确定？当时宣王世子似乎很激动，声音稍微高了一些，我听着像，但是不太敢确定。我知道这个事对你很重要，所以还是觉得跟你说一声的好。这就有点意思了。小姐，夫人要去找老侯爷。他没有片刻的犹豫，直接往有悔斋去了。屋内此时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高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云丫头跟宣王世子有了首尾，如今世子愿意纳她为妾，求侯爷成全。当初圣旨下来的时候，三丫头不愿意嫁，我明知会违背圣意，依然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们觉得定北王府的世子配不上她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也配不上定北王府的世子，更配不上定北王府世子妃的身份。你不服气？这么多年了，你一心怨恨老夫人不放权，但你占着名正言顺的身份，却连这点权柄都夺不过来。无能至此，你教出来的女儿若是进了定北王府，当真能自己立得住，撑得起来？云儿不行，难不成那在商户长大的大姑娘就行？侯爷此话未免也太偏颇了吧。大丫头回来有些日子了，你以为她不知道那木莲城是个什么德行？你可曾听她说过什么？大姑娘说给谁听呢？这府上谁真的关心过她的意愿？对她来说，穆世子再不好，定北王府也是她能够得到的最好了吧？是我的错，竟然跟你提大丫头。你的脑子若是有她一成清楚，今日也不会来跟我说这些。大姑娘既这样好，你又为什么要将她嫁入定北王府？哈哈，鼠目寸光，还喜欢自以为是。你以为赐婚是怎么定下来的？皇上怎么会无缘无故想起一个毫不起眼的宁德侯府？你觉得宣王府比定北王府更好？做宣王世子的妾，比当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更有脸面？这样蠢，难怪生出那样的女儿。你既然开了口，想必是有把握
能说服我的，不过我懒得听。侯府早就没什么脸面了，也不差这一回。但你记住一件事儿，云丫头既然选择了做妾，出了这个门儿，就再跟侯府没有关系了。日后是荣是辱，她都得自己受着。高氏坚定的点头，退了出去。还不出来吗？你如今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跑到我屋子里偷听。跟祖父比差远了，这不是什么都没听到吗？哼，你还想听到什么？当然是想听听夫人怎么说服您让三妹妹去做妾啊，祖父不好奇吗？哼，她自甘堕落要去做妾，我为什么要拦着？阻了她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路，说不得以后得落一辈子的埋怨。那祖父为什么不问问夫人是怎么让宣王世子纳三妹妹的？你们年轻人那些男欢女爱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何况我侯府的嫡女给她做妾，她还有什么不乐意的？也不知道你这丫头在怀疑什么。云丫头那点破事儿听起来严重，但这盛京城是最藏污纳垢的地方，哪家后院没点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是少见多怪。你这丫头实在是聪慧的有些过了头。那祖父愿意为我解惑吗？我之前还是小瞧了你，你若是男儿，何愁不能振兴侯府？这可真是稀奇，祖父竟然想要振兴侯府。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真相，所以才会选择嫁入定北王府。原来不是这样。季明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游回斋回到自己屋中的。回来的时候，他就吩咐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别来打扰他。这个时候，一道身影出现在院子里。穆连成今日换了一身暗色的衣服。怎么了？你们小姐又不在吗？什么叫又？我家小姐自回来也就出去过那一回。小姐之前去了一趟老侯爷那里，也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回来就把自己关了起来。都这个时候了，小姐还没吃饭呢。我进去看看。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允许，不让任何人打扰。那你去通报一声吧。小姐，穆世子来了。进来吧。你的丫头很担心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是有点事，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做。有事可以找我帮忙。现在看来还用不着，需要你帮忙的事情我之前都说过了。半寸棉的事情，我的人已经在查了，但这东西知道的人并不多，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想办法往15、16年前查查吧。15、16年前，跟太子谋逆案有关。唉，对不起，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会牵扯到这些。你有权利重新考虑这笔交易。当初你在江上救了我的时候，风险也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但你依然履行了承诺，所以我也会履行承诺。既然如此，我也不会让你太亏。这是我根据这些日子各地传回来的信息计算出来的。这几年大夏算是风调雨顺，各地粮食都算丰裕。我将各地大宗粮食的来源和去向都做了统计，发现了这个。这怎么可能？我也查过朝廷的卷宗，每年各地上报的粮食根本没有这么多。这意味着每年有大量的粮食去向不明。你这些东西准确吗？你不必怀疑我的能力，而且我有一项佐证，可以证明这些没有错误。虽然每年都在变换，但其中一些数据是能够对上的。这意味着你拿到的账册记录的就是那些消失的粮食。你说，
他们都去了哪儿呢？有人在养私兵。还有一种可能，他们将粮食销往了别的国家。我记得西楚前些年有过一场旱灾，却无惊无险度过了。赈灾需要大量的粮食，当然更有可能是两者皆有。有人用粮食卖了钱，又用这些钱养私兵。有钱有粮，还有人。你说他们想做什么？穆连成已经无力震惊了，他起身就要走。你要去做什么？告诉皇上，这已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事情了。我倒是没看出你还有颗忠君爱国的心。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那是皇上，不是你爹。你在怀疑别人的同时，也会怀疑你。你确定现在的定北王府能承担得起皇上如此的怀疑？你一点都不担心吗？江山是你家的吗？用得着你担心？更何况大夏如今还算盛世，百姓尚能安居乐业，造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既然还在藏头露尾，不敢见人，就说明他们还没有造反的实力，说不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做白日梦呢。你倒是真能想得开。哼，事不关己，自然能想得开。我看如今皇子们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就是闲的，不如将这件事抛给他们，我相信几位皇子都会感兴趣的。这倒是个法子，目前来看也只能如此了。当年太子谋逆案，你知道些什么吗？太子真的谋逆了吗？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太子有没有谋逆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在东宫突然出现了一件龙袍，还有一些太子跟封疆大吏往来的书信，据说证据确凿。谋逆这种事不是该谨慎一点吗？怎么还能留下书信被人发现？至于龙袍，不都是衣服？这玩意儿难道比太子的蟒袍穿着舒服？你说的这些，当时都有人提出过，但没用。皇上大怒，认准了太子谋逆，听不进去任何劝告，太子自尽在诏狱，东宫一干人等全部受到牵连，东宫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斩草除根。切，说到底就是皇上活的时间太长了，他老了，皇子们却一个比一个年轻力壮，感觉到了威胁。慎言。说你纨绔，我看呢，你是最规矩不过的一个人。当时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那时候我才多大，哪里记得这些？这件事后来又成了禁忌，没有人敢提起。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我听我父王似乎说过，皇上当时特别下令赦免了太子的嫡幼子，圈禁在了千秋殿。太子的嫡幼子，当时多大？后来怎么样了？好像比我大一些，5、6岁吧。东宫的人都死光了，他哪里能活得下来？没过多久就得了一场风寒没了。季明心静静地坐在那儿，浑身冰冷。最后的那一环终于合上了。不是吧？我还真的有些后悔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将小舅舅身上的毒解了，不然他活不了多久了。不管怎么样，总归是有了方向，比没头苍蝇般乱查要好得多。我先去查小皇孙被圈禁在千秋殿的时候接触过什么人，他被下毒，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谁？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受的伤？是宣皇府的人，小姐，严神医在宣皇府的暗牢里。你说什么？小姐让我去盯着宣皇世子，我今日见他身边只跟着几个亲信进了一个地方，便觉得有异，于是在他离开后潜了进去，才发现那是宣皇府的暗牢，里面关着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严神医。我没敢打草惊蛇，想着先回来通知小姐，但不小心触动了里面的机关，引来了追杀。小姐放心，我甩开了追兵，在外面躲了半天才回来的，宣皇府不会查到小姐这里。师父他老人家神医的情况不太好，被用了重刑，神志似乎也不太清楚了，连我都没有认出来，也说不准神医是装的。宣王府的守卫很森严吗？若是我进去，能不能将师父带出来？
小姐若是自己进去查探，来去应该问题不大，但若是想要带一个人出来，怕是不行。宣王府的守卫不算森严，但暗牢里有特殊的机关，很容易被发现。暗牢周围更是藏着不少的高手，何况我惊动了对方，最近守卫肯定会更严一些。那要怎么才能救出师傅？季明心有些着急，师傅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能受得了重刑？这怕是得从长计议，擅闯宣王府，一个不慎，说不定会牵连侯府的人。季明心想了想，后悔让穆连成走那么快了。若是多等一会儿，说不定能听听他的意见。清玄先去养伤，宣王府的事先让其他人盯着，我再想想办法，必须尽快将师傅救出来。小姐要去哪里？放心，我不会去送死的，就算送死，也要能将师傅救出来才行。公子，你怎么来了？有皇宫的地图吗？详细一点的。公子要用，自然是有的。公子可是要做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老朽在所不辞。有事我会说的。小姐，是我。小舅舅来上京了。四爷有请，劳烦小姐走一趟。四爷说，小姐无论要做什么，先见他一面。看到季明心进来，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刚要说话，又剧烈的咳嗽起来，好像心肝脾肺都要一起咳出来一样。我没事，还是老毛病，这么多年了，不也活得好好的？你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活不了多久了。唉，那样也好。你要去皇宫做什么？你既然早就来了京城，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哈哈，我瞒着你，不高兴了？你笑什么？这很好笑吗？只是觉得很久没有见到你这样子了，有些怀念。我并没有想过自己能活这么久，也没有想到还有重回圣经的一日，所以那些事对我来说只是前尘旧梦。我不想告诉你，更不愿你卷入其中。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死了，我会怎么样？于我而言，你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亲人。我想不想又能如何？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除此之外，命运从来不曾眷顾过我。你去皇宫做什么？刺杀皇帝。你知道这世上想让他死的人有多少吗？每年闯进皇宫的刺客没有1000也有800，但从来没有人得手过。你觉得你是个例外？我就是去探探，看有没有办法给他下点药，让他生一场大病。你想救严老头？我今日才收到消息，他被关在宣王府，除了这个，暂时没有其他办法将人救出来。也算动了点脑子。我进京也是为了这个，我的人常年盯着宣王府，比你发现的早一些。我怕你轻举妄动，便没有跟你说。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吧，还找什么借口？我是轻举妄动的人吗？你平时倒是稳重，只是太护短了，一涉及到身边的人，就容易没了分寸。单枪匹马闯皇宫，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对？不过让皇上生病这法子倒是可行。你手上应该有那种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生病的药，太医院没有办法，到时候顺势让人提起严老头，并将严老头在宣王府的事情透露出去，宣王府到时候只能将人交出去。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在宫中还有那么几个能用的人。这是我之前研制出来的药水，无色无味，只要倒入饭菜或者是茶水中就能生效。一开始的症状就跟得了风寒一样，7日之后会变得严重，但只要及时服下解药，不会有任何后遗症。我知道了。既然你在宫中有得用的人，难道查不出当年给你下毒的人是谁吗？任谁做这种事也不会留下痕迹等着你查的。不过这事儿也不难猜，无非就是那几个最后得利的人。是贤妃？
贤妃是宣王的母妃，宣王是皇上的长子，也是太子倒台后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谁知道呢？这事儿不好查。半寸棉是皇室禁药，贤妃就算无意中得了药，也不一定知道配方，对我们用处不大。你也别着急，我会好好保重自己，尽力等到你研制出解药的那一天。我以为你已经迫不及待想死了。没来圣经之前，我也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来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事儿我原来根本就没有忘掉。我若是活下去，有些事就不得不继续。心儿，到时候不管是你还是宁德侯府和傅家，都必将会被卷入其中。你害怕吗？小舅舅，以前无论我做多么惊天骇俗的事情，你都支持我。以后无论你做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我也会支持你。我们是亲人，不是吗？这些年一直都有人为了掩藏我的存在而死去，我总觉得自己活着都是一种罪恶。可有你这些话，我突然觉得活着并不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能让那些人白死。你呢，就留在圣经吧，我也好帮你继续调理身体。傅长安点头答应下来，两个人聊到深夜，季明心才离开。公子为什么不告诉小姐真相？小姐自有聪慧，能力出众，您若是出口，她定然愿意帮您的。即使如此，我也已经愧对她了。她本不该卷入这些事情中，只希望她日后不要怨我才好。这件事别再提了，你们以后小心些，别让她看出端倪。日子一天天过去，皇上病重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严神医在王府的事情，只有在座的几位知道。这事究竟是怎么传出去的？之前有人闯入了暗牢，当时我们没有防备，被他逃脱了，应该是那人泄露出去的。那人什么来路？还没有查出来。那人功夫极高，府中暗卫皆不是对手，若不是出动暗牢机关，怕是都不会被发现。敌人都上门了，你还在温柔乡里做梦呢？是儿子不好，让父王蒙羞了。如今父皇病重，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诊治过，全都束手无策。已经有好些人提出，严神医若是在就好了。这个时候传出神医正好在王府，众位怎么看？这事儿听着像是针对王府的圈套，可对方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在皇上的身上动手脚吗？是啊，皇上的病整个太医院都看了，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照你们这么说，这是巧合。有什么不可能的？若当真是那人，很难说宫中没有一两个内应。那咱们要将严神医交出去吗？父皇病重，现在整个太医院都没有办法，严神医就在咱们府中，若是不交出去，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可是他如今那副模样，还能治病吗？哼，能不能治好关我们什么事？不能最好。若是当真能治好，真的就这样叫人交出去吗？不交出去又如何？人抓了也有些日子了，还不是什么都问不出来。既然如此，还不如将计就计，将人放出去，吊吊他身后的鱼。王爷英明。宣王听着众人的吹捧，面上露出自得的笑。你是没事做了吗？怎么整日往我这里跑？让人知道的像什么话？我偷偷进来的，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一个无权无职的闲散世子，能有什么事儿？更何况今日皇上病重，人们都夹着尾巴，我自然也得安分一些。皇上这病，该不会跟你有关系吧？你也太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个弱女子，连门都没有出过，能对皇上做什么？你来找我做什么？这不是快到七夕了吗？到时候未婚男女可以一起去乞巧，你要不要去？就这个？你这什么语气？这个很重要的好不好？
我若是不陪你一起去，会让人误以为我不在意你这个未婚妻。你都在皇上面前说过非我不娶了，还不能说明你有多看重我？穆连成一阵无语，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解风情的女子呢？唉，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去？那就去吧。你堂妹看上的那个徐言，我这些日子问过了，人还算不错，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到时候你可以想办法让他们见上一面。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儿我就不能在你这儿待会儿吗？粮食的事情我可以不插手，但送往北边的军粮总要想个法子解决，不然将士饿着肚子打仗，迟早要出问题。让你爹告诉皇上不就好了？这事说不清楚，皇上也未必全然不知道。这事儿要想解决其实也不难，看你想解决到哪个程度。什么意思？什么叫想解决到哪个程度？你是只要将士能够吃饱肚子就可以，还是要彻底解决这件事？当然是能彻底解决最好。那怕是有些麻烦，事情关系皇上的态度，背后的那只手，我觉得要解决不如造反来的容易。我父王是不可能造反的，你之前也说了，如今天下太平，造反无疑是在拿人命当儿戏。想解决那些人，也不是一招就能做到的。入秋新粮一下来，就会有一批粮食送到边境，如果还跟往年一样，若是只解决将士的温饱呢？我可以跟你谈笔生意，若是成了，定北王府麾下缺的军粮，我来提供。什么生意？漠北时常南侵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东西，大夏的粮食、丝绸、瓷器，一切他们需要的，我都可以提供。同时我们也需要他们的马匹、牛羊之类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少有人做吗？因为我父王眼中不容沙子。他驻守边境这些年，一旦发现有人私下跟漠北人交易，便会以叛国罪处置，所以他不会同意的。是什么让王爷这样厌恶商人呢？因为敢在边境往来的大多是亡命之徒，这些人很容易受漠北人的诱惑，成为奸细，而且将漠北人缺的东西送给他们，只会让他们积蓄力量，反过头来对付我们。那你有没有想过，战争是朝廷的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有能活下去，他们其实并不想打仗。如果我们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给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他们的生活稳定一些，就不会总想着南侵了。当然，我对漠北人并不了解，也不清楚如今两国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你可以收给王爷参考一下。若是实在不行，可以再想别的法子。我会去给我父王写信说一下你的意思，至于他同不同意，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你也可以添一句，如果能成，这也相当于是用漠北的钱来养我们的将士，并不亏的。不过就说是你想到的就行了，别说是我的主意。哼，你小看我父王了，他不是会轻视女子的人。穆连成在季明心这里蹭了一顿饭才离开，季明心看着他的背影，嘴边残留的笑意一点点消失。小姐怎么了？穆世子惹您生气了吗？他若惹我生气，我也就懒得多想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对我太信任了？他信任小姐不是好事吗？你觉得穆连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没有见过穆世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头，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什么打架闹事、当街纵马、纨绔不化，说什么的都有。有不少人在背后嘲笑定北王英雄一世竟生出了这样一个扶不上墙的儿子，但这些日子接触下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小姐是在怀疑什么？没什么，再看看吧。宫里有消息传来了，严神医治好了皇上的病，皇上当场封他为太医院医正。师傅答应了。小姐不必担心，严神医医术卓绝，现在又刚救了皇上，想必没有人敢为难他老人家。罢了，这大概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凭着老头子的脾气，他不想做的事情，哪里有人能勉强得了？我们要跟神医联系吗？不必，师傅人没事就好。七夕转眼即到，这是女子们难得能够出门的日子，季明心早早就跟季迎新约好了。听说七夕的灯会可好看了。
往年我娘都不让我出来，大姐姐你真是我的福星。你别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扣，你之前太小了，你娘自然不放心，年纪到了，她就让你出来了。才不是呢，你不知道我娘管我管得多严，真是恨不能将我关在府中，永远不出门。哪有那么夸张？二婶娘也是为你好，可别说是为我好，明知道我不高兴，还说什么为我好，为我好不是希望我开心吗？你们去玩吧，我有我哥陪着就好了。走吧，我会派人跟着他们，有事也能照顾得过来。哼，你这个堂妹挺有意思，难怪你愿意帮她。是啊，这府里就她看着顺眼点。我们要去哪里？怎么，不喜欢吗？人太多了，吵得慌。不如去玲珑阁，听说今晚有才艺比赛，最终赢的人能够得到一对玲珑公子特制的情人灯。玲珑阁的灯年年都有巧思，跟市面上见到的不太一样。我们去看个热闹。比才艺吗？我若是看上了那灯，你能赢来？玲珑阁的灯，你真想要，还能拿不到？我能拿到是我的，跟你送的能一样吗？你想要我送的？不想。嘴上这么说，不过他终究没有反对。雾世子，姬大姑娘，我家主子有请。宣王世子请我做什么？世子早早就订了包间，见世子和姑娘刚来，怕是没地方了，所以便邀二位一起。这不好吧？是这样的，世子不仅带了世子妃，还有郡主也跟着来了。带路吧。在皇祖父面前也没见你怎么规矩，跟我又装什么？姬大姑娘也是，不必多礼。既然两位如此说，我便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不必管我俩。你一个男子围在季姑娘身边做什么？让云心过去说些贴己话，她们姐妹俩也有些日子没见了。不必麻烦，我在蜀中长大，跟季氏姐实在不熟，没什么好说的。是世子唐突了，季大姑娘是侯府嫡女，以后又会成为定北王府的世子妃，跟一个侍妾有什么好说的？季姐姐，我听说你在昌平姑母的赏花宴上做了一首诗，连孟公子都甘拜下风。今日是不是要大展身手，将玲珑公子的灯赢回来？郡主过奖了，赏花宴上不过是侥幸，今日这里不知聚集了多少才华横溢的人，我就不去班门弄斧了。季姐姐，你太谦虚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孟家公子认输呢。况且玲珑公子的情人灯1年才有一对，很难得呢。季姐姐真的不想要吗？我想要也没用啊，孟世子是指望不上的，我自己也是个半吊子，对弹琴作画一窍不通，怕是赢不了呢。这样啊。两人说着，外面突然有锣鼓响起来，原来是才艺比试开始了。今年的题目很简单，以七夕为名做一首诗，赢的人便可以得到灯。七姐姐是作诗哎，这不是你的强项吗？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要什么情人灯？想要找你的情郎去，明星便是赢了，灯也该是送我的。连城哥哥，你真讨厌，有了未婚妻就不向着我了。我自然是要向着自己的未婚妻的，而且我什么时候向着你了？连城哥哥，你真坏，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好的，你以后再也不要理我了。不好意思，康宁被他父王和母妃惯坏了，小孩子脾气，连城和季姑娘别放在心上。怎会？郡主年纪小，承受能力差些也是应当的。外面也渐渐热闹起来，有不少人开始跃跃欲试，写了诗呈了上去。哎，怎么那位孟公子也在？没什么好奇怪的，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他这样的沽名钓誉之徒。你就是嫉妒人家比你有才华吧？他回了盛京城才知道，孟听白10几岁就中了状元，才子的名声绝对是名不虚传。哼，才华是什么东西？能吃还是能喝？我需要嫉妒他？孟公子看起来挺好的。季姐姐，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怎么还跟别的男子眉来眼去呢？还是当着连城哥哥的面，这不好吧？阿成，我就是跟孟公子打个招呼，你不会介意吧？穆连城其实很介意。当然不介意。既然阿成都不介意，想必没什么不好吧？连城哥哥，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以后还是别理我了。
好了，云燕，你安静一会儿，咱们听听下面的诗作，看今年哪位有才之人能够胜出。大哥，我要今年的灯。今夜所有人做的诗都会由专门的人一首一首的读出来，供人品评。不得胡闹，那灯须得经是所有在场之人品评出来的诗作最好的人才能拿到，岂是你说要就能要的？我要告诉父王母妃去，哥哥也不疼我了，还跟别人一起欺负我。好妹妹，你哥哥不会说话，嫂子代他跟你道个歉。你实在想要那灯，咱们想想法子也就是了，快别哭了。你又来哄我，你倒说说有什么法子呀？好了，你别哭了，今夜无论谁拿到了灯，哥哥都花钱从他手上买来，这样可好？我就知道哥哥对我最好了。这一对灯能卖多少钱？穆连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这个钱你也要赚？宣王府的钱不赚白不赚。这玩意儿全天下就那么一对，自然是想卖多少钱就可以卖多少钱。季大姑娘，你跟连城哥哥说什么呢？是这样的，这毕竟是我跟阿成过的第一个七夕，我觉得是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所以我也想写首诗试试。若是能得了那灯，也能留着做个纪念。那你就试试吧。不过这可不是姑母的赏花会，每年都有各地的才子专门来呢。你若是输了，待会儿可别哭鼻子。怎么会？我身边已经有阿成了，要是输了，想必阿成也会补偿我的，对不对？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会为你找来的。季明星显然已经拿捏了对付他的诀窍，此时心中暗笑，当下真的写了一首诗交给了侍从。你有把握吗？文无第一，写得好不好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我还以为季姑娘胸有成竹呢。我便是写得不好，阿成也不会嫌弃我吧。萧云燕埋在心底的贱人2个字几乎要冲口而出，萧云燕怨毒的目光落在季明心的脸上。郡主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没有，你最好看了。郡主大概也看呆了。萧云燕倒是快气呆了。下面的人轮流念完了近100首诗，季明心抄袭秦观的那首《鹊桥仙》一出世，就惊艳了众人，被几位评委一致评为了最佳的一首。恭喜季大姑娘，多谢孟公子。这首词是这里所有人共同选出来的，在下并没有做什么，当不得姑娘一句谢。我不信，这么多诗没一首写的比你好，你刚刚跟孟听白眉来眼去的，一定是他在帮你作弊。你当爷是死的？我不管，我就要灯，大哥你答应我的。好妹妹，快别哭了，你哥哥答应你了，就一定会想办法的。季大姑娘，不知能否将灯让给舍妹？那灯我还没见到呢。姑娘想要什么？王府但凡有，都可以拿来换。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出缺什么。既然世子说了，我又不好拒绝，不如就按之前说的拿钱买吧，1万两。那灯我就忍痛割爱让给郡主了。1万两？也不缺钱，这灯留着吧，咱们一人一盏，日后也是一段佳话。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拿走。大哥，你答应过我的，今日若是不给我灯，我就死在这里。我要是死了，就是你们害的。笑死，死一边去，晦气！有话好好说，云烨是皇祖父亲封的郡主，真有个好歹，你也不好交代。怎么，你们宣王府是打算碰瓷？明星还是皇上亲自指给我的世子妃呢？康宁郡主如此不敬，难不成是对皇上有意见？我代舍妹向季姑娘道个歉，望姑娘见谅。我看郡主一直咄咄逼人，未必有心道歉。这种没什么诚意的话就不必说了。想要灯是吧？一支1万两，一对2万两，少1分爷都不卖。好的，灯我买了，不过钱要迟些日子送过去。能拖一时是一时，他就不信穆连成能跑到王府去要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身上实在没有带那么多银子，你能不能通融一些？我回府就将钱给你送去。哼，放心，我不会耍赖，收到银子自然会将灯给你送去。说完，带着季明心离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就是季东林的孙女，
小姑娘倒是钟灵毓秀，诗也做得不错。有缘人天注定，您这婚赐得好，自然是慧眼识珠。你这么说还真是。我记得这姑娘在昌平的赏花宴上也做了一首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诗听着有那么点儿定北王府的味道。成婚以后，连城若是能好好收收性子，这也算对得住定北王府了。2万两会不会太贵了？宣王府的人真的会买吗？真这么想赚那2万两？废话，有银子为什么不赚？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衣食住行哪一样不用钱？你说要钱做什么？放心吧，宣王府如今还不是萧长眼做主，他舍不得，别人可不一定。他虽是嫡长子，但谁都知道，王府最受宠的是康宁郡主萧云燕。生他的时候，王妃难产，好不容易才生出来，又生来患有胸痹之症。宣王和王妃恨不能将人捧在心尖上，刚满周岁就请封了郡主。饶是这样，太医也说过他活不了多久，所以他想要的，宣王府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拿到手。先前人们还说没有人愿意嫁给你，我看你挺招桃花的嘛。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先前就在宫宴上见过几次，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怎么，你吃醋？我还喝油呢，他不来找我麻烦，我管他对你有什么心思。他既然有这个心思，为什么不趁皇上给你指婚之前表明心迹，让皇上给你和他赐婚呢？傅家究竟教了你些什么，让你觉得女子能随便对男人表明心迹？且不说她的身子根本不适合成亲，皇上也不可能让定北王府跟皇子扯上关系。这样说来，萧云燕还挺可怜的。你还是担心自己吧。据我所知，被他盯上的人下场可不怎么好。哦，怎么个不好法？几年前一次宫宴上，也是一位宗室的郡主，不知为何跟他吵了2句嘴，他硬是当着众人的面逼得对方下跪道歉，后来还是长辈们出面才分解开。就这样，后来那位郡主被送去和亲了，对象是一个年近60的老人。你怎么知道事情跟萧云燕有关？就吵2句嘴，不至于吧？我专门派人查的，还有其他几件事，反正跟他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你日后需要小心些。世子，季姑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属下跟着季姑娘走了一段路，季姑娘要赏灯，突然加快了脚步，转了个身，就突然不见了。那我堂兄呢？季公子急疯了，正到处找人呢。人丢了有多长时间了？不到1刻钟，人一不见，属下就发了信号，让府中的人帮着找了。你抬起头来。季迎新到底怎么样了？别着急，暗卫应该很快就能审出来。至于你妹子，我先让人去传消息。要紧的是将人找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发信号，让自己的人一起找，就又有人来回说人找到了。大姐姐，有位禁卫军正好路过，及时救下了祭祀姑娘，并没有真的出事。见过穆世子，今日多谢你了。祭祀姑娘，刚刚情况紧急，在下都有冒犯，愿对姑娘负责。来日便让卿长上门提亲。你是因为同情我吗？自然不是，姑娘此刻只是狼狈些，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何须我同情？舍妹今日受了惊吓，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徐公子若有心，可否等几日？我们也需要同家中长辈商量。我能知道对舍妹动手的是什么人吗？是几个地痞流氓，我问过了，是收了他人的钱财，但他们也不知对方是什么人。我打晕过去了，季大姑娘可以随意处置。外面零星的脚步声传来，季明星看了穆连成一眼，穆连成直接走出去将人拦了下来。做什么？来的人不少，是禁卫军的人。见过穆世子。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是这样的，有人说这边有人在行不法之事，在下带人来看看。有人？什么人？穆世子，咱们在执行公务，有些话自然不便说，还请世子行个方便。这位是？在下禁卫军校尉王威。
宣王府世子妃的那个王，我倒不知道。皇上的禁卫军什么时候由宣王府说了算了？确实是有人说这里出了事，咱们才过来的。世子也不必攀扯宣王府，若是没什么，让咱们进去看一眼不就是了？世子，咱们就是进去看一眼，没有事儿大家都好。万一有什么事儿，也不至于酿成大错。哼，韩统领，给你一句劝，不该掺和的事别掺和，跟宣王府搅和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世子心里若没鬼，一直拦着咱们做什么？有事没事，进去看一眼便知。王公子这样急，是想看什么？穆世子别是在这巷子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哼，你要进去也行，若是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定北王府世代守卫边疆，世子定然不会任由坏人逍遥法外。您说没事，那定然是没有事儿。告辞。王威傻了眼，不过他手下还是有不少人留了下来。若是没什么，我自当向世子赔罪道歉。你做梦呢？得罪了本世子，赔个罪就完事了吗？那穆世子要怎样？本世子觉得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禁卫军校尉。若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就滚，把这位置让给有能力的人。好，这怎么可能？里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哼，我等着王校尉履行承诺哦。你若是说话不算数，可别怪我找到皇上面前。王威脸色涨红，冷哼了一声，带着人离开了。四妹妹不能这样回家，被二婶娘看出什么就麻烦了。我先带她去梳洗一番，劳烦你让人跟我堂兄说一声，人找到了，就是走迷路了，没有事，让他先回家吧。今日多谢您了。你跟我不必说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世子，您在说什么？没什么，回吧。徐公子的提亲，你怎么想？他说愿意娶我的时候，我好高兴，可偏偏被他看到了那样的一幕，我怎么还能配得上他？徐岩像天降的救星一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有多高兴就有多难过。他那样好，救了我，我却凭此赖上他，岂不会更让人看不起？今晚只是一个意外，况且他来得及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挽回之事。你有没有想过，他刚刚正好，没有早一刻也没有晚一刻出现在那里，就是你们的缘分呢？会是这样吗？自然。你看，你遇难正好来的是他，这不是缘分是什么？而且他看起来对你也有好感，不然以他的身份肯定经常救人，也没见他以前救了人就要娶回家，对不对？可是就算他愿意娶我，他家里人会同意吗？咱们家如今这样，我爹又是庶子，咱们家病势不好，也是有爵位在身的。你爹是庶出，可你是嫡出啊。而且二叔自己上进，完全不靠家里，考了进士还在稳步上升，咱呢不比任何人差。况且他一张口就知道你是祭祀姑娘，显然是之前就上了心的，又愿意求娶，你还有什么顾虑的？今日季迎新遇险，季明心心中十分的愧疚，不仅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意，更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十有八九是冲着他来的。季迎新是被他牵连了，这被我娘看出来，可怎么好？这事儿也不能全然瞒着二婶娘，避重就轻说一点。当然要重点说，徐公子英雄救美，其实赶到救了你。比起你的婚事，二婶娘想必不会纠结这些的。两个人收拾妥当，便立马启程回府。这是怎么了？咱们回去再说。对，先回家。季明心在路上已经交代了季迎新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这个时候也就不跟着去掺和了。回到屋里，立马换了男装，又出了宁德侯府。你来了？你是在等我吗？今夜的事若没个结果，你怕是睡不着吧？那几个地痞流氓可交代了什么？他们只是收钱办事，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将人处理掉了。倒是好手段，他们便是知道点什么也没用吧？这种事，难道我们能大张旗鼓去报官不成？是萧云燕。穆连成点头，都不用查。王家人出现的那一刻，这事儿就跟宣王府脱不了关系了。
我刚刚还是对他太客气了。灯他们买走了吗？我一回来就派人来取了，估计萧云燕回去闹腾的厉害。哎，你之前说的那个因为得罪萧云燕被送去和亲的郡主，是不是跟你有什么瓜葛？不过是我正好碰到他被欺负，出面说了2句。照你这么说，这些年他祸害的人应该不少，怎么还能安然无恙呢？你太小看宣王府的权势了。太子没了之后，宣王开始冒头，他本就是皇上的长子，不论权势还是身份，他如今都是众皇子之首。宣王府的郡主要做些什么，只要不是当众被人抓到把柄，还真没人能把他怎么样。那宣王府就这样纵着他为非作歹吗？世家贵族子弟做的龌龊事多了，对宣王府来说，这也算不得什么。我不会放过萧云燕的，只要我嫁给你，她便也不会放过我，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你打算怎么做？他不是有凶避之症吗？想法子下2回，让他多并发几次。且不说宣王府护卫森严，她又是王府最宝贵的小郡主，更是被护得滴水不漏。你要如何接触她？就算真吓到了人，王府也不会善罢甘休。可无论如何，王府都不会善罢甘休，难道就由着他这样害人？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报复到他。什么法子？我去请求皇上将我们的婚期提前，只要你嫁给我，就能气死他。这不合适吧？我爹没了这才多久，皇上也不可能同意的。这有什么不合适的？现在真正守3年孝不成亲的屈指可数，一般人家出了100天便可婚嫁，咱们这些人家麻烦些，通常也不过守1年，就让皇上将婚期定在明年，也能说得过去。你是早就想好了吧？这不是很正常吗？难不成你还真打算在家中守3年孝？这法子治标不治本，他活着就不能安分。若是个聪明人还好，总会有所顾忌。他蠢得肆无忌惮，谁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以前真没想到这个，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你别管了，以后发生什么当不知道就成了。主子，事情已经办妥。王维在回城的路上，当着众多下属的面摔下了马背，摔断了脖子。还有康宁郡主，属下回来的时候便听到宣王府叫了太医，应该是病发了。我知道了。穆连成嘴角勾起一抹自嘲，他其实在回来的一路上就想好了怎么处理今日之事。小姐，快别睡了，二夫人跟4小姐来了。大早上的，我们娘俩来打扰大姑娘了。二婶娘客气了。昨日4妹妹跟着我出门，却出了事。昨日辉根回来就跟我说了，她们兄妹并没有跟大姑娘一路。您离开前，穆世子甚至专门留了护卫，已经是尽力了。只是怪不得大姑娘，反而若不是穆世子那样快将她找到，后果怕是不堪设想。是我该谢2位。我跟4妹妹是姐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出了事，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今日二婶娘面前，我也不绕圈子。昨日4妹妹出事，确实是受我牵连。对方真正想要对付的人，是我。大姐姐，其实我昨晚就猜到了，但我知道，若是别人，不一定会像你那样全力救我。二婶娘不必多想，我这个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100倍讨回来；但若有人对我好，我也会100倍的还回去。4妹妹自我回来，就一直将我当姐姐。所以我也会把她当妹妹看待。昨晚欺负妹妹的那些人已经都收拾掉了，不会有一星半点的消息传出去。至于幕后的人，我也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就大姑娘这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况且云儿她也算因祸得福，就她那位……我知道二婶娘要说什么。这是昨晚事情发生后，我连夜让人查的关于那位公子的事情，家世、职位、品性大致都有，二婶娘可参考一二。那位公子昨晚便说了，愿对4妹妹负责，娶她为妻。二婶娘若是觉得可以，直接找人递话，让他上门提亲就是；若是无意，也可以直接拒绝。这么多，是穆世子查的吧？穆世子对大姐姐可真好。4妹妹回去也看看，日后万一成了，也能多了解了解自己未来的夫婿。大姐姐，你乱说什么？好了，我不乱说了。二婶娘还有什么疑问，都可一并说出来。这事儿能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吗？自然，这是关系4妹妹终身的事，岂能轻率？二婶娘自然应该细细思量。
我才这个年纪，哪里会看什么人？真有问题啊！误了四妹妹的终身，我日后还有何面目见二婶娘？一番话让宋氏的心中安定下来，向季明心道了谢，带着季迎新走了。怎么想起来我这儿得罪了宣王府，害怕了？祖父真厉害，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吃枪药了？我想请教祖父，您的亲孙女差点被欺负侮辱，您是怎么做到无动于衷的？傅氏死他无所谓，自己当初被送走他也随便。季景新失踪，他似乎全然没有当回事儿。嫡长子死了，大概也就悲伤了那么一会儿。不是有你在吗？季明心突然觉得有些无力。上次我跟你说的那场火中火油的来处，你查到了吗？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还来问我做什么？真是宣王府？你还真是猜的。不然呢？我没有想到是宣王府，你怎么猜到的？我昨晚见了宣王府的康宁郡主，因为对穆世子有执念，跟个神经病似的针对我。昨晚四妹妹的事情也是他做的，所以我就猜，当时让我爹死，说不定只是为了让我在家守孝，不能如期跟穆世子成婚。神经病，就是脑子有问题。我想了许久，都没有想明白宣王府突然对咱们家动手的原因，尤其是之后又突然没了动静，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祖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虽然有些离谱，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宣王府子女胡作非为至此，难成大器呀。他道了一声告退之后，直接退了出来。世子夫人现在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六小姐最近已经闹了好多回了，不是斥责下人，就是辱骂五夫人。她骂五婶娘做什么？难道五婶娘克扣他们母女的吃穿用度了？五夫人那么精明的人，哪里会做这种落人话柄的事？何况世子夫人刚刚守寡，她若是敢苛待寡嫂，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那是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啊？墙倒众人推呗。世子活着，世子夫人再不好，也是当家主母，下人们总会有那么几分顾忌。如今世子夫人眼看没了前程，尤其是三姑娘被抬走后，长房彻底没了指望，下人们自然也开始看低下菜。这让小姐回来之前还十分受宠的六姑娘如何能习惯？可她这么越折腾，以后的日子怕是越难过。内院的下人也确实闹得有些不像话了，六姑娘便是这么闹腾着，还指使不动呢。我好几次吃完饭在外面溜了一圈了，才见内院的人往大厨房去。都那个时候了，还能有什么热的？如今天热还好，到了冬日……世子夫人呢？许久没见世子夫人了，我去请个安吧。烂了心的小蹄子，打量我拿你没办法，看我今儿打不打你的脸！我错了，六姑娘饶了我吧！哼，你也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我也是长房的人，你们过得不好，我面上很好看吗？看你们的笑话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你来做什么？这是怎么了？还能怎么了？满府的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没人管，我连个小丫头都指使不动了。我娘病了让请大夫，说了多少遍都没有人来。不是我不去，上次大夫都说了，夫人的病治不好，上头交代了不让再请大夫。我娘还是世子夫人，她生病了凭什么不让人请大夫？我婶娘便是当了家，也没有这么糟蹋人的。行了，你拿一个小丫头出气能有什么用？带我去看看。季雪心犹豫了一下，你想好了，我或许是唯一能帮你的人。可你又为什么要帮我呢？我之前说了，我也是长房的人啊。更何况我们除了之前拌过2回嘴，有什么仇什么恨吗？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呢？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你们休想害我！娘，是我是雪儿，没有人害你。雪儿，你别怕，娘会保护你的。还有云儿，有妖怪来抓我了，你别过来，别过来！娘，是大姐姐来看你了。你娘这个样子多久了？快10来天了。三姐姐一走，娘亲就开始郁郁寡欢，时常一整日将自己关在屋中不出门。我以为她是担心姐姐去了王府过得不好，直到那日才发现娘亲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才觉得不对。
我当时就叫了大夫，可那大夫说这是癔症，治不好。自那以后，便连大夫都请不来了。我婶娘简直欺人太甚。那些日子，就是你娘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有接触过什么人吗？接触的人就是这院里的这些人啊，不过我娘现在一个都不认识了。你心里也清楚，这病是治不了的，对不对？可我娘难道以后就只能这样了吗？大姐姐，你有办法的是不是？你很快就要嫁到定北王府去了，家里没有人敢得罪你，我求你救救我娘行吗？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都可以。我也没有法子，你多陪陪你娘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我，别再跟下人们闹腾了。他们也不过是听命行事。季明心正要离开，突然听到高氏喃喃地念叨了一句话，他猛地回头盯着高氏问：“你刚刚说什么？”“别害我，别害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刚刚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好像听到他说什么假的，什么东西假的？我也不知道。看来这侯府还藏着很多的秘密。傍晚的时候，他收到穆连成的信，说找自己有事。他换了男装，径直去了定北王府。找我什么事？你有没有什么让人说真话的法子？有。那个刺客有些棘手，我的人什么法子都用了，还是撬不开嘴，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可以去问，但不能有其他人在场。活着不好吗？非要生不如死，反正都要死了，没什么想说的吗？其实你说不说也关系不大，反正没有你也会有别人。既然是刺杀，穆世子没死总要继续下去，你说是不是？哼，不会有其他刺客。看来你的目的原本就不是行刺。也是，这人的身手并不是最好，一击不中，连立马逃跑的本事都稀松。要说他最大的本事，大概是骨头硬吧。看来我又猜对了，你的主子根本没有下令让你刺杀穆世子，是你自己看机会难得，所以下了手。昨晚确实是个好时机，可惜行动仓促，本事不济，没能成功。若不是那个女人，我就成功了。连个女人都打不过，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呢？是你们下人太狡猾。下人？就在这个时候，季明心突然看向他的眼睛，四目相对，刺客仿佛一眼望进了深不见底的漩涡。你叫什么名字？刺客正要说话，突然浑身抽搐了起来。只见他脖颈间轻轻抱起，在地上扭成了一团，很快没了气息。世子，都这么久了，那位公子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我去看看，谁都别跟着。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真出事了。没有问出什么，人就死了。我是问你。我没事啊，不过是岔了口气，没什么大碍。你是在他身上找什么吗？一个记号或者什么，你好好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特殊的痕迹。他的右脚踝上有一个红色的印记。你要做什么？将尸体抛开看看。你难道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只见季明心出手利落，最后刀尖上挑出一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虫子。这是蛊虫？没错，这是南诏那边控制人的法子。那刺客原本要开口了，可是突然蛊虫发作，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就死了。你问出了什么？只有一件事，现在你应该也猜到了，他不是大夏人。你经常碰到这样的刺杀吗？是啊，刺杀对我来说真不稀奇，一年365日，总有那么300多次吧。有时候一天就能遇上3、5次，家常便饭了。不过到现在我还活着，而那些人都死了。虽然刺客没有机会说什么就死了，但我试探了一下，大概得出了一些结论。他应该跟宣王府没有关系，也不是专门来刺杀的，只是那时候机会刚刚好，便选择了冒险行事。这说明他可能盯着你很久了。蛊毒出自南疆，但我觉得背后的人未必就是南疆人。当然，若真的是，或许会更麻烦。这可能意味着南诏会有什么异动。是不是南疆人我不知道，但这样的人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他们的目标似乎不光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判断了这些人脚踝上的那个红色印记，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只能暂时将身边的人查一遍。圣京城的人太多了，我们查不过来，别人也不会同意。我父王回信了，他同意你的要求。那好，我回去做些准备。这一忙就将其他事情抛到了脑后。就这么又过了半月，
一个闪雷下着暴雨的夜晚，季雪星哭着敲开他的院门，高氏没了。季明心虽然早有预料，但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季明心没有心情为他人感慨，他有很多事情要忙，却没有想到生活从来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大小姐，您救救四少爷吧，他真的快死了。你妈没说怎么回事？四少爷刚热整整2日，请了大夫喝了药，没有半点用，我怕再这样耽搁下去就要没命了。这药是怎么回事？是大夫开的，可是哥现在已经喝不下去了。哼，幸好没喝下去，不然怕是已经没命了。这可是武夫人亲自请的大夫开的药啊！我给他吃了药，烧应该很快就能降下去了。但你们还是要不时拿湿毛巾帮他擦身体，水一定要是热的。我现在回去帮他煎点药，晚点再过来。老婆子和小丫头连忙跪下道谢。不必如此，他也算是我的弟弟，他俩老的老，小的小，你留下照应一下，别再出什么事了。再去看季景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醒了就好，先喝药。多谢大姐姐。不必拘谨，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才这么大点儿就没了爹娘，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这世上没爹没娘的多了，四少爷便是庶子，也好歹生在侯府，衣食无忧。比起外面那些连饭都吃不太饱的，不知好上了多少。小姐是怎么打算的？我需要有什么打算？我只是她没有出嫁的姐姐，这事儿轮不到我插手。别想那么多，日后能帮就帮上一把，剩下的就只能看她自己了。管闲事当然也是有后果的。第二日，季明心让白河又去给季景明送了一回药。小姐的药向来药到病除，四少爷人已经能下地了，还说要亲自来给小姐道谢呢。不过是举手之劳，没什么好谢的。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让他养好自己的身体再说。不过我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武夫人，武夫人看起来像是才知道四少爷病重，带着大夫过去，还跟我说四少爷的事是他的疏忽，以后不劳烦小姐了。那大夫怎么说？四少爷没让看，他说自己已经好了。武夫人也没法子，刚刚那个话就是出来的时候跟我说的。四少爷这么得罪武夫人，怕不是什么好事，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作为长房的最后一个男丁，无论得不得罪武夫人，他的日子都不会好过的。啊，那怎么办？武夫人何必的？四少爷只是一个小孩子。这样的环境里哪有什么真正的小孩子？放心吧，他比你以为的要坚强。今天他还有事，没有心思一直谈论这些，便换了衣服出门了。公子，好久不见了，坐下说。去漠北不比在江南，可能会有危险。我想了很久，觉得手下没有比你更能干的人，所以才将你叫了回来。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思。这些年借助公子的势力，我已经渐渐为父母族亲报了仇。那狗官死的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会唯公子之命是从。我这条命是公子的，公子不必多心。我自小生在江南，早就待够了，还从没去过漠北呢。还是公子有眼光有胆量，漠北遍地都是财富，我早就盯上了。可惜没有门路，如今正合我意。公子放心，此去我一定给您挣座金山回来。我会派人护着你的安全。去了北边，定北王府的人会跟你接应。生意上的事情我也不会插手，你只管放开手脚去做。有公子在，我从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只是定北王府那边……不用担心定北王府反口，这是定北王亲自允诺的。我答应了他们以后补上所缺军粮，这是交易。我就说公子以往从不插手粮食的事情，怎么今年让人在秋粮下来之前说过粮食？只要不是遇上年成不好，粮食的价格都不会太高。不管怎么说，这笔生意我们不亏。那是，我还从未见过公子做亏本的生意。你的能力我是放心的，但也不用太拼。咱们的钱已经足够花了，做这件事，我更多的是想缓和一下两国的矛盾，起码让百姓能过得好些。所以跟贵族交易的奢侈物品，怎么赚钱怎么来。至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只是不赔钱就可以了。这个度你自己把握。公子心善，在下明白。
两人谈完事，闲得无聊，霍云川拉着季明星去喝酒。我知道公子最喜欢喝酒了，我难得来京城一次，您就陪陪我们，就当给我送行了。我过几日就要去北边吃沙子了。不过他今天也不想回侯府，便顺着他的意思，两个人一起往满庭坊去了。我听说前些日子满庭坊里一位美人的朱叶拍出了5万两的高价，也不知美成什么样子。不过要说有钱，还得是盛京的权贵们。长得还成吧，不过若说倾国倾城，还是有些夸张。公子这样的长相，自然有资格看不上其他的美人。可我是男孩子啊，就算再美，也不会有人花5万两买我的朱叶的。公子，咱别掉钱眼里好吗？你是差5万两的人吗？哎呀，谢公子，好久不见。自上次您再没来过，可别是咱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哪里？是我家里管得严，出不来。啊，那您今日可要好好玩呀。不会是穆世子也在吧？可不是嘛，穆世子也刚来，正在碎星屋里，可要为公子通报一声。怎么，穆世子经常来找碎星姑娘吗？可不是呢，咱们碎星姑娘能有如今的身价，全亏了穆世子。你不是想见识一夜5万两的姑娘长什么样吗？公子现在就带你去看。那可真是太好了，果然跟着公子能长见识。这位公子真是有福，碎星姑娘可不是谁都能见的，好多人排着队的都见不到人呢。哦，这是个什么缘故？这位公子不是跟穆世子交好吗？怎么不知道他的规矩？但凡他看上的姑娘，那是不准别的男人碰的。是听过有这么回事儿，我还以为人们是以讹传讹，原来是真的吗？那他怎么不干脆为碎星姑娘赎身，好好的美人放在这种地方，只能看不能碰，那不是招人馋吗？公子年纪还小，不懂这其中的道理。有些东西呢，越是得不到，就越是让人牵挂。可见这位穆世子确实是个花丛高手。说话间，几个人走到碎星的房间。这位是？这是我的兄长霍云川。在下霍云川，见过穆世子。你既然是流云的兄长，便也是我的兄长，不必多礼。霍大哥他年纪没你大。啊，这样啊，霍小弟不必多礼。既然来了，一起坐吧。穆世子向来和蔼可亲，霍大哥不必拘谨，快坐吧，快尝尝。满庭芳的葡萄酒色泽艳丽，味道醇厚，不见苦涩，带有回甘，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酒。确实，你前些年胡闹酿的那几坛，我后来挖出来喝了，又酸又涩，味道着实不如这个。我酿酒的法子绝对没问题，味道不对是葡萄的品种问题。你们江南葡萄没有萨外的好。刘云对酒果然有研究，他说的确实不错。我也问过丽娘，她说这酒是从西域来的，咱们中原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味道总是差点。我就说吧，难怪这酒平时都不多见，今日也算跟穆世子沾光了。今日怎么想起来这里？霍大哥说想要看看5万两银子朱叶的女子有多美，我带她来见识一下。世子，怎么了？这也是沾了穆世子的光，我们自己来怕是见不到人的。哼，你以后来可以报我的名，想见谁都行。不对，你才多大，成天往这种地方跑，像什么样子？说的好像你自己这么大的时候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这算什么？几年前他才刚10来岁，就一个人跑到扬州的烟雨楼去调戏人家的花魁。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霍大哥，你怎么还拿出来说嘴？话说也不知道诗瑶姐姐怎么样呢，那才是真正仪态万方的美人啊。这位公子认识诗瑶？前些年去过扬州的人，不认识诗瑶的怕是少。怎么，你也认识她？做咱们这行的，不知道诗瑶姑娘大名的怕是也少。我不过随口说一句，你倒顺势怀念起美人来了。我成年累月给你当牛做马的，也不见你没事多想想我。哎，说什么呢？我之前让你娶个媳妇儿，好好歇歇日子，
是你自己不肯了呀。我连你的终身大事都关心上了，还要怎么想你？谁用你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了？该操心的不操心，也不知道你成日在想些什么。什么叫该操心的不操心？明明是你自己在无理取闹，一天天的单相思有用吗？我要是你，早就跟人姑娘表白去了，省得哪天人家嫁人了，你抱憾终身。说了又如何？我如今哪里配得上？你这副说都不敢说的窝囊样子，自然是配不上的。你喜欢的是哪家姑娘？若是有意，我让人帮你去说一声。这是我自己的私事，就不劳烦世子了。何况我不是就要离开圣经，归期不定，还是不耽误别人。你说这话，我就让别人去了，我可没有耽误你终身的意思。跟你没有关系，是我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说到底，是我们不合适。但愿你这一趟出去，能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倒是没看出来，你交友这样广泛。做生意嘛，什么样的人都会结识一些，但像霍大哥这样的确实是不多。他这样的什么样的？霍大哥人很好啊，性情爽快，能力出众。他帮了我之后，我轻松了很多呢。真不知道他喜欢的姑娘是什么样的，若是能看着他娶妻生子就好了。你操的心是有点多。怎么会？霍大哥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为他多想一些也是应该的呀。也许他并不需要。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我相信霍公子应该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我知道，我怕他当局者迷嘛，在这世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不容易，若是错过了，岂不可惜？若是那样，也没什么可惜的，只能说明他们没有缘分。岁星见似乎没有自己的事，起身告退了。真是个美人啊！怎么，吃醋了？我不会吃醋的，因为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在我选择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能做这圣京城最贤惠的女子。我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样子，但这意味着什么，你也应该清楚。意味着他们之间只有交易，没有感情。穆连成沉默，他发觉没有想明白的其实是自己。你们在说什么？不是说了来给我送行的吗？怎么反把我晾在一边？你自己都能把自己灌醉，还用我怎么招待？说什么呢？这才喝了多少？你忘了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天冷的不行，你非拉着我去喝酒，说喝了酒就暖和了。结果10斤的一坛酒，咱俩喝了多半坛，连家门都差点找不回去，最后还是青岭将咱俩扛回去的。那时候青岭还在，我收到信知道你要回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你没忘记。其实人生在世，没必要这么较真，他若活着也不像你这样。好了，你真是喝多了，话这么多。你真的变了，你以前从来不嫌我啰嗦的。我该回了，你也回吧，省得家里担心。我日后启程也别送了，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说不准我很快就能回来了。你不是总惦记着塞外的小肥羊吗？到时候我给你带几只回来，让你吃个够。说完，还没等季明星反应过来，径直往外走去了。这么看我做什么？没见过吗？没见过这样的你。还有霍云川说的会喝酒喝到找不着家门的你。那时候还小嘛，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凭着努力可以改变很多，后来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傻。你确实改变了很多。没有我，那些东西也会有人能弄出来的，可是我失去的却再也回不来了。青岭是为了救我死的，断尽穿心，死后都没有全尸。我时常想，其实该死的是我。对不起，不该跟你提这些。不必道歉，我们是要澄清的，你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说。我该告辞了，今日打扰你了。闲着也是闲着，你无聊可以常来。我没你以为的那么喜欢来这种地方。我知道。他回去倒头就睡。小姐，穆世子出事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我听说是跟人在满庭坊抢花魁，那姑娘叫什么碎星？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现在满圣京，谁不知道碎星是他的人？这次确实严重，出了人命啊！对方据说还是什么西楚的使臣，皇上都不能姑息。大理寺的人直接将人抓进了诏狱。人们都说穆世子这次说不好得偿命。怎么回事？好像是穆世子跟那使臣都喝多了，那使臣对碎星姑娘拉拉扯扯的，穆世子不乐意，2个人就打了起来。穆世子当场一个酒壶砸下去，
对方就没命了。有很多人都亲眼看到了。想来想去，他又换了男装出去了。季明星为了尽快见到穆连成，只好找了林云深。看来你在这里过得还不错。我只是没想到，第一个来看我的人，竟然会是你。大概是因为我跟定北王府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不需要想太多。不用担心，我父王不回来，没人敢动我。王爷若是回来了呢？我父王若是回来，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若是真的有什么阴谋，王爷回来怕是就晚了吧？而且如果对方的目的就是让王爷回京呢？依我看，这事儿越早解决越好。你不如现在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认为是我失手杀了人吗？你是觉得我傻？你若想杀人，法子多的是，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我觉得对方死得也很蹊跷。你想的没错，那人不是我杀的，他死于……你还记得那日暗牢里的人是怎么死的吗？那些人盯上你了？一开始应该不是，我猜他们专门培养了一批人，用来盯着京城的权贵。但那人突然触动蛊虫，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他们以为我知道了什么，所以才会设下这个圈套来对付我。所以现在只要证明人不是你杀死的，就能让你脱罪。这事儿你别插手，皇上一定会尽全力保我的，也是时候让皇上知道一些事情了。你这样不觉得矛盾吗？哼，这世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我从小就知道，皇上不希望我太出色，可他一样会送我去上书房读书。我跟皇子皇孙打架，他大多时候都会向着我。我第一次跟萧长言打架，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他还夸我虎父无犬子。这些年下来，他对我的影响比我父王都大，而且现在他在位的这些年，勤勤恳恳，没有一日的懈怠。不得不说，他其实是个好皇帝。你心里有打算就好，不过我提醒你，要速战速决，尤其是关键的政务尸体要看好。要知道，一旦尸体出了问题，你怕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出了赵玉，林云深还等在外面。我刚刚前来无事，问了问狱卒，对方说你是第一个来看穆世子的，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你们何时有了这样的交情？以前没有，以后说不定就有了。毕竟这世上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定北王府搭上线？要知道，王爷常年不在京城，穆世子就是个草包，除了吃喝嫖赌，一无是处。会投他也是本事啊，他有这么个身份，就可以吃喝嫖赌一辈子，这有什么不好的？他若是真能吃喝嫖赌一辈子，我也服他。可眼看着他世子的地位摇摇欲坠，王府里郡主出的其他几位公子都极其出色，这样下去，他连王府都撑不起来。谁知道这个世子的位置还能坐多久？这世上的事，谁能说得准呢？也是，或许他连这一次都撑不过去。我听说他杀的那个使臣是西楚的一位皇子，这事儿怕是不好了结。不是一个使臣吗？怎么又变成皇子了？本来就是一个皇子，这不是皇上的千秋马上就要到了吗？各国贺寿的使臣就陆续到盛京了。西楚为了表达对皇上的敬重，专门派了一位皇子出使，谁知道刚来就出事儿了。你还知道些什么吗？死的是西楚的哪位皇子？西楚的使臣团现在怎么说？是西楚的八皇子。你也知道，楚皇别的不行，生儿子倒是挺厉害的。如今西楚光是成年的皇子就有10几个，八皇子若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他跟西楚太子是同胞兄弟。至于西楚使臣团，他们能说什么？自然是使劲将罪名往穆世子身上推，毕竟死了一位皇子，他们这些人回去也不好交代。你现在还打算跟穆世子扯上关系吗？穆世子是怎么得罪你了吗？你想多了，我跟穆世子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何谈得罪？更何况我是哪个牌面上的人物，能让穆连成来得罪？随便你怎么说吧，今日之事麻烦你了，在前面路口将我放下吧。队伍用完就扔，难不成你还指着穆世子能好好出来？有病回去好好吃药，别在大街上乱发病。说完自己跳下了马车。哈哈，担心穆连成？小舅舅都知道了。想不知道也难，这估计是如今京城闹得最厉害的一件事了。就是厨房煮菜的阿婶，一大早出门都听了一耳朵。果然是有人在推波助澜，只是不知道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呀，该傻的时候倒是挺聪明，该聪明的时候又总喜欢犯傻。
对付穆连成本身就很用了，还需要什么目的吗？不仅能离间皇上和定北王府的关系，更能离间定北王府内部的关系，这不是很好吗？皇上和定北王府的关系还需要离间吗？本质上当然不需要，但细微处还是有差别的。穆世子顽劣不是一日两日了，王爷真想管教，将人带到边境，战场上几个回合下来，什么样的纨绔管教不下来？可他始终没有这么做，你当是为了什么？因为爱着皇上的面子，皇上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对穆连成也是有愧疚的。这愧疚就表现在对他的纵容上。人们都说皇上对穆世子好，就是这个缘故。对，所以不管是为什么让自己心安，还是为了安定定北王的心，皇上都是想尽办法保穆连成的，这点你不用怀疑。我倒不是怀疑皇上，只是担心幕后的人。我现在怀疑有那么一批人藏在暗处，想要搅弄风雨。穆连成的事情怕只是个开始。你说的非常有可能，这也算是穆连成倒霉，不过这是难免的。不管是他的身份还是性格，都很适合拿来做文章。若我是西楚或者南诏的人，想要做什么，怕是也会选择他作为突破口。这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吗？那小舅舅接下来会做什么？这是很常规的思路，你想不到，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身在局中。丫头，从你决定嫁给穆连成的那一刻，就应该明白，很多事情是避不开的。我知道你将婚姻当作交易，可别说夫妻之间很多东西根本说不清，便真的只是交易。这世上又有多少交易能够清清楚楚？穆连成能带给你的便利，怕是你之前想象不到的。同时，这也会伴随着风险。定北王府随时会出事，你想好到时候要如何自处了吗？你应该知道，穆连成他是个人，不是一个工具。你真的想好怎样跟他相处了吗？我会好好跟他相处，会对他好，做一个完美贤惠的世子妃。你嫁给别人也会这样，对不对？你会做一个完美贤惠的夫人，跟嫁谁没有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对穆连成并不公平？我会弥补他的，如果他需要。你来找我是不放心穆连成，还是有什么想法要我帮忙？我担心夜长梦多，尸体若是出了意外，穆连成怕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穆连成既然自己有打算，你应该相信他。我当然相信他呀，我只是担心幕后的人在这期间有什么动作，所以想让小舅舅帮忙盯着些尸体，最好还有能接触到尸体的可疑之人。你这个机灵鬼，想的倒是挺好，想顺藤摸瓜找出幕后的人。有这么一批人盯着，想想就不自在。能将人挖出来，为什么不干？是他们自己先冒头的。你觉得对方可能是什么人？什么人都有可能，懂南诏的蛊毒之术，所以有可能是南诏人，但也有可能是他国之人借蛊毒之术害人，那就很有可能是这次借机生事的西楚人。当然事情直指定北王府，更有可能是漠北人。一旦定北王府出事，漠北受到的影响肯定是最直接的。还有一点你没有说，有可能是这三国联合起来在生事，而且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我就说我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嘛，这么小的一件事也能成这么大，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你不是想不到，你是懒，不愿意去想。我相信真的遇到了事，你会比任何女子处理的都好。小舅舅，你真是太高看我了，山外高山，楼外楼，这世上厉害的人啊多了去了。即使这样，我有时候依旧担心自己小看了你。事情交给我，你回去好好待着，别到处乱跑了。如今盯着这件事的人太多了，让人发现其中有你的身影，不是好事。你谢流云的这个身份可经不起查。麻烦小舅舅了。你如今也学会跟我客气了，真说起来，我的命都是你救的，为你做这么点事儿算什么？何况这事儿对我未必就全没好处。季明星跟傅长安在一起待了近乎10年，听他说这话，知道是不高兴了，也不再说什么，连忙告了辞离开了。现在穆世子这件事盯着的人太多了，咱们真的要插手吗？一个不小心说不得会暴露自己。就是因为
盯着的人多，反而容易浑水摸鱼。我们便是什么都不做，你以为那些人便会放过我？要知道，我的存在对他们来说都是威胁。知道我活着，不知道多少人睡不好呢。为了这一点，我也犯不着将自己隐藏得太好。公子的身份自然是要让人知道的，可不是现在吧？您真的准备好了吗？唉，哪有什么准备好的时候？我这副身子能活多久还是个未知数。想那么多做什么？有机会能做一些事，便做一些吧。我便是没有以后，明儿好歹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让他能活得轻快些也是好的。那咱们从哪里做起？跟姬大姑娘交代的那般，盯着尸体。皇上不会让人动尸体的，谁若是动了尸体，就要做好给穆连城顶罪。我们从西楚的使臣入手。小姐回来的可真及时，刚刚老侯爷那边的人来请您，我说你一会儿就过去，正要想法子出去找您呢。不用担心，这侯府的事怕是鲜少能瞒得过老侯爷的眼睛。我出去的事他十有八九已是知道的，硬是晚去一会儿也不会有事的。你这个时候去赵玉，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想去就去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我倒是没看出来，你什么时候对穆连城有这样深的感情了？有没有感情有什么关系？他是我的未婚夫啊，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我以后嫁谁去？凭你的能耐，想嫁谁不成？祖父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我是要跟你说，别去插手穆世子的事情。父他刚回盛京，如今示弱，万一不小心暴露了什么，怕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祖父想多了，小舅舅愿意插手的事情我拦不住，他若是不愿插手，我也说不动他。更何况穆连城出事，着急的是定北王府和皇上，这事儿还轮不到我插手。确实是我多虑了，难怪他那样看重你。季明心没有多说什么，告辞着出来了。他回到自己的院子，才问白芍：“老侯爷的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就小姐回来前不久。这世上有没有什么蛊虫，能够隔空控制人？一旦对方说某些话，就会发作。有是有，但是这样的蛊虫极难炼成，想要成功，必须是蛊术极高之人。而且这是王氏的不密之传，一般人是不会的。王氏？没错，王氏。而且还必须是王氏的嫡系，才有资格接触这样的秘术。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我这些日子碰到了2桩这样的事，其中一具尸体被我剖开了，心脏上有一只蛊虫，所以我来问问你。2桩？要控制1只蛊虫已经是极为不易了。我听你的意思，似乎有人专门用蛊毒控制人。我怀疑有人用这样的法子控制了一批人，用来为他们办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有办法将那些被蛊虫控制的人找出来吗？有是有，但是这蛊虫已经被控制了，即便找出来也没什么用，除非将人都弄死。这样的蛊虫极有可能控制人的心智。我有办法反过来将人控制住，但是这法子只能用1次，暂时用不着，先看看情况吧。那日晚一些，便传来老夫人重病的消息，季明心被专门点名去侍疾。老夫人的身体确实不大好，一天到晚的没什么精神，看到季明心更是没什么好脸色。大姐姐何必呢？祖母终究是长辈，你跟她过不去，最后为难的还是自己。万一有一点关于姐姐不孝的说法传出去，你以后可怎么办呢？祖母无论如何都看我不顺眼，我也没有办法啊。她非要说我不孝，我能怎么办？大姐姐生了一颗七窍玲珑心，真要想讨好一个人，哪里会没办法？祖母看你不顺眼，不过是因为父亲的事情，你说上几句服软的话也就是了。大姐姐其实一直都在怨恨祖父祖母，还有父亲母亲，是吗？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怨恨，那就是自己过得不好时。我这些年虽然寄人篱下，但过得其实很好。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很疼我，还有几位舅舅，都怜我自幼丧母，竭尽全力的对我好。我觉得就算是在这府中长大，
我也不会过得那样好。我过得很好，所以并不怨恨，但也没有多少感情就是了。老夫人想要我跟寻常的孙女一般，承欢膝下，言听计从，怕是很难。可祖母年纪大了，大姐姐何必跟她计较？不是我要跟她计较，是她不肯放过我呀。吃个饭都不能安安分分，现在这样子怪谁？说不得是报应呢。你有功夫也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事儿，别一门心思扑在老夫人身上。需要的时候，她未必会为你做主。人呢，永远都要靠着自己。像大姐姐这样吗？祖母和你恨得牙痒痒，却没有半点法子。这纯属是她自己想不开。一家人有什么必要呢？大姐姐的世界很大，所以看到的事情也很多。可祖母不一样，她一辈子都困在这个院子里，所以觉得你的一点点忤逆就是天大的事情。这一招开窍，招人喜欢多了。没有依仗的人总会比别人懂事一些吧。大姐姐刚刚说在外祖家过得很好，但再好又怎样？他们对你再好也不是你的依靠，所以大姐姐才会让自己变得这样强大，对不对？是我多心了。你这样聪明，以后自会好好的。我自然会好好的。我娘的事情还没有好好谢过大姐姐。今日我闲来无事，绣了条帕子，大姐姐若不嫌弃就收下吧，全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季明星回到自己的院子，拿着那条帕子翻来覆去的看。好鲜亮的火计，小姐这帕子是从哪儿来的？以前没见过呢。季明星将季雪心的话说了一遍。虽然如此，我总觉得他想借此告诉我些什么，只是一时没个头绪。小姐能让我看看吗？小姐，你看这里。原来这帕子上的图案是用不同的丝线绣成的，所以对着光便呈现出不同的色泽来。你有没有办法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确定一个人身上有没有那种蛊虫？有的。明日你跟着我去老夫人那里。你的意思是老夫人那里有人被控制了？我也不确定。第二天一早，季明星前所未有的积极的去给老夫人示急。小姐，有。别轻举妄动，等我一会儿想个办法会会她。老夫人今日想好好歇歇，大姑娘先回去吧。这话正中季明星的下怀，直奔刚刚白河指的方向而去。季明星在其中一间有些阴暗的屋子里找到了藏在其中的人。请大姑娘安。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的奉主子的命来找东西。你主子是谁？来找什么东西？如今祖母病着，这院中的事情都由身边的老妈妈做主，我怎么没听说有人来找东西？你该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我说说吧，来做什么的？你不说也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本来就是来送死的，不过我是不会让你死的。他将清玄招了过来，吩咐他带着人亲自跑一趟大理寺，要告这人光天化日擒到侯府来刺杀我，着重提醒对方他脚踝处的印记。还有，如果要审问，一定要当着西楚使臣的面审。事情果然如季明星所料，他报官没有多久，西楚八皇子死于蛊虫的消息便传了出来。季明星待在侯府里，都能感觉到外面形势的紧张。穆连成到的时候，季明星坐在檐下看书，他刚从诏狱出来，梳洗了一下就赶过来了。这次多谢了。你不嫌我多事就好。生气了？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资格。说到底，是我自己多管闲事，没有我，你也不会有事的。唉，真生气了呀？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只是觉得你应该不会同意我这么做。是我想错了。你办事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自己，你有足够的把握就可以去做，没有必要管我会不会同意。要知道，我不是你，不可能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你对皇上和朝廷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所以我便下意识地瞒了你。可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批被蛊虫控制的人潜伏在盛京城的达官显贵身边，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日看到了西楚八皇子，我就知道机会来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上有蛊虫？这些使臣一入盛京，我便派人盯着了。那之前我身边的一个暗卫在八皇子沐浴的时候，正好无意中看到了他脚踝上的印记。所以真正怂恿他去满庭芳的人是你？我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查到他怎么会中了蛊虫，但对方在他的身上放了这样的蛊虫，本就是要生事的。与其等对方算计，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有人想要趁着皇上的千秋生事。很显然，而且背后不只有一拨人。我刚刚得到消息，这次不止西楚来了八皇子，漠北都来了一位公主，甚至南诏的圣女也会来。公主？圣女？皇上年纪大了，漠北的公主不成不是奔着他来的，想来会在几位皇孙中选择一个和亲，而南诏的圣女是不会嫁人的，应该只是单纯来出使。南诏没有人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圣女出使？这种事以前有吗？说起来，这确实是南诏圣女第一次出使。有精通蛊毒的人告诉我，使用蛊虫控制人是南诏王室的秘法，从不外传。所以蛊虫这事跟南诏圣女脱不了关系。哼，你身边的那个叫白河的婢女，不仅是南诏人，应该还出身王室。你大约没有注意过，你那个婢女的眼睛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是南诏王室特有的标志。季明心确实不知道，但他知道白河的眼睛做过处理，那点些微的不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哼，就是因为处理过，所以才更引人怀疑。你身边的几个丫头，除了那个喜欢咋咋呼呼的，我目前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其他几个看起来都不一般。我劝你尽量别让他们出现在人前。多谢你的提醒。哼，皇上最近忙，但千秋宴上说不定会召见你，你别害怕，我会托贵妃娘娘照顾你。皇上的千秋宴，我有资格参加？侯府的人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但你如今是我的未婚妻，自然会收到帖子。不能不去吗？不能装病？恐怕不行，而且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你迟早都是要见人。我又不是怕见人，只是觉得宴无好宴，更何况皇上为何会召见我？这个嘛，我父王不在，皇上亲自下旨为我赐的婚，他肯定要看看给我赐了个什么人。你不用担心，皇上不会为难你。我一点都不担心，堂堂一国之君，想必也不会专门来为难我一个小女子。半寸棉的事情，你还是没有进展吗？你想趁着进宫的机会探查半寸棉的事情，不行吗？当年东宫案爆发，事后宣王获益最多，所以我怀疑半寸棉跟贤妃有关。他入宫多年，生有皇长子宣王，背景实力雄厚，确实是最有可能得到半寸棉的人。但是探查了这些日子，一无所获。是你查不到，还是他没有做？这不好说，毕竟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不太好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如果我查不到，那么你也一定查不到。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贤妃。如果真的不是贤妃，那对方一定隐藏得很深。我建议你别轻举妄动，否则一朝打草惊蛇，很有可能会引来杀人之祸。可是小舅舅的身体等不了了。等不了也得等，你别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深宫里能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你是功夫不错，可若论阴谋诡计，却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你若是出了事，你小舅舅又要怎么办？难不成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的人还在调查当年你小舅舅被圈禁期间接触过他的人，应该很快就会有线索，你再等等。说起来，你这个丫头真不错，这一手做饭的手艺跟皇宫的御厨有的一拼。哼，你倒是会吃。穆连成冲季明心意有所指，我眼光也很好。皇上千秋的这日，季明心一早就被丫头拉起来梳妆打扮。穆连成怕他不懂宫中的忌讳，在前几日就送来了衣服和整套的首饰。穆世子还挺有眼光的，这身衣服跟小姐很配，最重要的是这套首饰虽然贵重，但低调不显眼。这只簪子有些眼熟，小姐似乎有一只差不多的。碧玉簪子嘛，成色差不多的看起来都一个样。你穿这身很好看。你也很好看，比我好看。这是我们府上厨子的拿手绝活，别的地方吃不着。你先吃点垫垫肚子，进了宫，入口的东西都要谨慎，能不吃便不吃。皇上不好女色，皇后娘娘去世后就再没有封后。后宫的高位嫔妃，像贵妃娘娘、贤妃、容妃这些，都是前底旧人。这些年新晋得宠的只有一个熹嫔，就是上次跟你在一起的凌云深的亲姐姐，你应该知道。你想说什么？也没什么，只是我后来听说皇上想起给你我赐婚，还多亏了熹嫔的提醒。是我让他提醒皇上的，你不是早就想到了吗？
皇上迟迟不肯为你指婚，除了你自己反对之外，最重要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的身份够，家里又没有什么权势，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完全退出了朝堂，所以我觉得皇上应该会觉得我很合适。你倒是比那些在朝堂上混了多年的人都了解皇上。这又不是什么难猜的事情，何况皇上对你有歉意，又不愿意委屈你。纪云馨之前也算是颇有薄名，皇上大概唯一没有算到的就是他其实脑子不好使。也幸好他的脑子不好使，不然就没你什么事了。你想什么呢？你是我看上的人，用掉了跟西平的人情才得来的婚事，怎么可能会便宜纪云馨？他便是没有跟萧长眼勾搭，我也会想办法让他放弃这门婚事的。也幸好是你，其实如果是他，这门婚事10有8九也不会成。你为什么要送我这套首饰？他的话题转移的猝不及防，穆连成愣了一下。你不是着急着要查半寸棉的事情吗？那只碧玉簪是先太子妃的，已经过去10几年，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了，但跟当年东宫案有关的人一定会注意。你想拿我钓鱼？其实我还是想找一个更稳妥的法子，但你等不及了。我总不能看着你贸然行事，最后救不了人，说不定还会把自己都搭进去。不管怎样，谢谢你。你跟我似乎格外爱客气。这不叫客气，叫礼貌。你说什么就什么吧，一会儿进了宫千万小心。你家里没有其他的家眷入宫，一个人更要当心。我已经跟贵妃娘娘说了，让她照顾你。不过她今日要接见进宫来请安的命妇，怕是会顾不过来。你到底在担心什么？皇宫也不是龙潭虎穴，谁还能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害我不成？你不知道，深宫里的女子实在让人防不胜防，更不用说今日人多眼杂，那些人心中不知道有多少算计，还是小心为妙。你不用这样看我，这也算不得什么。那些皇子皇孙看着光鲜尊贵，其实活得比我还小心，没心眼的早就坟前都长草了。当然，只要你守着规矩别乱来，真出了事儿也不用怕。说到底，你是担心我乱来。两个人说话的功夫，马车已经驶到了皇宫的门口。纪明星跳下马车的那一瞬间，觉得有目光似乎在盯着自己。康宁郡主萧云燕，有没有觉得他想将你的手砍下来带回去珍藏？是你想将我的手砍下来收藏吧？他不是病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我不过是想办法诱发了他的病。宣王府有大夫常年守着，又有各种珍奇的药物吊着，好得快也正常。我有预感，今日不会太平。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招惹他？什么叫我招惹他？明明是你招惹的他，何况我便是不气他，他难道就会放过我了？既然他无论如何都看我不顺眼，我为什么要让他好过呢？唉，怎么就气不死他呢？他从小病到大，太医总说他活不长，好几次晕厥过去，太医都说没救了，可还是硬撑了过来。所以他看着身子弱，心智其实比正常人还要坚定，哪里会轻易就被气死？我不过白感慨这么一句，这样的人不能打不能骂，还时不时出来恶心人，实在是个麻烦。我亲自送你去贵妃娘娘那里，你就待在娘娘的身边，不要走开。萧云燕不敢在贵妃娘娘面前放肆。贵妃娘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娘娘性格温和，脾气很好，对宫中的皇子皇女都一视同仁，掌管后宫多年，几乎从未出过错。皇上对她也多有敬重。应该是个聪明通透的人吧？皇上其实并不是很宠爱她，可她似乎也不难过，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待在凤仪宫里养花看书。娘娘这样很好，娘娘应该会喜欢你。两人一路小声说着话，进了凤仪宫。奴婢见过世子爷，纪大姑娘。嬷嬷快请起，您怎么亲自出来了？娘娘可好？世子爷千叮咛万嘱咐，生怕纪大姑娘今日受委屈，娘娘岂能不放在心上？一早就惦念着呢。奴婢怕下面那些不懂事的冲撞了纪大姑娘，便亲自来接了。辛苦嬷嬷了，我进去给娘娘请个安。纪明星跟在穆连成的身后，落落大方地对着众人行礼。快起来，我瞧瞧，果然是个美人，难怪让这臭小子这么上心。皇上这个婚迟得好。娘娘此言差矣，娶妻娶贤岂能只看相貌？还没成婚就跟未来夫婿勾勾搭搭，这也不是大家的体统。
王妃娘娘此言差矣。我们虽未成婚，但有皇上的赐婚圣旨，便是走得近些也无妨。不像有些人未婚先孕，那才叫不成体统。庶子无礼！世人皆知，我是母妃亲自教养长大的。母妃自己也曾多次说过，待我比待自己亲生的孩儿还好。王妃却说我无礼，这不是在说母妃不会教养吗？好了，你一个男子跟长辈斗嘴是什么毛病？没得又让人说你的不是，快出去吧。今日是皇上千秋，不许生事，不然皇上训斥你的时候，我可不帮着你。娘娘说的是，你今日就跟在贵妃娘娘身边好了，娘娘人可好了，不用害怕。臭小子，就知道给我找事。不过总算是长大了，知道疼媳妇了。放心吧，人我给你看着，保证不会少一根毫毛。快坐到我身边来，一步别离开，不然少了一根头发，那臭小子回来还不得把我的凤仪宫掀翻。多谢娘娘。你是个好孩子，眼光也好，可见是个有福气的。世子对我是极好的。哼，大家闺秀还没成婚呢，说什么好不好的？果然是商户养大的，上不得台面。而且我听说你生儿克母，皇上刚下旨赐婚，又没了父亲，这算什么福气？可别是个命硬的吧？皇妃慎言，这婚事是皇上赐下的。钦天监监正亲自合的八字，说季大姑娘是福禄双全的命格，与连城更是天作之合。您说这样的话，是在质疑皇上和钦天监？妾身不敢。你头一次进宫，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或者我跟前伺候的人。有不长眼的冲撞了你，只管跟我说，别怕麻烦。你不说，事后连城知道了也是要闹的。接下来，信阳王妃闭了嘴，没多久就告辞出去了。不必拘谨，跟在家里一样。连城那个臭小子时常来我这里蹭饭，可一点都不客气。多谢娘娘。一会儿事情还很多，我若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你体谅。娘娘言重了，是世子小题大做，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的。难得见他这样紧张一个人，看来你们相处得很好。是挺好的，毕竟穆世子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之前说的不错，你果然是个有福气的。别听外面那些人风言风语，连城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说什么纨绔，其实也就是能闹腾了一些。后来他名声越来越坏，其实是跟定北王府那个女人脱不了干系。就他还有脸说对连城比对自己的孩儿好，不过是纵着连城惹事闯祸而已。这世上哪有什么对原配嫡子视若己出的继母？定是有，也不可能是定北王妃这种用不正当的手段算计着嫁进王府的人。见微知著，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连城那臭小子平日里胡闹惯了，正经事儿上总算靠谱了一回。连城的母亲虽然出身江湖，但性格爽朗大方，跟我很是投缘。定北王对她一往情深，夫妻俩感情极好，成婚2年府上都没有其他妻妾。谁知他竟然是个命薄的，连城一出生就没了。定北王还为亡妻守孝期间在宫宴上被算计，他倒是运气好，只那么一次，竟然就怀了孕。硬是用肚子里那块肉，逼着定北王松口娶了她。这样不知廉耻的贱人，能是什么好东西？连城是男子，又是晚辈，不好跟你说这些，我便都跟你说了，省得你以后嫁过去吃亏。那女人成日装成一副伪善的模样，最会骗人了。多谢娘娘指教，我日后一定不会被骗的。我虽然不敢说有识人之明，但见多了，总还是能看出那么几分。你这丫头是头一个我看不出深浅的，想来能骗过你这双眼睛的人不多。娘娘谬赞了，你这个鬼灵精，骗我说了这么多，还跟我装蒜。那些都是娘娘自己说的，我可没有骗您。得了便宜还卖乖，人果然是要讲究眼缘的。我见了你就觉得喜欢，忍不住想跟你多说一些，怕你以后吃亏，也怕连城过不好。若是那样的话，我以后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见他娘亲。娘娘放心，我们以后会好好的。宁贵妃望着她头上的簪子，神色复杂道：“那就好。你头一次进宫，如今御花园风景正好，你也去逛逛。我拨2个人跟着你，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季明心答应了下来，她也不想一直待在贵妃这里，等皇上的千秋宴开始。走了没多久，就有一个小宫女上前行了一礼道：“这位可是宁德侯府的季大姑娘。”
我家主子想见一见，不知是否方便？我是季大姑娘，不知你家主子是哪位？是熹嫔娘娘。既然如此，我去一趟就是了。你们在这边等我吧。明心跟着那个小宫女一路走来，却越走越偏僻。熹嫔不是很受宠吗？怎么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就快到了，姑娘快走吧。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奴婢之前说了，是熹嫔娘娘召见姑娘啊。熹嫔无缘无故召见我做什么？姑娘去了就知道了。行，那你带路吧。很快走到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宫殿，季明星果断的一个手刀将人打晕，拖到了一边，然后用轻功飞身上前，偷偷的往宫殿里边望去。果然在宫殿偏僻的一角，看到一男一女在衣衫凌乱的纠缠在一起，抵死缠绵。宣王府世子和宫妃私通，这简直是天大的丑闻。我刚刚明明看到毛团往这边来了，怎么突然不见了？或许是你看错了，这地方这么偏远，鬼都没有一个，猫怎么会来？猫哪管什么偏远不偏远的，说不定就在前面的宫殿里呢。毛团，快出来！季明心正想着这怕不是巧合，突然感到背后有人掠了过来。是我。顾清泽的速度很快，从说话声响起到推开大殿的门，不过转瞬之间，里面的两个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这个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跑出去了。我们该怎么办？没事，他们不会随便乱说的。萧长眼在他转身的瞬间，将腰带缠上了他的脖子。咱们相好一场，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说着，手上猛地一使劲儿，那女子双眼一翻，停止了挣扎。萧长眼将人扔在地上，然后穿上衣服，果断地离去了。他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宫中杀人抛尸，皇上不会追究吗？当然会，他这么做只是笃定查不到他的身上罢了。刚才那么多人亲眼目睹，这还不容易？他一定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据。那么多人亲眼目睹，却没有证据。你怎么会来这里？顾清泽也是你叫来的？头一次进宫，我有些不放心，所以让人看着你先。刚刚有人传信说你被人带到了这边，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萧长眼之前在这里跟黎平私会的时候，我碰到过一次。所以你就叫顾清泽带了一群人过来。可是捉奸捉双，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要放过他，还让他害死一个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丽萍是必死无疑的，而萧长眼可回转的余地却很大。而且今日是皇上的千秋宴，这事儿闹出来，虽然萧长眼得不了好，撞到事情的顾清泽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还有那些无意撞破这件事的人，可能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那就这么让他逃脱吗？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不是早就知道萧长眼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那个妹妹是运气好，其余跟她有牵扯的女子，事后发现被骗，自寻短见的也不是没有。她不还是好好的？只要她一日还是宣王府的世子，这种事就奈何不了她。说到底，这些女子都是自愿的。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将你带来这里的人是谁？他突然想起刚刚那个宫女，连忙看向他将人弄晕的地方，却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是我的失误。刚刚有个宫女说熹嫔召见我，我虽然心中明白蹊跷，但想着过来看看也没什么，对方总不至于在皇宫里谋害我，于是就跟了过来。有谁知道你跟熹嫔认识吗？按理说熹嫔自己都不知道，跟她认识的时候我穿的男装，我的男装你也见过，一般人不可能看出什么来，就算她真的知道了，也应该不会想见我的。但幕后的人一定知道你和熹嫔的关系，不然也不会用这个理由引你来。我也这么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意思了。原本我还怀疑是萧云燕呢，毕竟这计谋算不上高深，简单粗暴，如今看来又不像他了。我也觉得是萧云燕，而且我现在还觉得是萧云燕。你太小看她了，这件事需要知道你和熹嫔的关系，萧长眼和丽嫔的关系，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很少，萧云燕偏偏是最有可能知道的。哼，你和熹嫔也不是无迹可寻，皇上给我们赐婚的事出于熹嫔的提议，这件事我能查得到，你说一直关注我的萧云燕能不能查到？可皇上赐婚最初不是冲着我来的呀。我知道了，今日是我大意了，谢谢你。不用生气，这个仇一会儿我帮你讨回来。这种事怎么讨回来？而且想要动他不容易吧？
我之前提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哎，他到底是有什么毛病？自己又没办法嫁给你，祸害我有什么用？别乌鸦嘴，他有办法嫁，我也不会娶。别猜了，事情究竟怎么样，我会查清楚的。现在先送你回贵妃娘娘那里。贵妃今日忙得很，我一个人在她宫中待着也闷得慌。你有空的话，陪我逛一会儿吧。我没事，只是不想别人说你。没事儿，想挑刺的人，我平时做的再完美，也能说出我的不是来。季明心突然想起年贵妃身上那特异的香味儿，小声的对穆连成说了一遍：“你觉得贵妃娘娘知道吗？”其实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小吧。我父王偶尔回京，我闯了祸，怕被收拾，就躲在贵妃的宫中。她对我很温柔，看着我闹腾，反而会特别开心。我知道，她其实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后来贵妃娘娘一直没有过身孕，也请太医看过，都说没什么问题，只需要好好保养身体，以至于后来娘娘就连太医都懒得看了。她其实是个很聪慧的女子，我猜她应该是知道的。那我要跟娘娘说一声吗？那药用久了会对身体不好。今日实在不是个好时机，要不以后再说吧，或者我找个机会偷偷跟娘娘说一声。那你说吧，估计你说出来，娘娘还更愿意相信一些。你说出来，贵妃娘娘也不会不相信，只是这个事……我知道这种事不好说，娘娘总归跟你亲近一些的。两人正说着话，有一行人朝这边走了过来。哎，你是谁？我听说你们大夏的贵人都喜欢养面首，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是哪个公主的面首吧？诺敏公主，你别瞎说，这位是定北王府的世子，不是什么面首。哈？你说什么？他就是定北王的儿子？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定北王的儿子不应该跟他一样是个英雄吗？穆世子常年在盛京，并没有上过战场。我听说你们中原有句话叫虎父无犬子，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啊。公主是觉得北京有一个定北王不够，还需要一个跟定北王一样厉害的定北王世子吗？你是谁啊？本公主跟定北王世子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插嘴？她是我的未婚妻，也是定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既然公主自视甚高，觉得我定北王府的人没有资格同你讲话，那我们便不打扰了。说完也不等众人反应，一把拉着季明心离开了。这个穆世子挺特别的嘛。我有预感，这个诺敏公主会是个大麻烦。哼，不必担心，她若是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保证让她后悔来这一趟。关于这个诺敏公主，你知道些什么？漠北虽然建立了王庭，但本质上还是蛮族。按他们的习俗，只有大妃生出的孩子是王子公主，其他帐下的女奴生育的子女也是奴隶。这个诺敏公主的生母并不是大妃，是来大夏前才被临时册封的公主，专门用来和亲的。可是无论如何，这个诺敏公主确实是漠北王室册封的公主，她想要做点什么还是很容易的。一个女子能做的很有限，她若是真的和亲，不管嫁给谁，都会很快被关在后院，行动受到监视和控制，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活下去，要取决于大夏和漠北之间的关系。咱俩在一块的时间长了，总归不像话，不如我还是回凤仪宫吧。之前是我思虑不周，千秋宴马上就要开了，娘娘操办整个宴会，这个时候怕是更忙，顾不上了。我今日没什么事情，便一直陪着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宴会。也不用这样谨慎吧，要是真的发生什么，我们也不是应对不了。不是应付不应付的事情，而是今日情况特殊，皇上的千秋宴若是出事，就不会是小事，闹起来对你的名声不好，也会影响皇上对你的印象。你知道我不在意那些的，而且皇上对我的印象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关系吧。即使真的是那样，你也不能掉以轻心，皇上是个很厉害的人。我知道，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反正众所周知，我们今日一直都待在一起，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刻意分开，反而落人话柄。季明心听了，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两个人并肩一同出现在了永兴殿。真哥儿，你又胡闹。反正他早晚都要坐到我的身边，如今不过是提前一些，有什么关系？你也就罢了，季大姑娘还在校期，
你这样置人家于何地？不过这么简短的2句话，季明心就体会到了这位继母的厉害，真的不是一般的绿茶白花能比的。她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自然是将她当作妻子，定北王府的世子妃看待的。她没有嫌弃过我的名声不好，日后若是有人说她什么，我也不会当回事儿。哈哈哈哈哈哈！连城这话说得好，臭小子果然是长大了，变得有担当了。他跟着所有人跪下行礼，这是他来到这个时代这么久，他第一次双膝跪地参拜一个人。看来连城很满意朕的赐婚。陛下英明，你指的人自然是最好的。今日是皇上的千秋，大伙儿都等着呢。您倒是先关心起连城的婚事来了。我看季大姑娘很好，皇上这婚事确实指得不错。我听说这2人今日一整日都黏在一起，贵妃平日最讲规矩，今日怎么不说说他们？连城什么性格，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说有什么用？何况已有婚约的2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是见面说说话，也算不得什么不合规矩吧。照朕说，他这性子就是你惯的，自小闯了什么祸都替他兜着，难怪他有恃无恐。皇上这话就有些偏颇了，臣妾可没有拦着您罚他，您倒是罚呀。皇上，您既然已经赐婚了，不如将我们的婚期也提前吧。我成了婚之后，说不定就能懂事了。你说什么混账话？季大姑娘还在校期，哪有这个时候提前婚期的？她的校已经出了前3个月，这个时候成婚的也不是没有先例。皇上，我这次是来和亲的，可以自己选择要嫁的人吗？公主果然心直口快，性子豪爽，不知你想嫁给谁？诺敏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伸手指着穆连城，我想嫁给他。哦，公主知道他是谁吗？为什么要嫁给他？因为他长得好看呀，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看的人呢，嫁给他就可以天天看这张脸了，一定会很幸福。你怎么说？我刚刚说了呀，我想提前娶季大姑娘。公主也听到了，穆世子已经有婚约了。他们不是还没成亲吗？没有成亲就不算夫妻吧？我听说你们大夏成亲了还可以和离呢。不得不说，这位公主是有备而来。比起一般连大夏的官话都说不明白的漠北人，她对大夏了解得很充分。不好吧？我们大夏人讲究守信，已经有了婚约，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轻易毁约的。而且你也看到了，穆世子并没有娶你的意愿。可现在并不是一般情况啊！我是漠北的公主，和亲是要结2国之好，难道不比一个婚约要重要吗？何况您才是大夏的皇帝，难道您不能让他娶我吗？皇上，不知可否容臣女说几句话？你说。公主，首先我要说的是，我跟穆世子本就是皇上赐婚的，您现在不是在逼穆世子毁约，而是在逼皇上毁约。其次，您是要嫁到大夏来，就要遵守大夏的规矩。我们大夏人娶妻讲究德容严恭，公主这样的，这位姑娘严重了，我并没有逼大夏皇帝的意思，只是觉得对穆世子来说，我才是更好的成婚人选。定北王府世代守卫大夏，我想比起什么温良贤淑，世子妃更需要文武双全。至于姑娘说的那些，我也可以学的啊。公主的意思是，若是有一日定北王府需要，你会将手中的刀剑指向自己的同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那公主你文武双全有什么用呢？定北王府能用到武的地方，也就只有在战场上了。世子应该知道，2国相交不是儿戏。难道你要看着这个女子毁掉2国的盟约吗？我不娶你，你们漠北就要毁掉2国的盟约吗？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漠北王的意思？我本来就是为了2国邦交来和亲的，难道这不是盟约的一部分？你也知道自己是来和亲的，和亲不是选妇吗？我大夏的男儿，还轮不到你来挑拣。诺敏是出于爱慕才想嫁给世子的，世子为何这样出言羞辱？这难道就是你们大夏的待客之道？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先出言羞辱本世子的？
你说本世子是面首的时候，本世子跟你计较了吗？这还不够待客之道。在明知道我有未婚妻的情况下，还以和亲之名逼着我娶你，这样寡廉鲜耻的女子，本世子从未见过。你既然自己都不要脸了，还怕什么羞辱？你，糯米是真心想要嫁给定北王世子的，还请皇上成全。这个穆世子不愿意娶你，朕也不能强求吧。何况姬大姑娘也是朕指婚的，你知道朕是皇帝，不能出尔反尔的。皇上，我真的想嫁给穆世子，求您看在两国情谊的份上，成全我吧。我也不求您收回之前的赐婚旨意。大夏的男人不是可以同时娶2个女子吗？我不介意跟那位姑娘一起嫁过去。哼，自己贴上来的，我可不要。谁知道干不干净？这么上赶，一看就没安好心。不得不说，穆连成是真敢说呀。糯米几乎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很快流着泪跑出了大殿。今日是皇上的千秋宴，都这个时候了，该开席了。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容后再议吧。定北王常年驻守在边疆，对这孩子疏于管教，才让他长成了这副性子。朕回头会好好管教他的，还请各位见谅。宴会进行得很顺利，一直到结束都没有再出什么意外。宴会结束以后，时间已经不早了，众人散尽，皇上让穆连成留下。我让人先送你回去，别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季明心走出宫门的那一刻，回头望了一眼如巨兽般隐没在夜色中的皇宫，只觉得风雨欲来。小姐总算回来了，小姐在宫里肯定没有吃好，我留了您最爱吃的糯米小圆子，下锅就能吃，我这就去煮。小姐，是发现了什么吗？没事，就是有些累罢了。时候不早了，你们都去歇着吧。穆连成还想要和他提前成亲，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他们提前成亲？不知为什么，季明心突然想到了自己那个便宜爹的去世。如果他们提前成了亲，这个丧事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他的心头猛地一震。就是这个时候，窗户上传来动静。你走门不行吗？为什么总喜欢跳窗户呢？习惯了。算了，你怎么这么快？皇上答应了让我们提前成婚。提前至什么时候？婚事要准备的事情很多，纵然提前，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谁知穆连成的下一句话让他彻底的愣住了。7日后。怎么会这样急？对不起，要委屈你了。到底出了什么事？边境今日刚传回的信，我父王遇刺，重伤。有多重？是要我嫁过去冲喜吗？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根据王府暗卫传回来的信息，情况不容乐观。怎么会？送回来的信上说，是父王身边出现了叛徒，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皇上怎么说？皇上希望我继承定北王府，接掌父王手上的兵权。穆连成说的有些艰难，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是怎么样的重负。可你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皇上能放心吗？只要我姓穆，是父王的儿子就可以。那么我们成亲后，我需要跟你一起去北疆吗？如果你想留在京城，也可以。比起在京城王府中跟王妃勾心斗角，我更愿意去北疆。北疆比不得盛京城，环境艰苦不说，还很危险。放心吧，我有钱，在哪里都能过得好的。何况我原也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女子，危险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当然，我们刚刚讨论的只是最糟糕的情况，也有可能父王的伤势并没有那么严重。定北王遇刺的事情是谁做的？现在有眉目了吗？对方到底想做什么？没有，但那叛徒似乎是朝廷派去的监军。皇上向我解释了这件事，说会彻查。皇上不可能派人去刺杀定北王，他恐怕才是最不愿意看到如今这局面的人。我怎么觉得这像是有人在故意挑拨离间？很显然，就是有人在挑拨离间。而且我父王出事，北疆极有可能会出现动乱，这事肯定跟漠北脱不了关系。那个诺敏公主究竟想做什么？看她今日的表现，不像是想要嫁给你，更像是要惹你厌恶，死活不娶她。她是被逼的，有人让她嫁给我，她不愿意，只好做出咄咄逼人的样子，以表示自己尽力了。所以是让她嫁给你的人还在查，但也不一定。有人想浑水摸鱼，现在正在搅乱一池浑水。无论如何，
我们怕是没有多少安静的日子可以过了。随便吧，什么日子不是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但我必须在离开圣京城之前解决掉小舅舅身上的毒，他的身体真的不能再拖了。今日宴会之上，能到的妃嫔几乎都到了。我观察了一下，将目光放在你头上的簪子上的，除了昌平公主，倒是还有一个人。谁？容妃。是生了平王的容妃吗？今日好像没有见到平王世子妃。你关注她做什么？你是我精心挑选的夫婿，跟你有关的女子我都很关注啊。也不算有关吧。当初皇上也未必想让我娶护国公的嫡女，我觉得更像是在试探，所以便拒绝了。那你见过那位平王世子妃吗？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她嫁给平王世子之后，在宫宴上见过几次。若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大概就是长得好。她以前被评为京城第一美女。他总算明白皇上给穆连成选世子妃的思路了。这个大概是皇上误会了什么。你承认棉花素柳，也不怪皇上会误会啊。我哪有棉花素柳？那些女人我一个都没有碰过，好不好？所以会是容妃吗？我已经让人去查了，但这个恐怕不太好查。容妃出身浣衣局，一次偶然被皇上宠幸，并怀上了龙种，后来被封了美人。这些年虽然步步高升，坐上了妃位，但其实并不算太受宠。不过他们母子俩一向低调，在宫中的人缘不错。那怎么办？我们没有时间了。这几日我会尽力去查，实在不行，我们就赌一把。怎么赌？给平王下毒。你手上总有些别人解不了的毒吧？一命换一命，看容妃会不会露出马脚。可若不是容妃母子呢？对方清理的太过干净，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宫里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手段。容妃之前是我忽略她了，想来别人也跟我一样，所以她是最有可能的。可给平王下毒？哼，皇宫里谁的手上又是干净的？今日丽嫔是怎么死的？你没有看到吗？发生在皇宫的事情，你说皇上知不知道？这是我在蜀中研制半寸棉时配制出来的，毒发的症状跟半寸棉有几分相像，不过它比半寸棉发作起来更快，而且也更痛苦。多久毒发？我用香做了药引，中毒后只要闻到香味就会毒发，没有我亲手配制的解药，3日后就没救了。里面的香只要点燃了闻一会儿就好。这件事交给我，3日之内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一开始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复杂，这件事算我欠你的。说什么欠不欠？你嫁给我之后就知道，日后还是我会拖累你更多。皇上明日早朝应该就会公布我父王遇刺的消息，同时也会下旨让我们婚期提前。时间这么急，一切自有内务府操办，你只要等着成亲就好了。啊，那个诺敏得了消息，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你避着不见就是了。你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吧，不用担心我，我能应付得了。好，你今日也累了，早点休息吧。说完，他深深地看了季明心一眼，转头出去了。小姐可是在等什么？如果没有意外，这个时候也该来了。大姑娘，有人来咱们府上传圣旨了，叫您出去接旨呢。知道了。传旨的太监看到人来了，也不废话，当即开始宣布旨意。定北王重伤，季明心和穆连成要在7日内完婚。你跟我来。老侯也没有带他去厅堂，而是去了书房。怎么，有喜欢的？我听说你私下没事儿的时候经常看书，这是个好习惯。祖父藏书疾风，这里有些孤本我还没有看过。那些孤本可是我费尽心思寻来的，别说你了，外面多少鸿儒都没有见过。我这一屋子书，满府没有一个爱看的，没想到你倒是个例外。有什么看上的，只管拿去看便是了。多谢祖父。定北王遇刺的事情你怎么看？祖父问我这个做什么？这等国家大事，我能怎么看？当然，若是站在我的角度，只能说我似乎有些倒霉。回圣经才多久，自己亲爹没了，订了婚约的公爹也受了重伤，估计之后又要有不好听的流言了，是我给家里丢人了。
在我面前你就不必装了。我听说昨日千秋宴开之前，穆世子就将皇上将你们的婚期提前。凭你跟他的关系，定北王遇刺之事你早就知道了吧？祖父想多了，我这些日子一直待在自己的院子里，跟穆世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定北王遇刺这样的大事，我也是刚刚接旨的时候才知道的。我老了，这府中日后还要靠你们这些后辈。我知道你对我跟你祖母颇有怨言，对府上的其他人更是没有半点感情，这也难怪。当初是我们对不住你，可你应该清楚，没有娘家支撑，你便是嫁到王府，日子也不会好过。祖父多虑了，我怎么也不会忘记自己姓什么的。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唉，这家里像你这么聪明的实在太少了，否则也不会这样的乌烟瘴气。祖父言重了，咱们家已经算和睦了。哼，你如今关起门来，日子倒是过得舒心，也是别人争得死去活来的那点子东西，也入不了你的眼。祖父何出此言呢？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若是贸然插手家中之事，不说别人，便是吴婶娘那里也说不过去啊。祖父今日似乎心情不好。罢了，我跟你扯这些做什么？只是这婚期突然提前，还是定北王受了重伤的这个档口，我有些不放心你。多谢祖父关心。其实自接了圣旨，孙女这心里也很不安稳。定北王常年征战，想来受伤是常有的事，往常也没听见什么异样。可这回皇上这样着急让世子成婚，该不会是不行了吧？祖父，这些都是我自己瞎想的，您就当没有听到吧。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对着外人可别乱说。行了，时间紧急，你先回去准备吧。是。季明心应了一声，告退出了有悔斋。侯爷叫您做什么？没什么，这不是婚期突然提前了吗？祖父有些不放心，便叮嘱了我几句。啊，可算找着大姑娘了，我们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哎，大姑娘可算来了，要我说，咱们府上也该办办喜事儿，沾点喜气了。恭喜姑娘！只是要劳烦吴婶娘了。哎，快别这么说，这本是应当应分的。只是我年纪轻，又没有操办过这样的事，若是出了什么漏子，还要你多担待。吴婶娘太过谦了，您自从长家以来，并从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可见能力不凡。侄女自然是信任您的。大姑娘有福，要嫁到王府去，这是咱们府中的喜事。可这日子定得太急，现在准备什么都来不及，可也不能因此委屈了姑娘。我是个笨的，姑娘若是有什么打算，还请明示一二。是我的错，忘了跟婶娘说一声。昨日在宴会上，穆世子跟我说了，婚事家中怕是操办不齐，他会求皇上让内务府一并办了。咱们府上有个大致的体统也就是了。正是目瞪口呆，内务府操办婚事，这可是公主才有的待遇。婶娘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姑娘可真是好福气。那就借婶娘的吉言了。季明心正准备告辞离开，只听外面隐约传来一阵吵嚷声。外面怎么回事？大好的日子，吵吵嚷嚷的做什么？是漠北的诺敏公主来了，不进门，非要大姑娘出去见她。这是怎么说的？她一个外族公主，见大姑娘做什么？昨晚在宴会上见过的。她说清末穆世子想要跟我一起加入定北王府，皇上没有答应。我出去看看，不知公主找我有什么事呢？哼，你真是好本事！昨晚我就说了要嫁给穆世子，可是一觉醒来，你们竟然要在7日后成婚了。你们大夏人不是很注重孝道吗？你爹死了才多久，你就这么着急嫁人？圣旨上已经说了呀，是钦天监算的吉日，为了给定北王冲喜。我以为公主很清楚呢。你们大夏皇帝是怎么想的？竟然会让你这种刚死了爹的晦气人冲喜，能冲出什么喜来？公主跟我说这个也没用啊，这婚事是皇上赐下的，提前婚期也是皇上的意思，我只能遵命行事。
您若是有什么不满，可以去找皇上。我听说你们大夏男子纳妾，只要妻子同意即可。我要做穆世子的妾室，想来你同意便行，用不着去问你们的皇帝。实在不好意思，公主身份特殊，我做不了这个主，您还是去问皇上吧。说完，转身便要回府。诺敏一急，伸手就要抓季明心，哪知季明心反应奇快，几乎是一个闪身就已经到了离他几步之外的地方。他这一闪神的功夫，季明心已经带着丫头婆子回了府。诺敏倒也不生气，只是看着不远处的刚刚驶来的一辆马车，嘴角翘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你若是没有看到，那也怪不了我。八皇子死在盛京一事，目前还没有定论。大夏的定北王世子虽然被抓了现行，可仵作已经验过，殿下是死于蛊虫，跟穆世子并没有关系。如今大夏将责任都推到了南诏人身上，毕竟蛊虫那玩意儿是他们的看家本事，可这种事南诏人自然也不会忍，所以现在还在僵持，没有充足的证据，南诏人肯定不会接茬。咱们若一定要大夏给一个交代，怕也难。太子殿下怕是不知道，这宁德侯府的季大姑娘便是穆世子的未婚妻。穆世子被关到诏狱的时候，正是他在府中发现了同样身中蛊虫的刺客，官府顺着那刺客查到了八皇子的真实死因。那是漠北的诺敏吧？他来这里做什么？这位诺敏公主也不知道发什么疯，昨天在宴会上公然说自己爱慕定北王府的穆世子，要嫁给穆世子。穆世子已经有婚约了，当场就拒绝了，想来是不甘心，又来纠缠穆世子的未婚妻了。您说这位诺敏公主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大夏皇帝怎么可能让定北王府的世子娶漠北的公主？那个穆世子但凡不是个傻的，也不敢娶她吧。楚凌云却没有就他的话发表评论，依旧沉默着一言不发。温浩看着马车拐入一个小巷，殿下不去见大夏的皇帝吗？我来盛京的事情你先别宣扬，老八的事情你盯着就行了。人是死在盛京的，大夏无论如何都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属下明白。他下了马车之后，回头看了一眼进入一座宅子的马车，不由得感慨：果真是天家无情啊！季明心处理完诺敏的事，回到自己的院子，没多大功夫，穆连成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奴婢去看看库房收拾的怎么样了。小姐，您自己先歇一会儿。到了一些事，之前没有确定，所以没跟你说。是容妃，虽然是问句，语气却很肯定。我之前查到了一个当年在千秋殿当值的宫女，跟容妃一样，出自浣衣局，在东宫案不久后死了。今早我埋在宫中的暗线送回来信息，那宫女的死跟容妃有关。所以现在确定是容妃。虽然还没有查到更具体的，但事情太久了，我们可能也查不到当初的事情了。现在知道的这些也够用了。你给我的药，我已经下到了平王身上。这么快？哼，也不是多难的事情。我刚刚进宫去谢恩，在贵妃娘娘那里正好碰上了平王，天时地利人和，可见老天都在帮我。这样会不会连累贵妃娘娘了？我都跟贵妃娘娘说了，当然没有提东宫的事，只说平王得罪了我，我下点药跟他开个玩笑，不会真的让他出事。可如果真的出了事呢？不会的，容妃当年做了那样的事，可想而知有多大的野心，怎么可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出事？穆连成沉默了下来。季明心见穆连成还没有打算走，便说起了刚刚诺敏来的事情。你说他到底想做什么？叶国公主自请做妾，脑子里进水了吗？而且硬是要我出去，可也没有纠缠，我回来之后就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比你还清白，不可能是爱慕我，我反倒觉得他像是冲着你来的。你说什么呢？我可是真心想要嫁给你的。哼，若是早知会是现在的局面，我当初一定不会跟你做交易。现在他们要成婚了，他反而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对是错。对了，西楚的太子来了，对方似乎不想泄露行踪，目前知道的人不多。不过这位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八皇子的案子说不准要生出什么波折。我们似乎还没有见过那位南诏的圣女，她不是来给圣上贺寿的吗？昨日为何没有出现呢？自来了盛京就没有出过门，说是水土不服，
身子不适。所以他到底来圣京做什么来了？没什么好想的，有人在背后搅弄风云，我们看着便是。你只管安心的备驾，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穆连成说完转身离去。季明星看着外面不知什么时候阴沉下来的天空，心中莫名生出一丝不安来。如今天气凉了，小姐别总是站在窗口吹风，这马上要成亲了，万一得了风寒可怎么好？我的身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生过病啊？说起这个，他自己先愣住了。白芍也意识到了什么，迟疑了半晌，还是忍不住问：小姐真的要嫁给穆世子吗？小姐最爱的事情就是赚钱，您总说凭自己的身价，便是一辈子不嫁人也能衣食无忧，可现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您便是要嫁人，也该嫁个自己喜欢的呀。我不会再喜欢什么人了，所以嫁谁都没有区别。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他起身换了男装，对着几个丫头交代了一句：我出去一趟，你们不必等我。哼，婚期定的这样急，你不在府中备驾，跑出来做什么？你当初跟容妃和平王有什么过节吗？过节？最大的过节大约就是我挡了他们的路吧。你一直都知道给你下药的是容妃。丫头，我早就说过，我不希望你卷进这些事情中。当年的事哪里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东宫谋逆案是所有人包括皇上在内众望所归的结果。太子这个位置天然就是个靶子，谁坐在那里，谁就是众矢之的。我是想的简单，因为我不在乎那些复杂的事情，我只想让你活下来。小啾啾，你究竟明不明白？横竖我已经卷进来了，而且以后只会越陷越深。我就是拼死也要为你制出解药的。唉，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呢？你就告诉我吧，省得我像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哭呢？到底说不说？你哭得我心都乱了，怎么敢不说？时候不早了，该用膳了，边用膳边说吧。我这里还有几坛好酒，你可以喝2杯。你以前从不许我喝酒的，如今你对我都这般不信任了吗？我不过是觉得今时不同往日，你都是要嫁人的人了，喝点酒也没什么，难不成我还能害你？小舅舅，你别在意，实在是回了圣京之后，看谁都不像好人。我怎么会跟你计较？圣京城这些人也确实是辛苦你了，早说让你在蜀中踏踏实实找个人嫁了，你不听。现在可以说了吧？说复杂，其实也不是多复杂的事情，大部分的事情你应该能想到。谋逆不过是个借口，皇上那时候还年富力壮，太子却已经长成。我爹当时其实已经知道不好了，可下面盯着的人太多了，根本退无可退。那你……是我母妃拼死去求的皇上，那晚也下着很大的雨，他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看到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让我一定要活下去，当晚他就自尽了。我母妃死后，他下了圣旨，说我年幼无辜，将我关了起来，毒也就是那个时候被下的。其实是后宫的谁都不奇怪，在所有人眼中留下我就是个隐患。可为什么是容妃呢？大概她最容易动手吧。那时候我虽然被关起来了，可无数双眼睛盯着，想做手脚并不容易。如果是这样，容妃做事应该会很谨慎，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那宣王府的人又是怎么知道半错眠的？他们之前将师傅关起来，似乎就是为了这件事。贤妃应该也有参与吧，甚至可能就是他逼着容妃做的。这些我也没有查清楚，只知道银神医是为了找到半错眠的配方才回京城的，大概是不小心露了马脚，让宣王府的人察觉到了什么，所以将人关了起来。不过银神医应该什么都没有说，不然现在傅家早就不存在了。我祖父呢？你跟他很早前就有联系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傅长安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你在怀疑什么？我觉得我祖父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当年确实是他将我救出宫的，
我也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些年是有一些联系。不过，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只知道他是我父亲信重之人，手上应该掌握着东宫残留的一些势力。那些势力不应该交给你吗？这些年确实是陆陆续续交给我一些，但我猜东宫留下的势力不止这些。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别想那么多了，真要说起来，千头万绪，说个1年半载也未必说得完呢。我怎么觉得你今日有些反常啊？竟然亲手给我倒酒，我都受宠若惊了。你小时候我还喂你吃饭呢，也没见你觉得受宠若惊过。想想你当初刚到傅家的时候，才刚刚5岁，转眼就要嫁人了，以后怕是没什么机会跟你一同吃饭喝酒了。不过就是嫁个人，怎么让你们说的好像我要跳火坑一样？横竖都在圣经，以后想见面啊，有的是时间，只要将你身上的毒解了。你说的对，我大约是上了年纪，没事儿也开始胡思乱想。小舅舅才多大，如今风华正茂，说什么上了年纪，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真的要嫁给穆连成吗？为什么这样问？婚期马上就要到了，我从不曾犹疑。之前你每年都要在外面跑几圈，可今年年初回来病了一场，就再不爱出门了，然后很快定下了嫁人的事，甚至自己选好了夫婿。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没说，但小舅舅还是知道了什么吧？你自小便是个有主意的人，心智坚定，运筹帷幄，不输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对你产生那样大的影响。明心，喜欢一个人是骗不了人的，你确定自己不会后悔吗？小舅舅，我当时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让自己再落入那样的境地了。我不会爱上穆连成，也不会再伤心痛苦，这不是很好吗？他这明显要断情绝爱的模样，让傅长安突然有些不忍心。我只是不希望你意气用事，或者为我牺牲自己的幸福。你还小，以后的日子会很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只是误会，如果那个人后悔了呢？你或许可以。小舅舅，那都跟我没有关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头的。小舅舅不用觉得我是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我想要嫁人，不是穆连成也会是别人，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他了。我不该说这些，你别见怪。我知道小舅舅是为我好，不知是触动了心事，还是酒喝得太多了，季明星很快睡去。你都听到了？你刚刚是故意说那些的。是啊，我就是故意的。所以现在你还要娶她吗？当然要娶，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嫁我不是因为不喜欢我，现在不过是知道的更多了一些，这也没什么，毕竟都过去了。我要的是她的以后。就当我枉做小人吧。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为了你身上的毒，他可能不会下定决心回圣经，也不会用心谋划这一桩婚事。我在酒中下了安神的药，他今日应该确实心神不宁，不然凭他的医术，不可能连喝了几杯酒都没有发现。我的人今晚会行动，不管成败都不会牵连你们。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定北王别添乱了，定北王重伤，情况不明，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定北王府和你。我给你送信，也不过是想着现在趁乱将这件事办了，省得明心这丫头嫁了人还不得安心，并没有要你帮忙的意思。那就祝你马到功成。这注定是一个让很多人不得安眠的夜晚，可是季明心却是难得的睡了一个好觉。醒了。小舅舅，你为什么给我下安神药？我若是想要害你，你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小舅舅，怎么可能？我就是想要告诉你，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你看，我今日能给你下安神药，验知明日不会下穿肠的毒药。明心受教了。不过是提醒你一下，圣经如今的形势有些复杂，且不说定北王府如何，皇上
终究老了。我该回去了。去吧，最近没什么事，就别乱跑了。婚期马上就到了，别节外生枝。却不知傅长安在他离开后，闭着眼轻声说道：“可别说我没有帮你。”人跟丢了。京城的另一座宅子里，楚凌云冷眼看着跪在下面的人，神色不明地问：“是那位小公子的轻功极好，属下不及。”他的轻功确实是极好的，他既然出现在那里，就一定还会出现。多派些人一起守着，一有消息立马来回我。这边季明星浑然不知有人正翻遍了盛京城找他，你还知道回来呢？季明星突然有种夜不归宿的渣男被空守闺房的妻子抓住的心虚感。小姐，您到底去哪里了呀？怎么也不知道捎个话回来，咱们都担心您出事了。这可是在天子脚下，我能出什么事啊？你就仗着自己的功夫好，胡作非为吧。这盛京城藏龙卧虎着呢，我看你迟早有翻车的一天。看着点我好吧，我若是出了事，你也逃不掉。小姐回来了就好，饿不饿？我去做吃的。弄点汤汤水水的吧。小姐又喝酒了？我去看了看小舅舅，便跟他喝了几杯。昨晚是在小舅舅那里睡的，没什么事。季明星回到屋里，思索了片刻，坐到书案前提笔写了封信。他刚将信封好，穆连成就又来了。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事情成了，半寸棉拿到了。这东西放了多久了？容妃说这是当年剩下的，这么说来，有10几年了吧？这药不能用？我也不是要用它，只是从中分析一下成分和剂量，应该问题不大。多谢你了。没什么，这原本就是我答应你的。若是能配出解药，你也算了了一桩心事。虽然他并没有做什么，可之前答应了傅长安不会告诉季明星真相，这个时候自然不会多嘴。容妃那边似乎有些太顺利了。哼，容妃自己做贼心虚，一听说平王毒发的样子，就乱了分寸。不过放心，他不知道动手的人是谁，平王身上的毒也已经解了，容妃不敢追究。道谢就不必了，不过6日后就是婚期，我再问你一句，你确定要嫁给我吗？都这个时候了，难道我还能反悔吗？我可以再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只要你不反悔，我就不会反悔的。我也不会后悔，那就等我6日后来娶你。好。季明星被他那勾魂夺魄的笑晃花了眼。穆连成离开后，季明星才回过神来，便将自己关在屋中，一头栽进了药材中。季明星埋头研究了几日，正好在婚期到来的这1日前配制出了解药。我们成功了。可不是嘛，我们竟然配出了半寸棉的解药，若是让人知道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我去给小舅舅送去。我也去。你看看，那是不是主子要找的人？哎，就是他。这样好看的小公子可不多见，我现在就去禀告，一定好人又在跟丢了。我做到了。傅长安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季明星手中的瓷瓶，半晌才仿佛如梦初醒般。解药？这可是我这几日不眠不休的配制出来的。这样快吗？这算什么快？用了我整整5日的时间呢。其实也没有多难，配制毒药的人制不出解药，大约是犯了灯下黑的毛病。小舅舅，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很开心。他在季明星的注视下打开瓶塞，仰头将瓶中的药一口吞下，下一秒就剧烈的咳嗽起来。你确定这是解药，不是毒药？当然是解药啊，我亲手配制的，而且已经拿兔子实验了好多遍，绝不会有错的。就是我没时间调整口味了，你知道各种药材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会有些奇怪。小舅舅，你有什么感觉吗？药效刚开始发作会有些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而且你中毒的时间太长，身体的某些器官已经发生了病变，这不是解药能解决的。不过不必担心，只要毒解了，我会为你调理回来的。一会儿我会用内力帮你打通经脉，让药效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会很痛，你忍着一些。我知道，不用担心。这些年的毒发我都能挺过来了，没道理服了解药反而挺不过去。金哲，守好外面，我解毒这段时间别让任何人打扰。季明星看时候差不多了，也上了床，将掌心落在傅长安后背2个重要的穴位上，然后运转内力，将内力缓缓地逼进他的体内。就在这样的寂静中，
外面突然传来了打斗的声音。在下并没有恶意，只是想见故人一面。好大的阵仗！我道这是谁？敢在圣京城的地界带着人私闯民宅？大门外，穆连成一身红衣，十分张扬。嘿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大楚的太子殿下吗？两位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大夏的圣京城，太子能来，我们自然也能来，只是不知这是为何。这也是无奈之举。大夏的圣京未免也太不安全了。孤为八弟之事而来，只是突然想到这里住着一位故人，特来拜访。是吗？这院子的主人是我的朋友，我倒是从没有听说过他竟然有您这样尊贵的故人。世子应当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便是朋友也不可能知道对方全部的事情，你说是不是？话是没错，但你这架势可不像是拜访故人，不如你说说这院子的主人叫什么？你若是说了，我便当今日没有见过你。谢流云。不好意思，您找错地方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叫做谢流云的人。我进去看一眼，是与不是自有定论。可是这里的主人看起来并不欢迎你。他不欢迎我也是正常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会跟他说清楚的。惊蛰，你家主子要见大楚太子殿下吗？主子说了，谁都不见，听到了吗？如此，是我打扰了。只要人在这里，他总有机会见到的。这样想着，楚凌云带着人利索地离开了。他没有想到，此后余生里的每一天，只要想起这一刻，他都会悔不当初。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带我出来玩吗？为了上回的事儿，皇上专门派了人训斥我，还让我娘好好管教我。这才过了几日，你就又来坑我。怎么能说是我坑你？那不是你自己喜欢凑热闹吗？这次就更没什么了，不就是出门碰上了个人，你当没看到不就好了？那可是大楚太子，是能当没看到的吗？我是哪辈子缺德做了坏事，才会遇上个你？放心，既然被我们碰了，他很快就会去觐见陛下。他那样的聪明人，哪里会轻易被拿住把柄？不过可惜了。这里住的到底是什么人？楚凌云说是他的故人，总不是空穴来风吧？你真想知道？你不会又要坑我吧？说什么呢？我们可是好兄弟，带你去见一个人。你家主子呢？我们家主子在解毒。这么快？现在情况有些危急，谢公子正在用内力帮我家主子打通经脉，所以不能打扰。胡闹！他才多大，能有多高的内力？简直！我进去看看情况，我的内力还可以，能帮得上忙。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季明星确实已经有些撑不住了。傅长安中毒太久，全身的经脉几乎都有堵塞，他的那点内力根本就不够用。收回你的内力，我来。有了他的帮忙，傅长安身上的经脉很快都被打通。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穆连成收回了自己的手掌，傅长安晕了过去。多谢啊，要不是你，今日我和小舅舅说不定都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也没有想到碰得这样巧，你不生气我赶走了来找你的人就好。他是西楚太子，这会儿应该去了西楚的使馆，你想的话，现在去见他也不晚。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多说无益。我们明日就要成亲了，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想反悔吗？他说你们有误会，要跟你说清楚，你不想听听吗？那他为什么没有说就离开了？他是西楚太子，没有办法不管不顾。今日若是让我抓了把柄，他这一趟就白来。所以在他心中，我永远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在他做选择的时候，我永远不是被选择的那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当初如果知道他是西楚太子，我根本就不会跟他扯上关系。他静静地凝视着季明心，穆连成一把将他搂进怀中。我给过你机会了。季明心有些疲惫地靠在了穆连成的怀中，那心跳好像更剧烈了一些，却莫名地让他觉得安心。哪怕日后穆连成会变，但是至少此刻他的心是为自己而跳的。傅长安的毒彻底的解了，季明心开了一个调养身体的药方，将白河留下照顾傅长安，以备不时之需，然后便回去了。穆连成不放心，亲自把他送回了宁德侯府。顾清则看着季明心从宁德侯府后墙跳进去，才反应过来。
那是季大姑娘？这是个秘密。那西楚太子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回事，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季大姑娘了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日过后，我们便是夫妻，我为什么不能喜欢她？顾清泽无语，连这种话都能说得理直气壮的，这个人的脸皮真的是越来越厚了。次日一早，季明星还在睡梦中，就被丫头们叫醒。啊，这才什么时候啊？用不着这么早吧？哎呀，小姐，您可真厉害！大婚呢，一辈子就一次，也亏您还能睡得着。大婚怎么了？也不过就是换个睡觉的地方。小姐别的不说，歪理倒是多。季明星笑了笑，没有再说话，任由几个丫头给她穿好嫁衣，将她拉到梳妆台前化妆。正好这时候，季迎新和季雪欣一起过来了。祖母昨晚有些着凉，这个时候来看大姐姐也不合适，就打发我过来瞧瞧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我来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四姐姐，便一起来了。辛苦你们了。大姐姐好福气，哪里用得着我们这两个笨手笨脚的？不过帮不上忙，过来沾沾喜气也是好的。可不是，今日沾沾喜气，日后有大姐姐一半的福气，我也知足了。四妹妹不用着急，你的福气啊，马上就到了。季迎新的婚事已经定下了，婚期定在年后。大姐姐今日出嫁，怎么一点都不害羞呢？不过是几人而已，有什么好害羞的？你以后嫁人的时候就知道了。你若有余力，不妨多照料这些民歌。多谢大姐姐提点，我知道的。这些日子我时常带着明哥去祖母那里，祖母说她跟爹爹小时候很像，对她很好，她也该看懵了，以后会好起来的。季明星点头，越发觉得季雪欣以前就是被高师养废了。可你们是亲姐妹了，都没人搭理我，早知道我就不来碍眼了。好了，六妹妹年纪小，我不放心，便多嘱咐几句。你如今婚事也定了，只等着过了年出嫁，又有你娘安排，也用不着我操心啊。我倒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好了，毕竟是亲姐妹，有什么深仇大恨？是大姐姐心胸宽广，不与我计较。小姐上盛妆前，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不然一会儿上了妆就不能吃东西了。好白菊，还是你惦记着我。大姐姐身边的丫头可真贴心。你们来的这么早，也没吃东西吧？哎，厨房还有吗？你去给四小姐和六小姐都端一碗来。有，我怕小姐想吃别的，还一并做些其他的，马上就好，我去端来。那就晚点化唇妆，离迎亲的时候还早呢，先吃饱了再说。大姐姐果真非常人可比，今日我也算跟着沾光了。再怎么也不能耽误吃喝，饿着肚子出嫁多难受啊！等吃饱喝足了，季明星才又开始上妆，这个过程相当的漫长。大姐姐也太漂亮了，你一定是这天下最好看的新娘子。反正我没见过比大姐姐更好看的，穆世子一定会看呆的。很快就到了迎亲的吉时，季明星父母俱无，高堂上坐了老侯爷和老夫人。于是老侯爷神色和蔼地喝了茶，对两个人堪称亲切地嘱咐了两句，才让季明星出门。季明星被二房的堂哥背上了轿子，八抬大轿里边十分的宽广。季明星一个人坐在里面，听着外面震天响的鼓乐和礼炮，心中有些恍惚，她就这么嫁人了。侯氏宣贵，明德侯府离定北王府并不算远，没有多大功夫就到了。然后便是听到礼官的提示，不停的行礼参拜。季明星觉得自己两辈子加起来都没有磕过这么多头。磕完头，随着那声送入洞房，他终于被牵进了一间屋子。他抬头正对上穆连成看过来的目光，深沉的含着笑意的目光。果然是个美人，难怪世子迫不及待的要娶进门。之前喜欢穿红色衣服的荣英，今日却穿着一身素白。你身子不是不好，出来做什么？世子好久没去看我了，其实我的身子如今好多了。今日是你娶妻的日子，我想来看看。男女有别，我没事去看你做什么？是我不好，让世子烦心了，我这就回去。这位姑娘是谁啊？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没什么好说的，是我父王军中副将的女儿，她父亲战死，只剩了这一个孤女。我父王觉得可怜，便将人带了回来。她的病虽然没什么大碍了，但也不一定能受得了你这样刺激，到时候出了问题，还不是你的麻烦。
他心大了，早晚得经过这么一遭。早说清楚早好，拖久了更麻烦。你刚刚那是什么表情？等着看我的好戏。那个，这也不能怪我吧？容姑娘那个神态，那个语气，我一不小心就没忍住。你个没良心的！我们以后可就是夫妻了，你还想着看我的好戏？亏我还担心你多想。两人正说着，外面突然来了人，说西楚太子来了，要穆连成去前面接见。穆连成的眸中有一瞬间的冷凝，不过很快对季明星温和道：我本来也该去前面敬酒了，你一个人待一会儿，吃点东西。有什么事只管让人去找我。我看楚凌云那个脸色不怎么好，他该不会是来抢亲的吧？哼，他若是能豁得出去，昨日闯那扇门，不比今日来抢我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来的容易。那他来做什么？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能得楚太子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我是来找人的。好，不知太子找的谁？他叫谢流云，是个小公子。我听人说他跟你认识。你说那个在满庭坊跟我抢人的小子，我们的交情也就是一起嫖过娼，一起喝过酒。我并不知道他来自何处，住自哪里。你们好歹算是朋友，你成亲他都不来吗？我自小便是秦楼楚馆的常客，这样的酒肉朋友不知有多少，也不是个个都会来参加今日婚宴的。穆连成见楚凌云并不知道真相，一颗心便放回了肚子里。如此，是我打扰了。祝穆世子新婚快乐，两位百年好合。多谢。楚凌云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并没有离开，一直待到了最后。饶是顾清泽这样没心没肺的人，也有些可怜他了。千里迢迢跑来参加心上人的婚礼不说，还亲口祝福对方跟新婚夫婿百年好合。穆连成离开后，季明星便让白芍将头上的沉甸甸的头饰拆下来。这不好吧？时间还早呢。这也太沉了，再戴一会儿我脖子都快断了。哎呀，哪里有这么夸张？其他的新娘子不都这样的装束，也没见谁的脖子断了呀。别人怎么着关我什么事儿？能拿下来为什么非要上赶着受罪呢？快点拿下来吧，这是洞房，到晚上都不会有人来，我带这么重的东西给谁看呢？小姐不舒服就拆了吧，反正穆世子也不会嫌弃小姐。小姐刚嫁过来，还是要小心些的。若是被别人看到了，岂不是会觉得不尊重？今天先这样吧，规矩的事儿以后再说。穆连成到了晚上才回房，似乎喝了不少的酒。他一下子躺到了床上，等外面的人都走光了，才睁开眼睛。哼，我若是不装醉，今日非被灌到晕过去不可。一身的酒气。还没吃东西？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少吃，之前也不觉得饿，白菊应该去弄了，我们现在吃。好，我也没吃什么，光灌了一肚子酒水，不舒服得很。哎，对了，平时伺候你的人呢？怎么一个都不见了？我怕你多想，没让他们出来碍眼。这有什么碍眼的？迟早不都得见？你这么做，知道的还说是你自己的意思，不知道的怕是都要说我善妒，容不下人了。哼，我就喜欢你善妒。那些人由我那继母指过来的，宫里各宫娘娘赏的，外面的人送的。我之前给人的那个印象你也知道，不好拒绝，便都收下了。里面怕是有不少眼线，你想办法处理一下。你可真是好得很，一进门就让我处理这种事，别的也就罢了，你先说说，这其中有多少是有名分的？一个也没有。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不，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听说过我父王吧？他这一生真正喜欢的人只有我母妃。自从我母妃死后，他再未真正开怀过。他这些年极少回京城，人们都说是被我这个不学无术的不孝子气的，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面对王妃和他生下的那个儿子。我父王曾经告诫过我，胡闹可以，但一定要想清楚，那些女子是不是我想要的。想一想，若是有了她们，日后要怎么面对真正喜欢的人。说到这里，穆连成抬头看着季明心，遇到你，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些话的含义，也庆幸父王曾跟我说过这些。这样猝不及防的表白让季明心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他说完这些话，又神态自若地转回了原来的话题。那些人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不用顾及谁的脸面。那荣英呢？他若是安分，府中也不缺他的一口饭。过些日子，让王妃帮他挑个夫婿嫁出去也就是了。他若是不安分，就送去庄子上。当初你亲自带着他寻医问药，
我还以为他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心里不舒坦，便坑我的钱。什么叫坑？我明码标价，你自己愿意付的。季明心才不会承认自己当时是因为心情不畅才多收他银子的。当初觉得他既是为我受的伤，那我便有义务将他治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我欠他的。可如今他的伤既然已经好了，那他日后如何，便跟我不相干了。唉，真无情啊！荣英姑娘若是听了这话，怕是立马就要旧病复发。穆连成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现在该做什么？洞房吗？那个，我还不行。想什么呢？我是说是不是该睡了？今夜咱俩总不能分房睡吧？王府里的眼线不知道有多少，别说今日，便是以后我们也不能分房，否则立马便会有咱俩夫妻不和的消息传出去。王妃估计巴不得如此。你能跟我说说王妃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穆连成正要说话，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小丫头的高喊声：什么人在闹腾？不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吗？世子爷息怒，实在是小姐突然病得厉害，奴婢是没有办法了。您快去看看小姐吧，她真的不行了。病了去请大夫，找爷有什么用？我是灵丹妙药不成？那丫头听了他的话，依旧哭哭啼啼不肯走，在外面一个劲儿的恳求穆连成去看他家小姐荣英，不准幸灾乐祸。我也不想啊，我就是觉得这位荣英姑娘真的对你用情至深。不少人知道荣英舍命救过他的事情，这事如果传出去，人们怕是会对季明心说三道四。你跟我一起去。人家想见的是你，你拉我去做什么？见到我，他的病说不定会更严重。他不是生病了吗？刚好你会医术，况且我们今日成婚，以后就是夫妻一体，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愣着做什么？不是让我去看人吗？走吧。小姐，你怎么样了？世子和世子妃来看你了。你说荣姑娘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吐血啊？谁知他刚说完，屋里就传来兰心焦急的叫声：小姐，你怎么了？病了怎么不去叫大夫？今日是世子爷大喜的日子，我怎么好大张旗鼓的叫大夫，没得让人说晦气。那你叫人找我做什么？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一旁的小丫头兰心跪着给穆连成磕了个头：世子爷别怪小姐，她并不知情，是奴婢见小姐病得严重，又死活不肯请大夫，担心小姐的身子撑不住，所以才自作主张去找了世子爷。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丫头。世子爷，你别怪兰心，是我这身子不争气，给您添麻烦了。这丫头叫兰心。兰心不明所以的点头。重了世子妃的名讳，以后改名叫兰草吧。奴婢多谢世子爷赐名。是我大意，竟没有记住世子妃的名讳，多谢世子爷提醒，是我不好，劳动世子妃这么晚过来。人有生老病死，这都是不由人控制的，姑娘又有什么错呢？世子妃心善，哪里知道我这身子有今朝没明日的。世子爷为了我这病，也不知请过多少大夫，还专门去了一趟蜀中，如今还是这个样子。姑娘白日里不是说如今身子好了很多吗？怎么又说还是这个样子？世子之前还说带您去蜀中找的小神医，病已经看好了，原来没好吗？蜀中小神医医术这样不济？怎么会？是我这身子破败，跟小神医没有关系。小神医的医术自然是好的。这么说来，姑娘的身子并无大碍，是这丫头无事生非，以此为借口故意接近世子了。世子爷今日洞房，是我屋中的丫头无礼了，请世子妃见谅。这丫头确实无礼，瞒着主子自作主张不说，在婚房外大喊大叫。我不知道王府的规矩，这样的婢女该如何处置？杖责30，赶出府去。世子妃，这丫头虽然自作主张，却也是为了我着想，求您饶了她这一次吧。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将荣姑娘扶起来！荣姑娘千金之躯，怎能为一个丫头这样？何况你这样，难道是想说我罚的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丫头是从小伺候我的，并不是王府的丫头，我又怎么能忍心看着她受罚？既然不是王府的丫头，那就更应该赶出去了。来人！世子爷，我自幼父母双亡，是兰心一直与我相依为命，我跟她名为主仆，实则情比姐妹，求您饶过她这一次吧。小姐，
您别这样，是我做错了事，得罪了世子妃，原该受罚的。不愧是从小跟在荣姑娘身边的人，好歹还算明理。既然你知道自己原该受罚，就请吧。不，你不能。我能，不过看在你们主仆情深的份上，赶出府就免了。想来30大板打下去，兰心不是兰草姑娘能记住王府的规矩，日后不会再借着荣姑娘身子不好生事了。你说是不是？当初我来的时候，王爷跟我说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如今世子爷娶了世子妃，也容不下我了吗？荣姑娘这话从何而来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容不下你呢。姑娘是世子的救命恩人，自然是金贵的。难不成你身边的丫头也比旁人金贵？犯了错罚不得？现在就给我打30大板，一下都不能少。外面很快传来噼里啪啦板子打在人身上的响声。世子妃，是我错了，您饶了兰心吧，她以后再也不敢了。此情此景让季明心觉得自己更像个恶毒反派了。看在荣姑娘的面子上，这次就算了。不过姑娘的面子也不是次次都有用的，若再有下次，别怪我让你再也见不到她。季明心说完话，也不看荣英霎时惨白的面色，拉着穆连成就往外走去。今日你我大婚，见血不吉利，应该明日再打的。怎么会不吉利？多添了这么一抹红，我觉得挺吉利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没什么，我原本以为你有一堆的姨娘小妾在等着给我下马威呢。现在的情况啊，比我预想的好上太多。不过是没想到一上来就是这样段位的。回头我就将他送到庄子上。你觉得荣英是真的喜欢你吗？你认为她今日搞这一出是为了什么？挑衅你，给你下马威。她又不是你的女人，你也不喜欢她，挑衅我除了自找难堪，还能有什么用？你以前对她是什么印象？现在呢？以前没什么印象，即便他救过我，我也只是想着把他的伤治好，并没有其他的感觉。但现在有些厌恶。所以你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吗？若是真的喜欢你，那对他来说，你对他的态度才应该是最重要的。他又怎么会拼着让你厌恶，也要闹这么一出呢？那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应该是为了离间咱俩。你别觉得我是小人之心，他分明不傻，今日做的事情却处处透着违和。我倒希望你是小人之心。我从小就知道王府有很多的眼线，明的暗的，也早就习惯了这些。但荣英，她是我父王从北疆带回来的，她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战士，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这也不过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没有相处过，也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他真的就只是因为你突然成亲，心中嫉妒，所以才失去了理智，只想着让我心中不痛快。旁观者清，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才看得清楚。现在回想当初他救我的场景，其实就算没有他，我也能躲得开刺客刺来的那一剑。我根本用不着他救。我会让人去查，如果他真的，我不会放过他。睡不着吗？明日还得进宫谢恩。谢什么恩？赐婚的事之前不是已经谢过了吗？因为皇上答应我，在成婚的第2日便下诏册封你为世子妃。哦，明白了，冲喜的补偿。没有什么想问的。王妃呢？明日需要去敬茶吗？不用，我带你去祠堂，给我母妃敬茶就好。王妃不会介意吗？母妃对我视为己出，自然不会介意的。哦，明白了。王妃这是受贤惠的名声所累呀。季明心惦记着进宫的事，次日天将亮未亮之时便醒了。不是要敬茶，还要进宫谢恩吗？该起了。着什么急？敬茶只要去祠堂就可以了，不必等人，用不了多久。至于进宫，皇上下了朝才有空见咱们，晚点去也没关系。说完又闭上了眼，看样子没有起床的打算。别睡了，快起来。起这么早做什么？我不管，反正我睡不着，你也不能睡了。穆连成难得看到季明心使小性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看什么看？再看小心我把你吃掉。行啊，我等着你把我吃掉。你的剑法练成了？你果然是根据那剑法看出来的。不过传授我剑法的老头说过，这剑法一代只传一人，你是怎么知道的？传授你剑法的老头是不是又黑又瘦？
看着像是几辈子没吃饱饭的叫花子。你认识我师父？这么说来，我还应该叫你一声师兄呢。当初他好不容易救了个高手，便缠着他教自己功夫。原来师父他老人家去了蜀中，难怪我这些年怎么都找不着人。赖在我的酒楼打杂呢，说是在外面吃不上饭。看来我们确实很有缘分。收拾妥当之后，穆连成带着季明星往外走去。老奴给世子爷、世子妃请安，王妃在大厅等着两位呢。母妃等我们做什么？瞧世子爷说的，王妃这些年日也盼夜也盼，就盼着世子爷能早日成家。如今总算是盼到了这一日，自然是等不及喝媳妇儿的茶了。劳烦王妃久等了。不过我想着我娘在地下等这一日也等很久了。王妃横竖已经喝过弟妹的茶，今日这新媳妇的茶就让我娘来喝吧。这没这个规矩呀。孝道大于天，我娘当年拼死生下了我，自然该喝这杯茶的。王妃也是当娘的，想来能理解我的这份心。说完，穆连成也不看老嬷嬷的脸色，拉着季明星往祠堂去了。你这样打王妃的脸，真的不会有问题吗？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能有什么问题？他自然是不能拿你怎么样，我日后可要待在后宅，每日去向他请安问好的。凭你的能耐，还怕他？何止在你眼中，我就是个母老虎？我还真没这么想过。两人说话间，已经到了祠堂。穆连成让跟着的人都在外面守着，带着季明星走了进去。那些都是家中无人的战死沙场的将士，我父王便亲自收敛了尸骨，将牌位放在了这里，省得他们死后无人供奉。听着他的话，季明星的心中突然对还未见过的定北王生出了一股油然的敬重。他跟着穆连成恭恭敬敬地上了香，对着先定北王妃江氏的牌位磕了3个头，请母亲喝茶。这样就好了。我娘出身江湖，性子直爽，听府里的老人说，她其实最不耐烦这些规矩，只是嫁给我父王之后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为了让皇家安心，她甚至不能去北疆，只能在这王府中一日一日的熬。不过片刻，两个人就从祠堂出来了。这模样果然是个标致的孩子，只是成根这性子也太胡闹了些，哪有大婚头一日就带着新嫁娘拜祠堂的，让人听了笑话。我这些年做什么不被人笑话，也不差这一遭。你这孩子如今也是成了家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一副光棍性子？难不成让世子妃日后也跟着你受人议论？你别跟着他胡闹，女人不同男儿，出去被人指指点点像什么话？咱们娘俩出去说说话。王妃说的是，不过今日我还要带着世子妃进宫谢恩，怕是没有功夫跟王妃叙话。王妃的面上像是挂着一张完美的面具。瞧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你们快去吧，迟了显得不恭敬。多谢王妃体谅。走啊，傻愣着做什么？直到两人上了进宫的马车，季明星才松了口气。怎么，才说了几句话就这样？我觉得我8成不是他的对手。就刚刚那个场景，还能将自己的情绪拿捏得那样好，季明星自问做不到。怎么会？我觉得你比他厉害多了。若是比打架，那我确实比他厉害，可我能动手吗？话说，你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吗？她嫁过来的时候，我确实还很小，根本不懂事。她待我很好，有好吃的好喝的都会先紧着我。我淘气从树上摔下来，她自己跑过去垫着，从来不会打骂我。等我大了一些，不想去学堂便不去，她从来不强迫我。出门迎签管告，不管怎么挥霍都不限制。后来我才渐渐察觉了不对。你发现以后便开始伪装了？可你好歹是他一手养大的，态度变了，他不会怀疑吗？我在发现他的良苦用心之后，便想法子跟皇子打了一架。皇上大概也察觉到了他的用意，就将我放在了御书房。那几年我几乎是住在宫里的，不怎么回王府。后来又听人说了他进王府的缘故，自然更没了好感。我是纨绔嘛，怎么折腾不都是正常的。季明星大概明白了，总之就是一个故意养废，一个故意装废。穆连成越叛逆，王妃就越高兴，哪怕穆连成故意给他找麻烦。今日除了册封你为世子妃，
估计还会有别的事情，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季明心沉默的点头，若是只是为了册封的事情，直接下一道圣旨不就好了？他心里想着是，惯性的跟着穆连成往前走，没有注意到前边路口突然转出一个人来。星儿，妾身见过楚太子。见过楚太子。你嫁人了？对啊，太子昨日还亲自莅临，喝了喜酒呢。您这么快就忘了？我昨日在婚宴上等了整整1日，却不想你一直在那里，却不是以宾客的身份。季明心原本低着头，听到这句话突然抬头。我那日也等了你整整1日，却不想等到的是你的新娘子。那是个误会，我不知道她。难道那日不是你娶亲的日子？她不是你的太子妃？那只是权宜之计，我并不想。所以是你先背弃的誓言，如今你已娶，我已嫁，以后我们两不相干。说完拉着穆连成继续往前走，楚凌云在他身后冷笑。你因为我迫不得已娶了太子妃而放弃了我，却选择了一个贪花好色、出入青楼楚馆如家常便饭的定北王世子。我娶阿明时已经对他发过誓，以后再不入青楼楚馆，此生只娶她一人，绝不纳妾。若违此事，跟不相干的人说这些做什么？他消失的这些日子，他想过无数种两人重逢的场景，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他怎么能嫁给别人？你那位心上人早就走了，你就是战成王夫时，他也不会回头的。你早就知道了啊，也没有太久吧。我之前在你书房里见过一幅画像，见到这位姬大姑娘时，便觉得有些像，我当时便传信给你了呀。你只说我要找的人可能在圣经。哦，可能是吧。我只是看过画像，又没见过真人，怎么敢确定姬大姑娘就是你要找的人呢？你来上京也有几日了，若说要找人，按说这时间也是足够的。这些日子，定北王世子和宁德侯府千金的婚事可是广为流传，你难道没有听说？所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那倒不至于，我只是觉得发生的事情已经无可更改，但你若是不甘心，也未必没有机会抱得美人归。想利用我，你怕是还不够格。定北王府世代与我漠北为敌，如今定北王重伤，下落不明，穆连成又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这是最好的机会。便是不为了美人，我觉得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下落不明？对，下落不明。你以为夏皇为何会这样着急的让定北王世子成婚？当真是为了那可笑的冲喜之说吗？你们漠北要做什么？太子很快就会知道了。落发什么事啊？以后若是纳妾，岂不是打自己的脸？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在决定娶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辈子都不会纳妾。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知道我不在意那些的。你不是不在意那些，你是不在意我。你当真喜欢过楚凌云的，对不对？所以你在乎他娶了别人，至今不能原谅。他有些疲惫的抬头，正要说话，穆连成却突然将他拉入怀中。季明心，我们能成为夫妻，并不仅仅是你算计的结果。现在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们去见皇上，去谢恩。我不会后悔娶了你，永远也不会。哎呦呦，世子和世子妃果然恩爱非常，是老奴打扰了。袁公公不在皇上跟前伺候，怎么跑这里来了？可有什么事？皇上这不是在等着世子爷吗？谁知左等右等都不见世子爷来，只好叫奴才出来看看。世子爷，世子妃，快请吧。皇上穿着龙袍坐在御案之后，两人进门行了礼。带世子妃去贵妃那里吧。娘娘，世子妃来了。来我这里不必多礼。昨日成婚，怕是累坏了吧？都是成婚的人了，怎么还这样害羞？连城的婚事，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心事。皇上就不说了，之前指了一门婚，被他拒了。这混小子还是头一个敢拒圣旨赐婚的。你别听外人胡说八道，定北王府世世代代守卫大夏，就没有出国不肖子孙。我相信他也一样，你是他愿意娶的人，日后会明白他的。两个人说了些闲话，大多是宁贵妃说，季明心应和。
连城说你医术极高明，上次只见了我一次，便瞧出我的身子不妥。我自小被养在外祖父家，父家小舅舅自小体弱多病，我没事便学了些医术，不过是比常人能识别一些药材的味道，不敢称医术高明。在我面前就不必如此谦虚了。我刚进宫那会儿颇得圣宠，却总也无孕，宫中也有信得过的太医，却始终没看出什么。你却一下就能发现端倪，医术可想而知。哼，进宫这么多年，我也看明白了，这皇室子孙哪有一个活得自在的？如先太子那般，更是徒增伤悲。没有也好，只是连城跟我说，这药用久了对我的身子不好。你有没有办法？娘娘近来是否经期不定，常有提前或延迟，日常畏寒，精神也觉渐短？可不是。这2年我极易疲乏，我还以为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至于畏寒、手脚冰冷，大多女子似乎都有这样的毛病。太医瞧了几次也没用，我便没有当回事。这药于女子大不利，娘娘身上的怕是已经减了剂量。若是药再重些，不出几年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人命。若是药量下得重，会是什么症状？经血不停，神思不属，失眠多梦，精神不济。不出3、5月就没救了。今日这些话，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娘娘的身体就交给我吧，我给您换个方子，能起到同样的效果，不但对身子无害，还能调理一下您的身子。我这身子还有救。娘娘身上致命的那抹药用量极轻，并没有大碍，日后只需好好调养，肯定能活到7老8十的。季明心说这话有几分俏皮的意思，但是宁贵妃却没有笑，望着外面。我是要活得久一些。没多久，穆连成就来了。他一进门就对着贵妃行礼。果然这人成了亲就是不一样，看着比以前稳重多了。娘娘如今也来取笑我。你也是时候长大了，定北王府不能永远为你遮风挡雨，如今也是你撑起穆氏一族的时候了。人人都说这100年天下太平，可唯独穆家子孙在这100年间没有一个能得善终。连城，我不指望其他，只希望你能记得好好活着。我会记得娘娘的话。罢了，你们去吧，别在我这里耽搁时间了。两人拜别宁贵妃出来，季明心藏了一肚子的疑问。北疆局势有变，你今日就要离开。宁贵妃的那番话已经表明了，穆连成要跟穆家所有人一样走向战场。我还在想要怎么跟你说。皇上说我父王下落不明，北疆传回的信息显示漠北会有动作，我今日就得离开京城。王爷其实没有事吧？你这样聪明，真是让我觉得毫无用武之地。父王确实没事，但他下落不明也是真，所以我必须尽快赶到北疆，收拾乱局，不能让漠北趁虚而入。我跟你一起去。北疆是苦寒之地，吃穿住行都跟盛京不能比，甚至远远比不上蜀国。你去了，会吃苦。你觉得我是不能吃苦之人？不是我不想你吃苦。苦不苦，我自己说了才算。你现在只需要答应我，带我一起走。好，我带你一起走，以后我们生死都在一处。人人都笑穆连成纨绔不化，烂泥扶不上墙，可谁知他从小到大所受的苦楚。两人回到王府时还不到晌午，季明心进门就吩咐丫头收拾东西。穆连成看着白芍只收拾了2个包裹，有些意外。我以为你要带的东西会很多。我带了很多银子，有银子去哪里买不到东西？我们如今成亲了，赌方的40万两也可以拿回来了吧？当然，我进宫的时候已经派人去取了。这么多银子，赌方真的会给咱们？赌方背后的人是平王，若是平时，这银子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拿到。但现在我马上就要奔赴北疆，他若是敢阻拦，闹到皇上面前，怕也没有好果子吃。平王这个人最是会息事宁人，所以你放心，钱他一定会一分不差的送过来。两人正说话，去取钱的人便回来了。世子，钱取回来了。可购书我数过了，40万两，一文不少。交给世子妃吧。两人吃了饭，便去向王妃告辞。这是怎么说的？之前不是好好的，皇上怎么会突然让你去北疆？你从小金尊玉贵长大，哪里能吃得了那样的苦？王妃不必担心，我只是去看看。父王若是没事，很快就能回来。王爷重伤的消息已经传回好几日了，也没个具体音信。你去，若是也遭遇了不测，可让我怎么活呀？不然让你二弟跟你一起去吧，好歹有个照应。
季明心不由感慨，王妃的戏是演得真好。定北王府不同于其他府上，王妃若是能讨得来圣旨，我自然是可以带上二弟。没想到穆连成竟然一口就回绝了，直接说时候不早了，便带着季明心出门了。到了马车上，季明心揣摩着王妃刚刚说定北王重伤的神情。王妃当年不是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算计着嫁进王爷的吗？我看她说王爷重伤的样子，怎么丝毫不担心？你以为她嫁给我父王是因为喜欢？难道不是？说实话，这些年了，我也没有弄明白她的真实意图。若说是因为喜欢，她从来不关心我父王的生死，也不在乎他回不回来，更没有想过去北疆看一眼。若说不喜欢，似乎也没有别的理由让他当初那样做。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兵权？刚刚他说让二弟跟我一起去的话，你觉得是真心的吗？不是。王妃看似刻意提起，但在穆连成拒绝之后，她甚至没有坚持一下。你知不知道先皇后是怎么死的？在宫中常年对宁贵妃下药还不露半点痕迹的人会是谁？不用想都能知道。是病逝的。先皇后先后生了先太子和昌平公主一双儿女，后来身子就一直不太好，只是那年不知为何突然病得严重，就没了。生病啊？你知道是什么病吗？你怎么突然对先皇后生出了兴趣？那时候我还小，不记得是。后来太子也出事了，这些年便再没有人提起他们母子。当时的脉案应该都封存了，这件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多。两个人说着话，马车已经驶出了盛京。穆连成的马车车厢很大，里面几乎什么都有。季明心闲来无事翻了翻，在一沓书中竟然还找出了几本画本子。你竟然还看这玩意儿？那是之前江远洲留下的。一个男子竟然喜欢看这个，江公子也算是个奇人了。他就喜欢看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涉猎颇广。不过画本子也不是只有女子能看吧？这画本子写的是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让一个世族公子娶为正妻的故事。你们男子喜欢看这种故事？这种东西也有人信？谁让你信了？流落风尘的女子活着已经够艰难了，还不许人家心怀点幻想？如果是你，我说如果，你会想要嫁给世家公子吗？当然不会。书中只写了两人最终得到了家中的许可，成了亲，可是没有写婚后的日子。高门厚宅的日子岂是好过的？你有时候一点都不像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清醒的可怕。如果是你呢？你若是喜欢上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会将她娶回家吗？既然喜欢，为何不娶？哼，也不知道外面那些人知道我们现在还有功夫讨论这些，会是个什么心情？管他们什么心情呢？这一路注定不会太平了，还是怎么自在怎么来吧。漠北既然会有动作，那大夏也未必怎么安静。王爷究竟是怎么个情况？穆家除了军中，还有另外一套传送消息的系统。我在父王一出事就接到了消息，他确实是被身边的人暗算，受了重伤。但刺客是朝廷派去的人，他便觉得其中有蹊跷，所以顺势藏了起来。现在我只知道父王没事，但并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所以北疆的事情，王爷自有安排，我们只要好好做个靶子，闲逛一遭就好。这件事皇上也是知道的吧？皇上当然是知道的，连让你我立马成婚，其实也是皇上决定的，就是为了让对方以为我们一无所知。就这么赶了半日的路，在天黑之际，一行人进了离盛京最近的大城河洛城。不好意思，客官，咱们家已经住满了，请诸位另寻下榻之地。你们家不是这里最大的客栈吗？连这里都住满了，其他客栈还会有空余的房间吗？这个，实在抱歉，最近城里来的人有些多。是城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来这里？这事儿啊，一两句说不清啊。就见季明心从袖中拿出了一块小小的玉佩，递给小二，将东西交给掌柜。我们不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吗？出门不知道先打点好沿路的客栈。若是这满城的客栈都住满了，你是不是打算让我露宿街头？我也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情况。
不一会儿，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拿着季明心的玉佩快步走来。这玉佩是2位的？是我的。我们临时出门，不想遇上客栈人满，劳烦掌柜的安排个住处。哼，后面有一套院子空着，2位便住那里吧。那就多谢掌柜了。不谢不谢。说罢，亲自带着2人去了后面的院子。小孩子不懂规矩，还请贵客莫怪。怎么会？辛苦掌柜了。不辛苦，是我应当做的。刚刚听小二说，这满城的客栈都住满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说起来也算是个稀奇事。这城北的吕家是河洛城的首富，可这吕家纵然有万贯家财，却于子嗣上颇有些不顺。之前有过一位公子，没有活到18岁便过世了，如今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可这位吕姑娘生来病弱，前些日子一病不起，吕老爷听信道士的话，说是要招赘一位女婿，吕姑娘方能回转。所以消息一放出来，立马就吸引了无数男子前来。万一被选上，白得了万贯家财。这也不对，便是要招赘女婿，也应该有条件吧？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大约是因为自家人身子不好，这吕老爷唯一的条件便是身强体壮。你想想，这乡下村野的男子常年干力气活，想要身强体壮的很少。可那些人会舍得花钱住最好的客栈？哎呦，瞧您说的，哪里人人都能住得起客栈？您没见这些日子这城里露宿街头的也不少。既然是吕家招赘，这些人不该是吕家接待吗？怎么还让人露宿街头？这个吕家大约也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吧。多谢掌柜解惑，您先去忙吧。那我先告退了，您有事叫我。你有没有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听到身强体壮这4个字，总是难免想到些什么。难免想到什么？因为自家女儿身体弱，就找身体强壮的男子招赘，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扯吗？他那病弱的女儿能经得住壮汉折腾？你关注的点还挺奇特的。哪里奇特了？这很正常好吗？如果对方是以招赘的名义聚集了这么多身强体壮的男子，你觉得他想做什么？不能吧？河洛城离圣经这样近。对啊，河洛离圣经这样近，想太多也没有用，先吃饭吧，总归是要填饱肚子的。我们恰好在此时经过这里，我以为他们就算动手，也要等我走远一点，谁想到我不该带着你的。我还庆幸我来了，照这样看，圣京城也未必是安全的。漠北人到底是中了什么邪？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突然发动？根据我收到的消息，漠北五皇子发动政变，将漠北王关了起来，其他的消息还没有传来。你什么时候收到的消息？怎么不早说啊？跟我父王出事差不多的时候吧。我想着这个暂时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便没说。怎么会没有关系？你忘了不久前我让霍大哥去了漠北，若是漠北局势发生了变化，难保他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是我粗心，这些日子竟然没有注意到霍大哥自离开之后一直没有送消息回来。你有功夫想那些，不如先想想我们眼下的处境。这河洛若是出不去，想别的也没用。我总觉得我们出圣经就是落入了圈套，可对方似乎也没有给我们其他的选择，或许我们也可以攻其不备。你想怎么攻其不备？你这个体型勉强也能算身强体壮了吧？勉强？你对我的身材还有哪里不满意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壮。等等，你是想让我去吕家？季大姑娘，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已经是我的世子妃，我是成过亲的人。要不是真的让你去成亲，不过是去探探虚实，这只是权宜之计。你压根儿没有将我当成你的夫君。那该怎么办？派个人去？我们还是得亲自去一趟。不是说那位吕姑娘病了，吕家人此刻除了找人冲洗，更重要的应该是找大夫。那我明日以神医的名义上门去看看。我陪你去。2个人商议定了，第2日一大早起来便去大堂用膳。昨日听掌柜说吕家的姑娘病危，是以才想找人冲洗。那姑娘病情到底如何？城中有名的大夫都请遍了，谁都没有办法。有人甚至说是中毒了。
但又没人能具体说出中了什么毒，怎么个解法。反正所有大夫得出的结论都是治不了。吕老爷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请了道士去问吉凶啊。是这样啊，那现在吕家还找大夫吗？当然找。吕老爷说了，谁能治好吕姑娘，愿意出诊金1万两。果然是财大气粗。吃完早膳，季明星回房中换了男装，跟穆连成一起去了吕家。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有些奇怪？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百姓，是经过训练的军士。难道真的有人要造反？你还记不记得之前的襄城，那些人的势力怕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回盛京之后，你没有追查襄城的那些官员？当然查了，但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一个个比纸还干净。你说厉不厉害？所以现在河洛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无论遇到劫杀还是什么，都不会有人阻拦，甚至还会帮忙掩盖痕迹。可这里离盛京才多远呢？我们又是以真实身份光明正大进来的，出了事难道不会有人追查吗？他们这是有多大的自信，自己能够一举攻城？还能有什么？漠北敢突然妄动，怕是也跟这些人有关。朝中更是不干净，几相勾连起来，自然就觉得无所不成了。算了，先去看看吕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吧。两人上前说明来意。大夫，你在下蜀中谢流云，正好路过此处，听闻府上的姑娘有雅，便来看看。啊，我只是对疑难杂症感兴趣，听闻吕姑娘的病无人能治，所以才想着来看看，治不好不收钱。请稍等，我去通报。这吕家府上的下人还可以，你说有没有可能吕家的姑娘是真的病重？一会儿进去不就知道了。说话间，已经有一个中年男子迎了出来。阁下，果真是蜀中小神医谢流云。正是在下。快请进，我是商人，2年前曾经去过一趟蜀中，听说过小神医的大名。这次小女病重，我一开始便给蜀中的老友送了信，想要请您，但对方回信说您已经离开蜀中，到处云游去了，没想到会来这里，当真是小女命不该绝呀。在下年纪小，出师也不过几年，哪里敢成神医啊，也未必能治得了吕姑娘的病。怎会？我蜀中的老友曾说过，小神医治病的案例，但凡出手，没有治不好的，必然是药到病除的。过奖了，在下尽力便是。这是为父一直想请的蜀中来的神医，没想到我儿命大，小神医今日正好路过咱们家。神医啊！小神医见谅，小女自小身子不好，养成了这副淡漠的性子。我见过的病人很多，其中也有小姐这样觉得自己的病好不了便放弃希望的。我能看一下你的脉吗？这时候摁着吕姑娘的手腕，心中却涌起惊异。难怪寻常的大夫诊断不出来，这姑娘竟然是中了半寸棉。他发现这姑娘中毒的时间也不短了，却一直能活到现在，是因为对方身体里有一味能克制毒发的药物，也就是说，有人故意吊着她的命。小神医，小女这病可还有治？如果我没有猜错，吕姑娘之前应该碰到了名医，她开的药对病情是有效的，为什么断了药呢？小神医果然厉害，小女自小体弱，也是运气。小时候有次病发的时候，碰上了一位极高明的大夫，小女这些年一直吃着他开的药，虽然身子还是不大好，但也没有大碍。只是最近那位大夫突然不见了，小女的病这才一发不可收拾。那位大夫没有留下药方吗？没有，每次都是对方派人送来做好的丸药。小女这病暂时应该是无碍的，我回去给小姐做些药丸试试。吕姑娘似乎觉得季明心在说大话，不屑地轻哼了一声。不得无礼，小神医能看出你之前吃的药有用，突然病发是断药所致，已经比之前那些大夫强多了。那不知小神医可看出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何会如此？吕姑娘心中清楚，何必还来问我呢？我就知道，什么小神医都是些沽名钓誉之徒，只会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算什么本事？既然如此，告辞。别，是小女不知礼数，还望小神医不要计较。并非是我想计较，大夫和病人也讲究缘法，
吕姑娘跟我没缘分，所以这病不该我来治。没本事就没本事，扯什么缘分不缘分？爹，快把这骗子赶出去！不必费心，我自己走。出了吕家的大门，季明星问一直当背景墙的穆连成：“看出什么来了？”这父女俩似乎并不那么迫切的想要看病。当爹的不问女儿得了什么病，患病的对大夫更是半点不客气。说起来，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半寸棉。什么？你确定没有看错？我看他的情况比你小舅舅要好很多呀。当初我学医就是因为小舅舅身上的半寸棉，这世上怕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毒了，怎么可能弄错？这位吕姑娘比小舅舅的情况好，一是因为她中毒的时间短，二是因为有人一直用药克制着她体内的毒。你不打算帮她解毒吗？现在的问题可不是我治不治，而是那位吕姑娘根本不愿意我来治。那姑娘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不知死活，管她是怎么个情况。那位吕姑娘可是有什么不妥？你好像特别在意这位吕姑娘。我哪有，只是觉得你的态度有些奇怪。没什么，就是觉得治病救人这种事不应该强求。我们现在启程离开这里。我们出得去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两人回到客栈，直接吩咐侍从护卫起身，再次踏上了行程。而他们预想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阻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将白芍留在这里？看河洛的情况，盛京接下来必然有变。我们若是真的去北疆，怕是会鞭长莫及。我已经给盛京送了信，皇上会怎么应对，便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了。而且我觉得皇上有可能是故意将我调出盛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按皇上的意思来吧，不用想那么多了。河洛城里，有人盯着季明心一行人离去。穆世子和世子妃已经离开了。上头还说定北王世子新娶的这位世子妃不容小觑，看样子也不过如此，不用再关注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一来就去了吕府？难道不是发现了什么？能发现什么？那个季大姑娘在蜀中的时候跟着严神医学了几天医术，就真当自己也是神医了。吕家姑娘那病，她能治得好才怪，八成是被脾气不好的小姑娘赶出来了。那就好，日子越临近，我这心中便越是不安，总怕发生什么变故。咱们已经筹谋策划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出岔子？你就别乱想了。而吕府里，吕老爷一脸的哀愁。堂儿啊，你说说你，好不容易碰上一个神医，你还将人得罪了。为父已经问过，那位小神医真的就是路过，从府里出去就直接走了。你这病可怎么办？我累了，父亲去忙吧。您不是准备找人入赘吗？如今那些人都在等着您呢。我知道你不愿意，可为父年过半百，膝下只你一人，我若哪天去了，留下你一个该怎么办？我这个身子受不得比父亲去得更早，哪里用得着您老来操心护食？你别这么说，那位道士是盛京来的，听说是极厉害的。他说冲洗有用，就一定有用，你一定会好的。这话爹跟外面那些人说去，在我面前就别装了。哎，你这孩子怎么就听不进去劝？爹可都是为了你好。罢了，你不愿意听爹说话，就好好歇着吧。出来吧。吕姑娘怎么发现我的？我鼻子从小就灵，这屋子里但凡出现异样气味，立马就能发现你身上有那个所谓小神医的味道。说吧，你们想要做什么？以招赘之名聚集了那么多军士，应该我来问你们吕家想要做什么吧？我就说这个时候怎么凭空冒出一个神医来，我爹竟然还信以为真，想要治好我的病，真是可笑。说来姑娘可能不信，我家主子还真是神医，而且是专能解你身上这毒的神医。他知道我是中了毒。半寸棉可对？你家主子到底是什么人？又想利用我做什么？我家主子确实是蜀中神医，只是偶然路过这里，听说了姑娘的病情，便想着来看一眼。只是姑娘身上的毒确实有些害人，便没有明言，姑娘不必惊慌。你家主子就算是真的知道又如何？所有人都知道半寸棉没有解，但有人能制出克制那毒的药，你又怎知我家主子不能？吕姑娘就愿意吕家因此永远受制于人吗？而且那些人要做的可是抄家灭族的事情。吕姑娘若是愿意说出实情，未必没有法子解决。而且我看姑娘似乎并不畏死。你家主子救我又是为了什么？这个嘛，就当是为国为民吧。我的命
在他们那些人眼里，只是一个博弈的工具吧。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那些以招赘的名义进了城的人，并不受吕家控制，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姑娘这样聪慧，心中是有猜测的吧？毕竟河洛离圣境那样近，所以我这些日子才日日不安。来的人越多，我越害怕。既然如此，姑娘难道没有发现一点线索？我的鼻子能闻到不一样的气味。前几日来找我爹那个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但不太重，应该是从他见过的人身上沾染的。那种味道，我曾在一个漠北人身上闻到过。姑娘身上的毒，并非最近才有的。以前他们让吕老爷做什么？我爹并不让我插手这些事，不过我隐约知道跟粮食有关。要知道我吕家就是靠粮食起家的。白芍叹气，所有的一切都对上了。他从袖中拿出一个瓷瓶，扔给吕唐儿。我家主子说，这个药你先吃着，若是能熬过这一劫，他回来说不定能帮你解毒。他还想问什么，抬头却发现白芍已经不见了。到天黑，马车停下来的时候，季明心接到了白芍的信。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河洛聚集的人十有八九是冲着圣经去的，还跟漠北有关，这跟我们猜测的都差不多。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那样顺利的离开河洛。如果在对方眼中，你是一个只会吃喝玩乐、没有半点本事的草包，我是自小被家族抛弃，在远离圣经的蜀中长大的弱女子，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跟你在一起久了，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别人眼中原来是个草包。以前总听说穆世子如何风流多情，即使生了一副难得一见的俊美容颜，依然让满圣经的闺秀避之不及。可我回了圣经这么久，也就在满庭芳碰到你那2次，有那么点味道。别的女子都巴不得自己的夫君如何专情，你却恨不得那些传言都是真的，这是为什么？季明心还在琢磨河洛城的事情，并没有发现穆连城的神色不对。希望男人专情，那是女人自己想不开。满圣京城里打着灯笼都找不出一个专情的，何必做那个白日梦呢？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七夕那夜你做的词，现在已被圣京城那帮文士奉若经典。你内心并非没有期待，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是因为楚凌云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首词是写给你的，当然也是为了气消云烟，没有旁人什么事。穆连城愣在了原地。那你为什么？我从来不提他，是因为没有必要。我跟他已经是过去，有什么好说的呢？你或许觉得我心中还会记挂他，但说实话，并没有。我的事情很多，并没有那种回忆往昔的闲情雅致。你总这样疑神疑鬼，无非是觉得我对你不上心，是因为对他用情至深。但这其实是两码事。我愿意嫁你是一回事，真正的将你当做夫君，对你生出感情却是另外一回事。这需要时间，不过你可以放心，如果有一日你们俩成为仇敌，狭路相逢，我只会站在你这一边。他的话让穆连城心中豁然开朗，不过还是忍不住说了句：你倒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君既无情我便休，他既然已经背叛了我，我为什么要放不下？难道你以为我会跟一个有妇之夫有什么牵扯？如果那样的话，我都会看不起自己。是我想错了，我们虽然成婚了，可我有时候总觉得你离我很远，所以才会胡乱猜测。两个人沉默间，跟着穆连城的护卫石飞在外面禀报：世子，漠北有信。穆连城拉开房门，将信接了过来，只看了一眼，便大惊失色。出什么事了？漠北突然出兵奇袭，经过北疆重兵镇守的城镇，转而进攻了一座小城，如今已被攻破。你打算怎么做？不管父王那边有什么安排，我都必须尽快赶赴漠北。季明心对这样的决定并没有异议。接下来我们分开走，你还按原来的计划慢慢走，如果战局混乱，你就停在安全的地方，等北疆局势平稳下来再做打算。我骑马走近路，先去北疆。好。他不懂行兵打仗，跟在穆连城身边其实帮不上什么忙。穆连城上前一把将他搂在怀中。我马上就要启程，会留下一些人保护你，你自己千万要小心。不，比起我，你更危险。人你都带走，我手上还有些人，护我周全不成问题。那我将10亿留给你，若是有什么事情，他知道怎么跟王府的人联系。说到这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塞到季明心的手上。这个你收好，日后说不定能用得着。我会放好，你不用为我担心。无论如何，我自保的本事还是有的。
穆连成又拉着石毅细细的交代了一些事，才带着一队人骑马离开。小姐既然担心世子，为什么不跟着一起走？我跟着不一定能够帮得上忙，但一定会让他分心。漠北突袭这件事蹊跷得很，之前世子跟我说过，漠北的五皇子发动政变，按说漠北的局势正不稳，兵权都未必抓稳了，怎么会出兵呢？小姐，这个你是不是担心的有些多？咱们既然不跟着世子一起去北疆，接下来怎么办？霍大哥那边还是没有收到回信吗？今日送的信中并没有从北疆来的。霍大哥必然是出事了，咱们顺着他留下的线索去漠北找人。小姐，会不会太危险了？霍大哥本来在江南待得好好的，是因为我才去了漠北，现在明知他遇到了危险，我怎么能坐视不理呢？而且漠北现在局势不明，世子去前线也危险得很，我总得做些什么。反倒是第二日出发的时候，穆连成留下的石毅满脸的不赞同。这太危险了，世子让世子妃往安全的地方走，便是游山玩水也无妨，不必着急去北疆。我记得世子临走前吩咐过，让你听我的。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说的话你只要执行就行了。马车缓缓地行驶起来，走到一处密林的时候，偌大的密林里死寂无声。世子妃，情况不太对。季明先下了马车，四周打量了一圈。既然来了，何必藏头露尾的？出来吧。世子妃高明，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现我了。劳烦公主在这里等我了，不知有何要事。楚太子说世子妃不凡，之前我还不信，现在看来确实比盛京城那些娇娇弱弱的大家闺秀有趣多了。倒是穆世子作为定北王府的世子，竟然将自己的新娘扔在半路，也太薄情了些。不知公主等在这里到底意欲何为？也没什么，就是想请世子妃去做个客。公主真是别出心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请客的方式。我若不去呢？先礼后兵，我可是按你们中原的礼数来的。世子妃若是不识趣，那我也只能不客气了。诺敏似乎早知道他会功夫，连忙退了一步，同时吹了声口哨，密林中的人顷刻间悉数出动。世子妃何必负隅顽抗？我以为你是聪明人，你带着这几个人，不可能敌得过我漠北皇室的暗卫。季明先完全不理会他的废话，只一心一意的对敌。看诺敏这副模样，并没有打算杀了他，所以季明先打得很是肆无忌惮。很快，诺敏就笑不出来了，他带来的人竟然被季明星干掉了一半。楚太子曾说，世子妃的身手绝对称得上一流，我还以为她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今日一见，却是一点没夸张。季明心的功夫虽好，毕竟是女子，动手的时间一长，体力便开始不济，行动明显的缓慢下来。于是，在白菊胳膊上被刺了一剑，手中的长剑脱手之后，季明星果断丢了手中的剑。好了，我跟你走，你放过我的丫头。早知这样的结局，你一开始又何必抵抗？公主说笑了，我带来的人都是高手，不打一场怎会知道结局？之前我以为自己有抵抗之力，自然不愿束手就缚。现在看来，迟早要成为公主的宾客，也就没必要让更多的人牺牲。最重要的是，我看公主对我并无恶意，想来走一趟也无妨。世子妃若是一开始就这样识趣多好。我可以跟你走，但你必须答应不能伤害我手下的这些人，不然我就是拼死抵抗，也不会跟你走的。季明先上了诺敏的马车，便安安静静地坐着。你没有什么想问的吗？公主做的这些事情，五王子知道吗？不对，我称呼错了。五王子现在应该已经是新的漠北王了吧？难怪他会为了你违抗楚皇的旨意，差点连太子之位都不保。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你确是女子中难得一见的聪明人。公主抓我，不会是因为楚凌云吧？她已娶，我已嫁，我跟她现在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不知今日世子妃可否为我解惑？将楚凌云和穆连成放在一起，任何一个女子都知道该选谁，唯独你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我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穆连成长得好看啊。诺敏几乎喷血，这算什么回答？大概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吧。反正我觉得穆世子是这世上最好看的男子。变心倒是快，你知不知道你消失这些日子里，他找你找得多辛苦？公主这话实在好笑，
他骗了我，还瞒着我娶了别人，我为什么不能变心？他是楚太子，未来的楚皇，娶太子妃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难不成你以为以你的身份有资格做大楚的太子妃？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是大楚太子，否则我一定会离他远远的。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给人做妾，不论是谁。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我和他原本就是一场误会。我喜欢的人叫做楚凌云，而不是大楚的太子。他成了大楚的太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这话可真倔强。马车在天黑透之后，才在一个庄子前停了下来。公主万安。都是大夏的官话，礼仪也是大夏的礼仪，所以跟糯米勾结的还有大夏人。晚上都警醒些，将我带回来的人都看好，出了任何事别怪我不客气。糯米亲自将季明星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委屈你，先在这里待一阵子吧。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便会好好招待你手下的那些人。我知道了。穆连成的运气倒是好，娶了这样一个世子妃，武功好不说，还聪明。还是第一次听公主夸一个女子聪明呢。不过她再聪明又如何，还不是落到了公主手中。你不知道，她是那种根据蛛丝马迹就能猜到很多事情的人。这样的人除了你家主子和楚凌云，她是我见过的第3个。一路上我原本打算套话的，可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泄露了什么，所以干脆连话都没有说几句。公主看上去大大咧咧，实则是个谨慎的性子。不过如今咱们大事将成，公主不必太过担心。并非我杞人忧天，你没有看到今日那个情形。季明星若是抵抗到底，我怕是根本无法将人带回来。可他在自己并没有受伤，手下还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自己投降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不管他到底怀着什么目的，现在总归是落到我们的手中了。现在这个庄子里布置了这么多人手，将整个庄子围得如铁桶一般，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便是有通天的手段，又能做什么？既然如此，就给楚太子去信吧，看看他这位心上人到底还在不在他心上。这女子已经嫁了人，楚太子怎么可能为她妥协？试试不就知道了。横说我们让他做的事情并不难，但对他来说，这可能是唯一挽回心上人的机会。季明星第2次醒来的时候，糯米在他吃饭途中出现。这饭菜可合胃口？做饭的厨子是你们大夏人，想来是合胃口的。能让我的婢女来伺候我吗？我平时吃的东西都是她做的，别人做的我都吃不惯。放心，我说话算数，答应过你不伤害她，就一定不会伤害她。我并没有什么不放心你的意思，不过现在你已经在我吃的东西里放了药，这庄子又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算放我的婢女来伺候我，难道她还能翻了天？你知道饭中有药还吃？又不是什么要命的药，不吃等着饿死吗？公主放心，我是最识时务的，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所以你不必这样防备我。这个茶我不爱喝，我只喝庐山云雾。世子妃是不是忘了自己现在是阶下囚，喝个茶还挑3拣4的？你们大夏的权贵就是毛病多。我不是公主请来的客人吗？我都这样配合了，公主为什么不能在可以的情况下满足我的一些要求？我想公主也不希望我从现在开始不吃不喝吧。世子妃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不敢当。你的婢女和你要的茶我会很快派人送过来，也希望你能安分一点，毕竟我也不想对你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糯米倒是利索，很快就将白菊亲自送了过来。喂，你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公主又不会杀了我。你要的茶这里没有，要遣人去买，估计得等到明日了，就先委屈你了。就先给我喝白水吧。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我若是用你来威胁定北王府，定北王府不会因为我受你威胁。我和世子虽然成亲了，可这婚事是皇上赐的，定北王压根没有见过我，对他来说，我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世子，你知道的，他长这么大都没有去过北疆，定是有心，怕也做不了了。所以公主抓我完全没有用。我看未必吧，你好歹占着名分呢。定北王府便是为了脸面，也不能置你于不顾。若是为了脸面，王爷应该想法子让我死在这里，以成全定北王府的忠烈之名，而不是向你妥协。便是这样，你也不怨恨吗？有什么好怨恨的？我若是王爷，大约也会这么做。边疆那么多战士都可以死，我为什么不能？我的命凭什么比别人高贵呢？
诺敏突然有些无言以对，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从季明心口中套出什么了。等他离开以后，白菊愧疚地看着季明心，都是我不好，平日里不努力练功，拖了小姐后腿，害您被俘。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以后就努力一点，不然以后出门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可怎么好？我这次回去一定刻苦练功，可如今在我该怎么办？在哪里不是过日子？既然有吃有喝，就先在这儿待着吧。可这里挺好的，清静。我早上没吃好，你先帮我去做点吃的来再说。白菊无语，这都什么时候了，自家小姐竟然还惦记着吃。他们的厨房粗糙得很，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小姐将就一下吧。还是你的手艺好。小姐觉得好就行，这面是我找守卫的人和的，他们这些人别的用处没有，就是手劲儿大，和出来的面精当。他们这么好说话吗？我也觉得奇怪，而且那些人明显就是咱们大夏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帮着漠北的公主欺负小姐。你回头呢，将咱们需要用的东西列个单子交给他们。咱们不定要住多久，总不能白白将就。我现在就去写。不过1刻钟，他就满满当当的写了整整1页的纸。我暂时就只能想到这些了，小姐看看还有什么缺的。你想得很周全，就这样吧。他很想看看诺敏，或者说背后那个人对自己能容忍到哪个程度。这是什么？世子妃的那个婢女说，他们不知道还要在这里住多久，总不能让他家主子一直吃不好住不好，要添这些东西。哼，穆连城娶的这个世子妃，莫不是脑子有毛病？都成了阶下囚了，还穷讲究什么云锦缎、玉髓香、上品血燕，这都是什么玩意儿？我可不知道，我们漠北人听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他之前要的那什么云雾茶还没有买回来呢，你要不去问问你家主子？些许小事，何须劳烦到我家主子？之前主子就吩咐了，定北王府世子妃的要求尽管满足。哼，照着上面的东西去采买。这属下怕是办不到。你长着钱财，有什么买不到的？别的不说，这云锦缎就难寻得很。我记得云锦缎并非贡品，有什么难寻的？您知道它为什么不是贡品吗？因为这东西极费功夫，1年的产量连皇宫都供应不上，所以现今便是拿着钱也无处买。没有就罢了，我们抓人回来是为了派上用场的，又不是请了个祖宗。事情还没办成，先到来为难自己。你不是说你们家主子说了要满足他任何要求吗？我看了那张单子，写明了要云锦缎做的被子。他一会儿若是说没这玩意儿他睡不着，你待如何？罢了，你去问问主子吧。难不成你们主子能找来这些东西？我看了看，那上面不少东西都挺难找的。这世上鲜少有我家主子办不到的事情，不过是些许东西，有什么难的？你们家主子对季明心这么好做什么？用你的话说，不过是个阶下囚，到伺候的跟个祖宗差不多。我家主子自有主张，我劝公主别打听不该打听的。我不过好奇多问一句，有什么不该打听的？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些。你看看楚凌云就知道季明心的魅力有多大了。你家主子若是见过他，也未必不会动心呢。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家主子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怎会觊觎一个有夫之妇？那你觉得楚太子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啊？为什么还会对这个有夫之妇不死心？我也是好意，既然你家主子如你说的这般出色，那我就不得不提醒你，根据我的经验出色的人眼光都是差不多的，不然你怎么解释你家主子对季明心的这个态度？他对别的女人也这样好吗？中年男子听了他的话，已经彻底的陷入沉默。不可能！季明心坐在屋中，将手上的那本书翻来覆去的看。小姐，这屋中还有其他书，您倒是换一本呀。这本有什么好看的？好书可遇而不可求。小姐，怎么了？咱们是不是有危险？没事，不用怕。傍晚时分，竟淅淅沥沥的下起小雨来。小姐，你看，这雨变成雪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下雪呢。咱们蜀中这些年都没有下过雪。今年的天是不是比往年冷？这才刚10月，怎么就开始下雪了？晚上我们吃火锅吧。太好了，我也这么想呢。我这就准备去，只是咱们要的东西还没有送来，也不知道东西全不全。诺敏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你还想要什么东西啊？季明心抬眸扫了一眼跟在诺敏身后的人，多谢诺敏公主了。不用谢，你是我请来的，自然有义务让你过得舒适。不知世子妃是否满意啊？当然满意啊，公主对我可真好。说实话，我在侯府的时候，家人对我都没有这样的好。公主若是有空，便一起用晚膳吧，也让我表达一些谢意。世子妃这话说的真有趣。我将你抓起来关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谢我？话不能这么说，公主将我关起来，也可以不管我的死活，这样费心满足我的要求。你若早说会这样对我，便是不抓我，我也愿意来的。世子妃真是心大，这世上没有谁会白白对别人好，你就不担心我其实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那么公主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其实现在告诉你也没什么，反正你迟早都是要知道的。我已经给楚太子送了信，告诉他你现在在我手上，他答应出兵攻打大夏，我就放过你，不然嘛，你知道的。今日写单子的时候，未曾料到天气会突变，还要麻烦公主再为我准备些取暖之物。世子妃当真是嫁给了别人，就再不管楚太子的死活了？对啊，我已经嫁人了，为什么还要管除我夫君之外的男人的死活？更何况我知道公主不会对楚太子提这样的要求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只要这时候西楚对大夏用兵，那我们能赢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因为公主是聪明人，您知道楚太子不会答应的。他若是能为我不顾一切，当初我们就不会分开。我问了这里管事的，说是他家主子留下的，是好酒呢，味道香醇浓烈，是好酒啊。还真是冷血无情。公主出身漠北，应该好酒量，咱们今日不醉不归。你我若非天然敌对，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眼看着锅已经开了，这肉不膻不腻，好吃啊！这是我们漠北的羊，当然好吃了。今日才运过来，原是准备便宜你了。不光便宜了我，也便宜了公主。我这婢女厨艺高超，你以前一定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做法。你倒是会吃。两个人都没少吃，还将一整坛的酒都喝光了。这一顿饭直接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哎，你这样聪明的人，为什么非要想不开的嫁进定北王府呢？你没听说吗？是皇上赐婚了呀！我就是个弱女子，哪里敢抗旨呢？你得了吧，皇上赐婚又如何？凭你的能耐，真的不想嫁，怕是有几十种法子毁了这婚事。我就不明白了，穆连成那样的人，到底是怎么入了你的眼？公主也太高看我了，我一个从小被家族抛弃的小女子，有什么能耐？反正都是要嫁人的，别说皇上给我指了貌美如花的穆世子，便是将我指给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我不也得嫁吗？夏皇若是将你指给一个七老八十的，你真的会嫁吗？会啊，都七老八十了，那应该也活不了太久。我嫁过去给他送个钟，就能继承他的家产，多好的事儿啊！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姑娘。公主也很有趣啊。两人说笑了一会儿，诺敏才起身离开。白居有些着急地凑近季明心身边，小声地问：小姐不是都准备好了吗？怎么又将诺敏公主放走了？我小看了诺敏，而且我猜今日就算是擒了她，我们也未必能离开这里。你让他们都稍安勿躁，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多待些日子会有好处的。我知道了，竟然真的送了云锦缎的被子，还有玉碎香，小姐要不要看看？以后记得叫我世子妃啊。好的，我知道了。外面的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只有雪花还静静地在空中乱飞。主子，今日天气不好，您怎么还亲自来了？周叔，你如今也越来越大意了。我若是不来，你们怕是都活不过今晚。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的脑子是个摆设吗？诺敏都比你聪明几分。说到诺敏，周康是有些不服气。你不服气？他今日能从那个屋子里活着走出来，就是本事。换做你，我现在怕是该给你收尸了。你是根本没有将季明心放在眼中吧？属下知错。面具男子正要说什么，谁？是我啊，不过是听到这边有动静，过来看看，何必这样喊打喊杀的？这位就是主子吧？我早就猜你应该是个英俊的少年郎。不得胡言！这怎么是胡言呢？英雄出少年嘛，这些年我心中一直都很敬佩你呢。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竟敢跑到主子面前胡言乱语！我才没有胡言乱语，你这些年都不肯见我，我好难过。刚才在那屋子里，我差点就出不来了。我当时就想，这辈子活得可真可怜，连自己是为谁死的都不知道。哼，他当真打算对你动手？你不知道那女人有多可怕。我给她去送东西，她邀我一同用膳喝酒，还跟我谈心，从始至终都笑得温柔和善的，我都快吓死了。他跟你谈心？谈了什么？他说我对他比他家人还好，若是早知道这样，不用我抓，他也愿意来。楚太子不会为了他就答应出兵的。是吗？你为什么骗他？他不也在骗我吗？还说什么她嫁给穆连城纯粹是因为皇上赐婚，若是将她赐给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她也会嫁。不过这个我倒是相信。这又是为何？他说七老八十的人了，想必活不了多久，嫁过去送个钟就能继承家产，是件好事。你笑的可真好听。公主醉了，快回去休息吧。外面下了一夜的雪，季明心睡得格外香甜。外面下了厚厚的一层雪，现在已经停了。小姐，咱们可不可以去赏雪？要去你去，我可不去。小姐，你以前很喜欢出门的，可自年初一那场大病之后，不仅不爱出门，如今连屋都不愿意出了。以前年纪小，觉得外面好玩，如今才发现，能有个安稳的地方待着才是不容易的。北疆怕是已经战乱四起了。季明心突然想起了穆连城，不知他是否安全抵达北疆。正这么想着，只见诺敏手中提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喂，想什么呢？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昨晚我喝多了，晚上回去就睡了。今早起来才想着，你们这些大夏贵女啊，想来醉酒的时候不多，肯定会难受的。喏，快喝了吧。多谢你的关心。季明心将碗端起，白色的热气轻轻飘散。你怎么不喝啊？放心吧，我尝过了，不难喝的。不过凉了，可能就不好喝喽。没什么，看着黑乎乎的跟药一样，我从小就不爱喝这些玩意儿。你可真是娇贵，我小时候生了病，只能硬扛着，想喝药都没有呢。是吗？季明心说话间突然起身，他动作飞快，在诺敏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出手掐住了他的脖子。那这碗醒酒汤就你来喝吧。你要做什么？季明心直接将药倒进他的口中。味道怎样？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喝下这碗东西呢？那时你藏拙了，也根本没有中软金散，所以你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不是你邀请我来做客吗？我想了想，现在去北疆一点都不安全，圣经也未必还能回得去，不如索性跟你来。你这样一点亏都不肯吃，我都要后悔请你来了。公主怎会后悔呢？我留在这里，终归还是有些好处的。你一点儿都不担心莫世子吗？他一个人去了北疆，现在北疆可正乱。担心有什么用？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不是吗？这样冷情吗？他毕竟是你的夫君。公主希望我怎么样呢？就算我现在白夜忧心，寝食难安，又如何？能让穆林城平安无事吗？担忧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你还是很冷血。白菊端了早膳进来。哎，我也没吃东西呢，我们一起吃。难怪你时时刻刻都不跟这个丫头分开，她厨艺可真好啊。我觉得你们大夏皇宫的东西也没有这个好吃。宫里的东西都是提前做好了备着的，自然没有先做的好吃。虽然是这样，你们大夏皇宫的东西也比我们漠北的强多了。你是不知道，漠北人吃的食物大多是牛羊肉，任谁都会腻的。不过你昨晚做的羊肉就挺好吃的，看来还是做法的差异。自然，牛羊肉也有很多好吃的做法。不过诺敏公主喜欢大夏的东西，为什么不干脆同意和亲呢？凭你的身份，怎么也能嫁个皇子吧？到时候想吃什么没有？你当我傻呀？你们大夏的女子一辈子被关在后院，连出个门都有数不清的规矩，哪有我们漠北自在？那你就怂恿五王子攻打大夏，若是赢了还好，若是输了呢？我看你们也没有多少赢面吧。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赢面？你们大夏如今也未必有多安定。大夏是不安定，可你觉得跟那些藏头露尾、躲在暗处见不了人的东西勾结，就真的能成事？你知道什么？这也不是什么难猜的事情。
不然你以为我昨晚为什么没有动手？若是可以，我真想现在就除掉你。反正你将我关在这里，我也做不了什么。不如你跟我说说外面的情况吧。想问话就直接说，干嘛将自己说的这么可怜？你若是不想来，我能将你请来。你想问什么？北疆的事吗？漠北还在进攻，不过遇到了定北军强烈的抵抗，目前没有能再攻下其他城池，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定北军并非浪得虚名，而定北王没有动静，世子还在路上，目前没有其他消息。之前你们漠北攻陷的2座城池叫什么？太和和庆宇。你们的目的是临川？没看出来啊，你居然还懂这个。看来夏皇的指婚也不是完全乱点阴阳谱嘛。其实我更想问的是圣经怎么样了？圣经可是有你们大夏天子坐镇，能怎么样？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看来你们的计划不怎么顺利啊。诺敏心说他明明什么都没说呀，当即也不敢再说什么，跟季明星告辞以后逃一般的离开了。小姐，她怎么了？估计是被吓到了吧。啊？季明星吃完饭后继续看那本书，他的目光盯着地图上的临川看了半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是这样，我们得离开这里了。昨晚你还说不急呢，不是说这里很有意思吗？原本闲着也是闲着，陪他们玩玩也无所谓，可现在我们有事要做。可是这里守卫森严，咱们要是闯出去，怕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我自有打算，你还照常就是，别让人看出不对来。小姐放心吧，这个我很擅长。天阴成这样，今晚说不定还会下雪。季明星看了看外面，没有当回事，只是让白菊将之前诺敏送过来的玉髓香拿出来。价值千金的玉髓香，随手就能拿出这么一盒子，当真是大手笔。诺敏公主对小姐还真好。季明星用香匙挖了一勺子香，填进香炉里，然后从头上摘了一只簪子下来。簪子是中空的，里面填满了药粉。他哪里能拿得出这么一盒子玉髓香？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诺敏公主口口声声将您当对手，其实还是小看了您。她见咱们抓起来的时候，连咱们身上的首饰都没有拿走，您那些首饰若是都能用得上，也够她喝一壶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又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何就能让人高看一眼呢？将香点燃了，拿到屋檐下去。这香，今夜的风来得正好，这香啊，能让我们省不少的事儿。小姐，咱们真的能顺利离开这里吗？能不能顺利我不知道，但我们今晚必须离开。我需要尽快赶赴北疆，接下来不能带你了。你跟其他人先去安全的地方，等局势安定下来再做打算。小姐，北疆是不是有危险？你能不能不去啊？你以前不是说嫁给定北王世子，只是为了离开蜀中让老夫人安心，帮四爷解毒吗？现在四爷的毒已经解了呀。我以前一直奉行明哲保身，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更重要的。但是白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世上确实有东西比我自己更重要。小姐，白菊觉得自己还是喜欢以前那个万事都不放在心上的小姐。你知道我的功夫的，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想要自保还是不难的。我不会让自己有危险，你呀就安心找个地方待着，不用担心。主仆俩在这边安排，另一边诺敏的鼻子动了动，这是什么味道？是玉髓香。唉，不愧是玉髓香，香味竟然能飘这样远。这就是那什么商务茶，这个味儿跟其他茶叶也没什么不同啊。你好歹也是个公主，怎的这般粗鲁？这也是主子最喜欢的茶，若不是主子手中有珍藏，你以为那么容易买到？我们漠北人在你们眼中不就是蛮人吗？粗鲁些有什么不对的？倒是你家主子啊，竟然和那个季明星喜欢喝一样的茶。我家主子以前也不喜欢庐山云雾，前些日子收了一些才喜欢上的。更何况在盛京，品茶本就是贵族的日常，好茶不过就那么几样，喜欢一样的也没什么稀奇。这香味不对啊？哪里不对？是软筋散。什么样的软筋散？这样厉害？不过是闻了一点，便连内力都调动不了。我就说这个季明星不简单，早该除掉的。除掉他，同时跟楚太子和定北王府结仇吗？这好像是专门对付内功高手的，内力越高，受影响越大。主子，那女人怕是要逃，咱们要不要？
他们说话的功夫，天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暗夜里，依稀看到季明心住的院子有人影闪了出去。主子，再不启动机关，人可就跑了。面具男隐约听到不远处有马蹄声传来，他摇了摇头。现在若是启动机关，他未必不能活着出去，但我们一定会死在这里。季明心从哪里调来的人？似乎还不少。他竟然调人围了庄子，他怎么传的信？现在启动机关还来得及。只要将季明心困在这个庄子里，外面那些人投鼠忌器，必然不敢强攻。放人离开，只要他们不强攻庄子，我们就不启动机关。为什么呀？我就说那女人是个祸害，现在放虎归山，你总有一日会后悔的。我等着那一日。你简直是个疯子！不得无礼！庄子的地牢里，季明心十分顺利地将所有人都救了出来。这是不是太顺利了些？小姐的药这么厉害吗？诺敏怕是要被坑惨了。见过主子，辛苦你们了。是主子受苦了。接下来我要尽快赶到北疆，世子留下的人和青字辈的秦氏2名跟我一起走，其余人听白珠安排。让属下跟主子一起去吧。你留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今年天气冷得早，你要尽快筹集一批保暖衣被，还有粮食。衣被还好说，咱们本来就有这方面买卖。可粮食，主子以前从不让插手这个，这段时间我已经在囤积了。可要供应大军，实在是杯水车薪。你让白菊去找吕唐儿，告诉他，我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若是做得好，我日后一定为他解毒。此地不宜久留，大家按吩咐行事吧。小姐，别担心，好好等我回来。白竹知道这不是搞生死离别那一套的时候，直接拉着白菊告辞离开了。咱们走吧。主子，我让带了火油，要不要？不必了，他放过我，我也放过他。季明心摸了摸怀中的书，说起来还是我欠他更多。而此时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诺敏也有些不可思议。他就这样离开了，不来找我们算账吗？聪明人自然知道该做什么，我们还会见面的。真不知道你高兴什么啊！现在楚凌云那边，我们该怎么交代？不过是交易不成而已，需要什么交代？而已？你知道让楚凌云松口有多难吗？他好不容易回信了。哦，他竟然会信？我早告诉你，季明心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般，你偏不信。那以后就更有好戏看了。季明心今日却注定行路不会顺畅，骑着马跑了1个多时辰，便遇上了一行人，竟然是楚凌云。你没事吧？你不该来的。我知道你如今恨不能跟我撇清关系，可我又怎么能置你的生死于不顾？你很清楚糯米不会对我做什么的。糯米还不足为虑，但他身后的那个人向来冷酷无情，我跟他交过几次手，从没有讨过好。冷酷无情？想到对方送来的那一堆东西，季明心便无法将人跟冷酷无情这4个字联系起来。当然，你若是跟他打过交道，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难缠的人。他若是真的想要留住你，便是跟你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你离开。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亲自送到自己手上的玉髓香，那本关于北疆的书，对方的手段不一般。你想说他是故意放我离开的，那又怎样呢？他放不放，我都是要离开的。北疆现在乱成一团，就是莫连城去了也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何况是你？你到底为什么要嫁给莫连城呢？定北王府的位置注定了他不得安宁，你以前明明最喜欢安稳的日子。你也说的是以前，现在我嫁的人是莫连城，他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跟着过什么样的日子。星儿，你别说这样的话，你跟莫连城是夏皇指婚，前后认识也不过几个月，我知道你对他并没有什么感情，你这样说是为了气我吧？我和莫连城的感情怎么样，并不关你的事。楚太子，我还要赶路，请让开吧。星儿，你跟我走吧，大夏很快就会乱起来，我们大楚不会参与大夏和漠北的战事，那里还是太平盛世，我不会约束你，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生意，有我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若是累了，也可以好好休息，我保证可以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哼，所以你是想让我做你的外室？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你便是看清我，也不该看清你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跟你并不相关，让开吧，我不会跟你走的。其实你自己也是清楚的，不是吗？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你明明知道我那是迫不得已，为什么非要对我这样绝情？
在盛京的皇宫，季明星无论说出什么样的话，楚凌云都以为他在赌气。可是现在他有种预感，他是真的要斩断跟自己的一切关系。他这一生唯一一次真心喜欢一个人，就要这样失去吗？谁都有迫不得已，没道理你的迫不得已要我来承担后果。哼，事实上我已经承担了，但至此一次。楚凌云，你的身份注定你以后会有更多的迫不得已，是我不奉陪了。爱情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得不到最好的，那他宁愿舍弃，也不愿意委曲求全。那穆连成呢？他就不会有迫不得已吗？他会不会有迫不得已我不知道，但我对他的期望原本就跟你不一样。他是我的丈夫，我会是一个合格的世子妃，就像你的太子妃一样。这无关感情，所以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他们本该是一样的人，都在追求一份纯粹的感情，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季明心可以是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只是不会是他的。楚凌云突然忍不住双手掩面，手掌下泪水滚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挽回他了。临川城的守将是定北王手下的心腹大将颜如松。此刻他站在城墙上，看着下面队形整齐的漠北大军，面色端凝。这些蛮子到底想做什么？这些日子也就小打小闹了2回，一点都不像他们往日的风格。漠北王换了人，这次带兵的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看来是个会运筹帷幄的。这也没关系，横竖他们想要踏进北疆，得先踏着咱们的尸体。我就是觉得这情形不太对，这些蛮子前些日子突然袭击，现在兵临城下却不着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颜如松一直盯着城下的军队，听到身边人的议论，不禁皱眉。咱们守好自己的城就是，别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也不想想这么多呀，这不是王爷不在，心里没底吗？事事都指着王爷，还要你做什么？嘴上这么说，其实他现在也提着一颗心，不过他关心的倒不是王爷，而是世子爷。到了北疆就没了踪迹的世子爷，真的能如王爷所期望的那样担负得起北疆吗？这个时候关心穆连成踪迹的自然不止他一人。我们不要先去找世子爷吗？你知道你家世子在哪吗？石毅摇头，就是不知道才要找啊。季明星为了赶路方便，一路都是男子的装扮。我们现在去临川吗？我们不去临川，至于要去哪里，还要等等看。正说着，他派去探查临川的人返了回来。怎么样？临川的情况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糟糕。漠北大军虽然兵临城下，但这几日并没有大动干戈，偶尔几次短兵相接，双方都没有太大的伤亡。现在双方还在对峙中。临川的守军呢？有没有其他的动向？属下专门探查过了，临川守军目前没有过调动的迹象。除了临川，这附近还有哪支驻军能够调动？不管哪支恐怕都不行。如今是战时，这里有临近战区，各地都有自己的防守任务。若想调动，除非有王爷的军令或者兵符。我自有打算。你现在只要告诉我，哪支驻军能够最快赶到居延？居延那里是军资囤积的地方，本就有重兵驻守。重兵有多重？能比得上临川？距离居延最近的是顺义的那支驻军，但领兵的校尉是前几年朝廷派来的。就去那里。而这个时候的居延城墙上，穆连成看着如潮水般涌来的敌军，心头一片冰凉。世子，还会有援军到吗？原本守在城中的副将满脸疲惫地问。他们已经支撑了5日了，正常情况下，距离这里最近的援军早就该来了。会来的，居延城里有无数的粮草，还有世子爷，您不该死在这里。世子放心，除非咱们都死光，否则绝不让这些人踏进城门半步。穆连成手中长剑出鞘，我跟你们一起。小公子开什么玩笑？以为打仗是儿戏吗？如今漠北人来侵，咱们怎敢擅离职守？那可是死罪。怎样才能调军？除非有定北王的军令或者兵符。他话音才落，便看到季明心摊平了手掌，他白嫩的掌心托着一枚印章。是王爷的私印，皇上曾下过旨，王爷的私印，战时可调遣大夏任何军队。
季明心听到这句话，心头也跟着一震。他简直不明白穆连成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将这样的东西交到他的手上的。瞎说什么？如今王爷都不知道在哪里，谁知道他这东西是怎么来的？更何况是假的也说不准。王爷怎么可能将这样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这不是笑话吗？这么说，这位将军是不愿意听令了？整个定北军都是皇上的，你拿一枚真假不明、来历不明的定北王私印就想调军，简直是痴心妄想。就在王龙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占了上风的时候，眼前突然有剑光闪过。违抗军令者，杀无赦。阁下手中有王爷的印章，我等自当听命行事，不知有何吩咐？在不影响这里防卫的情况下，能分出多少人跟我走？这里驻军有1万，日常防守有3000也就够了。但如今是战时，为了以防万一，须得留出足够的人手，只能分出5000人马。只留3000人，你立马带余下的7000人跟我走。敢问公子，咱们要去哪里？是我做出听从公子命令的决定，自然要对手下的人负责。居延，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你立刻去集结人马，我们需要尽快出发。王爷，没想到这座小城居然这样难缠，好在快了，今日定能拿下。着什么急？看到了吗？那是定北王府的世子穆连成。今日若是能拿下他，那才是功不可没。人们不是都说这定北王的儿子是个草包吗？怎的这样厉害？草包？盛京的人怕是都眼瞎了。这个人绝不能留着，今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他除去。而此时的穆连成连续厮杀了几个时辰，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世子，天快黑了，咱们已经不剩多少人了，未免夜长梦多，他们必然会连夜攻城。世子，您已经尽力，巨岩城是守不住了，您带着身边的人离开吧。我在盛京活了20多年，就被人骂了20多年的废物，如今头一次来漠北上战场，若是弃城而逃，岂不是永远都要被人戳脊梁骨？这样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可是不值得啊！有什么值不值得？我姓穆，生来就注定要战死沙场的，如今不过是早一些罢。远处的苏和巴鲁一直盯着穆连成，在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的时候，心中暗笑了一声找死，几乎在一瞬间搭箭开弓。世子！正在这时，一柄长剑飞来，是世子妃。援兵到了。怎么不认识了？穆连成一开始都以为自己是临死前出现了幻觉，听到他的声音才反应过来，一把将他拉入怀中。我好怕自己死在这里，再也见不到你了。别怕，我来了。我不怕。不过1刻钟，残余的漠北兵便败退了。刚刚打落我箭矢的人是谁？他身边的人都摇头。现在就去给我查，我要尽快知道他是谁。而居延城里，季明心一路将穆连成搀扶回居所。盛京城那些骂穆世子废物的人，今日真应该来看看世子爷誓死守城的英姿。穆连成听出他有些生气。当时那个场景，我怎么能抛下满城的人自己先跑？你怎么会来这里？既然根本不希望我来北疆，又为什么要把那枚印章给我？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有异心，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我已经成婚，我连终身都托付给你了，还有什么不能托付的？事实也证明我没有错。伤口都包扎好了，你休息会儿，我出去看看。受伤的人太多了，我多少能帮得上忙。可惜来得太急了，没有带药物过来。能救几个是几个吧，我们终究救不了所有人。宣荣和汪林守在外面。你确定那个是世子妃？她真的不是男人？你都问了好几回了，那当然是世子妃。难不成你以为世子会将王爷的印章交给其他人？两人正说着，就见季明心从房中走了出来。你们都守在这里做什么？没事做了吗？世子怎么样？都是些皮外伤，我已经给他伤药包扎了，不会有事的。不过他太累了，先让他休息会儿吧。可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世子做主。世子若是没来，你们便不做事情了吗？他如今需要养伤，没有精力操心这许多事情。你们按以前的惯例处理战后事宜便是。那末将今日多亏了汪将军领兵救援，才免了居延城破之灾。将军不必着急，先让手下的人去疗伤休整吧。受伤的人在哪里治疗？我带世子妃去。
那地方世子妃还是不去的好，不少伤兵都缺胳膊少腿，血腥的很。没事，我稍微会些医术，说不定可以帮上忙。这次受伤的人太多了，就是将城里的大夫都招来也是杯水车薪，多一个人帮忙，说不定就能活下来很多人。可那是世子妃啊！哈哈，你也太小心了。世子妃又不是什么胆小的弱女子，便是去看一看，又能如何？刚好他们也要去看伤员，便一起跟着去了城中临时开辟出来治疗伤员的地方。季明星看到靠墙坐着的一个人，怎么不去上药包扎伤口？我伤的太重了，不必白费功夫了。让大夫先去救那些有救的人吧。家中有亲人在等你回去吗？有。那就不要轻易言死。清玄帮我打下手，其他人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尽量救人。这个人只要不发热，并不会有事了，只需按时换药便好。你记录一下他的伤势，回头别忘了换药。属下明白。整整一个晚上，季明星就这样不停歇的救人。先去吃些东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现在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我也不好为了自己的事情给人添乱。先将就几日，等过些日子，我们去定北王府就好了。挺好吃的，实际上是我没有什么胃口，现在鼻子里还是血腥味。我这是头一次见这样炼狱一般的场面。是我不好，不该让你经历这些。你原本也没有想让我经历这一切啊，是我自己非要来的。我自然可以在盛京城的定北王府做金尊玉贵的世子妃，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说实话，我倒是很感激你给了我那枚印章，让我有机会救下这座城。我也很庆幸自己将那枚印章给了你。好了，你休息好了也别闲着，一起去帮忙。两人回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伤兵被抬了回来，一支箭穿透了他的胸膛。接手的大夫连连摇头，这箭的位置实在不妙，一拔箭人立刻会有危险，不拔箭更是撑不了多久。你救救他吧，我好不容易才从死人堆里将他拔出来，他明明还活着啊！让我来试试吧。世子妃可有把握？这样的伤，谁来怕是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治好。不过与其让他等死，不如我来试一下。那就辛苦您了。季明星认真查看了伤口，才发现那些大夫不敢拔剑的真正缘由，那剑竟然是带着倒刺的。季明星小心地将伤口划开，取出了剑，然后缝合上药，一系列动作干脆利索，没有半丝停滞。一人见季明星忙完了，忍不住上前：这一仗下来，咱们伤患众多，好在这里是居延，军需不缺，可这伤药实在是不够，尤其是止血药已经快用完了。世子妃这经针止血的手法，不是我不想教你们，而是经针止血是需要内力辅助的，必是我一天也只能用2-3次，多了身体便要吃不消，这在军中并不实用。不过其他的我都可以教你们。真的吗？当然，你们都在为军中效力，学会了能救更多的人，这是好事啊。渐渐的，人们看季明星的目光越来越敬重，而穆连成一直安静地跟在季明星身边，一开始只是看着，不一会儿便能搭得上手。宣荣有些感慨，那年我爹跟着王爷回了一趟京城，回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定北王府的100年声誉怕是要毁在世子的手上。如今看来是他多虑了。这些年谁不这样说？可见人算不如天算，皇上别的不说，这婚倒是指得好。哈哈哈，能从盛京那么多娇滴滴的大家闺秀中选出一个世子妃这样的，皇上也是不容易了。你是没见他一剑抹了王龙脖子那场景，当真是胆识过人，不输男儿。我当时死都没想到她会是个女子。你当时若是知道她是个女子，还会听她的命令调兵来救援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猜世子妃不会给我选择的机会，若不是我当机立断，怕是会跟王龙一样的下场。王龙死了，还有王家人给他讨公道，我若是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世间福祸相依，谁能说得清楚？你看现在王龙死，你却还活得好好的，而且立了这样的大功，
还在世子和世子妃面前有了名号，以后啊，说不得会平步青云呐。至于王龙，自从来了北疆，便一个劲儿地排挤咱们这些王府出来的，如今还敢违抗军令，幸好居延没破，不然杀了他都是轻的。可我听说王龙都是王家的嫡子，还是朝廷派来的，就这么给杀了，皇上和王家不会追究吗？我看世子妃不是有勇无谋的人，既然敢杀人，肯定会有办法善后的。世子妃头一次来北疆，不过是顺路去调军，杀人的时候怕是连王龙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已经想好善后的事儿？世子妃是头一次来北疆没错，可你要说她对北疆的情势一无所知，那就错了。你跟我说来的一路都是世子妃在做主，你并没有半点主张。可我看过你们那是赶来时走的小路，那并不是正常的路线，却是最近的路线。咱们为了赶路走惯了，不觉得什么。可你说，世子妃是怎么知道那条路的？还有这次救援，整个北疆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时居延被围困。突袭居延这么隐秘的计划，漠北人肯定不会到处说。你说，才进入北疆不久的世子妃是怎么知道的？对呀，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猜到的。你跟我说，来救援的时候，世子妃便吩咐分兵2000人到雪巫山下，最后那些人守株待兔，几乎将撤回的漠北残余兵力绞杀殆尽。这说明他一开始就知道漠北兵是翻山而来，所以才猜到了居延会出事。他对漠北的地形很熟。你呀，运气真好，遇到了世子妃，以后多长点心，前途肯定差不了。等天黑了，自己回到住的地方。我猜你也该回来了，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你不吃吗？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刚吃过了，这碗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快吃吧。怎么样？你喜欢吃吗？很好吃。你喜欢吃就好。你不用专门找人给我做饭，我没有那么娇贵。比起那些受了伤、缺胳膊少腿儿，以后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的将士，我已经过得很好了。这里的事情有人会处理，我们该离开了。这么快吗？要去哪里啊？穆连成取出一封信递到季明心的手上，是我父王的信，要我们去安定城。看来暂时是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咱们明日就出发吧。看来你也猜到了他的用意。王爷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定北王被刺杀后人没事，却一直隐在暗中没有出现，很明显是有目的的。季明心觉得，除了想要漠北放松警惕，引诱他们趁虚而入，最重要的就是要给穆连成铺路。但愿我没有让父王失望。而此时的安定城中，定北王的书房也正热闹。王爷总算是回来了，您不在的这些日子，咱们这心里都没底呀。你得了吧，这些日子若不是我压着，你恨不能跑到临川去跟漠北人拼命。你怕是巴不得王爷不在吧？瞎说，我哪有？好你个老轩，前几日还担心你那小儿子回不来，恨不得杀去居延，现在竟然还在王爷面前告我的状。王爷，末将可没有不信任世子的意思，只是这为人父母嘛，总免不了担心。你便是不信任也没有错，那个混小子眼看城就快守不住了，只会等死。本王真是白生了他一副机灵模样。世子半点准备都没有，头一回上战场，用不足1万的人马，足足守了居延5日，这已经很了不得了。何况王爷的儿子，又岂是会弃城而逃之人？呵呵，还要自己的媳妇儿去救，没出息。听说世子妃身手十分不凡，在顺义一剑杀了王龙，真是有胆有识。皇上难得做了一件好事啊！当初皇上的赐婚圣旨刚下的时候，是谁说皇上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找了一个没人要的女人，塞给了世子？他当初不是说是一个落魄侯府的千金吗？还是被扔在蜀中商户那养大的？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厉害？皇上怕也不知道他这么厉害，那混小子运气倒是好。有这样一个敢打敢杀、有勇有谋的世子妃，还要什么出身呀？他就是个乞丐，娶回来也不亏。那王龙可是王家的嫡子，世子妃就这么将人杀了，王家想必不会善罢甘休。
咱们该提前想好怎么应对才是。哼，敢杀人就要承担后果，让他自己应对去。那个混小子才成婚几日，就将本王的印章送人了。世子那印章也不算所托非人了。世子妃带人救了居延，给咱们省了好大的事，王爷何必斤斤计较？我拜托你了，回去读点书吧。所托非人是这么用的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吗？行了，这些事儿等他们回来再说吧。你们先去处理漠北的事情，告诉颜如松，踏入北疆地界的漠北人一个不留。你说世子爷做的东西能吃吗？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昨日的那碗面，世子妃似乎说很好吃，都吃光了，爷高兴的半宿没睡着。你瞧，天一亮就又来折腾了。会不会是世子妃不好意思告诉爷，其实很难吃，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啊？爷好像没告诉世子妃那面是他做的。啊，折腾了半天，世子妃都不知道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想对世子妃好吧。季明心绕开两人，直接到了厨房门口。他双手抱胸，依着门框看穆连成。在这个君子远庖厨的时代，他想要对自己好，便亲自下厨为自己煮面熬粥。不知过了多久，粥终于好了。穆连成起身的时候，腿已经炖麻了，一下子跌在了地上。季明心轻笑了一声：“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季明心发现穆连成熬的粥竟然意外的好喝。你确定你以前没有做过饭？只是去你那儿见了几回白菊那丫头做饭，问过几句。这样说来，你以后便是不当世子，做个厨子，估计也会前途无量。我才没兴趣当什么厨子，我只做饭给你吃。能吃到穆世子亲手做的饭，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外面石氏兄弟已经都准备好了，吃完饭便启程。我们不用赶路吗？这么冷的天，赶什么路？我父王既然已经回去，那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你不喜欢王爷的做法？那日若不是他及时到了，定北王就算有办法收拾残局，那些死去的人也活不过来了。说不上什么喜不喜欢，我从小就知道，这世上的事情并非所有人都能随着我的心意。但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不舒服，是吗？我只是有些难过。那日在城下跟漠北人搏杀，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可终究死的都是别人。我倒是希望自己真的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也许那样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为我去死了。漠北人不是因为你来了北疆才南侵的，所以便是没有你，该死的人也一个都不会少死，甚至可能会更多。王爷的将计就计对你来说可能是有点残忍，可穆连成，慈不掌兵，我以为你决定来北疆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了。你说的对，是我着想了。刚入10月，北疆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穆连成从车厢里翻出了一件火红的狐裘披风，这个穿着暖和些。你倒是准备的周全。我的东西都是石氏兄弟收拾的，他们是在北疆长大的，自然知道该带什么。你还记得那位诺敏公主吗？当然，她不是失踪了吗？我猜她现在应该已经回到漠北了。她跟成了漠北王的五皇子是一伙的，这次漠北南侵跟她脱不了关系。她一个女子折腾这些做什么？你这是看不起女子？怎么会？我自来就知道，女子若不是被关在后宅，其实也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的。有你在，谁会觉得你比男子差？诺敏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但这次漠北算是中了王爷的诱敌之计，他落不了什么好。我担心的是他身后的人。你已经知道他的身后是谁了吗？朝中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跟在襄城劫杀你的人有关。你看看这个。这书你是从哪儿来的？对方并没有伤害我的意图，最后好好的放我离开不说，还送了我这么一本书。我原本不解其用意，现在看来，他虽然在背后搅弄风云，但并不想北疆出事。北疆若是出事，整个中原都会暴露在漠北的铁蹄之下，到时候谁也不好过。只是不知道盛京现在如何了。有皇上坐镇，能有什么事啊？你说的也是，不知道这次倒霉的又会是谁。马车走得并不快，到天都黑透了，才赶到一个小城。世子，这城里似乎只有这么一家客栈。那就去敲门吧。石飞得了吩咐，上前去敲门，只是敲了好几声也没有人回应。里面明明亮着灯呀，怎么会没人？世子妃，
好久不见。安排住宿吧，咱们今晚就歇在这里。不过分别几日，哪里有好久？看来公主对我十分挂念，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一直觉得世子妃跟寻常女子不一样，以为自己已经够高看你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你。公主谬赞了，实际上我跟寻常女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世子妃不必过谦，如你这般能文能武的女子，世所罕见。说实话，当日在庄子里，我若是知道漠北南侵的计划会毁在你手上，我便是拼了这条命也会杀了你。所以你今日是来弥补遗憾的吗？你身后那位同意？你也破坏了他的计划，你以为他还会对你手下留情？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杀了你也晚了。我打算将你们夫妻二人带回漠北，有定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在手，便是仗打输了也没有关系，你说是不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二人会有这样大的价值呢？何况这里是北疆，公主要怎么把我二人带走？我知道你会医术，功夫也了得，我想要带你走很难。不过我控制了整座城的百姓，你若是不要他们的命，尽可反抗。我也曾以为公主是不一样的，如今看来却是我高看了你。我也不愿如此行事，可是你根本不明白漠北是什么样的地方。这一仗我们若是败了，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拖延时间也没用，我今日一定要将你二人带走，希望还不太晚能派得上用场，不然我就只能杀了你们祭奠牺牲的将士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何苦呢？凭你的才智，想要好好活着其实并不难。你怕是不知道，好好活着才是这世上最难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跟你这般的好命，生来衣食无忧，没有人拿你的性命婚约威胁你，算计你。你还是第一个说我命好的人呢。有什么话我们路上说，请吧，世子、世子妃。看来我们不得不跟诺敏公主走上一遭了。别怕，这次我们一起。外面已经准备好了马车，季明星一上马车就钻进了穆连成的怀中。怎么，还是冷？这里的气候实在是太冷了。没想到两位的感情竟然这样好，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世子妃这心变得未免有点太快。谁没有过年少无知的时候？不过曾经的那些事都过去了，我如今已经成亲了，自然会一心一意跟自己的夫君过日子。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你说过去就能过去的。我倒是觉得楚太子那里还没有过去，否则他上次也不会一接到我的信就连忙带人来救你，你说是不是？哎，说起来啊，上次我还以为你会跟他走呢。我如今跟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呢？世子妃真是比我想象的更加绝情。我说过我嫁人的，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看你似乎在圣经才知道楚凌云的真实身份，想必还不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吧？他那位太子妃出身不凡，他们二人的婚约是从小就被定下的。可是认识你之后，他便提出要退掉婚约，这对于太子妃和他的家族都是莫大的羞辱。不仅如此，没有他们的支持，他太子的位置都会不稳。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公主当着我的面说这些，当我是死的吗？怎么会呢？世子这样深藏不露，用一张纨绔面孔就将圣经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我怎么敢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我以为你会想要知道世子妃的往事。她既然选择了嫁给我，那过去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就不重要。何况我若想知道，自会问阿敏，用不着你来刮草。你说的那些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就算我当初知道了，也不会改变什么。他的太子妃不能不娶，而我绝不会做妾，所以我跟他注定无缘。以前那些事我没有跟你说过，是因为我觉得不重要。从我决定嫁你那刻，就已经想好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瓜葛。我知道。那我就祝两位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喽。谢公主吉言。你的手怎么这样凉？没什么，这里太冷了，你帮我捂捂。哎呀，你们俩差不多行了，我这辆车已经够暖和了好吗？至于冷成这样，在我一个孤家寡人面前卿卿我我，缺不缺德啊？还捂捂，火盆不比男人的手热吗？矫情！你管我，我乐意。谁让你非要将我们带来的？哼！
今日赶了一天路，你先睡会儿吧。我听说啊，穆世子风流潇洒，是盛京城青楼楚馆的常客。您觉得世子妃跟那些青楼女子比，如何呢？我若是现在杀了你，你还能拿那些百姓威胁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呢？我的人若是得不到我平安回到漠北的信息，一定会将那些百姓全都杀掉。世子也不敢赌吧？哼，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总归有命才能做。你敢赌吗？诺敏沉默下来，他不敢。穆连成却懒得理会他在想什么。睡吧，放心，有我在。季明心这一觉睡得很安心，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醒了？你一直都没有睡吗？半夜的时候眯了一会儿。麻了吧？你一直抱着我做什么？他一晚上动都没动一下，怕是浑身都麻了。没什么，我活动一下就好了。这是到了哪里啊？你不用操心这个，放心，我既然敢来，自然有把握带你们离开。有吃的吗？我饿了。这是在路上，我可没法子给你弄什么好东西，有的吃就满足吧。不是我不想吃，是我这些日子饮食不规律，胃病犯了，吃这些冷食会难受。还有几里路就到下一个城镇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吃东西，你们最好别耍什么花招，想想那一城的百姓。那是自然，公主放心，只要你啊不为难我们，我自然会安安分分的。我还是冷，你帮我暖暖。诺敏懒得看二人腻歪，转过了头，却不知此时季明心手指轻动，正在穆连成的掌心写字。穆连成瞪眼看他，季明心见此，目露恳求。穆连成最终无奈地点了头。你真好。让季明心失望的是，诺敏并没有带他们去酒楼吃饭，而是将他们带到了一处民居。公主，这小白脸就是定北王的儿子？别小看他，不然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王爷也这么说，不过人不是已经落入你的手中了吗？别说这些废话了，去弄点吃的来。你们俩失踪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现在外面查得很紧，我们暂时不会上路，你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我以为我们一落到你的手中，你就让人给王爷送信了。我现在人还在北疆，定北王若是封锁所有出关的路，我怎么离开？你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这样的结果了吗？还生什么气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非要用我们俩跟王爷谈条件。其实你用那一城的人命跟王爷谈条件也是一样的呀。这当然是因为二位还有其他的用处啊。有什么用？你怎么会以为我会告诉你？等你去了漠北，自然就知道了。外面有脚步声传来，原来是有人送饭了。别嫌弃了，这里不比盛京，大冷天的哪有什么菜？我没有嫌弃，但这些油腻腻的，我实在是吃不下。你能让人给我煮碗面吗？这个总有吧，要不就熬点粥，我胃实在是不舒服。厨房在哪里？我去做。诺敏瞪了他一眼，心里暗骂了季明心一句麻烦精，还是无奈的吩咐婢女让人给他煮碗面。多谢公主了。诺敏现在觉得多看他一眼都头疼，丢下一句你们先吃饭，然后便离开了。他对我们倒是放心，这里守着这么多人，何况有那一城的百姓呢？有什么不放心的？唉，好好的一个姑娘，偏偏不做人事，真是让人说什么好呢？你这么说他，当心他回头找你算账。他这样的人脸皮厚得很，哪里会怕人说？何况我怕他算什么账？他是能打我还是能骂我呀？话音未落，糯米进来，手中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我是不能打你，也不能骂你，但你信不信我从今日开始就不给你吃东西？你好歹也是一国公主，别这样小气嘛。哼，我偏偏不做人，你待怎样？哎，你刚刚不是离开了吗？怎么都听到了？快吃，一会儿凉了别又抱怨。公主，你对我真好。季明心冲穆连成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吃饭吃着吃着便一头栽在了桌子上。公主也太过小心了，那要是我漠北巫氏的不传之秘，无色无味，从没有被人发现过。你知道什么？季明心的医术不凡，上次在庄子里，他用一点香就将整个庄子的人都迷晕了。越是高手越难以逃脱，实在不容小觑。更何况这一次还有个不知深浅的穆连成，我怎么敢不小心？嘿嘿，现在他们不是这样轻易就中招了吗？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回漠北。人就交给你了，我去处理那座城里的人，绝不能让定北王发现端倪，不然我们在北疆的人怕是会全军覆没。
这些大夏人就会搞些阴谋诡计。我现在就带他们走，我倒要看看定北王会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别意气用事，他们还有更大的用处。季明心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穆连成已经不在身边了。姑娘总算行了。我睡了多久啊？姑娘来这里睡了3日了。你不是漠北人吗？大夏的官话说得这样好。我本就是大夏人。是吗？难怪我看着你就觉得亲切。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塔娜。你大夏的官话说得这样好，应该是在大夏长大的吧？怎么却起了一个漠北的名字呢？这事说来话长，姑娘想必没什么兴趣知道。您刚醒来，要喝点水吗？或者吃点东西？我有点饿，你帮我拿点吃的东西来吧。诺敏公主呢？我能见见她吗？公主没有回来，王爷让我好好伺候您。刚刚我已经将您醒过来的消息递上去了，王爷应该很快就回来看您。王爷？是苏赫巴鲁王爷，他是咱们漠北的战神呢。正这么想着，有人走了进来。见过王爷。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是不是觉得我比你那小白脸夫君更像个男人？我夫君呢？他呀，自然有别的用处。你既然来了这里，就不用惦记他了。咱们漠北可不管什么嫁没嫁过人，只要你愿意，本王娶你做王妃。漠北的摄政王妃身份地位可一点不比大夏的定北王府世子妃差。本王比那个总需要你救的废物世子强多了。可在我眼中，王爷比我夫君差远了，我为什么要另嫁？哦，本王哪里比他差了？脸啊，你长得比我夫君差远了。是因为这道疤吗？是没你那细皮嫩肉的夫君好看，但是小姑娘，我教你一回，找男人可不能光看脸，只有脸能看的男人未必能让你快活。可我就喜欢看脸啊，只要看着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快活了。你都来了这里，以为自己还有选择吗？那王爷还跟我说这些做什么？我以为王爷这样的盖世英雄不会为难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弱女子？别说弱女子，就连我漠北的勇士都从来没有人能打落本王的剑士。说什么盖世英雄？你这话是在讥笑本王吧？其他人也未必不能打落，不过您这不是身份尊贵吗？想来是没人敢对您不敬。你这是在说本王浪得虚名？王爷年纪这样轻，便位高权重，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呢？难怪糯米那丫头千叮咛万嘱咐，说不可轻看你。本王算是看明白了，你不仅功夫不错，这张嘴也半点不饶人。我早就跟糯米公主说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公主抬举我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在我手中，而且手无缚鸡之力，我劝你乖乖的听话。我可不像你们大夏的男人那般怜香惜玉。我说我会乖乖的听话，王爷信吗？你可以试试。说完，他长腿一迈，几步便走了出去。姑娘是惹王爷生气了吗？我一个阶下囚，哪里敢惹摄政王生气？他若是真生我的气，说不准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姑娘这样想就好，如今连大王都要听摄政王的，您得罪了他可没有任何好处。多谢你关心我，可摄政王说要娶我做王妃，这怎么可以？我已经有夫君了。怎么会？摄政王从不近女色，先王曾几次想要给他赐婚，他都没有答应。是这样啊，那估计他在跟我开玩笑，真是吓坏我了。可摄政王从来都不开玩笑的。季明心才懒得管那个人有什么毛病，他继续套话。我来这里都3天了吗？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夫君？没有，只有姑娘一个人被送过来。苏赫巴鲁回到一间屋子。哼，你想好了吗？若是再想不好，我说不准就要后悔了。这位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果真是个有趣的人儿。你现在将人交给我，我可以答应你，在这场战争中，大楚为漠北提供粮食和兵器，但对大夏宣战，你应该知道，这不是我能做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直接拿他跟定北王府做交易，
为了自己儿子跟媳妇儿的性命，定北王说不定愿意让一步呢。别做梦了，定北王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为了2个人的性命而退让？便是他的儿子，也不可能。我以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才是，若非如此，你也不会找上我了。你们这些中原人都狡诈得很，我这不是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吗？糯敏那丫头说你对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情根深重，看来也不过如此。其实吧，那日世子妃带着人去救援居延城，虽然破坏了我的大好计划，但她不仅能带兵打仗，还有接下我一剑的能耐。这样的女子世所罕见，我若是娶了她，也是不亏的。别打她的主意，不然你会后悔的。你要不说说，你对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情？横竖她已经嫁给了别人，这个人是我还是穆连成，有区别吗？他这话像是一把刀插在了楚凌云的心口，他一时竟疼得不知作何回应。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会放弃你，选择穆连成了。你这趟来也不全是为了他吧？毕竟漠北和大夏打起来，对大楚也是好事。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不会为了他兴兵大夏。哈哈哈哈！这样说来，楚太子也不会在意我娶她了。你可以试试。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你说楚太子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楚太子并不在意那个女人。比起他的话，我还是更相信糯敏那丫头。2个火盆里面一直放着燃烧的炭火，屋子里暖融融的。塔纳热得已经出汗了，但是季明心却还是一个劲儿的寒冷。他很清楚这是穆连成出事了，他将白河养了很久的一对冰蚕子母骨种到了自己和穆连成的体内，母子连心会将子骨体内的毒一并的转化。如今他可以确定自己没有中毒，所以是穆连成中毒了。在一间暗牢里，漠北乌衣飒人看着昏迷过去的穆连成，满脸的震惊。怎么会这样？您的药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呀。有厉害的东西在保护他，不过不要紧，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会不会来不及啊？王爷交代的要尽快，不然怕是会撑不住。若是连这么些日子都撑不下去，那是他自己没用，怪不了别人。说着，他带人转身离开，却没有注意到身后已经晕过去的人睁开了眼睛。出来吧。见过世子。世子妃呢？你怎么不在他身边保护他？主子说这次他只是个添头，真正危险的人是您，所以让属下保护好您。那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主子那边还没有传信出来，应该没有大碍。外面如今的情形怎样？世子不必担忧，您和世子妃失踪的消息，王爷已经封锁了，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漠北人似乎也不予声张，现在还没有给王爷传信，应该是有什么阴谋。阴谋应该就在刚刚那女人的药里，不过好像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世子放心，主子身边也有人跟着，而且都是顶尖高手，只要不是被几百上千人围攻，护主子周全，总是没问题的。你现在能带我离开这里吗？可以是可以，但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打草惊蛇有什么关系？不管这些漠北人想要做什么，只要我离开了，他们的目的就达不成，这不就行了吗？世子说的是，可是现在是战时，外面都被封锁了，而且漠北的大军就驻扎在此处，咱们离开这里容易，想要回到北疆，怕是难。不用管其他的，我们先去找世子妃。季明心在那阵寒意过去之后，便裹着厚厚的被子睡着了。那女人怎样了？已经睡着了。睡了这么久，还能睡得着吗？她今日有没有什么异常？异常？这位姑娘醒来后吃了点东西，不过好像有些不满意。她还跟王爷聊了几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好好想想，她当真没有任何异常吗？她睡前好像有些不舒服，看样子似乎很冷，让我将火盆都烧得旺旺的，还要多挪到床前。明明屋子里很暖和呀，我都出了一身汗。冷？是刚过去不久的时候吗？对，就是刚刚。原来是他坏了我的好事。苏和巴鲁刚好往这边走来，正听到这句话。怎么回事？交给你的事办好了吗？没有，是我太小看这个女人了。
她之前一直昏迷着，今日醒过来也一直在这间屋子里待着，什么都没做。你知道什么？他赶来便是做好了准备。那男人身上有很厉害的东西保护，我的药奈何不了他。你的药还有奈何不了的人？你很关心他？哼，连你都奈何不了的人，难道不值得关心？你不必用这种愚蠢的话来激我。我早就知道这世上人外有人，我奈何不了的人有很多，不差这一个。真是一如既往的坏脾气，女孩子要温柔。你看看那位定北王府的世子妃，再看看你自己，不得不说，人跟人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女人你就算抓回来，也未必能如愿。我劝你有这功夫，还是想想，若是战败了，怎么跟上京的那些人交代？交代？你怎么会以为等到我战败时，他们还会有功夫找我要交代？我会办好你交代的事情，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一定会让药物在他体内生效。谁知刚说完这话，就有人匆忙过来回道：启禀王爷，安牢里的人逃走了。一个没有了功夫的人，你们都看不住，一群废物！我才从那里出来，很确定他身上没有内力，想必是有人救了他。哼，当真是不容小觑。说着，他往季明心住的屋子而去。你跟着我做什么？我怀疑那位世子身上的东西跟他的妻子有关，而且现在人逃走了，也只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只是不知世子妃在世子心中有多少分量。萨人走到床边，认真地打量起床上的人。这么晚了，不知两位来做什么？哼，世子妃是不是忘了自己现在是个阶下囚？这是我的地盘，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王爷，就算你威胁我，我也不会嫁给你。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不过开个玩笑，你莫不是异想天开，觉得本王真会想娶你吧？原来是开玩笑啊，那就好。之前王爷说要娶我，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呢。我一个弱女子，不惊吓的。本王从未见过你这样不惊吓的弱女子。那不知这么晚了，王爷带着这位姑娘来做什么？苏和巴鲁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萨人直接上前抓住了季明心的手腕。他正想把脉，却被季明心反手掐住了脖子。你做什么？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我劝王爷别轻举妄动，万一我一紧张，一不小心伤到这位姑娘，那就不好了。那些药果然对你没有用。那些药当然不是对他没用，只是冰蚕吞噬他体内的药物需要时间。不过是一个医女，你以为抓了她能有什么用？是吗？摄政王抓了我之后，一直好吃好喝伺候着，没让我受什么苦，所以我也不想恩将仇报，还望王爷别逼我。我知道，在王爷眼中，这位姑娘跟您的宏图大业相比，或许不值一提。但我劝你想清楚，一时的失败可以有卷土重来的一日，但人若是没了，可就再不会回来了。你不必听他废话，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若是因为我拖了你的后腿，那我宁愿去死。唉，姑娘何必呢？蝼蚁尚且偷生，你又何苦为了一个男人求死？要知道，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以后娶妻生子。你有没有想过，到那时，你赔上自己的命做出的牺牲，又算什么？我若真的死在这里，也绝不会是为了他苏赫巴鲁，而是为了外面我漠北的10万大好男儿。王爷怎么说？任由这位姑娘死在我的手中？外面是本王的10万大军，抓了她你也出不去。现在放人，本王不跟你计较。王爷当我傻吗？我现在放了他，也断然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既然如此，我临死前为什么不拉个垫背的？你究竟要怎样？来人！话音落下，跟在他身边的几人悄然飘落到地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季明心抬手给萨人喂了一粒药丸，让他咽了下去，才将人交给其中一人。自然是走进来的。来人！王爷以为您的那些人如果还在的话，我的人怎么进来？根本不是糯米威胁你，你才来的。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倒是比糯米聪明一点。当然，他其实也不算笨，只是喜欢呢自以为是。王爷考虑的怎么样？本王现在还有选择吗？如此甚好，那就麻烦这位姑娘陪我走一趟吧。放了她，你们可以用本王做人质，外面没人敢拦。王爷身上变数太大，还是这位姑娘更安全些。王爷不必担心，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或许没有，但绝对说话算话。我活着离开这里，这位姑娘自会毫发无伤。
世子妃倒是个狠心的人，就这样将世子丢下不管了吗？还有楚太子，他听说了你在我手中，可是一刻不停的赶来了漠北呢。你们又用我跟楚凌云做交易？世子妃何必生气？您自己应该也知道，楚太子不会仅仅为了你答应我的条件。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想要做什么交易，但若敢扯上我，小心得不偿失。我知道了，世子妃可以离开了。外面，穆连成身后跟着清玄，等在那里。你没事吧？看来是没事了，我们先离开这里。你的要求我都做了，可以放人了吧？王爷急什么？这里是您的地盘，我若是这么快就放了人，还能活着离开吗？王爷放心，我保证会放这位姑娘平安归来的。不过若是让我知道身后跟了什么人，那可就别怪我言而无信了。本王一言九鼎，自会言出必行。他带着人一路狂奔，跑了几乎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停下来。对方还算守信，没有派人跟踪。那当然是因为摄政王不想这位姑娘有任何的不测。你不会以为这样就真的能逃走了吧？别忘了这里是漠北。谁说我要在漠北待着？你们大军驻扎的地方离边境并不远，我只要带人穿过边境就可以回到大夏，到时候便是摄政王定下，又能拿我怎样？放他离开。他看了一眼穆连成，有些不甘心地问：你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的药会对你无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在圣经的时候不是对姑娘挺好的吗？现在怎么变得一点都不怜香惜玉了？你见我对谁好了？既然人们都这样说，总是有的吧？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讨论我的那些事儿？你有什么打算？想甩了我自己走？季明心的心思不难猜测，他既然主动要来漠北，必然是有事情的。你现在也知道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针对你的阴谋，你待在漠北不安全。我们一起被抓，我抛下你回去，你觉得父王还有定北军中的那些人会怎么想？王爷看到你回去定然高兴，我这个皇上指婚的世子妃，北疆的这些人应该不会放在心上。你也说了，你是皇上指婚的世子妃，你我才刚成婚，来一趟北疆我就将人弄没了，你说皇帝会怎么样？你果然无能。你东拉西扯也没有用，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涉险的。你现在说说，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想做什么吧？我想去漠北的上京。你想去找老漠北王？我也有这个打算。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高尚。其实最初决定要来漠北，是因为霍大哥在这里失踪了。他不是要来做生意吗？那样大宗的生意，能拿得下的人不多，所以我猜他在上京。穆连成听他提的男人，心中不快。走吧。世子跟我一起去上京，你带人回北疆，我们分成5路走，让对方无法追踪。让其他人回去，我留下保护你和世子吧。咱们的人对漠北不熟，定北王府在这边必然留有人手，而且我和世子身手都不弱，你不必担心。我让你回去是有别的事情做。清玄闻此才领命离开。11月的漠北，天寒地冻。穆连成想着他在蜀中长大，怕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恶劣的气候，起身一跃，稳稳地落到季明心的马背上。你做什么？漠北地广人稀，跑上1天的马都不一定能碰到城镇。这个时候咱们也不能去普通的牧民家住宿，还是抱着取个暖，保留些体力的好。穆连成见他没有说话，唇角弯了弯。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漠北，父王将我留在盛京，不过是顾着皇家的猜忌，但皇上也没工夫时时刻刻都盯着我。后来发现我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之后，就更对我放松了。我自己偷偷去过很多地方呢。那你来漠北做什么？这有点远吧？你长时间不在盛京出现，难道不会有人起疑？那不是有江允州吗？他自小就喜欢黏着我。舅舅心疼我自小没了娘，爹也时常不在盛京，没有人作伴，便让江允州陪我。他几乎是在王府长大的，我俩长得有几分像，身材也差不多。他又喜欢研究易容术，扮成我几乎像个8、9分。我不时闯个大祸，皇上便会罚我在王府禁足，我便趁这些机会偷偷往外跑。这样说来，皇上也真够纵容你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小时候调皮得很，坐不住，在后宫待一会儿能窜好几个宫殿。一开始最不喜欢被罚禁足，让我1天不出门，
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皇上便是瞅准了这一点，才会在我犯大错的时候把我禁足的。其实后来皇上大概也知道了一些，不过也没有说什么。皇上对我虽然有那么几分愧疚，但也着实算不错了。说起江远舟，我怎么感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你该不会是让他来漠北了吧？没错，之前漠北王出事的时候，我就收到了消息，当时江远舟正好闲着，就自己来了。那你跟他联系上了吗？我跟你一样，是被迷晕带到漠北来的，这几日都被关着，哪有功夫跟人联系？你确定他在上京吗？他这个人一向爱凑热闹，漠北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上京了，他一定在那里。季明心借着跟穆连成说话，努力保持清醒，但他只觉得穿在身上的皮球半点用都没有，寒意从骨子里钻出来，他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意识。季明心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帐篷里，穆连成趴在他身旁睡着了，不过一察觉到他有动静，立马睁开了眼睛。你感觉怎么样？我睡了多久？你睡了3日，一直断断续续的发烧，可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在哪里？别担心，我们运气不错，遇到了一个小部落，他们几乎不跟外面联系，苏和巴鲁找不到我们的。对不起，是我给你添麻烦了。别这样说，若是我一个人，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从苏和巴鲁的暗牢里出来。而且你这病也是因为我，那个女人在暗牢里喂了我一种据说很厉害的毒药，但我却一点事都没有，是因为你吧？在北疆的时候，你不是没有办法脱身，是我非要你来漠北的，当然有义务保证你的安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你来漠北吗？你真的从来都不明白我的心意，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那些药在我身上不起作用？季明心抿了抿嘴，没有出声，他不是很想说。我猜跟你总是觉得冷有关。你在圣经的时候身子并不畏冷，可是糯米被抓了以后，你便总是寒冷。是冰蚕子母蛊，种在身体里能吞噬体内所有的毒，唯一的坏处便是冰蚕消化毒的时候会释放寒气。子母蛊？那我身体里的是子蛊，所以你的感受不会很明显。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将母蛊种在我的身上？季明心一时语塞，他真的没有想那么多。现在咱们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为什么会同意你来漠北？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是夫妻，可以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你出现在居延的时候，我虽然明知不该让你赴险，但心中还是很欣喜。可你并不这么认为的，对吗？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去北疆的呢？是因为他不想一个人留在圣京，也因为他已经嫁给了穆连成，唯独没有因为他想与穆连成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你总说过去的都过去了，但其实并没有过去，对不对？季明心清楚他在说楚凌云，张口就要反驳。你看，一说这个你就很着急，想要辩解。我知道在你心中确实是想和楚凌云一刀两断，日后再不往来的，甚至你可能也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情谊了。但不可否认，他对你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让你在心中设下了无法突破的心防，你再不愿对任何人敞开心扉。不得不承认，穆连成说的都是对的。你既然都知道，还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呢？季明心，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想要告诉你，我不是楚凌云，我不会像他一样对你。我娶你是因为我心悦你，而不是为了什么圣旨，更不是为了你所谓的交易。你的身份比楚凌云其实也不差什么，他有他的身不由己，你难道不会有？若是日后需要你在我和定北王府之间选择，我和王爷之间选择，更甚至在天下百姓之间选择，你又会如何？这世上谁都会有身不由己，难道因为这样就不过日子了吗？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面对这样那样的选择，但季明心，我可以在此立誓，除非我死，否则我永远都不会背弃你。若为此事……季明心一把捂住他的嘴，别说了，我没有不相信你。他突然有些认命的想，就相信他一回吧，就像当初相信楚凌云那样，这样对他才算公平。你别怕，如果遇上了什么难题，我们可以一起面对，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抛下你。听到这句话，季明心心中突然就释然了。
他想，他一直等的或许就是这样一句话。季明心抬头去看穆连成，见对方也正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他身子往前倾了倾，正好吻上了他的唇。穆连成，我喜欢听你连名带姓的叫我。穆连成也没有想到这一席话能收到这样的奇效，开心的差点跳起来。早知道说这些有用，我早就跟你说。时机未到，早说了未必有用啊。想起最初自己决定嫁给穆连成时心中做的那些打算，季明星不由得笑出了声。你笑什么？我想起最初打算嫁你的时候，只是想着嫁个纨绔，以后跟你一起吃喝玩乐啊。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人生真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所以你的遗憾到底是我不是个真的纨绔，还是不能吃喝玩乐？都有吧。其实知道你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女人，我还是有些惊喜的。跟你相反，认识你之后，我无比庆幸自己不是一个真的纨绔。这样说来，如今的一切反而是最好的。你还没吃东西呢吧？那粥还有吗？你这熬粥的米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如今在草原上，这些牧民可不种大米。是我拿东西跟这里的牧民换的。我来的时候仔细观察过，这里的人没有任何异常，确实是常年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正好这时，一个容貌精致的小姑娘拎着一个羊皮袋走了进来，转头对穆连成笑着说了一串话。季明星完全听不懂，没有想到穆连成竟然能操着一口流利的漠北话跟对方交谈。等那小姑娘终于恋恋不舍地走了。这是咱们借住的这户人家的小女儿，说晚上怕是要降雪，送了些炭过来。小姑娘挺关心你的呀，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你身上。你不高兴？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她怕你冻着巴巴的送来取暖之物，我也跟着受益。何况你长得好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盛京城那些名门闺秀嘴上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出现的时候我也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若是别人看你一眼我都要不高兴，那为了我以后的心情着想，咱俩呀还是趁早和离的好。你想多了，我们定北王府从来没有过和离这种事。我们成婚才多久，你就想着和离？能好好过日子，我怎么会想和离？圣旨赐的婚啊，和离得有多难？这完全取决于你啊。那你以后就不用胡思乱想了，我们肯定会好好的。穆连成说完话，去看小火炉，发现里面的炭已经快燃完了。这是石炭，民间不怎么用，我倒是在军器间见过他们用来冶炼铁器，不过这东西不好找，没想到这里倒是有。这下好了，今晚不怕冷了。不过你问了你的事情吗？问了，他说是他阿爸之前在草原上救了一对商人，那些人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送的，他们都不喜欢吃米饭，所以就没动。这米是江南那边的精米，谁会千里迢迢带来这种地方呢？他的话倒是合情合理，听不出什么破绽。哎，咱们也别管那么多了，今晚再住一晚，明日就起身去上京。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说到好好休息，他扫了一眼这空间并不大的毡帐。我们睡一起吗？我跟对方说咱们是夫妻，而且你一直昏睡，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你又没有说谎，做什么这样紧张？我们确实是夫妻啊，睡一起才是正常的。你这样放心我吗？季明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你能行？他没有说话，直接挨着季明心躺了下来。你要不要试试我行不行？你别冲动，你那剑法练得不容易，可别前功尽弃了。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怕呢。我还生着病呢。好了，我不动你，你也别乱动。这辈子不大，两人盖本就勉强，你别再折腾了，着了凉，病情变重。好了，睡吧。穆连成温香软玉抱了个满怀。你这样我能睡得着？为什么睡不着？你倒是真的放心我。其实我也不是因为放心，毕竟你这么好看，我觉得真发生什么自己也不亏。穆连成现在深刻的怀疑，当初师傅让他练那见鬼的剑法，就是为了坑他。睡觉，只要你都能睡得着，这种事总忍着也不行，会憋出毛病的。你要是真是有难言之隐，可以告诉我的，我是大夫。穆连成看着他的唇瓣在自己面前轻动，忍无可忍的直接吻了上去。这种时候都能忍住，你真的没问题吗？我从10几岁开始，曾被灌醉过，也被下过药，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逞。说实话，这是我忍得最辛苦的一次。
你说喜欢我，是不是骗我的呀？你有没有良心？我守身如玉到现在容易吗？你是为了你的剑法守身如玉的，又不是为我，我怎么就没有良心了？睡觉。要睡就好好睡，我又不会吃了你。两个人相拥着睡去。第二日，季明星醒来的时候，穆连成已经在地上忙碌起来了。先是生了火，毡帐里暖和起来，又熬了粥。你怎么不叫醒我？咱们说好今日要动身的。咱们怕是走不成了。昨夜果然下了雪，现在还没停呢。我刚刚想出去看看情况，谁知门都被雪堵上了，根本出不去。也不知道漠北那位摄政王殿下有没有想到会遇上这样的天气。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天时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穆连成起身，从一个小箱子里找出一小盒茶叶。刚来那日，我就将这里搜了一遍，发现这里竟然还藏着一小盒茶叶。竟然是云雾，还是今年的新茶？我还以为是之前借宿的客人留下的旧茶。这难道也是救人的商人送的？送精米还可以理解，但是茶叶就不同了。昨日我还觉得是你多想了，现在看来这里不对劲的地方还不少。我只是出门的时候多，于是就习惯多想。也许这就是个简单的部落，他们无意中救了来这里的商人，对方出于感激送了他们的米和茶。想想我们不也是被他们救的吗？不对，漠北人一向过得寒苦，若是救了商人，我相信他们宁愿要钱，毕竟这些米和茶对他们并不适用，而且茶也就算了，他们不爱喝，放到现在也可以理解。米呢，怎么说也是吃的，他们不吃留着做什么？他们给我米的时候表情十分寻常，并不像是拿出什么珍贵的东西，那种感觉像是他们并不缺米。哎，你记不记得那小姑娘头上的钗子好像是圣经流行的样式？穆连成其实没怎么关注人家小姑娘，听他这么说，认真的回想了一下。你说的不错，那姑娘的打扮乍看跟普通的漠北小姑娘没什么不同，但其实还有不一样的。漠北人更喜欢金银首饰，除了贵族，普通百姓根本不会戴明珠。今朝拆招吧，人家好歹救了我们，若不然这样的天气，咱俩若是没能及时赶到上京，这样的天气说不准要被冻死在雪地里。可不是，他们确实是漠北人没错，咱们也住了几日了，也没见对方有什么动静。其实说起来，咱俩总不至于倒霉到头一次来漠北就碰到认识的人吧。闲着也是闲着，要不我们出去看看？我出去一趟，你在这里等着，万一有人来也好支应一下。那好吧，我再休息一会儿，你自己千万小心。放心，我自有分寸。穆连成说干就干，起身去了外面。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脚步声传来。姑娘进来吧。谁知那小姑娘看了他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季明星猜测这姑娘大约是来看穆连成的，正这么想着，小姑娘又过来了。不好意思，我妹妹见这边似乎有人出去了，有些不放心，便过来看看。她不会说大家的话。多谢你们的关心。那位公子去哪里了？昨晚下了大雪，他这么跑出去会迷路的。他闲不住，说出去探探路，我们总是要离开的。现在外面除了雪还是雪，不仅没有办法探路，还容易遇到危险。放心吧，他不会走远的。我去找他。他又听到外面似乎有马蹄声传来，心中立马起了警觉。这个时候谁会来呢？季明星顺着雪地中的脚印找到了这附近最大的那顶毡帐，耳朵紧紧地贴在帐篷上。这批东西如今金贵得很，主子打算卖个好价钱。那就好，其实我们用了主子给的法子，这次的品质更好，不管谁得手也不亏的。你办事，主子自然放心。漠北人憋屈的久了，这一战必然不肯善罢甘休。现在有这样的好东西送上门，他们当然求之不得。可是这样的话，定北王府岂不是要吃大亏了？主子自有安排，这些不是咱们该操心的。季明星听到这里，心中便明白了，这人不仅在大夏搅弄风云，竟然还将手伸到了漠北。对了，我听说部落里又来了生人，有没有探查清楚是什么人？是一对迷路的男女，那男子还会说漠北话，应该就是靠近边境哪个城镇的。一对男女，长什么样？长得都挺好的，尤其是那男子，齐齐哥一眼就看上了。哎呀，可惜已经有了妻子。长得好，定北王的世子据说长了一张极好的脸，
前些日子带着世子妃从苏赫巴鲁那里逃了出来，便没了踪影。算算日子，若是他们没有回北疆，极有可能流落到这里。这不能这么巧吧？将那对男女给我看好了，若真是，咱们这次可就立大功了。季明心不知道穆连成去了哪儿，他正要起身，突然发现自己背后竟然有人，果断出手掐住了来人的脖子。正是那个小姑娘，他正想打晕这个姑娘自己走，突然看到一个身影往这边而来，是穆连成回来了。季明心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反倒是他手中的小姑娘先开口了。穆连成听完，让季明心先放开他，然后拉着季明心跟在七七阁身后，避开找他们的人，躲进了不远处的一顶毡帐。七七阁说我们有危险，那些人不会来他这里检查，我们可以先躲一下。可是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他说没有理由，就是不想让我们死。不管怎么样，这里不安全，咱们得想办法离开。刚刚来了个人，猜出我们的身份了，还说这里有一批能让定北军吃亏的东西，他们打算卖给苏赫巴鲁。我知道，我刚刚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冶铁的地方，我怀疑他们在私铸兵器。躲在幕后的应该还是那个人，手伸的可真长。想要造反嘛，没点本事怎么能成？不过他的运气好像不怎么好，不然也不会刚好让他们碰上。你打算怎么做？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发了讯号，差不多也该有人来了。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查清一些东西。我跟你一起擒贼先擒王吧。你问一下这小姑娘知不知道那人是谁？两人一直躲到天黑，有夜色遮挡，行动方便多了。一群废物，怎么还没有找到？照你说，他们是下人，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这种鬼天气，便是逃走了，也活不了多久。你知道什么？那可是定北王府的世子，长这么大，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他的命，不也好好活到现在？穆连成和季明心对视一眼，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将帐内的两人制住了。世子妃，别来无恙！你家主子成日偷鸡摸狗，鬼鬼祟祟不敢见人，到底想做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才偷鸡摸狗！我行得正，坐得直，不像某些人成日躲在暗处做些见不了人的事。哼，他不会是长得丑，见不得人吧？你才丑！我家主子是……你家公子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你确定你真的不说？我既然落到了你的手中，就不怕死。你要杀要剐随便，我是不会背叛主子的。哼，你不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说这话的人。不过，我这样心善的弱女子怎么会杀人呢？当然要让你好好的活着呀。交给我吧。现在不是审问的时候，穆连成直接把两人打晕了过去。这里看着像是会客的，成日人来人往，应该不可能藏什么重要的东西。有交易就肯定会有记录，你觉得他们会将账册放在哪里？如果真的存在这个账册，那怕是只有藏的人自己知道。不过他好像挺宠爱他的那个小女儿，你说那个小姑娘会不会知道？你是不是不愿意我去找她问话？一个小姑娘而已，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厚道。唉，你这样心软可怎么好？她毕竟救过我们，而且很无辜。这世上谁不无辜？边境战火连天，每时每刻都在死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你去问吧。别觉得对不起他，这个部落藏着这样大的秘密，迟早有一天会被揭破。便是不遇到我们，也不可能永远这样安静下去。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都清楚的。我们一起去。那他们呢？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穆连成轻轻弹了下手指，有几人飘然落下。主子。两人又回到七七阁的毡帐，两人说了半晌，最终穆连成冲季明心摇了摇头。那我们先去其他地方找找吧。怎么了？现在我们要怎么办？这么大一个部落，想要找东西恐怕不容易。穆连成正要说什么，突然听到一声声响，出事了。两人飞速掠到绑了人的帐篷，就见两伙人已经打了起来。怎么回事？主子，林让看着的那两个人被劫走了，这些人的身手不错，不是漠北人，是熟人。看来我们早就被发现了。考虑到季明心体力会跟不上，穆连成从一开始就出手狠辣，打到最后拿剑的手都有些软了。季明心在穆连成身边不知疲倦地挥着剑，实际上因为受伤过多失血严重，他只觉得浑身发冷，头晕目眩。天空中突然升起了一个巨大的形状奇怪的焰火。是王爷，王爷来了。
穆连成将季明心紧紧地搂在怀中。没事了。是那个小姑娘。季明心强撑着说出最后一句话，便晕了过去。这次我又昏睡了多久？还好，只有3日。我没事，就是太累了。你快去梳洗吧。也不急在这一时。正在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你刚醒，身上还有伤，别折腾了。自己跑到漠北来送死，没什么要说的吗？是我行事鲁莽，请父王责罚。我怎么能惩罚你？打你一顿，还是杀了你？你也是成了家的人了，做事怎么还是这样冲动？你也不想想，你若是有个万一，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听到这话，季明心默默地低下头。他觉得这个锅不应该让穆连成一个人背，正要说话，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不会这样了。你这次虽然有些鲁莽，但阴差阳错发现了这里，也算立了大功。这里不仅有石炭，还有铁，简直是天然的铸造兵器之处。我们还查获了一大批已经铸好的兵器，光是这些也够你将功抵过了。幕后的人，父王查到了吗？对方手脚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而且你说的那2个人也没有找到。那人在这里经营多年，难道一点线索都不曾留下？和对方合作的是这个部落的首领，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安排的，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这不可能吧？他一个人能做得了所有的事？可这里确实只有这个部落的人，总不能全部抓起来审吧？王爷既然已经带领大军将这里围了，想必是有打算的。那你说本王有什么打算？这处地方既然有石炭又有铁，王爷占了，想必就不会还给漠北了。这地方本就是我大夏的，说什么归还，应该是漠北归还我们才对。既然你媳妇儿没事了，你们也别闲着，不是怀疑这部落里有知情的人吗？那就自己去查。说完，利索的起身走了。你父王看起来挺和蔼的嘛。大概是觉得我澄清了，给我留面子吧。他以前每次回圣经，收拾起我都毫不留情。那也是因为关心你吧，总比我强。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要不要再休息会儿？不知是哪位大夫用的药，效果也太好了。我还以为这次伤的身子要休养一段日子，现在看来好像用不着。王府有专门调养身体的秘药，我找父王要了一颗，你没事就好。谢谢你，效果真的很好。我现在已经可以起身了。哎，那个叫琪琪阁的小姑娘怎么样了？你晕过去的时候，专门提了她，我就知道她不对劲，所以让人将她关了起来。你将她关在哪里？她的父亲就是部落的首领，全家人都趁乱逃走了，只剩了她一个没走。我将她关在了一个平时没人住的帐篷。这样很好，希望她知道些什么。戚明星换了一身衣物，跟着穆连成去了一个帐篷。琪琪阁正坐在一个毡垫上发呆，看到穆连成，先是一愣，然后双眸发亮，起身扑到他的身前说话：“你才是这里做主的人吧？”别装了。戚明星发现这个姑娘简直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再问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便拉着穆连成离开了。你有什么打算？什么打算？咱们来北疆本就是因为王爷出事啊，现在王爷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我们也该回圣经了吧？以前总是向往边疆热血沙场，这一回也算是经历过了。回圣经也没什么不好，起码不用担心随时没命。你不是想跟我一起吃喝玩乐吗？这回我们有的是时间。好，我们回去一起吃喝玩乐。我们去搜一搜琪琪哥住的地方吧。你猜的若是没有错的话，他的帐篷里说不准藏着有用的线索。两个人转了方向，往琪琪阁之前住的毡帐去了。皇上这些年对咱们虽然不怎么厚道，但这门婚事指的是真好。这臭小子运气确实不错。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明明说好了让世子来北疆的，现在又让人回去。程二这次表现得有些扎眼了，皇上大概是担心我万一出了事，他撑不起北疆，想让他提前历练一下。可现在看来，他似乎不需要。说什么君无戏言，我看皇家的人最喜欢出尔反尔了。哈哈哈，其实这些年我对这孩子也很不放心。不过现在看来，皇上对他还是用了心思的，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戚明星跟穆连成去了琪琪阁之前住的毡帐，这是前段时间圣经才流行起来的画本子，看来这位琪琪阁小姑娘跟圣经的联系很频繁啊。至于能看懂这些的人说自己不会大夏话，戚明星觉得这大概是一个笑话。让人把这毡帐拆了吧，
总能找到什么的。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觉得他没有跟家人一起逃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来得及带走。你觉得那首领一家真的是他的家人吗？应该不是。若是家人，自然是他的性命最重要，又怎么会将他留下？我认为你之前猜的是对的，他应该是幕后的那些人安插在这里的主事人。一个小姑娘，着实让人想不到。我现在对藏在幕后的那个人越来越好奇了。不要对别的男人好奇。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是个很矛盾的人，一边跟漠北人勾结，一边却又不希望漠北人成功入侵大夏。之前若不是他的那本书，我怎么也不会那样及时赶到居延。我知道王爷有能力善后，但能少些死伤总是好的。在襄城被围杀之后，我就一直在查，做事干脆利索，不留半点痕迹，是个厉害的人物。他若藏着不露头，我们怕是很难将人找出来。这样的人却躲在背后翻云覆雨，祸国殃民，真是可惜了。阴谋算计是真的，但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襄城那些跟他有勾结的官员，不仅出身清白，连政绩也很斐然，是真正的强干的能臣。若非如此，他也不能经营这么久，还没被人发现了。你这样说，我更好奇了呢。先让人来拆帐子，我们再去找七七哥。你看他那样子，不会说的。我有办法。什么办法？美人计吗？乱说什么？什么是我乱说？他眼睛都快长到你的身上了。你不高兴他看我，我就不去了。高兴高兴，我高兴得很呢。他若是再看我，我就把他的眼睛挖掉，你说好不好？你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两个人说话间又来到了七七阁待的地方。他正要对穆连成说什么，季明心率先将一本书扔到他面前。别装模作样了，我劝你还是乖乖交代吧。看来这位姑娘还是不打算说，我们走吧。啊，忘了告诉你，我们已经让人将你的真账拆了，绝地三尺也会将你藏的东西都找出来。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这样镇定。季明心冷哼一声，拉着穆连成出去了。你真生气了？生什么气啊？我只是在想他故意挑衅我是为了什么。那你想出来了吗？大概有个想法，我再去会会他。这次你就别去了。那你小心点，我去看看他们拆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搜到什么。他没来，你也未必有多喜欢他。别装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想聊什么？说说你背后那个人吧。说起来，我们阴差阳错交手好几次了，却还没有见过面。我对他很好奇。你想做什么？这话应该我来问吧。你们作为大夏人，却跟漠北人勾结，到底想做什么？谁跟漠北人勾结了？若不是他们有用，主子才懒得搭理他们。看来漠北南侵只是声东击西，中心还在圣经，所以那个人也在圣经吧？七七阁瞪着他没有出声，很明显他说对了。说起来，他对我其实不错，放过我，帮过我，还救过我。若是可以，我倒想亲自去谢谢他。你也别自作多情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顾全大局，根本不是为了你。他为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啊。反正最后受益的是我，亲自道个谢是应当的。你不用说这样的话来激我，我什么都不会说。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见你。也不见得吧，同在圣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说没个巧遇的时候？说不准我们已经见过了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着七七阁，只见他瞳孔微缩。你胡说什么？谁跟你见过了？看来我们确实见过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主子的事情我是不会说的。我知道你那日不是不能走，而是有目的，所以留下了，对不对？现在你说说你想做什么吧。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说？帐子已经拆了，你藏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找到。我猜那些东西也是你故意留下来的，涉及私下交易兵器，罪名不小。你们主子的目标是谁？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省点事儿啊！你们主子其实不用这样绕弯子。若是他要对付的人，我也看不顺眼，那我会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的。可是主子跟你不是一路人。那有什么关系？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有永远的利益。只要双方目标一致，合作一把未尝不可。何况江山也不是我的，你家主子并是要造反，也不一定就是我的敌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可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我知道啊，可定北王府守护的是大夏的百姓，又不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你家主子若是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我完全不介意他来做龙椅。这些事我做不了主。我知道，你安心在这里待着吧。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回圣经，
到时候可以带你一起走，我会将你还给你的主子的。为什么？他注定该死在这里的。可是现在季明星让他跳出了这个局。你救了我跟世子啊！他出去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定北王站在不远处的雪坡上。这么点的距离，自己刚刚说的话怕是都被听去了。季明星硬着头皮走了过去。见过王爷。怎么还叫王爷？难不成是你跟那臭小子的婚事办得匆忙，心中觉得委屈？父王说笑了，能得皇上赐婚嫁给世子，何谈委屈？听你刚刚的话，似乎也并未将皇上放在眼中。父王明鉴，我心中并没有对皇上不敬之意，说那些只是为了套那位姑娘的话。真正对皇家敬畏的人，连想都不会想那些话。我并没有苛责你的意思，只是这种话在这里说说也就罢了。他日回了圣经，还是谨言慎行的好。多谢父王提点，我会的。你都叫我一声父王了，我自然不能不提点你。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哼，皇上年纪大了，皇子们个个都不安分。圣京城里风起云涌，这些年成儿一个人在圣京，我其实很放不下心。但现在有了你，你们二人若是能同心共济，我便能后顾无忧了。您未免也太高看我了。说起来，这次若不是因为我，世子也不会陷入这样的险境，差点葬身于此。我这辈子鲜少有看错人的时候，成儿能娶到你是他的运气。你们这次因祸得福，找到这个地方，为北疆和大夏除了一大隐患，也是大功一件。我知道你想查出背后之人，但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相信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定北王说完这话，缓缓地走了。穆连成走到跟前，细细打量了他一眼。我看到父王似乎刚从这里离开，他跟你说什么了吗？没什么，王爷就是提醒我要小心谨慎。他自己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小心谨慎，反倒来说你。你是不是对他有偏见啊？王爷作为主帅，万千性命寄于一身，怎么会不小心谨慎呢？穆连成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没有接话。他从袖中拿出一卷书册，东西找到了，是记录这里兵器交易的账册。齐齐阁那里我也问出来一些话，他是故意留下的，为的就是保证这东西落在我们的手中，背后那个人在圣经，你看着处理吧。我以为你很感兴趣。刚刚王爷提醒了我，我现在嫁给了你就是定北王府的人，这些事跟王府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便是查个水落石出，于王府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说不准还会因此暗中树敌，为王府带来祸事。你不用想那么多，父王手上但凡握着兵权，皇家就不可能对我们放心。反正都这样了，还不如活得肆意一些。你以前就是这么想的吧？我们回圣经好好过日子，别管这些了，都扔给皇上，让他自己烦心去，反正江山是他的。好，我都听你的。也不知道圣经现在怎么样了。既然父王让我们回京，想必是没什么事了。你出来这么久，累了吧？我们先回去休息。定北王是个利落的人，赶苍蝇似的，直接将两人赶上了马车。走吧，走吧，留着也是碍事。嘴上虽然这么说，他往窗外望的时候，见对方还立在原地。其实这些年，每次听到他要回京的消息，我都会在城外等他。每次他要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他爱骑马，总是很快就看不到踪影了。你也不用担心，不是说漠北要议和吗？这个冬天应该是能安生了，只要不打仗，父王的安危总是无忧的。他说今年会回圣京过年，算算也没多少日子了。这些我都知道，倒是你说不管就真不管了。诺敏公主的事情也不问一下。我都听石飞说了，这次诺敏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安插在北疆的人几乎全军覆没，连他自己也落入了定北王的手中。石飞倒是该说的，不过他知道的也不全。漠北议和的一个条件，便是要求父王将诺敏归还。这是新任漠北王的意思，还是摄政王的意思？是两人共同的意思。我这次查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事，诺敏曾被摄政王苏和巴鲁救过，两人关系很不一般。而他又救过曾经还是五王子的漠北王，据说漠北王对他很看重。如果可以，诺敏这样的人还是直接杀了的好。我以为你对他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这个世界总是苛责女子。你看圣经那么多大家闺秀，生来似乎就拥有想要的一切，
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华而不实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嫁给好夫君，然后一辈子都消磨在后院中。其实认真想想，这世上有什么是男人能做到，而女人做不到的呢？只是很少有女子这样去想。糯米不一样，她是个敢想也敢做的人。虽然我不知道最初启发她让她觉醒的是什么，但很明显，她在走一条跟所有女子都不一样的路。你这样说，是因为她和你很像吗？你走的路也跟其他女子不一样。我和其他女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婚事上，我也谋算了你，想利用定北王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我没有他那么大的野心和权力欲。你这么说，我倒是能理解父王为什么专门提醒你小心谨慎了。这世上怕是再没有比你这样胆大包天的女子了。所以父王会将诺敏公主还回去，对吗？这次漠北出兵本就是中了计，并没有讨到多少便宜。现在漠北同意将那座铁矿让给大夏，他们已经做了退让，所以父王应该会同意。那以后漠北应该还会有好戏。对了，你那个霍大哥也有信息传回来了，父王那边派人去处理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啊，霍大哥的信我也收到了，他倒是有本事，直接说服了漠北王。听说和谈的事情他也出了力呢，看来这个漠北王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一路走走停停，回到盛京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季明心想了想自己这趟北疆之行，除了被绑架还是被绑架，不禁觉得荒诞。不过离开1个多月，却好像过去了许久。我还以为路上会遇到些麻烦，没想到这样平静。之前也是漠北人在生事，现在要和谈，他们自然没有必要再找咱们的麻烦。至于其他人嘛，那夜你我联手杀掉的那些人都是幽冥殿的高手，现在该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了。便是有人想要动手，也要掂量一下有没有那个实力。没想到那一战还有这个用途。幽冥殿吗？你有没有查到什么？江湖中人最忌讳的就是跟朝廷扯上关系，那些人却屡屡对你我动手，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那人背后势力不小，多一个幽冥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别人的东西哪有自己的好用啊？世子妃到了，回来就好。你自小锦衣玉食的长大，哪里受过这样的苦？王妃言重了，父王常年驻守边疆，也未曾喊过苦。我不过去了几日，如何算得上受苦？我以前让你练一会儿武，你都喊累，如今竟能上阵杀敌了，真是长大了。你也是个好的，跟程儿的亲娘一样有本事，能陪着丈夫上阵杀敌，不愧是咱们家的世子妃，皇上的眼光真是好。在这种时候提穆连成已经过世的母亲，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自己也跟穆连成的母亲一样早逝吗？王妃过奖了，我如何能跟母妃相提并论？我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说的对，年轻真是好，不知不觉我都成了人家的婆母了，真是岁月不饶人。王妃有话日后再说吧，我们一路劳顿，累了。哎呀，是我不好，看到世子回来一时激动了，竟忘了他们一路辛劳，该先回去歇着的。怎么？你走太快了。穆连成听到他的话，怔了一下，神情这才缓和了下来。对不住，我……王妃的话让你想到了什么？从小到大，他就是这样一点点毁掉我的名声的。可现在回想，他这一套其实也不是无迹可寻，只是我那时候太小，分不清。算了，反正都回来了，日后接触的多了，自然能弄清他的目的。还是回家好。这么快就把这里当家了呀？以后这里就是家呀。除非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咱俩和离，不然我的余生大概都是要在府中度过了。和离是不可能和离的，我劝你早点死了这个心吧。不过你可以说说哪些叫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先有个心理准备。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是我们合作，这盛京城里任何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但你不能干涉我的任何事，我也不会干涉你。我知道，你最初想要嫁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打算的。第二呢？第二是我们做夫妻，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但前提是你除了我不能有其他的女人。我选第2个。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再回答我，因为这对我很重要。你若是答应了我，从此以后我不接受你以任何理由接触别的女人，哪怕日后我不能生育，你也只能休了我再跟别的女人生，纳妾什么的我绝对不会同意。你这么凶悍，我怎么敢有别的女人？我没有同你开玩笑，我就是这样凶悍的女子。你若是敢骗我，我不会对女人出手，但肯定不会饶了你。那楚凌云骗了你，你为什么就饶过他了呢？
喜欢跟楚凌云比，那大约是因为我没有嫁给他。你娶了我，若是敢变心，自然是要承担后果的。所以你是喜欢我的？让我喜欢，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对我来说是好事。我不是楚凌云，不会骗你。日后我若是背叛你，叫我天打雷劈，不得。这样的话岂能随便说？我没有随便说，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你不用乱发誓。可这仍然不能让你安心，是吗？是，不过你既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那我也决意相信你一回。日子总是要过的，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更圆满一些。我们一定会圆满的。吃过饭后，白芍和白菊听到季明心回府的消息，也回来了。小姐，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吃了很多苦？苦倒是没有多苦，就是想你做的东西，其他人做的我都吃不下。小姐就会逗我，以后你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我再也不要离开小姐了。正说话的时候，外面有人来传旨，说皇上让穆连成进宫。没事，皇上大概就是想问问咱们这一行的见闻，我去就回。说着转身出去了。您离开后没多久，聚集在河洛的那些人就被皇上派过去的军队围了。吕家因为吕唐儿小姐一直没有动作，所以没有被牵连。那些日子，盛京城里有不少人在私下动作，不过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皇上着实厉害，别人谋划了这么久的事情，就这样春风化雨一般解决了。事后没有人受到牵连吗？怎么会没有？好多官员被以各种理由罢免了，还有2家全族被流放了呢。怎么呢？目前倒还看不出什么，不过这些日子皇上似乎很看重宣王，据说连宣王世子都被赏了好几次呢。宣王吗？宣王府最近啊实在火热，不少人都上赶着巴结。咱们跟宣王府不沾边，以后也离远一点就是了。您别忘了还有3小姐呢。咱们留在侯府的人发现她最近给6小姐递了好几次消息。知不知道她递了什么消息？6小姐谨慎得很，不过小姐成婚那日，3小姐似乎想让6小姐对您下药，6小姐没有照她说的做。看来季雪心比季云心聪明，有空咱们回侯府去看看。按理应该回门的，您之前去北疆耽误了，现在补上也可以。穆连成直到天黑才回来。怎么这样晚？还没吃饭吧？我等着你呢。你先别过来，外面下了雪，我身上凉。季明心的身体虽然好了，但是穆连成总是担心他落下什么毛病。又下雪了呀，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下的还不小，幸好咱们今日回来了，不然说不得会被这场雪阻在路上。我还想着明日回侯府去看看，这样的天气还是算了吧。是有什么事情吗？白芍说季云心往侯府传了信，我担心他又要做什么蠢事，所以打算回去看看。老侯也是个聪明人，应该不会让侯府卷进这些事情。难说，朝堂上争来斗去的那些，谁不是自诩聪明人呢？可老侯爷早就退出朝堂了呀，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我不该对他有意见。我没这个意思，只是觉得你不是这样意气用事的人。你说的对，不过我对他的意见，并不是因为他一手造成了我母亲的悲剧，也不是因为他曾经将我当作弃子，而是我觉得他在谋划什么。这宁德侯年轻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纨绔败家，连我都比不过呢。你说他在谋划什么？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你别忘了，他生来就是侯府继承人，那时的宁德侯府还没有衰落，而且他还通过了科举，是这2、8经的进士出身。这样的人怎么会跟纨绔沾边？如今不比从前，小姐都嫁人了，还是小心一些好。是啊，小姑娘要名声是为了找个好夫君，我如今都已经嫁人了，还要好名声做什么？只要世子不嫌弃我不就好了？穆连成进门的时候，正好听到季明心最后那一句，说什么嫌弃不嫌弃的？这丫头担心我不去请安会坏了名声，我若是名声不好了，世子不会嫌弃我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名声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皇上不是要给你安排差事吗？你怎么还在府中？不着急，估计还得几日。你不是要回侯府吗？咱们成婚的日子赶了些，又离开了这么久，回门不能再含糊，不然别人会轻看你。我已经派人去跟侯府说了，趁着我如今没什么事，陪你一起去。2人派人跟王妃说了一声，上了马车。我早早就吩咐了要出门，他们自然要将里面用炭熏软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这样的周到体贴。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不过你放心，我会变得更好的。你已经很好了。
两个人相视一笑，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车厢里却莫名充斥着暖意。梁府离得不远，说话间就到了。出来迎他们的，除了宁德侯府的人，竟然还有宣王世子萧长眼和挺着大肚子的纪云心。早上我让人将要陪着你回门的消息放了出去，世子怎么在这里？是云儿说想念家人，我今日也没什么事，便陪她回家来看看。没想到这样巧，那真是巧了。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侯府二老爷纪怀江。两位世子，里面请。劳烦二叔了。世子客气了。冷不冷？这里是盛京，又不像在漠北那般冷，我哪里这样不惊动啊？你走路慢些，小心地上滑。差不多就行了啊。我就是忍不住想关心你啊。几人一起到老夫人的院子请安，然后男人们便被带到老侯爷的院子。你去了王府，过得如何？世子对你可还好？多谢祖母记挂，我很好，世子对我也好。我要好好保养身子，争取比所有人都命长。到时候那些的真相都会浮出水面的。你这样想就好了。那人的事，我今日都跟皇上说了，他应该会上心的。皇上这阵子心情怕是不好，估计要有很多人倒霉，咱们还是避着些。如今的天气冷，你没事就在府中鼓捣点吃吃喝喝的事情，咱们不管其他的。你说皇上究竟属于哪位？这种事岂是能随便讨论的？我就问问你嘛，也不会跟别人说。你真的不知道？军心难测，皇上并没有露出过端倪。不过依我看，大的这几个都不像，除非他们自己有那个本事。皇上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活很多年，所以不着急立储。应该吧，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反正对咱们来说，皇上越是长命百岁越好。说了半天话，时候已经不早了，洗漱之后便睡了。第二日早起，纪明先睡了个懒觉。世子早早就起床练剑去了，说您这些天累坏了，要好好休养些时日，不让人打扰。要我说啊，满京城也找不出您这样的，嫁了人还过得这样舒适的。王妃那边，世子也已经派人去说过了，王妃倒是十分宽宏，说小姐这一趟辛苦了，好好休养是应该的。这几日呀，就不用去请安了。小姐不会真的不打算去吧？她都说了不用我去请安，我为什么还要上赶着去？话不是这么说，王妃巴不得您不去呢，传出去人们也只会夸她性情好，可您的名声怎么办呢？我看她啊，就是不安好心。别总是这样恶意揣测别人，说不得王妃也是为了省心呢。何况王妃不是也说了是这几日吗？又不是一直不用我去请安。小姐，您还嫌王妃没有直接免了您的请安啊？您就不怕成为全盛京的画饼？你这丫头也太爱操心了。我做的再完美，别人该说什么也还是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呢？那就好，世子对你好是好事，但你也要摆正了自己的身份，别仗着宠爱跟世子妃别苗头。便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该能忍则忍。不过你也别妄自菲薄，你是咱们府里的嫡女，当初你娘该教你的也都教了。便是做了妾，也别学那妻子狐媚样，小家子气。你是个有福气的，要知道惜福。纪明心听得有些不耐烦，便起身告退了。大姐姐，你怎么出来了？小心惹了祖母不高兴，以后日子不好过。我才不怕，说不得我留在里面也是惹人嫌。今日可是大姐姐回门的日子，也不知道她来凑什么热闹。自从去了王府都没有回来过，也就祖母把她当回事。你是不是知道她来做什么？刚好你今日回门，她就回来了。为了什么？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你说她是为了我，不像啊。你自小不在府中，怕是不了解她的脾气。她呀，觉得自己是世子的嫡女，便高人一等，心高气傲得很，向来不将府中的其他姐妹当回事。如今做了妾，见了你还得行礼，心中岂能自在？她既然心高气傲，又怎会未婚，还甘愿去做妾？长得太顺了呗。咱们家虽然不算和睦，但也没有别人家后院那些阿杂事情，尤其是长房。大伯父常年不在，后院更是没有什么波澜。大伯母又是将他照着才女培养的，诗词书画学得多了，便有些傻了。唉，不说他了，反正他应该不会来你面前找不自在。至于大姐夫，他好歹是个男人，应该能应付得了吧？你住的那院子，自你出阁后就锁了。
你们夫妻要回门的事情，今日家里才知道，仓促之下也没有来得及收拾，你就先到我那里将就一下吧。我说你怎么这么殷勤，是受了吴婶娘的嘱托吧？定然是你年后就要出阁了，婚事还指着吴婶娘张罗，便拿我卖这现成的好。天，你是个聪明的，不知道看破不说破吗？再说了，你清楚你不是那种瞎讲究的人，才敢应下的。吴婶娘也不是故意的，她如今当家管着这一大家子的事也不容易，你还没嫁人呢，怎么就心疼起吴婶娘不容易了？这管家的事可是她自己非要弄到手的。唉，我心疼她不是为了管家的事，你不知道，前些日子五叔的一个外室闹上门，肚子都大了，吴婶娘没办法，只能将人纳了进来。为了这事儿，吴婶娘跟五叔好是闹了一通，还动了手。吴婶娘估计是脸上留的痕迹，这几日都没出门。五生那么大的人了，一事无成，没想到对女人动起手来倒是不手软。女人这一辈子嫁错人就算完了，可惜了吴婶娘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日后怕是有的熬。你才多大，便这样悲春伤秋的，嫁错人算什么？投错胎的那么多，都不活了吗？出阁以后多为自己想想，他若是靠得住，你就好好经营两个人的日子；若是靠不住，你呢就把脑子放清楚，好好过自己一个人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你要永远记得，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所以无论走到哪一步，你都要先想办法保全自己。那我若是吴婶娘，看开了就好。男人不把你放在心上，你自然也用不着将他放在心上。以后他爱纳多少妾纳多少妾，你守着嫁妆孩子好好过。若是心有不甘，干脆鼓动妾室，天天让他下不了床。这么折腾，任铁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住。到时候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吗？还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是阳谋，你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他正要说什么，只见不远处的树下转出一个人，竟然是穆连成。你先回去吧，我带世子在府中转转，累了就去前堂歇着。戚迎新点点头，带着丫头离开了。你怎么来这里了？没去见我祖父吗？老侯爷无意搅进这些事，萧长眼说什么都不接话，我请了安就退出来了。长眼怕是也没有将祖父当回事，他的目的应该是你。我记得我在北疆杀了的那个将领姓王。对，萧长眼的世子妃也姓王，那人是他的亲弟弟，王氏家主的嫡子，算是王氏这一辈最出众的子弟了。不见得吧，一个家族最出众的子弟怎么会被放到北疆去？而且那样的脑子，就算我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吧。据说是这样的，我也没怎么关注过王氏。不管怎么样，北疆的消息传回来，王氏怕是要恨我入骨了。萧长眼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竟然在这个时候往季家凑合。可能比起攥在手心里的王家，定北王府的吸引力更大吧。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目的，不过是想看看宣王府如今是个什么章程。世子如此，宣王怕是也好不了多少。咱们找个地方歇一下，吃了午膳就回，你觉得怎么样？好，我的身子真的好了，你不用这样紧张。天气这样冷，小心些总是对的。你还小，落下毛病以后有的受。你是我夫君，不是娘亲，不用念叨这些的。唉，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夫君就好。正好这时也到了前堂，两人在屋中刚坐下，就有一个小丫头进来。大姑奶奶，六姑娘说有事请您过去一趟。我过去看看，你先在这里歇会儿。这是怎么了？可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大姐姐，是我对不住你。哭一场就好了，别害怕，天塌下来有大个的撑着呢。我做了对不起大姐姐的事，你不怪我吗？那要看你做了什么。你现在还什么都没说，我怎么好怪你呢？三姐姐要我将你引过来，他们想算计姐夫。说完，他抬头看季明心，面上没有半点意外的神色。看来大姐姐都知道了，你不担心吗？知道你叫人传言，我明知不妥，为什么还会来吗？季雪心摇头，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上次我成亲的时候你没有，这次也不会，不是吗？我知道三姐姐行事不妥，可她说她如今过得不好，怀着身孕还要被世子妃为难，世子后院的姬妾又多，若是做不好这件事，世子也会冷落她。那样的话，她的日子会更难过，腹中的孩子也不知能不能生下来。哼，
他是不是还说我这世子妃的身份本就是他的？当初若不是他不愿意嫁给穆连成，这定北王府世子妃的位置也轮不到我。何况穆连成的后院的女人本就不少，多一个也不算什么。大姐姐既然都知道，怎么还放心姐夫一个人？他若是连这点事儿都应付不来，那也太没用了些。何况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我院子里以后多养一个女人罢了。大姐姐不在意？你才多大年纪就成日操这些闲心？当你再不在意都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让自己不在意就好了。你三姐姐说的那些，你以后听听就行了，不用当回事儿。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你娘是为了什么死的。路是她纪云馨自己选的，再苦也没有资格埋怨。何况你也帮不上她，今日之事便是成了，对她也没有半丝注意，只会让世子妃更加仇视她。为什么？三姐姐做的事不是为了宣王府好吗？因为我在北疆杀了世子妃王氏的亲弟弟。季雪心怔怔地看着季明心，嘴唇颤了颤，却终究没有说出话来。觉得我连累了你三姐姐，记住，祸福相依，做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今日仗着我跟她是姐妹来算计我，那明日因为我遭了世子妃的责难，也是理所应当。那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咱们去凑个热闹。此时钱塘已经闹开了，季明心瞅了一眼，竟然还是个熟人，满庭芳的穗星姑娘。穗星正在低声哭求什么，一看到季明心便扑了上来。季明心的眼中闪过一抹寒光，直接一掌挥了出去，后背正好撞到一张桌子上，竟然就这么晕了过去。世子妃，你这是何意？我一进门他就往我身上扑，谁知道是不是想要对我不利？我自然是要还手的，这有什么错吗？阿明做的当然没错，这种喜欢往别人身上扑的，打死了也活该。他也扑你了吗？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放心，我没有让他碰到。穆世子何必说谎，辜负穗星姑娘的一腔深情？世子这话就没道理了。我家夫君长得国色倾城，盛京城中对他怀着一腔深情的姑娘多了，难道都要他负责？大姐姐怎能如此说？咱们女子自然要温良贤惠。穆世子跟这位穗星姑娘颇有情缘，你何不成全他们？三妹妹，你一个做妾的，哪来的脸教我怎么做？你这话怎么不对宣王世子妃说去？好多给宣王世子多纳几个美人来表达自己的贤惠啊！你季云心白着一张脸，一手捂着肚子，满面的痛色。季明心医术不凡，光看面色也能看得出来他是装的。我记得祖父说过，你做了妾都跟家里没关系了，今日上赶着回来做什么呢？您如今身份不同，肚子里又怀着皇家子嗣，若是出了什么差错，我们怎么担待得起？云心无知，世子妃别见怪。今日之事确实是我的不对。穗星姑娘说自己跟穆世子互许终身，哭求我带她来见穆世子，我一时心软便答应了，实在没想到会引起这样的误会。既然如此，多谢世子了。只是我听说这穗星姑娘出身那种地方，怕是由不得她自己做主。我想着她既然是穆世子的相好，自然不能在那种地方待着，便私自为她赎了身。难怪世子能得皇上的夸赞，当真是行事周到。横竖王府多养一个人也不是什么难事，那就劳烦世子将身契一并送来。萧长眼像是怕季明心反悔一般，连忙从袖中掏出一张纸，递给了季明心。这便是穗星的身契，以后他就是定北王府的人了。多谢世子了。说着，他也不看穆连成的冷脸，使劲拉了他一把。多谢。不谢，咱们也算一起长大的兄弟，如今又同娶了季家女，自然比旁人亲厚一些。哼，世子这话将世子妃置于何地？既然如此，咱们也一起回吧。这样也好，季明心想。而那边萧长眼也觉得，既然事情已经办完了，便没有必要留下来，于是也带着季云心走了。季雪心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姐姐为何要做主将人给收了。你还小，不用担心那么多，我的事情自己会处理好。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问你四姐姐。萧长眼两条长腿走得飞快，季云心有些跟不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在有些湿滑的路上。你不用心疼他，这都是他自找的。都这个时候了，还弄不清楚自己立身的根本，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顾惜，跑来掺和这些事，简直是不知死活。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可如今你帮不了他，日后他若是再给你递消息，就告诉他，既然选择了做妾，就安分守己些。宣王世子便是真有那一日，身边站的也不会是他。
何必再白白折腾，给旁人做嫁衣裳呢？来一趟就收了一位绝色美人，你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什么角色？她长得有我好，人是我要收的吗？你院子里又不是没有别的女人，如今不过是多一个罢了，犯得着这样生气？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季明星回过神来，人已经骑马走了。世子就这样走了，不会有事吧？现在有事的是我好不好？小姐，你也真是能耐，世子这样的好脾气都能被你气成这样。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他一言不合就发脾气走人，你竟然还觉得他好脾气？我也不是向着世子说话，可你瞧瞧，你今日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明知道宣王世子要算计他，还将他一个人留在钱塘，还二话不说给世子收了一个美人。今日之事，宣王世子分明就不占理，要解决也容易得很，偏偏小姐明知山有虎，就非要往那虎山行。别人不明白我的用意也就罢了，你还能不知道？收个美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绕弯子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有什么用啊，您瞧着吧，不出一日，您回门从娘家带回一个美人的消息啊，就得传遍全盛京，到时候怕是有更多的人要给世子送美人了。这也就罢了，看样子也不会对小姐造成什么困扰。你觉得是我做错了吗？夫妻之间便是吵几句嘴也是常有的事，哪里谈得上对错啊？可现在我看得出，世子是真心的想和您好好做夫妻的。但小姐您，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我嫁了人以后就该围着世子转？他想好好做夫妻，我就该跟着他好好做夫妻？哎呀，小姐明明是极聪慧的人，为什么却在这种事上钻牛角尖啊？我不是觉得你该围着世子转，而是你这一辈子总不能一直这样孤孤单单的。既然已经成了亲，世子也对你很好，为什么不试着去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呢？谁说我孤孤单单的？我身边有你们啊，还有外祖母、小舅舅，哪里孤单了？不，我知道小姐一直都很孤单。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能是白芍说的那样，她孤单的太久了，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接受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小姐怎么没和世子一起回来？世子回来的时候，可巧又碰上了那位容英姑娘，也不知说了什么，世子发了好大的火，那位是哭着回去的。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家小姐吧，待会儿我的下场说不定比她还惨。白芍瞅了季明星一眼，不敢对他发脾气，只好对着白菊：小姐什么小姐啊？这都多久了，还不知道改口？以后叫世子妃。世子和世子妃还没有用膳呢，你先去厨房看看。说完，看了一眼还立在原地的季明心。世子妃不是嫌冷吗？怎么还不进屋啊？季明心视死如归的进了屋子。真不打算理我了？我真的不是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只是相信你不会轻易中招，所以才放心留你在那里的。那个女人呢？上次将她送到你面前的也是萧长眼吧？我想带回来看看，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这样？对啊，难不成你以为我想让你去睡她？胡说什么呢？我才没胡说，你现在可是我的人，谁都别想碰。今日回门你就在娘家收了人，也太好说话了些。日后他人若是有样学样，也照着这么做，你怎么办？除非他们也能送个碎星那样的美人来，否则我可不收。若真有那样的美人呢，你不怕我会被勾引走吗？若是来个美人就能将你勾走，穆世子现在早就妻妾成群了，还能有我什么事啊？你倒是了解我。再说了，别人哪有你好看？你若是喜欢美人，揽镜自照就是了。这院子里的人已经够多了，我虽然下了令让他们在屋子里待着，不许来你跟前，但再过几日估计就有人沉不住气了，到时候你看着处置，不必手下留情。其中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他这么问，倒是想起了一个人。其中有个叫飞雪的，是宫里的容妃送我的，一开始就说自己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敢肖想我什么的，我仍在后院没管，但我怀疑他别有所图。容妃啊，放心，我会好好处理的。你别说起那些人就觉得如鲠在喉，其实他们的用处不小，只要将院子管好了，别让他们将不该传出去的消息传出去，其他的都好说。你真的不在意？你碰都没碰过他们，我有什么好在意的？我在意的是你，若是你的心不在我这里，我在意哪些又有什么用呢？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做让你伤心的事情。你还好意思说？之前还说会对我好，
今日就给我耍脸子发脾气，还将我一个人扔在半路。是我错了，你打我2下出气可好？哼，不好，你不生我的气就谢天谢地了，我该有什么气啊？穆连成顺势将他搂入怀中，头靠在他的肩颈。我其实并不是生那些事的气，是你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害怕。季明心猛地想起自己跟季迎新说的那些话，他果然都听到了。不是因为你小舅舅吗？你觉得他是忠君爱国、誓死效忠的人？这条路千难万难，成功的几率不足1/1000，但稍有不慎就会牵连满门。这是一个聪明人会做的事情吗？所以你觉得他另有所图？可是能图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皇上最近将宣王府捧得很高，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你若是担心侯府，就尽早走一趟吧。看情况吧，祖父自有打算。祖母视我为仇敌，其他人现在应该巴不得能攀上宣王府，我回去也未必能插得上嘴。你不是心有怀疑吗？那就回去看看吧，至少让祖父觉得你还是惦记侯府的。你说的是，知道我在北疆和漠北做的那些事情，祖父说不准要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你要自己小心。皇上叫你进宫说了什么？皇上说我如今已经成家了，不能再跟以前一样无所事事，要收我官职。这个时候不是什么闲散的职位吧？难怪皇上说起你一脸怅然，想必是后悔将你指给我了。所以是什么职位？这个你一定想不到，是禁卫军的校尉。皇上这是将你当作心腹培养，还是要将定北王府拉进夺嫡的风波？两者都有吧。若是我能识趣一些，坚定立场，不卷进皇子们的争斗中去，也许就会被当作下任帝王的心腹去培养。外面还下着雪，季明心嫌冷，便懒洋洋地窝在软榻上看书。这书你看了那么多遍，背都背下来了吧？怎么还看？你不是也看过了，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不就是一本地理杂记吗？你应该感谢他。你说他若是将书给了糯米，会是什么后果？所以他到底为什么没有将书给了糯米呢？他跟糯米的关系似乎挺好的。我们手上不是还有一个奇奇阁吗？要不要去试探一下？我猜没什么戏。奇奇阁留在那里就是一枚死棋，纵然你留了他一条命，也不大可能对大局有什么影响。他应该连那个人的真容都没有见过。算了，让皇上去头疼吧。也没说什么呀，何况我那是跟四妹妹说的，你怕什么？我怕你会不要我。你这样好，我怎么会不要你？能遇上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很多的女子并没有我这样的运气。就像我娘，她在外祖家中的时候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可嫁给侯府世子，别说终身有靠，便是断送了性命，也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缘由。还有我五婶娘，虽然有些小心思，但我知道她其实是个性情爽利的女子。可碰上我五叔，便是再要强又能如何？这世上更多的是这样的女子。迎新她年纪还小，又对未婚夫一见钟情，我怕她陷得太深了，才说那些叫她自保的话。其实对寻常夫妻来说，情深不是好事。只见此时天光正亮，透过窗棂落在他的脸上，让他的肤色看起来仿佛透光一般的莹润，这让季明心莫名的心动。他迅速的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在穆连成反应过来之前转身跑开了。你也饿了吧？快来吃饭。季明心见他眼中情丝未退，心中惊觉不妙，可惜慢了一步，下一秒就落入了穆连成坚实有力的怀中。他低头在季明心唇上落下一个吻，两人吻了一会儿，季明心突然将他推开。你的功夫。真为难你这个时候还能想起我的功夫来。那个，我这不是怕你一不小心前功尽弃吗？你想什么呢？青天白日的，我怎么可能对你做那种事？好了，快吃饭，一会儿都要凉了。等晚上我们再继续。你的剑法令成了。在漠北的那晚，咱俩联手对付那么多的杀手，到最后我内力不济，用尽全部力气昏倒，醒来发现心法和剑法都有了突破。那你现在的功夫？这世上能打过我的人，怕不足一掌之数。季明心莫名有些羡慕，他辛辛苦苦练了10来年的功夫，身手也只能勉强算个一流。我功夫高些，就可以保护你了，你不高兴吗？这世上就是有你这样的人，命好会投胎，长得好，人见人爱，便是练个武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你说你怎么可能不遭人嫉妒？听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觉得从小到大受的那些委屈也不算什么了，毕竟我确实比旁人幸运很多，而且我还娶到了你。吃完饭，穆连成有事要出去，季明心嫌天冷不想动，便在屋中休息了一会儿。等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泛青。世子妃虽说自己是大夫，可也要注意身子。您这些日子不仅怕冷还嗜睡，不会是在漠北落下什么毛病了吧？季明心的心中清楚，是冰蚕子母谷的后遗症。没事，我心里有数。哎，对了，白河那边怎么样？他有没有传信回来？没有，不过他在四爷身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我们找个时间去看看小舅舅吧。世子妃，四爷的事且不说，你倒是先将王府的事情理一理啊。这是您以后要过日子的地方，如今还两眼一摸黑呢。怎么，有人为难你了？为难倒算不上，只是这里都有自己的规矩，下人们当然要按规矩行事。跟咱们来这儿的人还好说，但这院子里原来的人守的也是原来的规矩，时日长了，各种矛盾都要出来的。还是你想的周到，明日起我会理事，别着急。你也说了，这是以后要过日子的地方，得慎重些。说起来，这府中人口不算复杂，真正的主子就王妃、二公子，还有二少夫人，两人膝下有个2岁的女儿，这些都不要紧。麻烦的是那位荣英姑娘，据说是王爷带回来的，还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待遇比府中的姑娘还好呢。世子爷对她没那个心思，让她自己折腾去，不用操心。可还有后院那莺莺燕燕一大群呢，足有10几个呢。全京城怕是没有谁家后院的女人比咱们世子更多了。世子说了，这些女人随我处置。可您才嫁过来就处理那些女人，不会被说善妒不容人吗？早跟你说了，你家小姐我如今嫁人了，要名声没有用，如今什么都没有自己过得舒坦重要。不过那些女子我暂时没有打算处置，反正世子不会搭理他们，看看情况再说。其余的就是府中的事务，现在还是王妃管着，但按理说您进了门就是正经的世子妃，王妃该将管事的权力交过来的。你怕不是想累死我吧？这偌大一个院子还不够管，还要我去抢王妃手中的管家权？世子妃，那本来……好了，你别说了，要我管家是不可能的。你想想，我若是管了家，以后得操劳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哪里还能睡觉睡到自然醒？想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出门。哦，那咱们院子里的事儿呢？你总不能也不管吧？这有什么难的？世子说了，这院子里原本就有一名管事嬷嬷，是他的奶娘，以前院子里的事情都是他管的，让他接着管就是了。说了半天又将事情推了个干净，这样懒呗，世子怕是要后悔娶你了。不是我不想管事，你要知道王府这么大，事情是处理不完的，我们犯不着将大好时光浪费在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上，便是想做什么也该徐徐图之。你想想，世子以前就是这么过的，没道理我们来了就过不下去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过我提醒你啊，小厨房的事儿得张罗起来了。白菊这2天去大厨房要了些食材，那些人已经开始风言风语了。这也怪不得别人，这府上总共就这么几个主子，厨房每日备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咱们没有事先通知就去要东西，对方自然会有怨言。两人商量着，穆连成从外面走了进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本来是去见清泽的，谁知道他让人过来跟我说家里有事走不开，我闲来没事儿就回来了。我还给你带了云水楼的荷叶熏鸡。你真好。你在府中还适应吗？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这日子很舒心了，王妃免了我请安，院子里也没什么事。今日又睡了一下午，这么过下去，我怕是得长胖了。长胖好，女子胖一些才有福气。那你当初怎么不直接娶个有福气的回来？我就喜欢你。季明心往旁边退了退，他实在不适应这个人一言不合就腻歪，便以吃多了要饭后消食为借口，提出想去看看小舅舅。不能明日再去吗？谁家大晚上去看人呢？你也知道小舅舅的身份，我如今成了你的世子妃，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明日若是大张旗鼓去看他，万一给他带来麻烦就不好了。反正现在还早，干脆去看看妈，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去看看就回来。季明心连忙点头。我想着你也该来了。他的视线在季明心和穆连成牵着的手上停留了片刻。
看来今日侯府发生的事情对你们没有任何影响。萧长演的那点把戏，让小舅舅见笑了。不敢当，应该的，小舅舅不用客气。我听说你去北疆这一趟凶险得很，有没有受伤？我没有受伤，其实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凶险。小舅舅，你知道我功夫不错的。你就是仗着功夫不错胡闹，也不想想战场上刀剑无眼，你那点子功夫顶什么事？季明心被训得不敢出声。穆连成见季明心素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如今却被训得像个鹌鹑一样，颇觉得有意思。以前你总说自己是个女子，出嫁前不自由自在的活着，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我放纵了你。如今你嫁人了，以后该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了吧？我以后一定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你既然跟着他叫我一声小舅舅，那我就妄自尊大，将你当自己的小辈了。你作为丈夫，怎么能什么事都顺着他？他要去北疆，你就带他去北疆。你有没有想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穆连成没想到，刚图爽快叫了一声小舅舅，转头就被训了。是我的错，我当时没有考虑周全。你知道错就好。明星这孩子自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又比旁人固执，想做什么就要想尽办法做到，哪怕把天捅个窟窿也在所不惜。可你如今是她的丈夫，不能光知道顺着她的心意，还要顾虑她的安危，更要考虑有些事你定北王府是不是该插手。小舅舅，季明心听出他话中的意思，骤然出声。她是出嫁女，侯府和傅家如何都牵连不到她的身上。比起你文武双全，我更希望你是个只会吃喝玩乐，跟她好好过日子的纨绔。小舅舅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干脆说不想认我，不是更好？你也清楚，为了我能活下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背负着这些，我注定不能安稳。何况我自己也不甘心，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可是丫头，你不一样，我可以帮你的。哼，可我不想你帮，你这些年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了，接下来的事情我想自己来。季明心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这也不全是为了你考虑，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可是现在你若是因为我卷进那些事，那我日后每次看到你都会觉得愧疚。你也不希望我一直活在对你的愧疚中吧？其实我只是看着病弱，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没用。我知道小舅舅很厉害，宣王府如今的局面是您造成的吧？傅长安了解季明心，季明心又怎么会不了解他呢？罢了，小舅舅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我便不问。你的身子既然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傅长安望着他的背影，暗暗叹气。我说了，不希望她卷进来，下不为例。这样的女子你藏不住的，她那样聪明，只是不愿意怀疑你罢了。这些不用你操心。还在生气？我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不过是这世间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全是为这利益得失，还有心之所向。对你来说，他是至亲，所以他的事情你做不到袖手旁观。对啊，我该有多冷血无情，才能坐视他一个人去走那样一条危险的路？别急，咱们慢慢说。今日你生气，其实不只是因为他不希望你参与他的事情，更因为你察觉到他有事情瞒了你，心中觉得他疏离了你，是不是？季明心藏在心中的隐秘心思被说破，有些不自在的扭了扭身子。别乱动。你现在很难受吗？你说呢？还想不想好好说话了？有什么好说的？这世上的人谁没有一点隐私？我从小就跟他亲近，这些年也不敢说事事都坦诚，何况他那样的身份，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心里不痛快罢了。季明心见穆连成这个时候竟然还惦记着说小舅舅的事，他干脆一只手顺着他的衣襟口伸了进去。你想做什么？你不想吗？食色性也。第二日一早，穆连成罕见的没有早早起床去练剑。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全身都不舒服。我不是故意的。快起床。穆连成有些不放心，抓着他的手给他输送了一股内力。感觉好些了没？算你有良心。穆连成今日没事，便没有出门。到底是冬日，还有风呢，你小心着凉。皇上那里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怎么还没个动静？这就嫌弃我了？我哪有嫌弃你？
不过是觉得你一个男人成天待在家里不太好。我知道你就是嫌弃我。我以前听那些人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你现在得到我了，就嫌我烦了。我真没有。世子妃，二少夫人来了。她来做什么？无事献殷勤，你接待她吧。请进来吧。说起来，这是季明心嫁进来之后第一次见二少夫人齐氏。大嫂，我不请自来，还请见谅。弟妹客气了。大嫂回来2日了，也不去母妃那里请安，想见您一面还真是不容易。我也想着该去给王妃请安的，只是王妃体恤，因我往北疆这一趟劳苦，免了我请安。怎么，是我理解错了？王妃这话只是客气？怎么会？母妃自然是真心的，只是咱们做小辈的也该时时在长辈面前尽孝心，不然对大嫂的名声也不好，你说是不是？弟妹也知道我是在蜀中长大的，对圣经的规矩不熟，难道听母妃的话不是尽孝心，不听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个愚钝的人，还劳弟妹把话说明白些，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大嫂刚回来，应该还没休息好，我就不打扰了。那弟妹有空多来啊，我对这府中的事情一窍不通，有很多事情想请教弟妹呢。不敢当。说完便逃一般的离开了。穆连成捂着肚子笑，其实向来口齿伶俐，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说不出话来。这有什么好笑的？所以他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他怕是被你气得都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了。至于吗？我也没说什么吧。你难道不是故意岔开话题的？我又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来，有什么好故意的？只能说他的心理素质太差，正经话还没说呢，就着急走。难不成你知道他为什么来？而且我看你对他似乎没什么好感，这又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不过也不难猜。我去了一趟北疆，虽然行事有冲动鲁莽之嫌，但就凭守住了居延，还有发现了漠北那座铁矿，就算立了功。回来这2日却没有动静，他们自然是坐不住了。他们从我身上不好下手，只能来找你了。这种事我能随便说？他们是把我当傻子吗？傻子倒不至于，不过后宅妇人的手段嘛，也就这么些。既然是这样，他什么都没说，是不是接下来就该王妃来找我了？王妃应该不会主动提起，她这些年分寸拿捏得极好，不会在这样的小事上露出马脚。至于她这么多年都没有除掉我，我曾偷听她身边的人说，父王在她入门的当天就说得明明白白，以后我若出了任何事，不管是不是他做的，都会算到他和信阳王府的头上。就算我死了，他也只会找他们报仇，绝不会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王爷可真是霸气。穆连成见他两眼冒光的样子，你很钦佩我父王？那当然了。哎呀，钦佩又不是喜欢，你父王这样的英雄人物，难道不值得钦佩吗？可我看你也不是因为父王是个英雄就钦佩他的。你不知道，这世上的人总没有十全十美的，能做英雄的人未必能管好家事。你看皇上也算是个明君了，可如今呢，他若是能像父王这般决断，如今的朝堂怕是另一番场景。你也太口无遮拦了，竟然拿皇上跟父王比。还有，什么叫算个明君？这不是在家里吗？再说我也就跟你说说，难道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不是你说的不对，而是这些话从来都没人敢说，非议君上，这可是重罪。算了，我们还是说王妃吧。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凭父王那样的本事，王妃是怎么算计到他的？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还小，后来也只是听人提起过，并不知道其中详情。你就没有问过王爷？这种事我做儿子的怎么好问？也是，这样说来，王妃能算计到王爷，那还真是不简单。看来以后还是得小心点儿。你说我明天要去给他请安吗？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王妃不会在这种小事上为难你。你这么说，我觉得我还是去的好。说来说去，他到底是敌是友？非敌非友，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对我们不利，不过也不能轻信。你身上可还有不适？要不我带你出门去玩吧。两人前脚穿戴好出了门，后脚王妃就收到了消息。外面人说世子对皇上指婚的这位世子妃极好，我原本还不相信，现在看来竟是真的。这不是好事吗？以前那小子滑不溜手的，咱们拿他也没办法，现在总算是有了软肋，也不知这娇滴滴的小美人在他心里有多少分量。两人毕竟是新婚，热乎些也是正常的，还是再看看情况吧。咱们来这府上也20多年了，
不差这几日。王妃说的是，只是那小贱人自回来都没有来请安，这样不将您放在眼中，也该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这定北王府的后宅是谁做主。你又不是不知道陈根的性子，此时他们正情浓，陈根自然向着他。若是闹起来，他固然有不是，我又能落什么好？我拜了这么多年的死母，若是为此功亏一篑，岂不是得不偿失？难道就这么便宜了那个小贱人？这算什么便宜？他若是就此恃宠而骄，日后说不定还方便了我们。你也说了，这后宅是我做主，我若是想为难他，那还不容手到擒来的事。王妃可是已经有了想法。后院不是还有一个荣英吗？有空多去关怀关怀他，别让人说咱们冷落了他。可荣英在府中待了这么久，也没掀起什么风浪，可见世子并不喜欢他，他能顶用吗？喜不喜欢有什么要紧？王爷也不喜欢我，我不也一样嫁进来了吗？荣英我看也不是一个心思浅的，未尝不能给咱们一个惊喜，便是不成，对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受委屈了。我不委屈，如今偌大一个王府任由我做主，我有什么委屈的？可王爷，就当他死了，这世上寡妇多了，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而骑士那边正逗着小女儿学说话。伯母，小姑娘张着嘴，半天才挤出一句：“婆婆，你还记得伯父吗？”漂亮伯伯，你这小丫头，知道什么叫漂亮？二少夫人，您还小啊！再这样下去，大房那位怕是要将您踩到脚底了。她是世子妃，我是二少夫人，以后她会成为王妃，而我们这一房会慢慢成为王府的旁支。我本来就在她的脚底下，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您还不着急啊？若是争一争，未尝不能有个好结果。有些事不是着急就能改变的。王妃这么多年眼看着世子长大，她能动手的机会多了，你就没有想过她为什么没有动手吗？她若是甘愿自己的儿子孙子所有后人低人一等，我怎么可能争得来？既然这样，您今日为何还要去世子妃那里遭人嫌呢？她已经是世子妃，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总要多了解一些才好。可就进去那么一会儿，能了解什么呀？我小看了她，也是一个商户养大的，一入京就得了世子看重，怎会是个只有皮相的花瓶？如今两人新婚，自然是蜜里调油。不过就世子那个棉花睡柳的德行，且等着看吧。季明心这时并不知道王妃和骑士的算计。咱们这是要去哪里？青泽约了我去醉云楼谈事，醉云楼的东西不错，正好去吃个午膳。其实醉云楼是我的产业。我知道。也对，你当初既然决定娶我，想必已经将我查了个底朝天。这也不高兴，我总不能是个人就娶吧？没有不高兴，是我当初想的太简单了。不管你最初怎么想，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我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满足的，现在的生活比我想象的已经好很多了。此时正值午膳的时候，大堂里面坐满了人，不知谁带了头，都纷纷拱手恭贺两人新婚。多谢各位，今日我请客，在座的账都记在我身上。等进了包间，你竟然还背着我藏了私房钱？我没有，我攒了多年的私房，可全都给你了。咱们可是夫妻，我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不也是我的吗？这么便宜？不，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这还差不多。你这是又去哪里发了财？竟然请人吃饭，这一顿可不便宜。我娶了一个有钱的媳妇儿呀。当我不知道，你离京前狠狠地坑了萧长营一笔，你也太黑了。那可是40万两，将赌坊都掏空了。你是故意想气死萧长营的吧？你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坑？我拿着真金白银在赌坊下的注，这叫愿赌服输，好不好？那也是你占了便宜。他们拿我的婚事做赌注，还不许我下注，这是什么道理？别跟我说你没有从中赚一笔。我可没有世子的大手笔，不过下了5000两。萧长营把钱给你了？刚说了，你一成亲就去取了银子，把赌坊掏空了。我去的晚，当然没钱。不过萧长营打了欠条。说了半天，你是没有拿到钱，心里不平衡吧？哼，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当初你急着离开，萧长营拿你没办法。如今你可回来了，以他的性子，你以为他会白白送你40万两？那又如何？钱到了我手中，他还想要回去不成？
你未免也有些小看萧畅营了。不过也不怪你，这些年宣王府势大，平王府不声不响的，人们都当平王一系平静无争。若不是这些日子朝堂乱了起来，还看不出来呢。看来将宣王府架在火上烤，也有平王的手笔。哎，皇上身体还算强健，皇子又多，如今这才到哪里？这些人也太沉不住气了。盛京城的这些破事儿你应该都知道了，不提也罢。漠北到底怎么回事？我听见又要议和，朝臣这几日为了这个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也不嫌烦，天天老调重弹，说什么漠北人想打就打，想议和就议和，当咱们大夏是什么？又有人说我父王。有些人说的冠冕堂皇，其实还不是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心。还有，我听说王氏的嫡子死在了北疆，王家找皇上闹了好几回了。看来皇上快要传召我了。别怕，皇上是讲道理的人。皇上什么态度不好说，但王家可不是好惹的。哼，王家若是安分守己也就罢了，如果非要找死，也就别怪我。你早就有应对之策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可不想知道。王家这些年一直往军中送人，打的什么主意也不是没人知道。可他家终究有个宣王世子妃，宣王若是再进一步，皇上固然不想定北王府独大，但也未必愿意再多一个尾大不掉的后座。你说什么梦话？你看宣王如今的情势，像是能更进一步的样子。便是这样，王氏也不可能在军中脱颖而出。王氏若真来找麻烦，那只能说明当家人脑子不清楚，不足为虑。何以见得？往简单了想，我既然敢杀人，怎会不想着如何善后？往复杂了说，王氏现在有能力跟定北王府抗衡吗？皇上这门婚真是值得好。三人说话间，听到包间外面有动静。怎么回事？孟公子说自己来得晚，现在楼里没有空座，听说世子在这里，便想来拼个桌。孟公子不是吃错药了吧？竟然要跟我这样的草包坐在一起用膳，也不怕我玷污你的美名。穆世子说笑了，你这样的还叫草包，叫其他人还有什么脸活着呢？明人不说暗话，孟公子亲自来，到底想做什么？穆世子想多了，我一个闲散人能做什么？不过是听到世子夫妇在此，我突然想起当初赏花宴上，不自觉被人当了枪使，觉得有些对不住二位，所以来道个歉罢了。公子既是无意的，又何须道歉？况且您那时将我那首诗夸上了天，不知为我赚来多少美名，我该谢你才是。世子妃才华横溢，便是在下不说，有识之人也自会欣赏。世子妃的才华还用你来说？劝道完了，可以走了吧？听说世子今日请了整个醉云楼的宾客，在下还没有用膳，世子就赶人，有些不好吧？我想请谁是我的事，你孟家不会连饭都吃不起了吧？非要赖在这里不走？能请到第一公子是我们的荣幸，不知孟公子爱吃什么？今日是我叨扰三位了，而且道歉也该有些诚意，这顿我请吧，还请三位不要拒绝。那就多谢公子了。不客气，两位的感情真好，这顿饭也算我祝二位新婚愉快的。孟大公子自小便引得盛京城贵女趋之若鹜，想嫁你的姑娘能绕盛京转几十圈，不知为何至今不肯成婚。在下自小就想着终身大事不能马虎，若要成婚，一定要找情投意合之人。盛京城中这样多的贵女，就没有一个能入孟大公子之眼？哼，那些女子看上的不过是我这副皮囊，还有什么所谓的才华？哪里是真正了解我、喜欢我呢？孟公子这话说的有趣，一个姑娘不喜欢你的皮囊和才华，你让她喜欢你什么呢？难不成世子妃喜欢世子是因为她长得好？对啊，世子长得这样赏心悦目啊，每天看着都心情好，当然让人喜欢了。可以色待人并非长久之计。我和世子如今两情相悦，如何能跟以色侍人相提并论？两情相悦这种事，孟公子这样还没成婚的人怕是不能理解。既然世子妃喜欢世子是因为他长得好，那若是有长得更好的男子出现呢？孟公子怕是没能明白我的话，长得好不好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说罢，他转头问穆连成：我长得好看吗？
当然，在我眼里，你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我想我明白世子妃的意思了。几个人各怀心事。吃完饭后，孟听白终于起身告辞。孟公子别忘了结账。当然，在下说了请客，岂会食言？是今日所有人的账。当然，这样好吗？道歉就要有诚意，一顿饭怎么够？而且他自己说请我们的，那今日我们身上的账就该他结。阿明说的对。行了，咱们也回吧。季明心诧异地看他一眼，他以为两个人约出来是有话要说。你以为他这样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能知道什么？不过是时间长了没见，出来聚聚罢了。闲着也是闲着嘛。嫂子，你以后可要好好管管他，他在家里是待不住的。今日若不是约我出来，说不准就去找哪个相好去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哪有什么相好？哈哈哈哈哈！你也有今日。你以后若还敢欺负我，我就将你以前的那些破事儿都告诉嫂子。看来穆世子还有不少事瞒着我啊。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婚姻美满。我跟你说，你别想挑拨我们夫妻的感情。哎，你别听他胡说，他恨不得拿我穿开裆裤的事情来威胁我。等季明心和穆连成离开后，公子，你好不容易才将世子约出来，怎么不将那事告诉他？他很喜欢世子妃。公子担心什么？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紧张过一个人。可是这样的话，那位该怎么处置啊？唉，罢了，做兄弟的不就是要两肋插刀吗？只希望日后他别来插我两刀。你跟孟听白认识？谈不上吧，也就之前见过那2回。说起来，你似乎都在场。你不了解孟听白的性子，他的人绝对比他的外表还冷清。他曾亲眼看着九公主落水，袖手旁观。若不是有人发现的早，九公主怕是真的会被淹死。事后他只解释了一句，男女授受不亲。那皇上没有追究吗？怎么可能？皇上查了一番，结果发现是公主自己知道孟听白会经过那里，落了水，想要引孟听白来相救。这也太没有新意了。这种事情，孟听白一年说不准得碰个10来8回，好歹下个药，生米煮成熟饭，说不定早成了。这种事九公主是比不上你。我虽然也算计了你，但用的是阳谋，要不要娶我，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既然有办法去1次皇上的赐婚，那肯定也有办法去2次。你说的没错，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娶你，而且也做好了此生不娶妻的打算，可却没有想到会遇见你。我就说吧，遇上我是你的运气，不然你就要孤独终老了。别东扯西扯了，快点说孟听白的事情。是你自己东拉西扯，还好意思说我？你倒是对孟听白感兴趣。那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九公主还有没有出阁？难不成孟听白至今未娶跟这件事有关？说有关也有关，说无关其实也无甚关系。皇上虽然恼怒孟听白不给公主留面子，但也知道这事儿怪不了孟听白，只能不了了之。是九公主这些年一直追着孟听白，直言非君不嫁，她又是皇上最宠爱的女儿，你想想，谁敢跟她抢人？孟听白自然就娶不到媳妇儿。当然，孟听白可能也确实没有娶妻的打算，所以便任由九公主折腾了。不过这样说来，九公主倒是个敢爱敢恨的直爽性子。皇宫里长大的人哪里有什么直爽的性子？不过比起别人，九公主确实单纯一些。总之，以后你见到她就清楚了。我对公主没兴趣，只要她看上的人不是你就行。所以孟听白是个冷血无情的性子，那他今日到底来做什么？你确定自己之前没见过他？他那样的人我但凡见过，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印象？莫非他外出的时候会易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不准了。我看你跟他相谈甚欢，还拦着我赶人，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总共才说了几句话，算什么相谈甚欢？我拦着你赶人，不是想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吗？你还嫌说的少，要不要我送你去孟家，再去跟他畅聊一番？你没毛病吧？吃醋是这么吃的吗？我都嫁给你了，跟孟听白能有什么瓜葛？你该不会是自卑吧？觉得自己不如孟听白，怕我喜欢上他？你不就是喜欢好看的吗？孟听白比我其实也不差什么。他这个样子像是个要被遗弃的小奶狗一样。你说什么胡话？我今日说的你没有听明白吗？好不好看我说了算，在我眼里你就是比孟听白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你觉得他真的是传说中那种无心朝野、淡泊名利的人吗？我觉得不像，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深不可测，但这种话说出去怕是没人信。我说出来你可能也不信，
他让我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气势，那种东西我只在皇上和你父王身上感受过。那是一种常年身居高位、发号施令、无人敢不从的气势。我信你，以后离他远一点。公子，别看了，那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走吧。醉云楼今日的账都结了，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账是我结的。您确定？那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很确定，这盛京城总算不那么无聊了。公子，您不会真的想跟穆世子抢人吧？抢人？你觉得我跟穆连成谁长得好？自然是公子。孟听白闻言轻轻摇了摇头，却并没有再说什么。有了在酒楼跟顾青子的这一席谈话，皇上迟早要为了王龙的事情召见他。这事我自己解决就好。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王龙拒不接受军令，差点导致居延失守。我便是不杀他，事后一律问罪也该处死。王家再怎么难缠，还敢在御前对我一个弱女子动手不成？你觉得王家会将你当成一个弱女子对待？不说王家，便是皇上，现在也不会认为你是个弱女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就不是弱女子了？更何况他王家占理吗？还敢在御前找我麻烦，当我好欺负不成？你说的对，王家仗势欺人，咱们定北王府也不是吃素的。你不用怕，我会支持你的。这事情不应该是你父王一句话的事儿。王家既然将人送去北疆，就该知道违抗军令是什么后果。现在哪来的胆子翻后账？父王事情那么多，哪里有空管这些？再说你杀哥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父王想必也没有放在心上。王爷是故意的吧？皇上是不是也看王家不顺眼，才纵容他们一直闹腾？这是好事儿，你不是看宣王府的人不顺眼吗？皇上若是有一点想要宣王继位的意思，都不可能让王家这么蹦的。现在说这些还早吧？便是宣王继了大位，也很难说下一位就一定是萧长眼。两人就这样没头没尾的说着话，马车已经到了宫门口。世子妃不必害怕，皇上不过是被王大人吵得不耐烦，便叫世子妃过来问个话。多谢大人宽慰。呵呵，这些日子不少人跟朕说这婚事指得好，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你这小子也知道疼媳妇了。可不是皇上这婚指得好吗？我跟着一起来谢恩的。站在一旁的王征有些着急。皇上，王大人说你无故杀了他的嫡子，你有什么要说的？皇上明鉴，我才回盛京几日，并没有杀过什么人，不知这位大人的公子是哪位？我儿王龙在北疆被你当众杀害，世子妃敢做不敢当吗？哦，你说的是那个临阵退缩、违抗军令的王龙啊？我杀他不是应该的吗？你一个女子有什么资格在战场上指手画脚？说是出了错，出了错自然我来负责。世子既然将王爷的私印交给我，我就有资格对北疆的任何一支军队指手画脚。这是皇上赋予那枚私印的权利。王大人说这种话，是在质疑皇上的决定吗？皇上恕罪，微臣并没有此意，只是世子将王爷的私印这样的东西交给新婚的妻子，是否有欠考虑？可事实证明他做的没错，世子妃做的也没有错。皇上，北疆名义上是大夏的疆土，可一直都是在定北王府的掌控之下。北疆发生了什么，消息都是定北王府的人传回来的，事实真相如何，犹未可知。臣的儿子可是朝廷受命的校尉，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死了，定北王府不该给个交代吗？哼，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你将你那废物儿子送去北疆，不就是送死的吗？怎么就他的命值钱？我定北王府的人世代都死在了北疆，我找谁要过交代？犬子若是死在战场上，我自然无话可说。我也从未否认过历代定北王的功绩，世子何必混为一谈？王大人是说令公子战场抗命做得对吗？谁知道这事是不是真的？当时在场的人可不在少数。那些都是定北王府麾下的人，还不是世子妃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大人慎言，北疆有皇上派去的监军和将领，还算不上是定北王府的一言堂。总之，世子妃若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便要向皇上讨个公道。照王大人这么说，当时满教场的人证不能信，情况紧急，自然也没有其他的证据。不过既然王大人一定要有一个令郎该死的证据，
我这里倒也不是没有。穆连成伸手从胸口掏出一个册子。你不是要证据吗？如你所愿，这上面的东西足够王龙死个180回。这东西是从漠北那铁矿附近的部落管事的账中收出来的。事情就是这么巧，在奇迹阁那里找到的账册里竟然有王龙。这上面的人你怎么看？我不怎么看，反正东西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账册真假我不知道，但王龙身边的人我回来的时候一起带回来了，都审过，证明其中记录的交易属实。人和证词我会尽快移交给锦衣卫，不过东西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这账册事关重大，既然是你带回来的，你就有责任查实其真假。你说让锦衣卫办理，考虑的也周到，朕任命你为锦衣卫同知，给朕好好查个清楚。皇上，朕以为王龙便是没什么能耐，也能分得清是非轻重，朕终究还是高看了你王家人。即日起，王家所有人暂停职务，配合锦衣卫调查，若有不从，与谋反同罪。王征失魂落魄地退了出去。朕说让你走了吗？那个皇上，您还有什么事？没事不能留你吃个饭。朕记得你以前可是赖在皇宫不愿意走，借口从宫中的御膳好吃到宫中的美人好看，找了个遍，现在娶了媳妇儿就不愿意待着了。皇上，那都多久前的事儿了？你长大了是好事，可也未必全是好事。成家立业有你父王替你撑着，你暂时是不用去北疆了，但也不能荒废掉。锦衣卫如今也有些不像样了，朕对你寄予厚望啊。臣必不负陛下所托。不知不觉朕也老了，还记得当年你父王去北疆的时候，也曾这么对朕说过。这些年他从没有让朕失望过，反而是朕做得不够好。出宫的马车上，两个人相对无言。世子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担心你着凉，时时提醒着咱们要将屋子烧暖和。这屋里啊，穿着寻常衣服待一会儿都热得慌呢。谁让你们听他的？外面天气冷，一冷一热更容易得病。世子总归是一番好意嘛。今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天气冷不说，还隔几日就下雪，外头的百姓不知怎么难熬呢。不错嘛，都知道忧国忧民了。好意也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屋里不冷就行。我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担心。正说着，穆连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上任的这些日子一直早出晚归，今日怎么这样早？今日没什么事儿，一群人聚着喝酒去了，我不耐烦跟他们闹的，就回来了。应酬嘛，我懂，你该去就去，也显得太不合群了。怎么了？可是我有什么不妥吗？天色不早了，这些东西以后白天看。我知道，不过是闲着无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实在无聊可以出去玩。放心，有我在，没人敢说什么。你不用担心我，我的事情多着呢。不过是最近没什么精神，天气又冷，懒得往外跑。不出去也好，外面如今乱得很。你手上的事进展不顺利？唉，王家这样的世家大族哪能没有一点后手？现在最重要的证据不过是那本册子，还有王龙身边人的证词。可这些并不能证明王家跟此事有涉。就算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买卖兵器的事王家有参与，但王龙是王家嫡子，他犯下这样的大错，王家不会受到牵连吗？可这个牵连有轻有重，若是证据不足，王家完全有办法脱罪。所以当务之急一定要将那批兵器找出来。那个碎星你有什么打算吗？问我做什么？人又不是我要带回来的。她长得那么美，你真的没有一点心动？我都说了，我只对你心动，你为什么不信？次日季明心起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世子妃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满圣经去问问，哪家的媳妇儿睡到这个时候才起？这种话季明心最近每天都要听到好几回。世子妃爱睡就睡呗，世子都交代不让打扰，别人哪有这个福气？你知道什么？世子心疼世子妃自然是好事，可世子妃也不能恃宠而骄，平白捞了人画饼。这些事我心里有数，
不用担心。世子妃一向无主张。白芍对着主仆两人十分的无语。今日世子离开的时候，虽然照往常一般吩咐咱们不要打扰您，但我看世子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对。怎么个不对法？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世子似乎不怎么高兴。他走之前有没有交代什么？没有，世子甚至没有回来吃早膳。世子好像确实不高兴，练完剑就直接出府了。难道真是为了碎星啊？关那个碎星什么事啊？没什么，他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世子为了不让您心烦，让人将那个院子看得滴水不漏的。他一开始让人传话说要见世子，世子直接让人告诉他，若是不安分，便会直接将他发卖掉。自那以后就没有什么动静了。指望世子见他，怕是不可能了。一会儿将人带来，我见见吧。见过世子妃，世子呢？世子不在，带你来的人没有告诉你，是我要见你吗？他们没说，不知世子妃见我有何事。我听说你之前传话想要找世子，有什么事吗？你来也有几日了，应该明白世子不会见你的。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就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说。为什么不让我见世子？我这样的身份，就算得宠，对你也造不成什么威胁，不是吗？你弄错了，不是我不让你见世子，而是世子不愿意见你。这里是定北王府，他若是真想见你，我如何能拦得住呢？可是为什么呢？明明他第一次见到我就想买下我的初夜，他是喜欢我的呀。这个嘛，可能他买过初夜的姑娘太多了，喜欢不过来。你怎么能这样说世子？你若是有话就说，若是没有就回去。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世子绝对不会见你。如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世子也不会见我吗？你的卖身契在我的手上，你应该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同我谈条件。那你就有资格替世子做决定吗？世子妃，我劝你一句，便是如今世子宠你，你还是别忘了为妻的本分才好。耽误了世子大事，你承担不起后果。是我失敬了，不成想姑娘还学过戏，变脸变得这样快。人们都说世子妃虽然出身侯府，却是被蜀中的商户养大，可见出身并不能决定什么。怎么会呢？我出身侯府，便是在商户中长大，也不妨碍皇上将我指婚给定北王府的世子。姑娘这样的，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可见出身能决定很多。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找穆世子，非要进定北王府？这也不算是什么要紧的事，这些日子你也看到了，那个院子住着10几个女子，她们都跟你一样，是被各种各样的人送进来的。我并不关心她们是为了什么，横竖没有意外的话，她们这辈子也只能待在那个院子里了，而你也会跟她们一样。你这是威胁我？这算什么威胁？这样的结果，你决定进定北王府的时候，不就应该猜到了吗？难不成你还真的以为世子会宠爱一个别人塞给他的女人？你不也是皇上塞给世子的？你凭什么以为你能做到的，我做不到？凭塞我的那个人是皇上，他能让穆凌城不能拒绝这婚事，还得光明正大的迎娶我，甚至将来不喜欢我，也不能休了我。你能做到吗？对我和世子来说，你跟之前那些被人送来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愿意收你，是因为宣王世子将你的卖身契给了我，这意味着你的生死都随我处置。原本我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放任你在后院自生自灭。现在嘛，你若是愿意说就立马说，若是不愿意说，我会将你交给世子。我劝你想清楚点儿，皇上任命了世子做锦衣卫的同知，锦衣卫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吧？我要见世子。清雪，带他去见世子。碎星傻了眼，他说的见人是在王府的后院见。等等，世子妃，你这样做不怕人说你不容人吗？你跟世子说一声，谁敢嘴碎，就让世子将碎星姑娘送给谁的夫君。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个容人法。穆连成今日的心情显而易见的不好。世子今日怎么了？昨晚回府的时候还好好的，今日一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多半和世子妃有关。世子妃？两人这些日子不是黏糊得很吗？怎么会突然闹别扭？过日子嘛，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是吗？我看世子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两人正讨论着，有人带着清玄走了进来。这位姑娘说有重要的事情，只告诉世子。世子，我总算见到你了。说着就要往穆连成身上扑。姑娘请自重。我就是好久没见你了，有些想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吗？说吧。我只想跟你说，将人带到刑室，他若是不愿意说就用刑，直到说为止。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为什么不能？
世子，你不能这样对我，我知道很重要的事情。石飞得了吩咐，立马一把将人拎起来往外走去。穆连成见人走了，这才问清玄：世子妃没有其他的话吗？世子妃说您看着处置就行。他倒是信得过我。穆连成觉得心中烦闷，他闲逛了片刻，又不想回府，便去了醉云楼。怎么带我来这里？上头有吩咐，世子爷不用预约，直接来这间用膳就可以。这间雅间还有谁来过？除了谢公子，就只有林公子。林公子？就是凌云深公子。不一会儿，酒菜就上齐了，只是跟着小二进来的还有一个人。可真是巧，我在外面看着就像是你，没想到还真是。怎么一个人来这里喝闷酒？谁说我在喝闷酒？不过是饿了，来吃顿饭，发现这里的酒不错。看来今日能跟着穆世子沾个光。我来醉云楼这么多次，还从来没有进过这间雅室。不知宣王世子找我有什么事？乔穆世子说的，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如今也算同朝为官，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照你这么说，满盛京城的人，谁不是跟你一起长大？满朝堂的人，哪个不是跟你同朝为官？怎么不见你跟别人吃饭喝酒？你这说的什么话？咱们的情分是旁人能比的吗？说起来，我父王当年去军中，还多亏了王爷照拂，父王一直将定北王当兄弟。可别，我跟你有什么情分？在赏花宴上算计我未来妻子的情分，还是故意让我难堪的情分？宣王的兄弟都是皇子，我父王可不敢当。你现在不过就是个锦衣卫的同知，还真以为自己一步登天了？这样说话多好，刚刚那虚伪作戏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受。我是锦衣卫同知，还是一步登天，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若不自己凑上来招惹我，我会搭理你。我劝你还是收敛着些，皇祖父护不了你一辈子，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哼，放心，这话我会帮你转述给皇上。你别胡说八道，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我是个草包，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不过我想皇上圣明，自会有判断。刚刚是我口无遮拦，你也知道我的性子，别放在心上。这点子事，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你不会以为事到如今，你说这么几句不痛不痒的事情就能解决问题吧？那你要怎样？你是为了碎星来的吧？将她安插在我身边，到底想做什么？你怕是误会了什么？碎星姑娘真的是我无意中遇到的。哼，你还真是把我当蠢货呀！人现在在锦衣卫的大牢里，重刑之下，你猜他会交代什么？重刑？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又没有犯什么错，你怎么可以对她用重刑？没有犯错，是他自己说知道重要的事情，他却怎么也不肯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他又不是良民，卖身契在世子妃手中，我就是将人弄死了，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将碎星还我！宣王世子说笑了，送出手的东西哪里有要回去的人？条件你尽管提，只要将人还我。不好意思，你可能说的有点晚了。我交代过，他若是不肯说，就直接处理掉。这也不能怪我，你既然这样看重她，为什么要将人送给我呢？你不是最喜欢女人吗？那样一个美人，你怎么下得了手？是有点下不了手，所以我让手下的人去动手的。你放心，他们绝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肯定能下得了手。穆连成，到底怎么样你才肯将人还给我？不是我不将她还给你，只是你当初可是将她的卖身契给了我的世子妃。她这个人呢，很不喜欢我身边有其他的女子，所以是绝不会放过碎星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穆连成，你别给我扯这些。你作为一个男子，难道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对，我做不了主。说完，他起身走了出去。世子妃，时间不早了，要不先摆饭吧？不着急，再等等吧。穆连成回来的时候，带着一身的寒凉进了屋。时候不早了，世子爷既然回来，就摆膳吧。我用过了。啊？愣着做什么？快去收拾，我饿了。不是跟你说晚上别看书吗？我这些日子确实过得有些懒散，成日待在屋里，不是吃就是睡。我想了想，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接下来的日子，我估计会时常出府去处理一些事情。你对此若是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去办。你娶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不会跟别的女子一样被困在后院，成日围着你打转。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你帮不了我。
我答应过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一夜无话。第二日，季明星醒来的时候，穆连成已经走了。世子今日也没有回来用早膳，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世子妃刚刚说今日要出门，我们要去哪里？白灵出去也有些日子了，咱们今日去看看她。白灵住在季明星名下的一个小院中，他们去的时候，门口正吵得不可开交。这分明就是我家大人的姑娘，前些年丢了，不成想一直在盛京。我不认识你，也不是什么大姑娘，请你快放手。大姑娘，这些年您便是在外头受了委屈，也不能不认家人呀。当年老夫人出门去上庙，路上不小心将您丢了，这些年只要想起这件事，便忍不住痛苦流泪。您既好好活着，怎能不回去呢？这年头骗子都这样大胆了吗？抓着个人就敢说是自己姑娘，她是签了卖身契给我的，你说是你家姑娘，有什么凭证？卖身契？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小公子出自哪家府上？哼，关你什么事？想要讹诈我的人，也不看你配不配。这丫头是我大冬天从冰窟窿里救上来的，想要人，先跟我去衙门将当年的事说清楚。我这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的，许是看错了，也未可知。以后还有人来闹事，直接报官，我倒要看看天子脚下谁敢这样无法无天，将我的人带走。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上门了吧？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小姐出嫁第二日便去了北疆，这才回来几日，府里府外这么多事情，怕是一刻也不得闲。我哪里有脸拿自己这些破事去麻烦你？我刚去傅家的那些年，其实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姑娘，跟谁都不近边。小舅舅虽然对我好，可他终究是个男子。只有你们4个是我一个个带回去的。你们陪我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觉得你们才是我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所以白灵，你的事情不是破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白灵眼里的泪终于落了下来，觉得难过就好好哭一场，别怕，我在的。我出身护国公府，我爹是前任护国公，但在一场战役中受了重伤，没有救过来。那不久之后，我娘也因病过世。祖母是祖父的继室，天堂自己所生的二叔，为了让二叔继承国公府的爵位，让人害死了我的同胞兄长。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便暗中查探，没想到还是被二房察觉了。我祖母便以去庙里上香的名义带我出府，让人将我推入了冰窟窿中。他们既然当年想要将你害死，现在为什么还要让你回去？做贼心虚，一发现我出现在圣间，那些人估计就乱了阵脚。这些年，二叔顺利继承了爵位，他的嫡女成了平王府的世子妃，一家子鸡犬升天，说不得还妄想着从龙之功，自然害怕我出现坏了事。我在外面总归不能让人放心，当然要带回去，放在眼皮底下。那你要回去吗？如果不是小姐救我，我当真已经死在了那年冬天的冰水里。小姐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能忘。我一直都想安安分分的在小姐身边伺候，报答小姐，可是不必觉得对不起我，我救你只是随手为之，你这些年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若是你，也会回来找他们报仇的。白灵，我支持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小姐，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姐妹，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凭你现在的实力，他们想害你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暂时不回去，让他们再折腾一些日子。我要让全圣京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就算当年的事情暂时没有证据，我也要他们日夜不宁，更不敢轻易对我出手。这才对啊，你心里有个章程就好，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只管说。我真是三生有幸，才遇到了小姐这样好的人。你才知道啊，以后有事不能瞒着我，护国公府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还是要小心些。不说这些了，我叫小姐来是为了林公子的事。小姐之前让我好好整理圣经的产业，以备将来跟林公子有什么分歧，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你这些日子看得怎么样？我按小姐的意思先查了账，除了林公子送来的账本，还核查了几家店铺，并没有发现问题。当时为了方便，不少产业置办的时候就直接放在了林公子名下。现在小姐想要跟林公子分道扬镳，怕是不好处理。你还是不了解林云深，他怕是也在等这一天。季明心想着今日反正都出来了，于是就约了林云深去醉云楼详谈。有了靠山，就这么迫不及待将我甩掉？你既然早有准备，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不愧是做久了生意的人，真是倒打一耙的好手。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你一开始就骗了我？
我骗你什么了？财还是色？你是女子，这算什么骗？难道当初知道我是女子，你就不用我救了，也不跟我合作？你说的对，当时那样的情况，我没有办法不接受你的帮助，也不可能不跟你合作。你是男是女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这些东西你不必都给我。我们当初说好的是合作，但事实上这些年我什么都没做，不过平白拿了许多钱。现在若是全部拿走，对你并不公平。没什么不公平的，当初若不是你救我，我可能活不到今日。宫中发生的事情，我姐姐都跟我说了，是她对不住你。我以为你之前就会发作，没想到拖了这么久，已经给足了我时间。我这段时间有些忙，没时间处理这些，而且我是相信你的，知道你不会辜负我的信任。而以自己如今的身份，也不适合再跟林家姐弟有牵扯了。事到如今，你说这话，简直让我没脸见你。我姐姐虽然说自己是身不由己，可我知道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身不由己，不过是在你和别的东西之间，她选择了别的东西。那你有什么打算吗？这些年赚的钱已经够多了。我姐姐说，经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她想让我趁着年纪还小，走走科举的路子。既然如此，那就祝你明年金榜题名，前途似锦吧。林云深正要说什么，清玄突然现身，在季明星的耳边说了句话，然后快速离开了。林云深望着他眨眼间就消失的背影，脸上的神情复杂难辨。到底怎么回事？世子怎么会遇刺？身边跟着的人呢？我也是刚刚接到世子那边的人传来的消息，说世子遇刺受了伤，具体怎么回事，对方也没说。季明心就近找了家成衣铺子换回女装，连忙赶回了王府。穆连成当胸中了一箭，那支箭刺得很深，而且位置极其的靠近心脏。世子妃，怎么回事？世子今日……这些以后再说，先说说世子的伤势如何。启禀世子妃，这一箭几乎是擦着心脏过去的，十分凶险，而且箭上还有毒。我等并不能识别是什么样的毒，只给世子服了一粒解毒丹，暂时抑制了毒发。如今最难办的是胸口这支箭，不能再拖了。可箭上有倒钩，拔箭极有可能伤到心脏，那样的话，世子就没救了。我知道了。世子妃，那箭不能乱动，不然世子随时可能没命啊！现在可敢拔箭？这箭没法拔呀，一拔就会伤及心脉。既然没办法，就都出去吧。这怎么行？白胡子太医还想说什么，身后的其他太医已经将他拉了出去。咱们可是太医，怎能置伤者于不顾？沈太医，不是咱们不想尽心，是那伤实在是没办法治啊。剑不拔，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剑一拔，立马就要没气儿。咱们有什么法子？屋里那年轻的太医没有退出去。世子妃，您是要亲自给世子拔剑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在下沈默安是严太医新收的弟子，他跟我提过您，算起来我应该叫您一声师姐。那麻烦小师弟帮个忙吧。好的，师父说您的医术十分高超，尤其是擅长治外伤，这世上无人能及。他不会是靠吹嘘忽悠你，你才拜他为师的吧？师父的神医之名天下皆知，哪里是吹嘘出来的？可这名声也差点害了师父。世子妃是想用刀将剑挖出来，这恐怕不行，离心脏太近了。他话音未落，就见季明心将穆连成胸前的剑一推，季明心利落地将剑从穆连成的身后取出。沈默安简直叹为观止，季明心格外的仔细，差不多用了1个多时辰才忙完。外伤部分世子妃处理得很好，可是穆世子这伤实在是太过严重，还容易感染发热，这些都会要命啊。我知道，我会一直守着他的，今日麻烦你了。是师姐医术高超，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若不是师姐这样厉害救了穆世子，我们这些太医都要受牵连的。不管怎样，还是要多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还要麻烦你，我不希望其他的太医继续待在这里。穆连成这次遇刺十分蹊跷，极有可能是皇家的那几位。我明白世子妃的意思，您只要好好照顾世子就好，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那就多谢了。到底怎么回事？世子今日没什么事，在锦衣卫露了个面就出来了。他骑马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一个小孩子，下马亲自去扶的时候，突然有人射箭。世子原本是能躲开的，可是那孩子死死拽着他的衣服不松手，就慢了那么一下。
那孩子，设局的人是了解穆连成的，已经死了。世子遇刺的地方并不是回府的方向，他准备去哪里？世子听说您去了醉云楼，打算去牵您一起回府。季明心终于明白自己心中一直堵着的那口气是为了什么了。林婉熙在婚事上帮过他，所以对方在宫中帮着别人算计他的事情，他并没有计较。他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给了林家姐弟错觉，让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才为穆连成引来这场祸事。之前送到锦衣卫的那位碎心姑娘怎么样了？世子爷直接将人扔进了刑室，不过那小姑娘看起来弱不禁风，倒是能受得住情，还没交代呢。世子原本的意思是问不出什么就直接杀了，可是昨天宣王世子找了世子，想要回碎心姑娘，世子觉得她身上可能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便留了下来。你带人悄悄将碎心再带回来。石一愣了一下，没有动。怎么，你们世子现在说不了话，我便指使不动了？属下不是那个意思，世子早交代过，妾您如见他，您说的话跟他一样，我立马就去。这件事别让任何人知道，你若是办不到，就去找清玄。等石毅离开了，白芍才端了一碗粥进来。世子妃，你好歹吃一些东西，不然不等世子醒来，您就得熬不住了。外面怎么样？世子一送回来，咱们的院子就被世子的人围了，除了大夫，外面的人都进不来。王妃和二少夫人来过一次，都被守着的人打发了，估计是为了避嫌，再也没有来。世子受伤的消息好像被封锁了，其他人估计还不知道。不过刚刚沈大夫将那些太医都打发走了，说世子的伤势世子妃会照料，他们留下来也没有用。那些人倒是走得快，现在咱们怎么办啊？现在该着急的不是我，世子当街遇刺，受伤的消息瞒不住。等事情传开之后，你再让人散布消息，就说世子伤重难治，就吊着一口气，随时可能会没命。我倒要看看那些人到底想做什么。季明心用汤勺将药喂到穆连成嘴边，却发现对方牙关咬得死紧，根本喂不下去，只好自己含到口中喂。等你醒来再跟你算账。天快黑的时候，石毅进来回话：世子妃，碎星带回来了，将人带进来吧。他这些都是外伤，没什么大碍。世子妃想问什么，直接问便是。没看出来你还有几分骨气。不过你这么撑着不肯说，是因为知道你有些事，你一旦说出来就会没命是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过是一个玩物，能知道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倒是有自知之明，那你应该知道玩物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吧？世子今日当街遇刺，你觉得幕后的凶手会是谁？从明面上来看，现在世子不管是受伤还是死，都对宣王府有好处。我这么想，你说皇上会不会也这么想？世子这次受了重伤，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你也别指望着宣王世子还能救你，他现在自身难保。既然这样，你还让人把我带来这里做什么？你想活下去吗？他意识到，如果自己说不想活，眼前的女子会真的弄死他。蝼蚁尚且偷生，我当然想活着。我猜也是，不然你也不用死撑着了。你也想让我活着，不是吗？你有什么条件？萧长眼让你来穆连成的身边做什么？在你们成婚前，他让我勾住穆世子，最好能让穆世子拒绝娶你。我从小被培训，第一次执行任务，而且对象还是穆世子这样出了名的贪花好色之辈。原以为会很容易，谁想穆世子从来就没有认真看过我一眼。你的主子真的是萧长眼吗？我的主子当然是宣王世子。萧长眼这种蠢货确实挺适合拿来当挡箭牌的。那这回呢？他又让你来做什么？让我勾引穆世子，破坏你们的感情。哼，这就更不像萧长眼会做的事情了。我宁愿相信他让你勾引穆连成，趁机从他口中套点有用的消息。你的任务又失败了，便是我不杀你，你的主子也不会饶过你吧？我可以给你一个活下来的机会，只要你还有用，我相信你的主子也不会介意饶你一命。你觉得怎么样？你脑子不算笨，还有这样一张脸，就这么死了，岂不是可惜？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你自己。比起执行任务，你难道没有自己的理想？理想？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如果跟你要执行的任务并不冲突，你的主子应该也不会容不下。怎么可能？他们说了，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在不影响任务的前提下，
你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活得长久一点，也可以让自己活得舒心一点。只有你有价值，你主子想必不会在意的。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熹嫔知道吧？她也曾差一点就沦落青楼，可现在不仅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之一，还诞下了皇子。你的容貌或许比不上他，但你身上有些东西是他没有的，你敢不敢去拼一把？碎星的身上有一种很纯粹的冷清气质。可是我在满庭坊露过面。你只说你想不想去，若是想，我自然有办法。你让我去皇上身边做什么？你只要争宠就可以了。争宠？皇上如果也如穆世子一般，根本看不上我呢。相信点自己，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你这样一张脸的。当然，我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一点。我答应。我会先让人送你回宣王府，让宣王世子来跟我谈。穆世子遇刺，宣王世子现在怕是没有功夫理会这些。你去说服他，告诉他我知道幕后凶手不是宣王府的人，我要的是找到真正的凶手，而不是让宣王府背锅。好，我去。将他送到宣王府去。处理完手边的事情，他检查了一遍穆连城的情况，整整守了一晚上。这回应该没事了，你们俩去歇着吧。还是我们在这儿守着，世子妃去睡会儿。我昨天好歹睡了一会儿，你们再熬下去身子要受不了。更何况我也不能离开，万一伤势有个恶化，你们又处理不了。还是好好去歇会儿，岂要忙几日呢？季明心再次给穆连城喂药，还是跟昨晚一样喂不进去。也许是他突然的靠近，让穆连城本能的警惕觉醒了。你不会想要谋杀亲夫吧？我若是想谋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既然醒了，自己喝吧。你怎么了？喝个药而已，犯得着灌我？哼，我这是为你好，长痛不如短痛。你是不是故意将药弄得这么难喝？哦，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将药故意弄难喝？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你还欺负我？连装可怜都用上了，你可真是能耐啊！看在我还是个伤员的份上，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你的身手，不会躲不开一支暗箭。至于那什么小孩子，也不可能拉得住你吧？我察觉到暗箭的时候，确实有些躲避不及。不过不是因为那个孩子，而是……在想一些事情。什么事能让世子殿下这样魂牵梦萦，连自身安危都不顾？实意应该都说了，我是听到你跟林云生见面的事才去醉云楼的。别跟我说你是吃醋，发现案件的第一瞬间，你就知道事情跟林云生有关吧？你故意中箭，拿自己的命去做事他害你这件事，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水吗？我避开了要害的。那支箭只差一点点就要射穿心脏，这就是你说的避开要害。还有，你知不知道那箭上有毒？如果不是你体内有冰蚕的子骨，你现在已经死了。冰蚕？那你是不是……这次跟上次的情况不一样，太医给你喂了解毒丹，应该是发挥的作用，毒素被压制了，冰蚕并没有吸收。你跟林云生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对你出手，大概跟宫里的熹嫔有关系，但你有必要盯死他吗？你很清楚，我就算死了，怕也查不到他的身上，他身后的人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受伤，最大的受益人怕就是王家和宣王府了。最怕的是皇上打定主意让宣王府来背锅。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对方如意的。你受伤了也好，正好将手中的事情推出去。我看皇上要换谁做刀，去对付他这一群心怀鬼胎的儿子。至于宣王府，暂时不会有事。你受了伤，其他人也别想安生。我倒要看看这池水搅浑了，泥鳅王八谁先浮上来。我受伤让你很生气吗？你说呢？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将你救回来吗？是我不好，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这个人向来铁石心肠，你想觉得自己喜欢找死的人就不应该救。你以后再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乱来，看我还会不会救你。其实我也是好好考虑过的，你知道皇上对宣王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可我又不是和宣王府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顶在最前头？若是为了家国大义，百姓安康也就罢了，可偏偏不是。这次受伤的时机刚好。那请问你好好考虑了多久？总有那么一瞬间吧。以后别再这样冲动行事。你不想理会宣王府的事，总有其他的办法，何必这样冒险呢？其实宣王之前的行径，叛逆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可偏偏有个先太子的例子摆在那里。皇上不想让天下人说他刻薄寡情，连亲生儿子都容不下，非要确凿的证据。别想那么多了，
你的伤是我一手处理的，太医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你好好休养一些日子，对外就说重伤难愈，让他们父子折腾去吧。那个凌云深，你对我到底有多不放心？上次在宫中的事情跟林婉熙脱不了关系，我怎么可能还继续跟他合作？这次相约见面，就是为了将生意上的事情彻底分开。他倒是利索，将这些年辛苦经营的所有产业都给了我，我还以为他好歹是有点良心的。哼，这事8成是林婉熙的意思。他这些年大概是在宫里过得太顺了，生出了不该有的念头。我打算将碎星送进宫中，争宠这种事，人多才热闹嘛。碎星不行吧？不少人在满庭坊见过的，皇上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碎星还没有到倾国倾城的地步。是不是倾国倾城又有什么关系？你觉得皇上有真正喜欢过的女子吗？你想说什么？熹嫔固然美貌，但皇上会因为一个女子的美貌宠她这么久吗？你觉得是因为什么？我在第一次见到林婉熙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现在我在碎星的身上又见到了，我可以帮她换张脸入宫。你说我们要不要赌一把？你说的换张脸是能将她换成其他人的样子吗？差不多吧，五官脸型都可以调整。她本身的底子好，变得更好看些也不是难事。回头我给你一张画像，你可以将碎星弄得像她一点。所以皇上确实有喜欢过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不是说要赌吗？那就赌一把大的。只是碎星，你确定她不会变成第二个林婉熙？她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林婉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她进宫得了帝宠就可以了。你先歇着吧，暂时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看看皇上是个什么态度。宣王府中，宣王的书房里灯火一夜未熄。父王，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不然呢？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找出真正的凶手啊！只要找到凶手，就能说明莫连城遇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吗？你这些年真是半点长进都没有。这一局就是针对我们的，你觉得对方会让我们找到凶手？你甚至应该祈祷别找到凶手。所有人都觉得穆连城遇刺是宣王府做的，而一旦找到凶手，若是凶手与宣王府有关，那这件事他们便无论如何都脱不了身了。皇祖父呢？他不会帮着我了。河洛城的事触及到了他的底线，而且他心中很清楚，王龙跟漠北人的军械交易跟我脱不了关系。唉，果然是风水轮流转啊！皇祖父也活得够长了，实在不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别让我再听到。萧长眼憋了一肚子气，从书房离开，正好碰上被石毅送到王府的碎星。你不是被莫连城关到锦衣卫去了吗？世子，先找个能说话的地方。到底怎么回事？碎星也不管萧长眼在想什么，将季明心的话说了一遍。世子非要找到真正的凶手，宣王府想要从这件事脱身，你们的目的并没有冲突，未尝不能合作一把。而我若真的能到皇上身边，会比在穆世子身边有用的多。可你在满庭坊的时候，那么多人见过你，怎么入宫？世子妃说他有法子，不过他让你自己去谈。好厉害的世子妃，穆连城的运气倒是好啊。季明心睡得正好的时候，外面有人传信说萧长眼要见他。深更半夜的，他找你做什么？应该是碎星说服了他，这也很正常。他现在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别去见他好不好？我又不是跟他私会，不过是谈事情。这件事越早定下来越好。那我也一起去。你现在还不能挪动，难道你想让萧长眼来这里谈？何况你的情况也不适合让他知道。穆连城腻腻歪歪半天，才放季明心离开。见过主子。外面如今怎么样了？虽然咱们封锁的及时，但还是有不少人都知道世子遇刺的事。昨晚太医将世子重伤几乎不治的消息报给了皇上，皇上今日早晨大发雷霆，让锦衣卫配合大理寺详查。其他人呢？宣王如今犹如困兽，明知道事情是冲着他来的，也不敢轻举妄动。其他几位王爷似乎都有插手。还有呢？初武疑惑地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穆连城。凌云深。哦，世子说那位林公子啊，他这2日什么都没做，只是在自己的府中喝了2日的酒，现在估计还醉着呢。哼，醉死才好。顺着他的线往下查，我就不信找不到真正的凶手。主子受伤没多久，世子妃就让人去查了。世子妃查了呀，那就不必管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会卧床养伤。你带人保护好世子妃，不能有任何差错。世子有什么好担心的？宣王府现在的处境，怕是也不能更坏了。你到底想做什么？世子来都来了，现在才担心，不觉得有些晚吗？何况我现在对你下手有什么好处呢？这深更半夜的，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本就不合规矩，还是直接谈正事吧。大概的情况，碎星应该都跟宣王世子说了。有些事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你也知道，我外祖家是商户，之前跟凌云深有些合作。那日我是临时起意跟凌云深在醉酒楼约见的，世子得到消息之后去接我，路上遇刺。你是说你的行踪只有凌云深知道？别人当然也有可能知道，但凌云深的怀疑最大，不是吗？你想利用我对付凌云深？只是给你提供个线索，世子想要怎么做，我绝不会干涉。凌云深的背后是西平，所以你让碎星进宫是为了对付西平。可是帮了你，我能有什么好处？西平一个靠着皇上的宠爱才能在宫中站稳脚跟的女子，膝下的皇子不过3岁，搅和这些事对她有什么好处？你不想知道她身后的人是谁吗？而且碎星进的宫，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西平失宠，其余的事情一概不会管。碎星的身份并不合适，而且你怎么保证她进宫就一定会受宠？那当初世子为什么觉得碎星一旦进了定北王府，就一定会受穆连城宠幸呢？穆世子贪恋美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碎星又是个罕见的美人，只要进了府，气会自然大些。世子对不对我说实话，其实并不重要，我也不关心这个，只要知道他确实有让男人沉迷的本事就行了。至于他的身份，我会想办法帮他换张脸，可以让他变成皇上喜欢的样子，大概需要月余的时间。这些日子，你可以帮他准备一个天衣无缝的新身份。换脸？放心吧，不是易容。只是稍微调整一下他的五官，我手上有最好的伤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难怪这几日太医都在夸世子妃医术高超，原来是真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不知世子可还有疑义？世子妃想得很周到，这事我同意了。随后我就将碎星送来给你，只要你确定能让他的脸不被认出来，我一定会将他送进宫。两人达成协议，萧长眼果断的离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在，我睡不着。萧长眼答应了。我用了些手段，他应该很快就会反应过来。不过依宣王府现在的情况，能做点什么总比束手就擒的好。你同情宣王府？算不上同情吧，成王败寇，宣王府的人并不无辜。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跟萧长野合作，送一个人进宫而已？你自己也能做到。我不想沾手这样的事，人是宣王府送进去的，以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碎星有什么不妥吗？他身后还有人，而且他身上有种特别的药香。我曾听师傅说过，有一种秘方，将女子从小用药喂大，沾了她身子的男人会再也离不开。你对皇上？你说的那个皇上可能喜欢过的人，是曾经的太子妃吗？你怎么猜到的？这件事宫里宫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也是曾听过贵妃娘娘感叹过一句，说熹嫔跟太子妃有些像，当然像的应该不是容貌，不然也不会这些年都没有人能看出来。所以说嘛，你到底有什么不忍心的？皇上也不是17、18岁的人，碎星做他的孙女都嫌小，他若是能忍得住不碰，自然不会有什么事情。唉，你的胆子太大了，这可是抄家灭族的事情啊！所以要让萧长眼去做，总归都姓萧，他们爱谁抄谁，谁灭谁呢？说到底，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傅四。你有没有良心？我做这一切明明是为了你，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遇刺前一天是怎么了？好好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给我摆脸色。我哪有？连白菊都看出来了，你还好意思说没有？你心里有什么事倒是说出来啊，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想说就算了，睡吧。次日，季明心照常睡到日上3竿。世子妃，那位碎星姑娘在等您。这些日子我不好离开世子，你叫她进来吧。你想好了要换一张脸进宫吗？要知道，一旦走出这一步，以后就真的由不得你自己了。我这一辈子注定只是一颗棋子，还随时都会成为弃子。既然如此，走得高一些总是没错，比默默无闻就死了的好。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好，那就开始吧。他让人另外搬了一张软榻进来，专门叫了白鹤回来打下手。都这么好看了还要整，你不怕一不小心给弄残了？你别乌鸦嘴，我什么时候出过错？安静，世子的伤需要静养。还活着呢，外面有不少人在打赌，看定北王府什么时候报丧呢。
开口就没好话，好好一姑娘怎么长得张嘴呢？两个人很快准备利索。季明心担心碎星撑不下来，直接让他喝了麻沸散。在调整碎星五官的时候，并没有专门将人弄得一模一样，整整忙碌了2个多时辰才折腾完。你来圣经之后变了很多。我以前关心的只有自己的1亩3分地，赚钱，给小舅舅解毒，似乎就是生活的全部。那时候我没有进过宫，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权势，也未曾上过战场，不知道生死是那样轻易的事情。你变了也好，以前我总担心你这样的性子会吃亏。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这个？四爷的身子也差不多了，用不着我一直在那守着，我有些事要离开一阵子。他们发现你了？白河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不过是你随手救的人，你还真打算养我一辈子不成啊？说的也对，这世上没有什么不散的宴席，不过你自己小心些，有什么事也可以来找我。你总是这样心软，明知道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些年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啊。罢了，你这个人吧，说冷情也冷情，说热心也热心，你自己呀，以后小心些才是。别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说完径直走了出去。穆连成其实早就醒了。以前什么话？没什么，他大概怕我以后忘了他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南诏王室嫡系向来少，他怎么会流落在外？我也不知道，我救他的时候，他的情况十分的凄惨，我就没问那么多。你不像是这样没有戒心的人呢，怎么会将完全不知根底的人带在身边？知道多少有什么关系？该背叛的还是会背叛。不过我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救的，这些年死在我面前的人也不是没有。林氏姐弟的背叛让你很失望，是吗？也算不上背叛吧，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当然也要有承担后果的能力。世子妃，外面来了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说肚子里的孩子是世子的，现在正闹得不可开交。王妃请世子妃出去看看。你看我做什么？我发誓，我绝对没有碰过别的女人。我出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不要命的，竟然敢往我的头上泼脏水。你别着急，我知道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对方出这么一招，怕是认准了你醒不过来，弄这么个人，我也只能咬牙认了。你现在出去，这伤不就白受了吗？那你自己小心些。你总算来了，连城这孩子总是这样胡闹。不过这是你们小夫妻的事，我也不好插手。话说的好听，但是意思很明白。多谢王妃体谅。世子妃，求您给我一条活路吧。世子妃，我实在是没法子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可世子却生死未卜。您心情好，让我见见世子，行吗？你也知道世子现在生死未卜，见了又能如何？我有些日子没有见过世子了。他之前还说我生产的时候他会来看着我，可现在我这心里实在不安得很。世子妃，您是慈善的人，想必不会容不下我。谁说我是慈善的人？世子说的吗？我若是慈善，他为什么之前不将你带回府？世子说王府规矩大，我这样出身的人不如在外面自在。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听话，继续在外面待着，等孩子生下来再来，岂不是更周全？世子素日待我好，不嫌弃我的出身，他现在受了重伤，我岂能弃他于不顾？世子妃，我不敢奢求别的，只要让我看世子一眼就好，只看一眼。现在世子昏迷未醒，你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一直住在世子名下的别院，世子妃若是不信，一查便知。既然你这么说，让你见见世子可以，说不定他听到你肚子里的孩子快出生这样的喜讯，能早点醒过来呢。带这位姑娘去见世子，请吧。连城这孩子是我没有教好，今日委屈你了。王妃言重了，高门大户谁家没点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这算什么委屈？难为你这样深明大义，皇上这婚果真赐得好。这些日子我身上不好，也没有去看看连城的伤势究竟如何。还是昏迷着，太医也没法子。还是我之前在蜀中学过那么一点医术派上了用场，但这伤实在太重，能不能醒，大约要看命了。你这是谦虚了。这些日子我听那些太医没口子的夸你，说你医术精湛，那日世子中箭，他们都不敢拔剑，还是你亲自拔的。有你照看他，我放心的很。嫂子，到底怎么回事？这事儿是个误会。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就算不知道，遇到跟我有关的事情不会来问一声？之前在醉云楼那次，我就想问你来着，可是你带了嫂子一起来，
他本来说的好好的，会安分的待在别院等孩子出生，谁知道突然改了主意，趁下人一时不注意溜了出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你是猪脑子吗？女人的话也能信？我不是说你，那姑娘叫芊芊，以前是满庭芳的人，帮我遮挡了不少的事。后来跟我说不想在那种地方了，我便帮她赎了身。只是她父母情人俱无，无处可去，我只好将她送到了别院。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你们去了北疆的时候，我有一次出城路过那别院，就留宿了一晚，才发现她有了身孕。当时她没有明说，但那意思就是连城的。你们回来那些日子，我想问连城来着，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他出现的时机太凑巧了，何况他在别院，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事情的？这点确实可疑，而且他有了身孕，不找让她怀孕的人，赖上你算怎么回事？所以要么他身后有人，要么他处心积虑想要给自己孩子找个爹。我觉得二者都有。你觉得没用，我去看看他。你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也闷得慌，难得清泽来一趟，你们说说话，我去就来。说完直接出去了。世子妃这样贤惠明理，事情处理的也算得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别人家的夫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会如他这般吗？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远的不说，就说那孟家的三公子被夫人知道外面养了人，大闹一场不说，脸都被抓破了呢，好些日子没脸出来见人呢。别人虽说没这么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像世子妃这样一点气不动还向着你的，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我倒希望他也来抓我一把呢。你确定你是伤到了胸口不是脑子？滚！哎，一转眼你都成亲了，我娘最近也在给我相看亲事，怕是逍遥不了多久了。你就没有什么想娶的人？母亲这些年都没有逼迫我成亲，我也明白她的意思。可皇上前些日子不知怎么想起了我的婚事，过问了一嘴，现在又没有你在前面挡着，我能有什么适宜的理由不娶亲？我娘说，我若是自己不定下来，皇上说不得就要指婚了。唉，连你都逃不过。我娘说是她对不住我，可这种事儿哪里能怪她？说句实话，我这些年文不成武不就，却还能衣食无忧，奴仆成群，哪一样不是因为母亲？享受了这么多，付出这点代价算什么？何况皇上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拿2个火盆来，这位姑娘还怀着身孕呢，冻坏了可怎么好？世子妃，别紧张，我在蜀中的时候学过一些医术，你都快生了，还这样忧思郁结，对孩子很不好。我可以见见世子吗？你知道不可能的，世子现在还在昏迷，你见到他也没有什么用。那世子什么时候才会醒？傻姑娘，世子醒了对你并没有好处。这句话让仙仙瞬间觉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我都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可能是世子的，不是吗？我知道世子妃不愿意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就不必说了。世子确实花名在外，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我听说你之前在满庭芳为他做过不少掩护，应该很清楚。很震惊吗？你应该相信我能成为他的世子妃是有理由的。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那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孩子不是世子的，你为什么要来闹这一出？谁让你这么做的？仙仙犹豫着没有开口。其实你说不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我可以好吃好喝养着你，只要世子醒来，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可你呢？真的确定要牺牲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去成全背后的人吗？是你孩子的父亲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怎样的过往，但你应该清楚，定北王府的大门不是这么好进的。他让你来这里，就是做好了牺牲你和孩子的准备。一个男人在关键时刻不能护着你，还利用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了这样的人，值得吗？季明信的语调不疾不徐，却让仙仙的心理防线一点点的崩溃。我知道不值，可我该怎么办？我从小就被卖进了满庭芳，见惯了各式各样的男人，没有人真正把我放在心上。穆世子一出现，我就知道他是不同的。人们说他花心，是青楼楚馆的常客，但我知道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后来他如我所想，对我没有半点意思，但因为我识趣，他为我赎了身，可他将我关了起来。所以你认识了别的男人，想要逃走，可是现在为什么又自投罗网了呢？他说我若是成了，生下的孩子便是穆世子唯一的子嗣，以后自会成为人上人。若是不成，他会救我离开。
现在你还相信他吗？要知道，我若是要你的命，那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情，没有人能来得及救你。我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他，我只是想赌一赌自己的运气。外面虽然都说世子脾气不好，暴躁易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便赌他就算醒过来，也会饶我一命。那个人究竟是谁？是梁四公子。梁是吏部侍郎梁家的公子，他目前在嵩山书院读书，那里离别院不远。吏部侍郎梁家，季明心隐隐觉得好像哪里听过这家人。我知道了，你在这里好好的养胎，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世子妃打算怎么处置我？你不用想太多，这些事情本就跟你没有关系。我猜没有你，他们也会想别的法子送人进来的。你好好歇着，等孩子生下来再做打算。多谢世子妃。给他换间屋子，派个人好好伺候着，别出什么意外。您是说有人会对他做什么？小心无大错。他现在若是出了什么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麻烦。他说了什么吗？你记不记得谁跟我说过吏部侍郎梁家的公子？这你都不记得啦？当初赏花宴上，袁姑娘跟你提过一嘴，袁家在给她相看梁家的公子啊。你瞧我这记性，还说了成婚后要请他来做客呢。这些日子乱七八糟的事情多，竟一点都没想起来。还有说家里给他相看的是梁家的哪位公子吗？这个倒是没有提，不过他好像说对方在嵩山书院读书。也不知两家的婚事定下了没有，你立刻给舒宁传个信，约他到醉云楼相见。说完就觉得事情有些唐突，不能光凭仙仙的一面之词就做决定。算了，还是先别打草惊蛇了，让人去查查仙仙在别院的事情，看看对方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那袁姑娘那边，你让人看着点儿。婚事若是没定下，我想办法提醒舒宁一声；若是定下了，那就直接从梁家下手吧。季明心走到床前，见他眼睛直直地看着一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在想什么呢？问出什么了吗？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不用烦恼。他说了，肚子里的孩子是吏部侍郎梁家四公子的。梁家后面是谁？这很难说，梁家是氏族，轻易不会站队，也许只是想要试探一下。这个时候做出头鸟，不会那么简单吧？用你的话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梁家也会有别人。两人各怀心事，屋里就这么安静下来。您吩咐的都办好了，那位姑娘住的地方换到了东边，那边屋子烧得暖和，不仅派了伺候的人，暗里还有人守着，出不了什么意外。梁家也让人去查了，想必很快就会有回信。这些事情你看着办就好。你也觉得无聊吗？可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你这回伤得严重，得好好养着。你陪我说说话吧。咱们不是一直在说话吗？我们一直说的都是别人，现在来说说我们自己。你想说什么？他又不傻，这几日时不时地看着他出神，显然不是在思考人生。今日有人上门到现在，你一直表现得淡定从容，事情处理的也很妥帖。我想盛京城这些世家夫人面对这样的事情，没一个能比你处理得更好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在我，因为我不知道你这样从容淡定，是因为真的对我深信不疑，还是根本不在乎。他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哪怕瞬间的慌乱。我确实只从理智的角度考虑了事情，但不管你信不信，这也基于对你的深信不疑。我很清楚你没有碰过别的女人，确实相不相信你都不会影响我的行事，但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相识还不到1年便成亲了，而且我已经将自己交给了你。穆连城，我以为你明白我的心意。我有时候觉得你对我这副皮囊的兴趣怕是要更大些，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吧。可是穆连城啊，光凭这张脸都能吸引无数的小姑娘，有什么好自卑的？可我不希望你只喜欢我这张脸。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你除了脸，还有身份、地位、权势，这些我都喜欢啊。听到他的话，穆连城更加气闷了。只是他一睁眼就看到季明心正戏谑地看着自己笑。你怎么不想想，这世上难道没有比你好看、比你有权势的人？我怎么不去找他们？那大约是因为那些人没有我好算计。他很清楚，在两个人的相处中，一直都是穆连城在迁就他。这世上也只有一个你会心甘情愿被我算计。我觉得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到傍晚的时候，白芍给季明心回了外面传回来的消息。那姑娘说的应该是真的，别院的护卫见过几次梁家的四公子。袁梁两家的婚事呢？已经定下来了，这才是最麻烦的。你跟袁家那个胖姑娘交情很好。什么胖丫头？袁淑宁也就是稍微圆润了一些。你知道淑宁？
袁家的那个姑娘嘛，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是在赏花宴上见你跟她说过话，所以多留心了一些。怎么，跟梁四定亲的是她？可不是，也怪我，当时他说的时候我没有上心，不然查一查，说不定现在就没这么多事了。人各有命，你哪能事事都预料到？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先要跟淑宁说一声吧，只是我还没想好怎么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只是定亲而已，找个理由退了不就成了？你说的轻巧，退婚是那么好退的吗？而且我还在想，要不要现在就打草惊蛇？那个星星姑娘要怎么处理？都是你惹来的。你说的对，都是我惹来的，那我来解决，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好像我想管这些破事儿似的。你过来，我们好好说话。有了之前的经验，季明心除了换药，再不肯到他的跟前儿。离得这么远说话，你不觉得别扭吗？我保证不再动手动脚。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论家世，袁家跟梁家不相上下，袁家想要悔婚，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可不一定，若是梁家死活不肯退呢？他们既然定了这门婚事，未尝没有将袁家拉下水的打算，怎么可能轻易退婚？季明心不想袁淑宁的名声有半点的损失。你这是关心则乱，我们可以先把芊芊的事情先捂住，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要昏迷一段日子，袁家完全可以先发制人，用这件事拿捏梁家，顺便我们也可以看看梁家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所以梁家送这么个孕妇进来，到底有什么用？我若是心狠手辣些，悄无声息把人弄死，谁又能将我如何？等等看吧，如今在外人眼中，我重伤不醒，已经不再是这棋局中的重要棋子了。只看宣王府还能发出多大的余力，碎星入宫能发挥出什么作用。其他人底下的这些小动作，影响不了大局。不对，咱们自从回来，这一出一出的，完全就是针对你来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是被人盯上了？对方似乎很忌惮你啊。你怎么不说他忌惮的是娶了你的我？起码在没有娶季明心之前，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看来还是那个人，他不仅跟漠北人勾结，还跟皇子王爷合作。我对他真是越来越好奇了。藏头藏尾的，连面都不敢露，可见有多见不得人。可他以一己之力将大夏搅得片刻不得安宁，说起来也算是个角色了。他想要我的命。皇叔，你现在没事，你说要不要将这个人揪出来？别说我们，你以为皇上不想吗？军粮出问题的事情，皇上已经知道了，不也拿他没办法。这个人藏得太深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朝局混乱，皇上年纪大了，哪儿还有先前处决太子那般的杀伐决断？你且看着吧，盛京怕是要乱些时候了。真是麻烦，你伤的可真是时候，咱们就在家里待着吧，外面太危险了。季明心懒得杞人忧天，横竖天塌下来，有人撑着。关于梁家的这些破事儿，季明心还是觉得应该亲自跟袁淑宁说一声，约在了醉云楼。不是我不想带你，实在是你如今这样身子不能出门呢。你早点回来。你乖乖的，等我给你一大好吃的回来。季明心没有想到，他一进门就碰到了一个不怎么想见的人。林云深相比几天前像变了个人一般，大早上的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酒。谢公子。季明心对上他的目光，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径直往自己常去的包间走去。你派人给袁姑娘传个信，让她别来了，我回头想法子去见她。谁知小二前脚出门，林云深后脚走了进来。你还有心思来这里吃东西？看来那位的伤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不劳林公子费心。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吗？不想。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知道世子的情况，没有妨碍吗？世子现在还没死，对他们来说，刺杀一事就算是失败了，伤得重不重有什么关系？何况他也不过是试探一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概是今日出门没看好黄历。什么意思？没跟袁姑娘谈好？其实这并不关你的事，她若是不听你的，你撒手就是了。跟淑宁没有关系，我还没见她，只是一进醉云楼就碰到了林云深，我担心被他看出端倪，就没让淑宁去。他说了什么？他说我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出去，看来你的伤不严重，我懒得搭理他，就出来了。看来他还挺关心你。你别阴阳怪气的，我现在在考虑这个人还要不要继续留着。他知道你很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多，而且说到底，我也没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唯一一个就是小舅舅，我担心他会顺着我查到小舅舅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太过担心。别说他一时半会查不到，便是你的小舅舅，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而且岁星马上就要入宫了，事情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转机。你都猜到了？其实我在知道小舅舅的真实身份之后，就想过他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证据，为钱太子翻案，到时候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身份。我想他现在在做的也是这件事。可不管什么样的证据，让皇上承认自己冤杀了太子，这很难吧？是啊，很难，几乎没什么希望。可不管多难，他都必须去做。所以你将岁星整成前太子的模样送进宫，这简直是神来之笔，他会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小舅舅若是知道我这么做，说不定会恨我。无论如何，那是他的亲生母亲。你到时候死不承认就是了，反正你已经嫁人了，他总不能打你一顿吧？小舅舅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可是你不知道，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人就是他了。以后不怕，有我呢。你现在连动都动不了了呢。嘴上说着又笑了起来，堵在心中的郁气也就这么散了。对不起。你我夫妻一体，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况且凌云深算什么？不过是一个棋子，除不出他改变不了什么。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遇刺也不是没有好处。瞧咱们这几日过得多清闲，你不是还担心袁家那个小胖子吗？不赶快去告诉他未婚夫的真面目？淑宁不胖，你别总叫他小胖子。好，你说不胖就不胖。我想了想，不管去哪里私下见他，都很难不被人发现。不如还是我晚上偷偷潜进袁府跟他说的好。万一被人发现，那就是谢公子夜探袁小姐香闺。若是这样，这婚是梁家怎么也该退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凭我的轻功，怎么可能会被发现？好，你最厉害了，不会被人发现的。不会真的被人发现吧？这还真不好说，我的功夫现在已经够高了，可那天射箭的那人，我就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发现的时候，箭已经离了弦，而且事后没有查到那人的半点踪迹。不只是我，皇上那边怕是也没什么头绪。我遇刺到现在这都几天了，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你之前不是也说我们可能被人盯上了吗？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小心些。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些？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不是你一出门就碰到凌云深了吗？你是说我碰到凌云深不是巧合？盛京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而且他说那句话应该是在提醒你什么？提醒我什么？难道不是提醒我你的遇刺跟他有关？他也是聪明人，何必用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激怒你？我猜他接下来还有话跟你说，但你懒得搭理他。你还做什么世子？干脆转行做神棍去算了。这并不是什么难猜的事情，你也未必就想不到，不过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罢了。他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想到想不到的我也懒得去想，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季明心皱眉，他知道穆连成心中一直很介意凌云深。如果凌云深做这一切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呢？如果有一日他为了你陷入险境，你会怎么做？他的迫不得已凭什么牺牲你？若不是我的医术好，你真的就死了。扯了这半天，你还没有告诉我要怎么见到舒宁，总不能一直这么拖着吧？直接去见吧，反正这件事瞒不了太久，目前只要梁家不知道就行。两个人商议完，季明心听到外头隐隐有哭声，是那位容英姑娘，这些日子每天都要来几回，之前都被院门口护卫挡了回去，今日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在院门口哭哭啼啼个不停，非要进来看世子。能是吃错什么药？8成是听有人怀孕上门受了刺激。让他滚！你做什么这样大声？你现在还该昏迷不醒呢，万一被他听到就麻烦了。这些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吗？想要试探你的伤势，只会找女人来。凌云深难不成不是男的？哼，再跟我提他，你自己去解决外面的麻烦。这有什么难的？直接让人杀了就是。人尽皆知她是孤女，又体弱，突然死了也是正常事。你还是好好休养吧，我出去看看。穆连成的侍卫很尽责，不管荣英主仆怎么纠缠，都寸步不让。我真的只是关心世子的伤势，你让我见见世子吧。你一个姑娘家，这么关心我男人做什么？谁知他依旧波澜不惊，就像是随手收了个婢女，也不知打算怎么处置。好吃好喝养着就是，等大哥能见人了，自然真相大白。你觉得大哥能行？他那日遇刺，不少人都看到了，那支箭几乎直插心脏，来了多少太医都不敢拔，最后据说是大嫂亲自拔的。若是有事，早有消息了。
别讲那些有的没的，跟咱们不相干。马上过年了，你不是说这些日子事多吗？回去吧。这边的季明星回了屋，荣姑娘上门来看你，你就这么高兴？我高兴是为了你，跟她有什么关系？为了我，平日里怎么没见你这么高兴？我是你什么？你听到我跟荣英说的话了？院门才多远，你的声音也不小，我怎么会听不到？倒是你这种话不跟我说，跟她说做什么？气到她，我能解决一个麻烦，跟你说有什么用？你若是天天跟我说这些话，有多少麻烦我都替你解决。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你回来怎么把院门也关了？荣英有人看着，不会再来了。我在外面看到一个男子，应该是来看你的，省得还要拒绝一次，干脆就关门了。男子？什么样的男子？书生模样吧，跟你差不多大，长得挺俊俏的。那应该是穆青红，你的小叔子。小叔子就小叔子吧，你做什么这副模样？他长得确实不错啊，不过跟王爷不怎么像，颇有几分风流文士的模样。你这看人先看长相是毛病。我之前又没见过他，你问什么样的男子叫我怎么形容？可不是先说容貌吗？内涵那玩意儿能看得着吗？别人就不会像你这么说。哼，荣英跟你想必很有共同语言。二公子来看你做什么？他跟王妃倒果真是亲母子，见我关了门，连多问一句都不曾，直接走了。马上过年了，想是学院放了年假，他既然回来了，总该来看看我的，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个时候你见世子做什么？该不会想要趁他昏迷占他便宜吧？世子妃，世子妃明鉴，王爷仁善，联系我家姑娘父母双亡，将她带回了府中。世子对我家姑娘来说就是亲人，世子受伤，我家姑娘关心一下，在所难免，并没有世子妃所说的那些非分之想。世子受伤，太医说了要好好休养。不说别人，就是王妃至今都没有进来看过一眼。怎么，你家姑娘的关心格外之前？世子妃何出此言？我不过是想探望一下世子，世子妃就这样阻拦，难不成是要遮掩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世子是我的夫君，难道我会害他不成？我不让你进去的原因也简单的很，我就是不高兴别的女人看他。世子妃就不怕这话传出去引人非议？这里都是王府的人，我说的话为什么会传出去？就差明说，若是传出去，那一定是你做的。我听说有个大着肚子的女人上门，说是世子的人。你既然不高兴别的女人看世子，又为什么要让那个女人进来？那当然是为他肚子里的孩子。世子若是醒不过来，那孩子可是世子唯一的子嗣，我自然是要留着。对方来历不明，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世子妃也太草率了些。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将荣姑娘送回去，她身子不好，以后别让她出来吹风了，不然受了风寒可怎么好？荣英还有话说，但是下面那些人最会看颜色，当即堵了嘴，将人拉走了。看来大嫂也不欢迎我去探望大哥。正是刚从书院回来的定北王府二少爷穆青红。不欢迎就算了，横竖母妃也没去过，咱们这位大嫂可真是与众不同。也是大哥时来运转，娶到这么一个好妻子。你觉得她是个好妻子？定北王府的世子妃可不是好当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她没出过什么岔子。说起来，她嫁进来其实并没多少日子，却出了不少的事。远的不说，就那日那个大着肚子上门的女子，我心里都捏了把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感情怎么样？她比我不过小了1岁，幼时也曾朝夕相处，一道玩闹，一道淘气。那时候我们都发现王妃对犯了错的我会格外宽容，所以我们俩不管做了什么，最后都是我承担，然后不了了之。后来呢？后来啊，当一件事出现不对劲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味。我当初进宫的时候，他还傻傻的每日在府门口等我，我一回来就抱着我的大腿哭。我那时候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感情，就只好远着他。后来两人便真的越来越疏远。对这一个唯一的弟弟，穆连成至今说不出是个什么心情。王妃呢？她是什么态度？她呀，就一直冷眼旁观。我们一起要好的时候，她没有阻止过。后来疏远了，他也没有劝和过。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真没有让二公子袭爵的意思？至少目前我没看出来。虽然当初穆青红要走读书的路子，他很反对了一番，甚至将人关了好些日子。但我私下去打探过，连饭都没少给一顿。穆青红被关的那些日子没事做，正好看书，怎么看都像是做戏。这种戏做给谁看呢？而且既然是做戏，那说明王妃其实并不反对二公子的选择，只是有人不同意。
不知道，反正我这些年也没看明白他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你装纨绔瞎折腾，甚至到处闹事闯祸，是不是在试探他的底线？见季明心渐渐猜到了真相，穆连成闭着眼睛装死。你跟他对着干，故意为难他，在外面不给他脸面，也是装的吧？你这么聪明做什么？那你就没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世上谁没有点不能对人说的事，何必追根究底？什么都不知道，日子不也一样过，还更畅快些？是我着相了。以后日子长了，你就知道，知道的越多越可悲。这天晚上，季明心直接换了衣服，前出府去找袁淑宁。你成亲了多久了？怎么才想起我来？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还能怎么样？我娘给我定亲了，这些日子正拘着我学规矩呢，都快烦死了。其实也还好啦，我终归是要嫁人的嘛。我听说穆世子这次伤得很重，你这个时候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当初若不是你，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卖到什么地方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我了，哪怕需要我爹做什么，我也帮你去求他。瞧你这性子，还是这么气。我不过是没想好怎么跟你说这件事，说来话长，还是得从你的婚事说起。我听说你定亲了，对象是梁家的四公子。你都知道了呀，订婚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一声来着，可那时候你不在盛京，你回来这些日子我想去找你，我娘又说你刚嫁人，忙得很，让我别添乱。是我的错，我应该早些来看你的。你对这门婚事可是有什么意见？也说不上什么意见，梁家跟我们家算是门当户对，这门婚事大人们都很满意，而且我不嫁他也比嫁旁人，区别不大。唉，要是可以不嫁人就好了。你现在这么说，真不嫁人，以后说不得要后悔。我才不会后悔呢，我娘给我准备的嫁妆都够我用好几辈子了，嘴上一个劲儿的担心我嫁出去受委屈。你说我嫁给谁能比在自己家过得舒心啊？你说要从我的婚事说起，可是这门婚事有什么不妥？你的婚事确实有些不妥，不过这事儿你怕是做不了主，让你娘来吧。你稍等，然后出去吩咐丫头，请我娘来，就说我有要事。大晚上的，你这是又闹腾什么？有件要紧的事，只能跟娘说。世子妃，袁夫人不必多礼，是我叨扰了。不知世子妃来有何要事？这个时候我确实不该出门，可是关淑宁的终身，我们交好一场，我总不能明知事情不妥，还眼睁睁看他跳火坑啊！这话将袁夫人惊了一跳。梁家那四公子可是有什么不妥？王府前几日门口发生的事情，夫人想必也听说了。那女子我带回王府后审问了一番，她吐口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世子的，而是梁四公子的。这怎么可能？那我是不是不用嫁他了？我也是一查之下才发现跟梁四公子订婚的竟然是淑宁。至于那姑娘说的，我已经查实了。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若光论男女之情，公子婚前有点荒唐事也不稀奇。在这种时候，将这样一个人送进王府的意图就有费思量了。不知那姑娘世子妃打算怎么处置？不管那姑娘如何，这事梁家是定然不能认的。那宁儿可怎么办？就不该这样着急给宁儿订婚事。夫人不必忧心，好在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世子醒来之前，这事儿还能捂一段时间。袁家可以尽管拿这个去跟梁家周旋。那就多谢世子妃了。夫人这话实在是客气了。前些年在蜀中，府上也帮过我不少忙。当年他救了袁淑宁之后，他在蜀中做生意，袁家没少给他提供方便。世子妃是个有本事的，便是没有袁家，您要做的事也没有不成的。可今日这时，您若是不来说一声，不说宁儿，便是袁家，怕是也要落入险境。季明心扯了几句闲话，便要告辞。你好不容易来找我一回，咱们这还没有好好说说话呢。这些日子你安分些，听家里的话，别自作主张。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有多少话说不得。那丫头是不是又胡闹了？你就是太惯着她了，大晚上的还真巴巴的跑这一趟。光会说我，刚刚是谁怕女儿有事儿，催我快去的。你若是不担心，怎么不去睡觉啊？我不过白问一句，你就这么多话等着我？可见那丫头是没什么事儿，还真有事儿。岂止有事，还是大事。他将季明心的话说了一番。你说梁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意思，这亲都不能结了。世子妃可真是宁儿的贵人。岂止是宁儿的贵人，她如今是咱们全家的贵人。这事儿办得滴水不漏，连法子都给咱们想好了。可惜咱们没福气。呵呵，个人有个人的缘法。说起来，定北王府倒是好福气，可如今这一出接着一出的，等闲人也消受不起。
你还笑？现在这事该怎么办？梁家这样的百年世家，如今也这样没成算，竟然做出这样下作的事情，也不知后面是哪位。就按世子妃给的法子办，这样的把柄捏在手中，我们要退婚，梁家想必不敢不同意。可这样的话，咱们不是要跟梁家撕破脸皮了？还有他们身后的人，日后那不然呢？让女儿去跳火坑，顺便拉着全家。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就没有别的周全些的法子？你呀，就是想的太多。当年我说季家姑娘不错，做袁家主母绰绰有余，你不敢冒险，如今后悔了吧？时过境迁，这也罢了。如今又来，这世上哪有什么万全的法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如今我们要么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捏着鼻子认了，要么就只能跟梁家撕破脸。这是为何？退婚这事儿遮掩不过去，不是咱们家闺女有问题，就是他梁家的儿子有问题。你想让女儿日后被人指指点点？当然不行，我的宁儿什么都没做错。是啊，退婚本来就是女孩子受委屈，为了宁儿将来计，这错得让梁家来认，这不等于撕破脸皮了吗？而且这婚事，梁家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想要用姻亲的关系把咱们家拖下水。这哑巴亏，咱们若是就这么咽下去了，以后怕是谁都能踩袁家一脚。所以退婚的事一闹出来，袁梁两家交恶就在所难免了。至于梁家身后的人，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别说还没有坐上那个位置，就算坐上了，难道会因为男女亲事就对我们怎么样？更何况你看世子妃的样子，有半分忌惮的样子吗？他让咱们拿那件事情跟梁家周旋，好像只关心淑宁的婚事，根本不在乎别的。他是明白人，又是真正关心宁儿的，提出的建议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袁家做事一点都不含糊。第二日不到傍晚，袁梁两家退婚的事就传遍了盛京，让人一打听才知道，跟梁四有染的竟然还不止一个仙仙。跟他去学院伺候的书童是用女子装扮的。一个女子扮成男子待在书院那种地方，这么久竟然没有人发现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能进嵩山书院多是士族子弟，管理上并没有那么严格。梁四带的人肯定也不止这一个，平日里只待在屋中伺候，谁没事去关心他是男是女？这倒是给袁家省了事，一时半会儿想找个其他退婚理由也不好找。哎，你是怎么说服袁家人的？这回梁四的前途是彻底毁了，袁梁两家结不了亲不说，以后再见面就是仇人了。你问这话，可见是没有见过袁大人。不用我说，这事儿一出来，他就会知道跟梁家撕破脸是最好的选择。不一会儿，外面送进来一封信。穆连成撕开信看了一眼，面上的笑意淡了下来。怎么了？是父王有什么事吗？今年冬天的天气格外冷，大雪又多，北疆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呢？漠北也不安分，父王过年不回来了。你还真等着他回来？我才没有。你就是有，我也不会笑话你啊。你现在不就在笑话我？我不是在笑话你，小王爷啊，只是觉得你这个样子很好笑。可惜马上就要过年了，而且你的伤势还没有好全，不然王爷回不来，我们可以去北疆。我若是没受伤，咱们过年8成得进宫，哪里有功夫去北疆？你这回伤的还真是时候，正好赶到了年下，我跟着你啊，都能省不少事。这么不想进宫？新年的宫宴可是所有宫宴中规格里最高的。能进宫过年，这可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恩典。就是皇子王爷们，也不见得个个都能去。有什么意思？连吃喝都不得自在，一堆的主子贵人见了谁都得行礼，这叫什么恩典？你总是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我说的不对吗？很对，若是别人都这么想，怕是还能太平些。是不是到时候要发生什么？你不也想到了，宣王府现在还没有动静，年底的宫宴是个好时机。你也觉得碎星会出现在宫宴上？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乱，也不知翻了年又会是个什么情形。管他什么情形呢，跟咱们关系不大。我只担心皇上会有别的想法。你是说他还会打你的主意？我的伤势瞒别人还可，皇上那里是瞒不下去的。过了年迟早要进宫，现在说这些也是杞人忧天，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只希望宣王能多支撑一些日子。我以为你不喜欢宣王府。我是不喜欢宣王，可我也不见得喜欢其他那几位，一个个藏头露尾的，更让人烦。我的人顺着凌云深查到了平王府，
他好像跟平王世子有些交集，不过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平王世子手中有不少产业，凌云深也经商，两人有交集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我知道，用咱俩婚事做赌的赌方，不就是平王世子的产业吗？光拿这个来说，我觉得他跟凌云深不像是一路人。当初我不过给了凌云深2个铺子和一些本钱，其他的都没有插手。但这些年下来，他从来没有做过青楼赌坊这类的生意。我不想听你说其他的男人。不说就不说吧，这事儿我的人还在查，后面也不知道扯出些什么牛鬼蛇神，这些人真是吃饱的撑的。不管他们，咱们好好过个年，有什么事等年后再说吧。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转眼间新年就到了。这一日照例是要祭祖的，王妃大早上就派了人来请季明心。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整个的身体可好些？王妃言重了，这本就是我分内的事情。王妃带领着众人一起祭拜祖宗，从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妥。从祠堂出来，王妃便叮嘱季明心，按理今日咱们家的人都得进宫，只是如今成根这个情况，皇上也是知道的，你留在府中照看他就是了。多谢王妃体恤。天怪冷的，快回去吧。季明心刚走了2步，发现后面有人，转过头去，发现竟然是穆青红。我送送嫂子。二公子有话直说便是。是我冒昧了，我只是想问问大哥的身体究竟如何。二公子放心，我才嫁过来没多久，暂时没有做寡妇的打算。说着转头走了。季明心回到屋子里，穆连成已经起身了。你怎么起来了？你一向不爱早起，现在为了给我的祖宗上香，不得不起来，我自然也该陪你。我运气也算不错了，王府人少，王妃也好说话，一完事儿就打发我回来了。现在知道嫁给我的好处了吧？我早就知道了，光是你就很值得我嫁了。穆连成笑得十分开怀。别笑，小心被人听到。怕什么？这是在咱们自己屋里，能听到的也不过是外面那几个人，不会往外说的。还是小心些的好，大过年的别生事。接下来王妃他们应该要进宫赴宴了，咱们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往年是怎么过的？就那样过呗，基本都是在宫里，会有戏、曲子、歌舞、爆竹、烟花，一晚上的闹腾。就我们2个也没什么意思，要不我们去找小舅舅吧。穆连成知道今日便是不去，季明心也会一直记挂着傅长安，索性利索的点了头。岁星若是真的今晚进宫，你小舅舅肯定也会收到消息，你想好怎么面对了吗？要不我们不去了吧？平时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怎么碰上小舅舅就怂成这样？你是不知道小舅舅发火有多可怕，况且这事儿怕是碰着他的底线了。那今日就更得去了，念着你出嫁了，还想着去陪他过年，他说不定不会发大火。季明心跟着穆连成进去的时候，傅长安正一个人在书房看书。小舅舅，你们怎么来了？今日没什么事，就来小舅舅这里蹭顿年夜饭。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去客厅里说。小舅舅一个人也太冷清了，一点都没有过年的气氛，应该早点娶个舅母才是啊。你自己才嫁人多久，倒操心起我的婚事来了？我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吧。小舅舅这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等真遇到他的婚事，还用你操心？大年夜的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我就是突然想到了，随口提一下，你不乐意就算了。你倒是走哪儿都过得热闹。我听说前些日子穆世子遇刺了，伤得很严重，现在看来果然传言不可信。小舅舅此言差矣，这次他是真的伤得很重，那剑带着倒钩还有毒，而且差一点点就正中心脏，对方着实是冲着他的命来的，若不是我的医术好，真可能救不回来。查到是什么人做的了吗？对方谨慎得很，别说我们了，就是皇上那里怕也还没有头绪。既如此，他伤还没有好透，你还敢带出来乱晃，嫌上次没死成？哎呀，小舅舅，我这不是担心你一个人过年无聊吗？何况那人也不能一直盯着我们吧，我这已是临时起意，不会有人知道的。小舅舅放心，这次我们带足了人，就算对方知道了，也不敢轻易出手。你的伤既然好了，皇上那边是瞒不下去的。年后有什么打算吗？打算不打算的，我说了也不算，看皇上怎么说吧。说话间，有人来回禀，说外面有人送了饭菜来。我知道小舅舅这里肯定什么都没准备，便让人送了来。咱们今晚只吃吃喝喝，不说那些扫兴的事情。
好。季明心很高兴的样子，喝了不少酒。小舅舅的身子好了还没多少时日，我的伤口也才好，都不能喝酒。你是故意馋我们？今晚可是大年夜，时辰还早呢，不喝酒做什么？不如我们先回去吧。小舅舅身子终究不好，怕是不能熬夜。咱们也早些回去，省得被人发现就麻烦了。穆世子说的对，你们还是早些回去吧。季明心一句话都没说，起身拉着穆连成一起走了。别难过了，我早知道一切都会变，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也不能这么说，你其实很清楚，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今天过年啊，难道连这一晚上都不能将就过去吗？他也看了一眼黑暗处的院落，对跟在身边的人留了个暗号。我们回去再说。季明心是真的没少喝，这个时候酒劲涌上来，拉着穆连成不撒手。我就要你抱我。穆连成无奈，不过难得见他撒娇，便将人抱了起来。季明心靠在他怀中睡了过去。穆连成松了口气，一直将人抱回了房间。可是不舒服，以后还是少喝些酒的好。不关酒的事儿，是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不想动他，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虽然是你的小舅舅，可终究不是亲的。昨晚那么做也情有可原，以后的日子还长呢。他不管成还是败，你注定只能看着，何必这样？他很清楚，无论小舅舅是为了保护他，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他们都回不到过去了。不一会儿，穆连成去了外间，只听有人在回话：“是昨晚跟去的人。”我看你回头看了一眼书房，便觉得有意，让人盯了下。你都没有发现那人？没有，对方的功夫很高。圣经有这么高功夫的人多吗？穆连成没有说话，但是季明心清楚，这样的高手并不常见。难怪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人。所以是他派人刺杀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忍让季明心伤心，用了平生最大的善意去揣测傅长安。也许他是看破了皇上的意思，不想让我们卷入其中，所以用了这样的法子。那件是凶险，但终究没有直接要了我的命。而且他对你的医术很了解，知道你能救我。别乱想了，他是你的小舅舅，总不能害你。反正我没事儿，这些清闲日子都是赚来的，咱们还有什么可不满的？你难道就没有想过，他若是真的想要你的命呢？怎么会呢？我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穆连成抱着他的手紧了紧，一双眸子深不见底。正月初一，第一件轰动全圣经的事情，就是皇上宠幸了宫宴上的一个舞女，而且直接册封为了柔美人。皇上果然是老了，这样简单的美人计竟然都没有识破。你怎么知道皇上没有识破？可不过一个女人罢了。身为一国之主的皇上，又岂会当回事？这么说倒也对。可见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轻视，很多人往往就败在这些平日根本看不在眼中的人手里。那这样下去，皇上的身体……那就看咱们这位皇上的自制力了。他若是能控制得住自己，不那么频繁的话，1年半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若是控制不住呢？那我可就说不准了。到了皇上这个年纪，正常男子天天折腾也吃不消啊。满口胡说些什么？我说的哪里不对了？皇上若是只剩1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可不算什么好事。就算所有人天天念着，皇上也不可能真的活1万岁。与其担心这个，不如好好想想谁会上去吧。这可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穆连成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儿，白少进来回话，说侯府派了人来，请世子妃回去一趟。人人都知道我守着世子走不开，侯府怎么会这个时候让我回去呢？来人说，老夫人身子不好，想见见世子妃。我的伤已经彻底好了，反正迟早要见人，不如我陪你去。说不准他们就是在打你的主意，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还是我去吧。说完，见穆连成一副不放心的模样。你做什么这个样子？我还不至于连这一点事都应付不过来。我希望自己事事都能挡在你的前面，而不是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别人的阴谋算计。就吃了什么，嘴这样甜，以后就照着这样说，什么阴谋我都不怕。侯府今日人倒是齐全，连季云心也在。大姐姐怎么一个人来了？不知穆世子身体怎么样？没看出来，三妹妹原来这样关心我家世子啊。大姐姐瞎说什么？我不过白问问，怎么就是关心了？你既然不关心，还问什么？世子妃多心了，云儿是担心世子妃才这样问的。哦，是这样啊。既然担心我，怎么不问我，反而问世子呢？夫妻一体嘛，自然是世子好了，世子妃才能好。这也不见得，
世子如今家人在怀，马上连孩子都要有了，想必是很美满。就是不知道世子妃是不是同样也觉得好。季明星看着两人的脸色，心满意足地往老夫人的院子去了。季云心还想说什么找回场子，你说得过他，还嫌不够丢人？见过祖母。你如今身份尊贵，劳烦你亲自回来看我。乔祖母，您说的，我不管是什么身份，也是您的孙女儿。您病了，自然是该来探望的，还望祖母好生保重身子，长命百岁才是啊。你是个伶俐的，连嘴上的亏都不能吃一点儿。我如今也就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气，长命百岁有什么好？不过是活受罪。祖母想多了，人上了年纪，有些毛病也是平常，好好休养会好起来的。你们都出去吧，我跟明丫头说会儿话。你过来些，我有话跟你说。我如今连动一动都费劲儿，还能对你做什么呢？我听外面的人说了，你是神医，穆世子的伤连太医都没法子，是你将人救了回来。我这辈子出身不算好，人们都说以我的身份能嫁进侯府是攀了高枝儿，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嫁得不好。你祖父心中有别人，我其实也能想得开，这世上的女人不都是这么过的？可后来他不关心家里的事情，不记得你父亲的生辰，连你五叔的出生也是个意外。这些话季明心依旧没有放在心上。你爹以前其实不是那个样，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是我在这府中的依靠。我纵然宠溺，但教导的时候也十分的严苛。他以前是个好孩子。他看着季明心那不以为然的神色，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话只会让你觉得我在袒护他，但他已经死了，我说不说这些其实都不会改变什么。季明心终于重视起来，他有种预感老夫人要说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一年就是娶你娘的那年，他突然就变了，时常喝得烂醉，大骂丫头小厮。我发现不对劲时，也下狠手整治过，可没有用啊。有一次他喝多了，被我撞上，差点失手掐死一个丫头，我被吓到了，哭着求他改。他是侯府的嫡子呀，身上怎么能有这样的污点？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他算什么嫡长子，不过就是个幌子罢了。耳边的声音戛然而止，有人掀了门帘走进来。你就是个扫把星，看看自己回来家里变成了什么样。如今我又变成这个样子，我若是死了，就是你克的。他一口气说完这些，季明心只听到身后有声音：你说什么胡话？明丫头都出嫁了，能克着你什么？这一瞬，季明心的后背莫名的发寒。可不是，她嫁给了穆世子，现在连穆世子生死都不明，这不是扫把星是什么？既然祖母觉得孙女会克您，孙女还是离远些的好。说完，做出赌气的样子，转身就要走。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巴不得我死是不是？你祖母病糊涂了，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也有些日子没见你了，难得回来一趟，去我那里坐坐吧。你才糊涂了，就是这个扫把星克死了我儿子，他也是你的儿子呀！你个狼心狗肺的，难道只有那贱人生的？一派胡言！你真是病糊涂了。老侯爷叫了丫头进来吩咐：老夫人病成这个样子，不宜见人，今后别让夫人们和姑娘们来了，没得沾了病气，你们好好伺候着。看来这位祖父身上果然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转眼间已经到了有悔斋，不知祖父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比我想的能耐多了，那还需要我交代？只是你祖母她这些日子是真病糊涂了，
也不知道怎么的，总怀疑我外面养了人。我都这个年纪了，你说这话好笑不好笑？女人嘛，总爱胡思乱想，何况祖母如今病得严重。我以为你跟你祖母不和，没想到这个时候她派人叫你回来，你倒是肯回来。祖父说笑了，祖母是长辈，说我几句是应当的，有什么和不和？哼，你这丫头，别跟我打马虎眼。看来木世子的身子并没有大碍，不然你也出不来。多谢祖父关心，他这几日已经醒了过来，确实没什么大碍。是我小看了你，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一手好医术。也是世子命大，那剑没有直接射穿心脏，不然我那点医术够干什么用的？世子遇刺的事情，皇上那边到现在也没个动静，你们私下里没有查吗？祖父说什么呢？这里可是圣经，皇上都查不到的事情，我们能查出个什么来？你这丫头，显见的是没有将我当亲人。你这些年的事情，我也并非全然不知。有玲珑阁在手，有什么事情是你查不到的？季明心见他将话都挑明了，面上仍旧不动声色。祖父既然知道这么多，想必也清楚我确实什么都没有查到。难道你没有想过，你手下的人实力都不差，连他们都查不到，是为什么吗？这圣京城里藏龙卧虎，查不到也是正常的，还能是为了什么？有些事就是灯下黑，也许不是他们查不到，而是根本没有查对方向。可能幕后的人是你根本没有想过的。这倒是很有可能。我听说你大年夜去了你小舅舅那里，他的身子如今算是彻底好了吧？看着还行，不过小舅舅没有让我诊脉，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祖父想知道，可以自己去看看。罢了，我又不懂什么医术，看一眼能看出什么来？他如今事情也多，还是别节外生枝了。也是，小舅舅如今连我都不想见。你虽然叫他一声小舅舅，可你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血脉亲情，以后的身份地位更会千差万别，总会越来越生分的。这回季明心的脸色变得不好。别忘了，你终归姓季。不必祖父提醒，这点我当然不会忘。见老侯爷也没有继续说话的打算，便起身告退。走到园子里的时候，正好看到季雪心。季明心有些意外，六妹妹是在等我吗？刚刚有人传了祖父的话，以后都不用我们去给祖母施疾了。我没什么事，便想着找大姐姐说说话。今日可巧三妹妹也回来了，我还以为六妹妹会陪着三妹妹呢。李妈妈说了，三姐姐如今大着肚子，我一个小姑娘家不好凑上去，何况三姐姐如今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早已经走了。这些日子一直为祖母侍疾，真是辛苦你了。有各位婶娘还有姐姐们在呢，我年纪尚小，不过是应个景儿罢了。你如今可真是越来越稳妥了，我还不知道祖母的性子吗？零碎磨人的手段也不少，你又不像别人有个依仗。父亲没了之后，祖母其实很疼我，比我对明哥还好。而且病了这些日子，祖母脾气也好了很多，只是爱唠叨些。人上了年纪嘛，这也很正常的。是吗？我刚刚去探望祖母，祖母也是唠叨了一通，说什么祖父另有所爱云云，也不知道他跟我这个不亲近的孙女说这个做什么，可见是真糊涂了。岂止这些，之前还跟我说了一些爹爹的事情，好像爹爹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才性情大变的。你知道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大姐姐还记不记得我娘死前说的那些胡话？我记得有一句什么假的，也不知说的究竟是什么。这话你就没说，我也没听过。以后别再跟其他人乱说。你娘死了，如今祖母也不能再见人，你自己还是小心些。季明心有种感觉，他已经离真相很近了。除了大姐姐，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不过我怀疑三姐姐知道些什么。哦，怎么说？三姐姐问过我好几次，母亲有没有说过什么。这次回来还专门让我仔细想想。我前后想了一回，她问的极有可能就是这件事。你娘很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死的。不管谁问你，你都说不知道，记住了吗？季雪心红着眼眶点头，多谢大姐姐提点。不是探病吗？怎么这么久？跟祖母说了会儿话，祖父也叫我过去说了几句，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老夫人不是不喜欢你吗？有什么好说的？她病得很严重，怕是没有多少日子了。生死有命，这也不是你能改变的。我不是在叹息她的病，你一直在圣经，有没有听说过关于我爹的事情？宁德侯府世子，不瞒你说，在我明白事理之后的这些年，宁德侯府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当初接到皇上的赐婚圣旨，我还是问了一圈，才知道宁德侯府是怎么个情况。那你突然接了赐婚圣旨，就没有好好探查一下这一家人？当然有，你也知道顾清泽那家伙有多八卦，第一时间就收集了老侯爷输掉家产给儿子娶商户女抵债的信息。他当时还说皇上真是个人才，也不知是怎么从一众世家贵族之中刨出这样一个特别的宁德侯府的。有没有我爹的消息？他只说了宁德侯府一家没一个出息的，世子更是从来都不曾听说。季明心明白了，那时候的世子已经被禁足在庄子上许久了，自然是查无此人了。你知不知道有什么长辈是在10几年前跟宁德侯府的人走得近的？你想查什么？我可以让人去查。我想知道在没有成亲之前的我爹是什么样子，还有我祖父在外面有没有什么相好。什么？你探查这些做什么？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穆连成说，索性将今日侯府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你怀疑老夫人说的不是胡话？祖父跟祖母的感情虽然不算好，可两人终究是夫妻，若不是察觉到了什么，祖母岂会无端起疑？这还是其次，之前我继母死的时候也有些蹊跷，我怀疑祖父身上藏着一个大秘密。这也算不上什么大秘密吧，便是你祖父真的在外面养了人，还生了孩子，也不过是一个外世子，连个名分都没有，还能翻了天不成？这才是奇怪的地方啊！祖父也不是没有妾室，没有庶子，祖母既然能容得下2叔、3叔、4叔的姨娘和他们，难道会容不下一个外室？所以祖父到底为什么要将人养在外面，而不接回府中？听你这样说，此事必然关系重大。你刚从侯府回来，老侯也肯定不能放心。这事儿不急，横竖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季明心点头，脸上依旧挂着几分忧虑。你这是怎么了？回一趟家就跟赴了鸿门宴一般。老侯爷便是真的藏了些事，也正常的很。高门大院里，谁身上没点不能说的事情呢？不止这件事，祖父跟我聊了会儿，我听到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在把你遇刺的事情往小舅舅的身上引。原来你是为这个烦恼。这么说来，你祖父确实没安好心。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幸灾乐祸。好疼！我说什么了？你就这样对我？太疼了！你怎么这样狠心，要谋杀亲夫不成？我要谋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他知道穆连成是在故意打岔。祖父虽然有拉拢我的意思，可无学不来风。我之前就仔细思量过了，你遇刺的事十有八九就是小舅舅所为。这也未必。你心中清楚我说的是对的，我知道你不提是怕我心里难受，但我并不是那种经不起风雨的弱女子。不过这么点事儿，我还不至于不敢面对。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我不想你为了我左右为难。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穆连成，该面对的事情我终归是要面对的，你不可能帮我挡下所有的风雨啊。小舅舅是我在这世上最亲最亲的亲人，我愿意倾尽自己的一切去帮他。可穆连成，这跟你没有关系，我不会允许他将你牺牲在他的复仇和宏图大业中，所以你以后不用这样小心翼翼的。你怎知他想要杀我，只是为了复仇和宏图大业？可是穆连成很早就发现了，傅长安对他很排斥。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我死也甘愿。我好不容易才将你救回来，没事说什么死？其实之前在河洛，我选择离开，就是因为发现了小舅舅的人。宣王府如今的处境有小舅舅的手笔，而且我怀疑他跟我们一直在查的那个人有关系。还有后来我被诺敏出命击杀，后来又被关到一个庄子里。现在想想，我能毫发无损的离开，根本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对方压根没有害我之意。我猜是小舅舅不想让我去北疆，所以让人将我关了起来。但那个人想试探我，顺便坑漠北一把，便在我要走的时候顺势将我放了出去。现在知道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用，我觉得咱们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先弄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杀我呀？我直接去问他吧。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他没死，终究是傅长安输了一招。怎么一个人来了？我以为小舅舅并不喜欢看到世子，所以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小舅舅做了什么需要我问罪的事情？我就知道瞒不过你。你打算怎么办？为他报仇吗？为什么？皇上将他卷进来，无非是要试炼一下
若他经得住考验，就会被死死的跟皇上心中的继承人绑在一起。可我不愿意。皇上的想法又不能一蹴而就，在他的心中，那个人水落石出之前，你们的目标可以说是一致的。即便到了最后，莫连城真正向着谁还未可知。小舅舅，我不是傻子。丫头，穆连城若是真的如你最初预期的那般，我未必不能多留他些时日。可现在，他注定了要拖着你一起卷进那些腥风血雨。与其那样，我宁愿你做寡妇。我以为你是懂我的。你现在已经喜欢上了他，并要为了他跟我对立吗？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他现在是我的夫君。小舅舅，你做这些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傅长安没有说话，季明心一口气将侯府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主子，你为什么不将真相告诉姑娘？知道了更多，他只会对我更失望。怎么会呢？他这样生气，还是将姬老侯爷的事情告诉了你，他还是关心你的。别说了，说起来季家的事情到底如何？那老头子藏得很深，而且防范心极重，就是身边的心腹也不能完全信任。属下无能，一点消息都没探出来。布得这么严实，看来确实有问题，继续查吧。既然星儿说他可能有什么外事，就从10几年前找线索。季明心从这里离开后，越想越气，又不想面对穆连城，便去了醉云楼。不过他发现自己最近出门，真应该好好的看黄历。季明心心中说了句晦气，往里面走去。你跟着我做什么？宫里那个柔美人是你送进去的？林公子说笑了，我何德何能碰上1个2个这样的绝色美人？是宣王世子告诉我的，你跟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你若是恨我，直接冲我来就好了。我并不恨你，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细想想，我生气的其实是我原本就不该信任你，这并不是你的过错。我在付出信任的时候，就该有承担结果的觉悟。我当时并不知道。别说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林云深，以后好自为之。林云深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这世子妃可真是铁石心肠，娘娘交代的事情可怎么办？我是没什么法子了，让她自己想办法。娘娘说那些产业都是您这些年辛苦经营的，想必做些手脚还是容易的。哼，她在宫里待久了，脑子也坏了吧？我能动的手脚，对定北王府世子妃来说算得了什么？可对方如果再出招，她确定能接得住。正月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元宵佳节。这些日子穆连城身体好起来的事情已经不少人知道了，宫里的元宵宴自然不能再缺席了。王妃和2公子为什么不进宫？王妃当年就是在宫中算计的我父王，贵妃娘娘对此深恶痛绝，曾当众说不许她以后再进宫。还有这样的事？没想到贵妃娘娘竟然这样嫉恶如仇。贵妃娘娘这话说的有些赌气，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妃想进宫，没人能拦着，可她这些年却很少进宫，似乎跟你一样，不怎么喜欢皇宫。王妃当真是个有意思的人。2个人到了宫里的时候还早，穆连城便跟季明心一起先去拜见了宁贵妃，却没有想到元启帝也在。太医院那群没用的废物，一个个都跟朕说你救不过来了，吓了朕一跳。你也是，身子既然好了，怎么不早些进宫来？可见如今成了亲，就不将朕放在心里了。皇上这说的什么话？我这次真的差点就死了，这才刚好了些，我就进宫来了呀。不信您看看。贵妃还在呢，朕不过随口一说，你就急得这样，都成了亲的人还这么不稳重。皇上想看就看，臣妾是不介意的，反正也不是没见过他小时候光着屁股爬的样子。此一时彼一时，孩子长大了还是要避讳一些的。皇上有什么话就赶紧说，今日宫宴事情还多着呢，您总待在臣妾这里算什么？说不得一会儿就该有人来请了。谁这么不长眼？朕早就说你的脾气太好了，将那些人纵得不知天高地厚。臣妾这不是为皇上着想吗？惹到您的心头肉，回头还不得您自己去哄？孩子们还在呢，胡说些什么？朕都听严神医说了，你的医术得他亲传，依然青出于蓝。如今看来此言不虚，既如此，就帮朕看看。皇上谬赞了，妾不敢当。皇上身体不适，怎么不传太医？没什么大碍，一传太医有兴师动众的，他的医术好，顺便看看。说着已经伸出了手，季明信无奈，只得上前把脉。
让他意外的是，皇上的身体却如他自己所说，并没有什么大碍。皇上只是有些劳损，饮食起居注意些就是了，不用吃药。皇上您真是的，没病还故意折腾人。朕就说你有了媳妇儿就忘了朕，朕个脉还能累着他不成？这里是后宫，你带着不合适，跟朕一起走吧，让你媳妇儿跟贵妃说说话。她这些日子着实担心你。季明星看着皇上的背影，刚刚那心惊肉跳的感觉渐渐平息了下来。别害怕，皇上不过是一时兴起。皇上今日怎么碰巧在贵妃娘娘这里？皇上往常这个时候确实不会来我这里，今日大概是为了等你跟连城吧。你好好跟我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听到那些太医说救不过来了，差点吓死，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世子也不算不小心了，不过是有心算无心。有人想让他死，总会有法子的。往年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少，只是从来没有这样凶险过。幸好有你，不然可怎么好？能娶到你，真是连城的福气。你放心吧，这件事皇上一定会给连城一个交代的。每逢宫宴，宁贵妃都格外的忙，季明心也不好一直在这里待着，便告辞出来。季明心也没有什么目标，便慢悠悠的随便转。御花园的暖阁里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世子妃不若去那里坐坐。那就去看看吧。他们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已经变成了柔美人的碎星。现在看到碎星，他心跳更是加速。这位是回美人，这位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听说世子妃是个美人，将世子的魂都迷住了。自从成了婚，再也没有去过青楼楚馆。今日有幸见到世子妃，容色果然名不虚传。不敢跟美人比，你就不用嫉妒我长得美了，反正我也不会跟你抢慕世子。季明心算是明白了，碎星如今给自己立了个光有容貌没有脑子的花瓶人设。他正要说话，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缓步走进来的竟然是林婉熙。季明心的心中暗叹，这是什么样的修罗场啊！见过熹嫔娘娘。世子妃客气了，坐吧。听说世子的身体好了，恭喜世子妃。世子命大，没什么好恭喜的。碎星似乎觉得很有趣，听说世子妃的医术比太医院的大夫都好，不知能不能给我也看看？好啊，说着真给碎星诊了脉。美人的身体很健康，太医也诊过几次平安脉，不过他们喜欢推脱，总是说什么都好，我信不过他们。你这样说，我就安心了。林婉熙突然也伸出胳膊对着季明心，麻烦世子妃帮我也看看。若是我贸然请求，您不愿意，我也能理解。可如今世子妃不至于这样厚此薄彼吧？只是没想到这一诊还真诊出了问题，林婉熙中了毒了。熹嫔娘娘的身子也很康健。是吗？劳烦世子妃了。从这神态，季明心敏锐地察觉到她自己是知道的。世子妃这可就说错了，这些日子熹嫔姐姐不知叫了多少回太医，总闹腾着说自己不舒服呢。三个人坐了一会儿，外面有小宫女进来，走向季明心。穆世子在找世子妃。哎呀，果真是新婚燕尔，一时一刻都离不了。季明心斜了他一眼，跟两个人告退出去了。怎么跟他们两个碰到一起了？刚好碰到了，你说巧不巧？穆连成没有说话，这皇宫里哪有什么巧合呀？皇上叫你去做什么？也没什么，就是说了我遇刺的事情，说会给我交代。宁贵妃也说皇上会给你交代，看来宣王府还是要背这个黑锅。也不见得宣王府就真是无辜的，我将碎星的事情告诉皇上了，当然关于你的部分没有说那么清楚。你也看出来了，今日从一开始皇上就在试探他。今日怕是又不得安宁。皇上真不愧是皇上。碎星这一招棋原本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可无论是谁怕都没有想到皇上没有碰过他。季明心和穆连成走出去没有多远，就被人从后面追了上来。就是他，刚刚娘娘吃的那盘点心，就只有他和柔美人碰过。这宫女的话音一落，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指着我的世子妃说话？西平宫里的人都这样不懂规矩吗？那宫女被一脚踹飞，立时一口血吐了出来，却一句话都不敢辩驳。到底怎么回事？刚刚世子妃和柔美人熹嫔一起在暖阁里吃了点心，世子妃离开没多久，熹嫔就中毒了。柔美人呢？美人没有事，所以现在我跟柔美人都有下毒的嫌疑。熹嫔娘娘现在还在暖阁，柔美人也没有离开。听闻世子妃医术高明，所以请世子妃去看看。你倒是个会说话的。既中了毒，怎么还活着？
专等着人去解毒吗？那还下毒做什么？走吧，去看看。有妃嫔在那里，穆世子去不方便吧？穆世子从小也算在宫里长大的，哪位娘娘没见过？怎么就不方便了？况且熹嫔中了毒，皇上也会来吧？有皇上在，还怕什么？还是说你们并没有让人去请皇上？娘娘中毒这样的大事，自然是要跟皇上说一声的。世子妃，请吧。季明心拉着穆连成往暖阁的方向而去。我真的没下毒，我们都吃了那点心，也没中毒啊。没你的事，你先坐一边去。熹嫔娘娘确实是中了毒，不过不要紧，宫中的解毒丸就可解毒。暖阁里鸦雀无声。皇上驾到，贵妃娘娘驾到。到底怎么回事？娘娘闲着无事，便出来转转，在这里碰到柔美人和世子妃，便坐了一会儿，和世子妃还有柔美人一起吃了些糕点。世子妃离开后没多久，娘娘便吐了血，太医说是中了毒。熹嫔中的是什么毒？柔美人和世子妃可有中毒？并不是什么厉害的毒，娘娘已经服下解毒丸，相信很快就会醒过来。至于柔美人和世子妃，看样子是没有中毒的。那你说说，熹嫔是怎么中毒的？几位都只吃了这个？太医认真检查了一遍，这糕点里并没有毒。那熹嫔到底是怎么中毒的？兴许娘娘中毒跟这糕点没有关系，也有可能是吃了别的。不可能，娘娘最近身体不适，今日一早起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何曾吃过什么东西？大概是看柔美人和世子妃吃得香，才吃了一块这个糕点。这就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只有熹嫔吃的那块点心里有毒。不过依太医看，这毒吃到肚子里多久会毒发呢？太医对上季明心似笑非笑的眼神，只觉得一股冷汗从脊背升起。这数九寒天的，太医倒是热得出汗，别是也中毒了吧？到底怎么回事？谁知皇上话刚落下，太医口中吐出一口黑血，一头栽了过去。季明心上前探了一下鼻息，发现对方在这顷刻间已经没了气，还真是中的毒。穆连成也没有想到自己随口一句话竟然还猜对了。这毒可不是我下的。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吃点心之前，娘娘就让我为她诊过脉，那时候我就发现娘娘中的毒是慢性毒药，不会立时毒发，看样子有些时候了。至于吃了糕点之后突然吐血发作，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之前既然诊出熹嫔中毒，为何不说出来？这事关娘娘的身体，我怎么敢乱说？何况宫里的太医医术都不差，自然不可能看不出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他只是进宫来赴宴的，又不是来给人看病的，诊费都不出一文，凭什么让他说出真相？你这丫头倒是个刁滑的，跟熹嫔有仇？说起来，我也不知道熹嫔跟我有什么仇，我不过偶然进宫一次，就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你去看看熹嫔的身体究竟如何，这回朕要听实话。皇上，放心，朕还没有老糊涂呢，只要跟他无关，自然不会让他受牵连。季明心无奈，只好上前给林婉熙看诊，发现他这次中的就是一般的毒，解毒丸吃下去就没事了。但是之前中的那慢性毒药却是根深蒂固。季明心将情况跟皇上说了一遍，这是专门配制的慢性毒药，只要按时服用解药便会无事，而这解药只有知道毒药配方的人才能配出来。现在事情差不多已经清楚了，这就是林婉熙设计好的，最终的目的嘛，就是让皇帝出面，逼着他出手解毒。皇上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正要说话，碎星突然凑到他的身边。哎呀，皇上，世子妃说了不会解毒，您就不要为难她了。他的言行十分突兀，季明心觉得哪里不对，晃神间，穆连成已经顺手抄起了桌上的一个盘子，飞了出去。小心！季明心眼看着手中拿着一把刀刺在皇上胸口的碎星被盘子砸晕，穆连成出手快准狠，碎星那一刀刺得并不深，看着倒在地上的人，袁启帝脸色铁青。然而还没等他说什么，转眼间整个暖阁被围了起来。穿着亲王蟒袍的宣王出现的那一刻，季明心觉得这人大概是疯了。逆子，你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父皇不是已经知道了吗？碎星是你的人，你费尽心机弄这么一个女人进宫，就是为了刺杀朕。父皇还是一如既往的命大。
朕横竖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你何必这样着急？我着急？父皇不是更着急除掉我吗？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你知道我每日是怎样心惊胆战的活着吗？就像头顶悬着一把剑，时时刻刻都可能落下来，可父皇您却偏偏不让它落下来。虎毒不食子，朕不过是想要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父皇，别讲笑话了，虎毒不食子，那当初的太子是怎么死的？不过是一封伪造的信件，你连查证都没有，就直接定了太子谋反的罪名，何况如今的我呢？你说什么？那信件是伪造的？父皇别装了，你这样的人有什么不知道的？不过是你想要太子死罢了，不然怎么那样轻易给他定罪？当年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朕给太子定罪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那封信，他确实有过不臣之心。你现在做的事情他也做过，只是朕不欲让人知道，才没有宣扬，只拿了一封信件做幌子。哼，如今死无对证，自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季明心觉得宣王有些奇怪，他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吗？扯这些陈年旧事做什么？你现在说这些，是想告诉朕你们有多兄弟情深吗？朕记得你当年也没少落井下石。这皇宫里有什么兄弟情？我说这些不过是让人们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说着拍了拍手，跟在宣王身边的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纸墨。我也不想做那些残暴血腥的事情，麻烦父皇配合些，写个传位诏书吧。你打算怎么处置朕？还有这里的这些人？宣王笑着在脖子上比了个手势，然后看着皇上，那脸上的神情明晃晃的在说，这还用说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觉得朕会写传位诏书？我早就派人将各个宫里的妃嫔皇子看了起来，这其中总有父皇在乎的吧？朕倒是没看出来，你竟然还是个心狠手辣的。这也是跟父皇学的，若是不狠些，死的就该是我了。你能这么想就好。说着，外面传来打斗声。季明心摇了摇头，果然反派死于话多。不可能，我已经让人将皇宫都围了，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宫宴上最容易发生事情，所以朕事先调了人进宫。可我并没有听说哪支军队有调动。话未说完，他就反应过来了，皇上一早就防着他了。这种时候仍能算无一策，父皇是不是很自得？你想做什么？宣王没有答话，而是飞快地抽出一柄长剑，迎面向皇上刺了过去。好在他的行动不算突然，在他出手的同时，穆连成也飞身过去。季明心发现宣王竟然能跟穆连成过招而不落下风。季明心也不管别的，只护在宁贵妃身边。季明心一心关注着穆连成和宣王的打斗，只听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少女惊恐的声音：父王，你在做什么？父王，你快停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这时，一支冷箭突然朝皇上射了过去。萧云燕看起来孱弱，没想到竟然有一身的好轻功，径直扑向皇帝，挡下了这一箭。太医，快来看看他！眼看穆连成出现了破绽，季明心也顾不得其他，从地上随手捡了一把剑，加入了战局。眼看杀穆连成无望，宣王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样一个高手想要走，自然没人能拦得住。皇上的人很快收拾了残局，双方的伤亡都不算小。穆连成的肩上又中了一箭，不过没什么大碍。那边太医已经给萧云燕拔了剑，只是止不住血，急得满头大汗。臣无能，君主体弱，又被这一箭射了个对穿，如今止不住血，再流下去，怕是要不好了。臣听闻世子妃善治外伤，不知可否？太医谬赞了，能不能治好我也不好说，还是先看看吧。萧云燕在短时间内失血过多，脸色惨白，像是随时可能没气。我可以试试，不能保证一定能止血。严老头曾传给他一套金针止血的法子，
你只管做。季明心不动声色，凝神为萧云燕施针。血止住了，这便好。世子妃医术高超，之前世子的伤势只有比这个严重10倍的，世子妃都能治好，这个想必也不成问题。您是太医，也该知道伤能不能好救治的大夫固然重要，可伤者本身的状况才是最关键的。世子这样的身体就是再戳几个洞，只要救治及时，并不会有大碍。可郡主这样的，便是不受伤，稍有些差池都可能要命。这是自然，郡主的身体自小不好，能养这么大已经不容易了。你尽力治就是，需要什么药材尽管去太医院取，你在这里看着点儿。宁贵妃点头应下，目送着皇上去了。别害怕，有皇上在呢，不会有事。你就好好守着康宁，能不能好是他的命，你尽心就好了。娘娘放心，我会尽力救治郡主的。这2人身上的事情还没有落实，娘娘按规矩将人看起来就是了。世子妃，熹嫔身上的毒暂时没有大碍。宁贵妃闻言，果断让人将2人带下去看守好。这边季明星还在处理萧云燕的伤口，止住了血，敷药缝合伤口。这就好了。她的身体素质太差劲了，伤口会好得很慢，这个过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若不是世子妃医术好，郡主哪能活到现在？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郡主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她的病情既情绪激动，麻烦太医去熬一碗安神的药。穆连成看着太医的背影，你做什么支开他？若是萧云燕有什么事，责任可全在你身上了。不过是随手的事，萧云燕的伤势都是我一手处理的，她不过是打了个下手，若真的有事，责任远也在我身上。真没想到萧云燕竟然还有这样舍己救人的精神。整个宣王府里，她或许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季明心没有搭腔，今日的事情就像是一场闹剧。你是不是不舒服？累了吗？要不要歇会儿？宁贵妃将这里的人处理好，已经离开了。季明心摇了摇头问：今晚的宴会还会正常进行吗？当然，刺杀这种事，皇上1年不知道得遇多少回，从来也没耽搁过正事儿。唉，郡主3日内会一直处于危险期，我怕是参加不了宫宴了。不仅如此，这几日怕是也不能离开皇宫。宫宴也没什么好玩的，年年都是那些玩意儿，怪无聊的。我在这里陪着你。你不用这样，时时刻刻您在一起像什么话？聆听皇上都在抱怨你娶了媳妇就忘了他吗？不过就是照看一个病人，我自己可以的。他自己给我赐的婚，怪得了谁？我就算去了宫宴，也会记挂你，还不如就在这里待着。宫宴有没有我也没什么要紧。那宣王呢？能逃走吗？他计划周全，应该已经逃走了。宴会快开始的时候，穆连成使人去跟宁贵妃说了一声：娘娘说了，世子守着世子妃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用您操心。怎么样，贵妃娘娘也来取笑你了吧？这有什么？娘娘从小就喜欢拿我开玩笑，小时候她见我长得好，还偷偷将我打扮成一个小姑娘呢。你扮成小姑娘，想来是比小姑娘还好看了。皇上说比几位公主都好看。我想也是。你也喜欢穿男装，是不是小的时候就经常穿着男装偷偷溜出去玩？太小的时候并没有，我毕竟是个小姑娘，就算我自己有自保之力，外祖母也是不能放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小舅舅的身体很不好，我整日待在他身边跟着师傅学医，也没心思往外面跑。后来长大了些，才觉得总被关在家里不是个事儿。听你这么说，你跟你小舅舅倒像是父女一般，你们的感情一直这么好吗？其实我刚去蜀中的时候，外祖母也不喜欢我跟小舅舅亲近，但因为舅母的缘故，我跟舅舅家的孩子根本玩不到一起去。外祖父见我经常郁郁寡欢，便让我跟着小舅舅读书识字。现在想想，倒是外祖父让他接近小舅舅的举动值得深思。我真的是在回到圣经以后才知道的那些事。现在想想，这10来年我跟他朝夕相处，却被瞒得严严实实，也真够蠢的。明明有那么多明显不对劲儿的地方，我却视而不见。小舅舅身上的半寸棉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他的身上。现在回想起来，季明心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别想那么多，这种事不是因为你蠢，而是你视他为至亲，当然不会多想。今日宣王折腾这一回，想来也跟小舅舅脱不了关系。毕竟宣王在谋逆弑君的节骨眼上还要扯一嘴前太子的事情，怎么想都很奇怪。还有后来跟穆连成的打斗，他的目标明明该是皇上才对，却抓着穆连成不放。2个人沉默间，外面有工人送来了皇上赏赐的饭菜。
皇上说辛苦世子妃了，让您再不必拘着，有什么就跟奴才们说。多谢皇上，不愧是宫中的御厨，手艺就是不一样。那是当然，宫里别的不说，吃喝穿住可是这全天下最好的。你之前还不喜欢来皇宫呢，现在是不是后悔了？这有什么后悔的？比起被困在这里一辈子出不去，我觉得正常人还是更愿意吃穿差些。穆连成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一顿饭吃完，刚有人收拾下去。你有没有觉得萧云燕今日出现的时机有些巧？对了，你有注意到那只冷箭吗？我当时被那人缠得死紧，命都快没了，哪有功夫关注别的？季明心也想不起来那支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发现的时候，萧云燕已经冲着皇帝扑过去了。萧云燕的身体如今到底怎么样？其实也不必非要我们守着她，叫个太医来也行的。她现在很危险，今晚有可能发高烧，若是再引发她的心急，太医怕是应付不来。能走他会不想走吗？这样的话，今晚有到了，你先去休息会儿吧，别想那么多，真要发生什么你也拦不住，还不如自己好好歇会儿。季明星无奈，只得躺到了榻上。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千万要注意它的温度，别烧起来都不知道。放心吧，我叫个宫女进来看着，不会有事的。这一夜出乎意料的平静。醒了？你就不会好好找个屋子去睡？你第一次在宫里过夜，我不在身边怎么行？郡主一夜都没有动静吗？可不是啊，世子妃说郡主昨晚十分危险，我便一直提着心，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谁知竟没事。这里交给我吧，你先去休息会儿。然后他诊了脉，脸色渐渐变得凝重。怎么了？情况不好吗？很不好，昨晚他若是烧起来，事情还好些，可现在只吊着这一口气了。季明星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样糟，萧云燕的身体机能根本已经停止了运行。你已经尽力了，真救不了，也没有人会怪你。师傅传授过我的一套针法，也许能派得上用场，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很奇怪，完全没有求生的意志。两个人正商议着，外面有人走了进来，竟然是宣王妃。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郡主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动。走开，我的女儿，不用你救，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正好我们也不想救。多大了还赌气，还不回去？我跟世子妃为了她在这里辛辛苦苦守了一夜，宣王妃倒好，一上来就说我们没安好心，我们图什么？你跟个脑子拎不清的计较什么？横竖你媳妇儿治好了人，朕领你们的情。领情不领情的我也不在乎，可也不能出了力还要落人抱怨吧。你说要看康宁，如今看到了，他自来身子不好，昨日又中了箭，若不是世子妃在跟前儿，昨儿就没命了。宣王妃闻言对着季明星行了一礼。刚刚是我不好，我急糊涂了，你别跟我计较，多谢你救了康宁。王妃言重了。世子妃医术高超，心地仁善，自然会尽力救人。你这是做什么？让他一个小辈怎么受得起？宣王妃并没有起身，而是对着皇上又磕了3个头。父皇，王爷做的那些事，康宁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这身子，就算好好养着，也活不了多久。你就放过他吧。她本就是朕的孙女，这宫里也不至于养不起一个郡主。说着，让人将宣王妃带了下去。这孩子如今怎么样？很不好，现在也就是吊着一口气了，伤势并不严重。但郡主的身体情况特殊，昨夜便该烧一场发作出来，可郡主却一直在昏迷。你尽力治吧，实在不行，那也是命。送走了皇帝之后，开始给萧云燕施针。整个行针的过程用了1个多时辰。你怎么样？我没事，这次可真是尽力了。如果还是没有起色，我也没办法了。正说着，就听萧云燕口中溢出了细微的呻吟声。萧云燕似乎还不太清醒，只是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穆连成，声音细微地叫了一声：“连成哥哥，你总算醒了，现在觉得怎么样？”连成哥哥，你怎么不理我？我娘没给我生妹妹。你还想活着就安分些，现在任何的情绪波动都有可能要了你的命。他敢肯定，现在若是直接拉着穆连成离开，萧云燕肯定下一秒就得被气死。皇上今日的事情想来很多，这样来来回回的跑，脸上也没有多少的和气。辛苦你了。皇上言重了，郡主虽然醒过来了，但如今的情况还是很危险，随时可能。朕知道你尽力了，只是还得再麻烦你一些时候。皇上，郡主的情况着实不好，她也做不了什么，不如宣太医来看看。你给朕闭嘴！皇祖父，
康宁啊，别害怕，皇祖父会让人治好你的。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知道我好不了了。皇祖父，我不想死。你有什么愿望可以告诉皇祖父，皇祖父一定满足你。连城哥哥，皇祖父，我想要嫁给连城哥哥。若不是情况不允许，季明心简直想要骂人了。你父王母妃将你惯坏了，说话都不经过脑子吗？连城已经有世子妃了，你是郡主，怎能做出有辱皇室门楣之事？皇家的郡主是不能做妾的。皇祖父，我生来就是皇家郡主，虽享受了别人没有体验过的荣华富贵，可也受了说不出的苦楚。我自小就喜欢连城哥哥，想嫁给他的那种喜欢，可我却一直都不敢告诉任何人。可现在我就要死了，临死前我想任性一回，只要能嫁给他，我就是立马闭眼也心甘了。皇上思虑片刻，转头看向穆连城。你怎么说？我没有办法拿自己的婚事去成全他的念想。皇上又看向季明心。你呢？我听世子的。你倒是会做人。哼，你也看到了，连城不愿意，朕总不能逼着他娶你。你换个要求吧。皇上许下承诺，应该是想要萧云燕为宣王府求情的，可是萧云燕却为了一己之私，将全家置之不顾。你这又是何必？连城不愿意，你嫁给他又有什么意思？你还小，若是好好的，将来想要什么好的不成？皇祖父，您不明白，我只要他，若不是他，别人再好，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你确定这是你唯一的心愿？朕知道这件事委屈你了，但康宁的情况你也清楚，连城娶她只会是一个形式，她不会影响你的地位，不会杀穆家的族谱，以后也不会进穆家的祖坟，你就当是满足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心愿。我不同意，我算什么满足他心愿的工具吗？这是圣旨，朕没有征求你的意见。穆连城愣了愣，皇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跟他说过话。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那年秋猎，母妃第一次允许我骑马，我稍微走远了一些，没想到遇到了猛兽，危难之际是你突然出现救了我。那小姑娘是你？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但我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你穿着一身大红色旗装，热烈张扬，比天上太阳还要耀目。一时屋中众人都陷入了沉默。片刻后，他也对萧云燕笑了一下。萧云燕的眼中闪过一种异样的光彩，瞬间高兴了起来。我真后悔当时射了那一箭。连城，皇上，你怕是不知道，这些年但凡跟我接近过的女子，都难逃他的毒手。就是您亲自指婚的明星，也差点为他所害。我一直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是当年那一箭惹的祸。但萧云燕在听到穆连城的话后，一口血就吐了出来。季明心对皇上摇了摇头。萧云燕如今的情况本就受不得半点刺激，更不用说穆连城这话简直是往他心上扎刀子。人之将死，无论如何，他纪念了你这么多年，你便在这里守他一会儿，也算是全了他的心愿。比起娶萧云燕，这个要求已经好了许多。穆连城当然没有再拒绝的理由。这回的事情，朕记你的功劳，以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跟朕提。谢皇上。皇上点了点头，最后看了萧云燕一眼。后面的事情交给贵妃处理吧。说完走了出去。季明心觉得身心俱疲，穆连城也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你是不是也后悔救了我？谈不上吧。我从小到大一直偷偷关注他，我早知道他的名声都是假的，人人都说他花心，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碰过任何一个女人。但你不一样，对吗？我是他的妻子，当然不一样。不是因为你是他妻子才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愿意娶你。萧云燕一口气说完，缓了一会儿，眼神慢慢的开始溃散。你要小心。他的话没有说完就没了声息。穆连城面无表情地吩咐人去通知贵妃娘娘，然后拉着季明心就要走。好歹等贵妃娘娘来交代一声，就这么没声没息地走了，算怎么回事？娘娘能明白的。在马车上，穆连城仍旧一言不发。都过去了，别想了。我以前一直觉得权势是枷锁，将我困在这圣京城，不得自由。
所以我做的那些努力，不过是想逃离圣境，去北疆。可今日我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没有权势，他连自己的婚事都没有办法自主。别这样说，就算是皇上，又何尝没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我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舍弃我，这就够了。以后别做这样的事了。萧云燕毕竟是皇上的亲孙女儿，而且又是为了救皇上才伤成那样的。皇上如果当场发怒，穆连成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哼，我不过是说了一句话，他自己承受不住怪谁，就这样还想嫁给我，他也得有那个命。你有没有觉得皇上对宣王府的态度有些奇怪，似乎并不想重罚？宣王的脑子里就算全是浆子，也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情，显然是被人利用。皇上怎么会看不出来？难道皇上对宣王还真有父子之情？既然这样，之前又何必一味的逼他呢？这有什么？河洛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宣王背地里的小动作不少，对皇上确实造成了威胁。毕竟他不是皇上心中的继承人。既然这样，皇上当然不会留情。可如今宣王大势已去，皇上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季明心不是不明白这些，让他惊心的是背后利用宣王的那个人。两个人安静了片刻，便回到了王府。王妃听到他们回来的消息，竟然亲自迎了出来。季明心有些意外的发现，王妃看到穆连成的那一瞬间，竟然长长的舒了口气。你们可算回来了，陈重都在传昨日宫里出了事，你们一夜未归，也不知差个人过来说一声，我担心坏了。是我们的错，劳王妃担忧了。你们没事就好。说话间，二公子穆青红迎了出来。15都过了，你怎么还没有去学院？我这2日正在收拾行李，就要走了。外面冷，咱们回去说吧。一家人有什么紧要事非要现在说？你们小两口想憋累了，先回去休息吧。穆连成看了穆青红一眼，向王妃告退，回了自己的院子。季明心心中的疑惑更深了，说王妃关心穆连成，又似乎不太像。倒是穆青红很有可能是不放心穆连成。两个人沉默了许久。你不想知道你小舅舅的情况吗？为什么不问？他明摆着不要我管，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操心那么多做什么？傅长为什么想要杀他呢？对他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问题。可你还是会担心的。担心也改变不了什么，他所谋划的那些早已经超脱我的想象。昨日出现的那个宣王，并不是宣王本身，对吗？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宣王的功夫为什么突然变得那样的厉害。世人都说惠己必伤，你这样聪明，真让我害怕。这个世上，聪明人未必有蠢人过得开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并不聪慧，他不过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洞悉了这个社会的某些规则而已。他眼中突然有眼泪滚落，穆连成先被吓了一跳，随即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没事的，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是我不好，不该说那样的话。不关你的事。你还不如说是因为我呢。你说过要对我好的，怎么还想我为你哭？你别倒打一耙，我便是对你再好，也拦不住你要哭啊。谁让你说些有的没的？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说那些话了。咱们言归正传，说说你关心的事情。别说了，我不想知道了。不过很多事情不是不知道就可以逃避的。季明心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天色已经不早了。穆连成一个人坐在棋盘前摆弄棋子。你不是不喜欢下棋吗？没什么事做，打发时间。怎么了？皇上对宣王府的处罚已经下来了，贬为庶民，圈禁。这样说来，皇上还算宽厚。宣王自己招认了当年诬告废太子谋反，今日的朝堂差点被掀翻。皇上已经下旨重新清查废太子谋逆一案。看来宣王有致命的把柄在人手上。那人是谁？两个人心中都清楚。皇上如今也算是被架在火上烤了，也不知这事最后到底会是个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也不关咱们的事情，且等看着吧。事实证明，有些事情不是不想管就能不管的。这晚季明心刚睡下，就听见外面有细碎的哭泣之声传来。怎么了？白芍悄悄地进来。世子妃，是侯府的人说六姑娘找您有事。世子妃，三姑娘那边出事了，六姑娘让我来求您去看看。原来是为了季云心。宣王府的事情，如今没有人能帮得上忙。六姑娘也知道宣王府的事情关系重大，怎么敢让世子妃插手？13姑娘要小产了，她身边的婆子貌似出来求侯府的人，可老太太如何肯管这事儿？六姑娘没法子，才想到了您。六姑娘说了，只要世子妃愿意救3姑娘，
他必有重谢。六姑娘说您上次提到的事情，她查到了些线索，或许对你有用。上次提到的事情，老侯爷的秘密，不得不说这件事对他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会尽力，但生孩子这种事情，谁都不能保证不出事。世子妃尽力就好。六姑娘说她相信你。季明心回去换衣服，穆连成也起来了。我陪你去。两个人出了王府，径直往宣王府而去。外面围了一圈的禁卫军。我们偷偷潜进去吗？皇上没有下旨说不准人进去，我们从大门进去。穆世子，您怎么来了？我有事要进去看看。这皇上没说让人进去。皇上也没说不让人进去吧？宣王世子的侍妾是我的妹妹，她今夜早产，现在太晚，也没时间去请示皇上，还请诸位行个方便。那人纠结了片刻，便将两人放了进去。季明心走到门口，就听到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哎呀，世子妃来了，有救了！”季明心自己进了屋子里，血腥气扑面而来，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已经大出血。季明心已经预料到了现在的状况，先帮他止了血。好在季云心人还醒着，我帮你止住了血，你加把劲儿，孩子很快就能出来了。我不行了，大姐姐，你救救我的孩子！你活着他才能好好的，你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没有娘吗？我算什么娘？别说王府如今这样，便是先前这孩子生出来也轮不到我养，这也怪不了别人，是我自作聪明。你以前连话都懒得跟我说一句，其实是觉得我是个蠢货吧？别说了，你留着些力气生孩子吧。季云心的情况很不好，一口气支撑着说完这些话，已经闭上了眼。季明心又用了金针，他也不过是略微睁了睁眼，只求季明心救我的孩子。这个时候，季云心已经彻底没救了，孩子再不出来也会被憋死。他下定了决心，剖开季云心的肚子，将孩子取了出来。这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季明心身心疲惫地走了出去。穆连成就站在门外。我们回去吧。两个人走到门口，看到了匆忙赶来的萧长眼，他也不复从前的模样，衣衫落脱，满身酒气。人没了，婆婆生了个儿子，你去看看吧。回到家中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睡不着吗？我在想，季云心是我回到盛京后侯府死的第4个人了。父亲、方姨娘、高氏、季云心，还有一个不知所踪的季锦心。别乱想。说不是你，今日那个孩子也活不下来。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身边的人死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王倒了，朝堂估计又得乱一阵子。你与其跟他们乱掺和，还不如在家待着。如今能闲一日是一日吧，这要看皇上的意思。没了宣王，还会有别人，就是不知道皇上会选哪位出来。昨日的事情就别一直记着了。君臣有别，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有一日又碰上昨日的情况，我不得不娶别人，该怎么办？怎么来问我？这不是你该解决的问题吗？若真有那一日，你打算怎么办？你倒是会为难我。若是实在没办法反抗，我就拉着你去私奔。季明心哭笑不得。好啊，那我们就去私奔。他笑起来，突然觉得没有那么烦恼了。季云心只是萧长眼的一个侍妾，她死的没有一丝波澜。不过这日侯府还是来人请季明心回去，来的人是季雪心派来的。季明心觉得有些奇怪，季雪心就算是已经收到季云心去世的消息，也不应该这样着急见他。这次他没有让穆连成跟着，自己坐车回了宁德侯府。你怎么回来了？我想着前些日子回来，祖母的身子好像不大好，便惦记着回来看看。这些日子侯爷派人看着老夫人的院子，咱们都进不去，具体情况除了侯爷谁也不清楚。我先去祖父那里看看，打扰婶娘了。婶娘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子。他原不想说这话的，可郑氏的面色实在太难看了。多谢世子妃挂心，不过这么熬着罢了。我听下人说你来了，便忙不迭地赶来，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怎么回来了？祖母身子不好，我本就该时常回来看看的。你在我跟前还弄鬼，我难道不知道你跟祖母的关系？你会惦记着回来看她？你说回来看祖父还更靠谱一些。你有爹有娘的人，也好意思跟我争这个，也不害羞。
谁跟你争了？倒是你回来找祖父做什么？这怎么能告诉你？当我稀罕知道你那些破事啊？好了，别扯这些没要紧的，咱们好好说说话。你的婚事也快了吧？日子可定下来了？定了，是3月初1。这是不是有些急了？祖母的情况好像不大好，我娘怕出什么意外，就将日子定得近了些。这样说来，你的婚事确实是早些办得好，不用太过担心。祖母的身子如无意外，还能撑些日子，起码撑过3月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真过了孝期再嫁人，也没什么不行的。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过是平白安慰你一句。吴婶娘怎么了？我看她的脸色难看得厉害，难不成是生了什么病？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偷偷听我娘身边的嬷嬷说过1、2句，好像是小产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好像是因为我叔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侍妾，那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自来了，仗着五叔的宠爱，成日生事，闹了好几回，家里没有人不知道。如今祖母病着不见人，祖父更不管事，吴婶娘怕是也没法子。你还小，不用想那么多。这世上的夫妻有无数种，日子总能过下去的。就是吴婶娘也总能想开的。若是想不开，该怎么办？若是想不开，那就是自己在为难自己。2个人闲聊了一会儿，天冷，你回去歇着吧，我去看看祖父就走。你来啦！见过祖父。你的棋艺不错，过来看看我这盘棋如何？祖父高明，孙女儿不敢妄自揣测。你这丫头跟我越来越客气了。这次回来做什么？昨晚三妹妹早产，她的婆子求到了王府，我亲自去接生的。哦，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跟宣王府沾边儿，你家世子倒是由着你。人怎么样了？人没了，不过生了一个儿子。你倒是能耐。祖父一点都不关心三妹妹吗？他这样不顾家族清誉的自私自利之人，还需要我的关心？当初他怀着身孕被抬走的时候，我就说过，侯府以后没有他这个人。可他走后也曾带着宣王世子回来，您并没有将人拒之门外。我倒是没看出来，你们之前还有姐妹之情。我们有没有姐妹之情且不说，可她终究是我的妹妹。之前你不在府中，三丫头变成了嫡长，是被养得娇惯了些。若论聪慧懂事，她不及你万亿，落到这样的下场，我这做祖父的心里也不好受。他心中很清楚，老侯爷怕是根本没有将纪云馨的死放在心上。你这长姐做得不错，我看你对四丫头、六丫头也都很好。好不好的也说不上，毕竟姐妹一场，又没什么深仇大恨的。你这样想很好，这世上唯一能靠得住的只有血脉亲人，你明白这个就好。纪明心没有说话。也罢，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爱听老头子混说，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去看看你祖母和六丫头吧。我原是心里不自在，来找祖父说说话，出门的时候也没和世子说一声，耽误了这半天的功夫，该回去了。那你就先回去吧，省得世子担心。纪明心从游悔斋出来，只觉得汗透脊背，浑身冰冷。白芍扶着他上马车，却没想到发现车里有人，竟然是穆连成。怎么了？什么事？这样失魂落魄的？纪明心这才想起什么一般，从袖中拿出一个小纸条，那是他跟纪迎新聊天时两人拉扯着玩的功夫，纪迎新偷偷塞给他的。上面只有凌乱的几个词：外世子，假的，取而代之。这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不是猜测我祖父有个秘密吗？这件事我祖母跟继母可能都知道一些，但知道的不多，也没有办法说出来。这是六妹妹给我传的信。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我之前让人去查关于你祖父的事情，还真发现了一些东西。你祖父原有一个未婚妻的，只是那家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抄了家，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你祖父后来娶了你祖母，这事也就没人提起了。我的人查到那位姑娘后来沦为贱妓，你祖父好不容易找到人，两人好像在一起一段日子，可那姑娘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后来生了个孩子去了。所以确实有个外世子，那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取而代之，谁取代谁？穆连成一时也没有头绪，想不明白就别想了。我这心中不安得很，总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这世上重要的事情多了，未必与我们相干。两人回了王府，刚坐定，穆连成身边的人传回了信息，说西嫔病重，皇上传季明心进宫。你是不是太闲了？媳妇儿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我也不想啊，可皇宫里这么不安全，我不跟着怎么放心？皇上你也真是的，宫里没有太医了吗？怎么一有人生病就找我的世子妃？你的世子妃医术好，朕用她是看得起她，你还有意见？说是这样，那还是被您看不起的好。谁愿意成日进宫来看病，连诊费都没有？行了，别抱怨了，你想要什么直说就是。什么都行。你若是要这江山，你说行不行？我要江山做什么？每日上朝听那些老头子闲嗑牙吗？那你说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皇上一个承诺，以后都不能让我娶别的女人。你们虽然现在新婚燕尔，可一辈子还长着呢。再说你也该娶侧妃的。我父王都没有娶过侧妃，我为什么一定要娶？我成婚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只娶一个，省得以后后院乱七八糟的。康宁的事情实在情况特殊，这本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若不愿意娶也就罢了，朕答应你。穆连成得了皇上的承诺，开心地跪在地上谢恩。多谢皇上。都长这么大，这大概是头一回给朕磕头，磕得这么高兴。另一边，宁贵妃将季明心带到了临时安置西嫔的地方。季明心心中十分诧异，这原本就是慢性毒药，不应该这么快毒发才是。这2日可有什么人接触过西嫔？除了看守和送饭的人，再没有别人。我之前说过，西嫔中的是慢性毒药，现在突然发作，应该是有人故意诱发。我这就让人去查这2日接触过他的人。但是季明心无端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果然，不过片刻的功夫，去办事的人就回来禀报，这2日送饭的一个小宫女在自己房中自尽了。此事事关重大，你去跟皇上说一声。季明心饶有兴致地看着宁贵妃，她不觉得宁贵妃解决不了这样一件小事。宁贵妃回头正好看到季明心的眼神。看什么看，还不快给西嫔看病。我那日就告诉皇上了，这毒我解不了，皇上到底为什么叫我来啊？这种事你以为很光彩吗？季明心秒懂，皇上不希望被外人知道自己宠了好几年的妃子跟别人勾结，想要害他，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尽力便是，实在解不了毒，皇上也怪不到你身上。季明心斟酌了片刻，决定还是用拖字诀，先将西嫔身上的毒压制住。他在床边瞅了半晌，见西嫔渐渐地缓了过来，才开口：你身上的毒我还没有办法解，不过可以先将你身上的毒用银针压制到一处，好处是可以延缓毒发，坏处嘛，就是下次毒发的时候会更痛苦。你现在很得意？我没什么好得意的，你的死活原本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难道不后悔当初将我送进了宫？难道比起进宫，你更愿意沦落青楼？若是这样说，那我确实有些后悔自己不该多管闲事。有人给了你其他的选择，所以你选择了背叛我，背叛皇上。你自己选吧，是要我施针，还是等那个给你下毒的人来送解药？皇上让你治病，你就这样敷衍？这怎么能叫敷衍呢？我早说了自己才疏学浅，治不了。西嫔娘娘也太高看我了，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儿来算计我。说罢，他起身往外走去。穆连成在外面等着他。怎么样了？这毒很复杂，我可解不了。我看西嫔娘娘也没什么解毒的意愿。那就算了，我们走吧。我们现在能见到柔美人吗？穆连成轻轻摇了下头。见是能见到，但柔美人刺杀皇上的事情被皇上封锁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怀疑皇上另有打算，所以最好不见。咱们回吧。两人正说着话，一个少女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这就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穆连成拱手：“见过九公主。”“见过九公主。”“对不住，是我打扰2位了。”“我们夫妻2人奉命入宫，现已完事，马上就走了。”“连城哥哥还是这样心直口快。听说父皇让世子妃给西嫔看病，不知现在西嫔可好些了？”“公主关心西嫔娘娘，可以自己去探病。我夫妻2人先告退了。”说完，不等九公主回应，拉着季明心就走。咱们就这样走了，真的好吗？当然不好，怎么也要跟皇上去说一声的。
我是说九公主，你怎么一副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的模样？宫里的女人哪有一个简单的？你听她开口就问西平的病，谁知道是想做什么？当然要躲着点。贵妃娘娘当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时候，皇上一般都在御书房批折子。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来了？我陪世子妃来跟皇上说明西平的情况。世子妃跟贵妃交代一声也就罢了，什么要紧事？不要紧，您还要世子妃亲自来一趟。这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这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不敢。季明星看两人斗嘴的场面有些感慨，说实话，这个场景比穆连成跟定北王在一起的时候更像是父子相处。西平怎么样了？季明星将自己才疏学浅、能力不济的话说了一遍。皇上沉默了片刻，问：若没有解药，他还能活多久？那就要看西平娘娘的意志了。这毒病是毒发，一时半刻也不会死人，但却会一次比一次痛苦。中了这个毒的人，大多不是死于毒发，而是承受不了痛苦的折磨，自尽。你对这毒似乎很了解。医毒不分家啊，我刚学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毒，这毒也算是出名的一种，自然有所了解。既如此，为何还解不了毒？这毒我虽然了解，可解药的剂量一定要根据毒药的剂量来配，多一分少一分都会改变药效，所以我没有办法配出解药。皇上也不知信没信这话，良久才点了点头，说知道了。皇上说了让明星治病会有赏，这次赏什么？你刚刚不是要了朕的承诺？那是上回的，怎么能混为一谈？哼，一个人都没给朕救回来，你还敢提要求，倒是一点亏都不肯吃。是皇上自己说的，不管能不能救人，都领情的。皇上一副懒得跟他争执的模样。你说说，还想要什么？就给个御厨吧。皇上怔了一下。你要什么？御厨啊，元宵那夜我吃这宫里的东西很好吃。你个只会吃喝玩乐的败家子儿！罢了，你去跟御膳房说一声，让他挑一个厨子。穆连成开开心心地拉着季明心去御膳房了。等他走远了，皇上才笑出声来。嘿嘿，这个混小子！世子敢在皇上面前这样放肆，那还不是皇上惯的？也是他习惯啊。你瞧瞧，他自打成了婚，恨不得成日待在府中守着媳妇儿过日子，别的事儿是半点不想。若是别人，不定早生出什么事儿来了。这也是皇上这婚赐的好，世子妃也是个好的。当初指婚的时候，朕实在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其实凭他的本事，王妃皇后也做得，可朕也看得出来，他没那个野心。是以选了个不上不下的定北王府。这话让袁成心中一颤。呵呵，一个小姑娘而已，朕还不至于容不下。这世上从来都不乏有能力的人，只是有的人恨不能把别人都当傻子。他这样聪慧通透又低调的倒是少见。朕看连城娶了她之后，心性比以前更沉稳了一些，这是好事。皇上的眼光自然是好的。朕知道你心中在疑惑什么。婚事上他确实有些算计，可朕坐在这个位置上，谁不想算计呢？能算计得了朕也是本事。何况他这算计也给朕解决了一个难题，并不让人厌恶。说到底，季明星也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人选，最终做决定的仍是他自己。呵呵呵，明白了。多亏皇上提点，那如今……刚刚九公主打听西平的事情，她一个字儿都没说。世子妃都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世子拉着走了。人人都说穆世子嚣张跋扈，却不知他总是嚣张跋扈的恰到好处。看来他们确实跟西平和柔美人没有关系。世子自成了亲，就对女人避之不及。世子妃跟西平也没说什么，柔美人更是连问都没有问起。罢了，他们既然不喜多事，那就省心些吧。得了个厨子就这么高兴？当然高兴了，我手上还有许多的酒楼，而且走的都是高端路线，一道菜好几十两银子，当然不能随便糊弄。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缺厨子。你要让御厨去酒楼掌勺？那怎么能行？
我身边只有一个白菊做菜还行，但白菊的事儿也多，不能一心研究菜史。何况她年纪也不小了，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要出嫁。我打算找点学徒，让他们教一批人出来，这样就两全其美了。可惜御厨只有一个，要是能多要2个就好了。皇上听到你这话，怕是要被气吐血。能要一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吗？这么多年，我只听说宫里往外赏菜，还从没听说赏御厨的。宫里才有多少人啊？聚集了那么多最杰出的工匠厨子，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别乱说话。皇上说你之前要了个承诺，是什么？你不怪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做决定。事急从权嘛，这有什么好计较的？难道你还会害我不成？皇上答应我，以后都不会再为我赐婚。这种事儿皇上都肯答应？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皇上毕竟是皇上，只要他不同意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不了的。至于特殊情况，到时候我们自己应对。就算不信任皇上，你难道还不信任我？这还谈不到信不信任吧？我只是觉得最近皇上奇奇怪怪的。想想今日进宫，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平白得了赏赐。西嫔的毒，皇上看起来也不是很在意。那叫他进宫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也不用想太多，皇上也是人，有时候做事也没有那么多用意，横竖我们又没什么损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日总觉得心中不安，心里像是绷着根弦，总是忍不住疑神疑鬼的。你放宽心，就算真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就是了。季明心胡乱点了点头，他说着话，歪在穆连成的怀中睡着了。世子妃这些日子似乎有些嗜睡。没什么，可能是这几日事多，有些累。世子呢？世子将您抱回来就离开了，只嘱咐不让打扰您。外面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四爷那边安静得很，有白竹盯着呢，一切都正常。罢了，有吃的吗？我觉得有些饿。有，白菊之前就准备了，还有宫里那几个御厨也做了几道菜备着。算了，先弄点清淡的来垫垫肚子。不一会儿，白菊拿着食盒进来，里面是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新来的厨子做的。我听说他是宫中的御厨，想着厨艺一定十分精湛，便让他自己发挥，做些拿手的。这汤还不错，世子妃又要清淡的，就现煮了面条，味道果然好，不愧是御厨。既然这样，你就好好跟着学。白菊很高兴的点头，这个丫头很容易满足。季明星看着她也觉得高兴，她吃饱了就在屋中等穆连成，却没有想到穆连成直到深夜才回来。你怎么了？受伤了吗？我没事，是别人的血，你别担心，我去洗漱一下再跟你说。穆连成进了里间的浴室，没一会儿就穿着里衣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那日出现在宫中的宣王，跟以前刺杀我的是同一个人。这回你伤到了他？他身边的高手不少，我带去的人没了一半，他又逃了。你不用担心，这次是我自己找上门的，他应该不会再轻易对我动手了。他既然做了，想必有办法周全，我并不担心。这几日朝中一直在议论废太子的事情，皇上的态度似乎有些松动，这一次说不定能沉冤得雪。你还记得皇上那日的话吗？废太子的罪证虽然是个障眼法，可他确实有过不臣之心，所以算不得冤枉吧。你相信皇上的话？至少那个时候他没有说谎，其实也没有必要。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先太子究竟做了什么，让皇上容不下他？你知不知道先太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其他人虽也提过一些，大多是说太子自幼贤明，文韬武略都远胜其他皇子之类的。但贵妃娘娘说过，太子生性正直，爱憎分明，不应该生在皇室。我觉得这句应是中肯的。过刚易折吗？你问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如果贵妃娘娘说的是真的，那问题就应该反过来考虑，皇上做了什么，让一个生性正直的太子生出不臣之心？穆连成蓦地瞪大了眼睛。你想到了什么？皇家哪里有什么正直可言，让人看不过眼的事情多了。也许太子的性格天生就跟皇上不合。这事看来更没有头绪，算了，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都过去10几年的事情了，现在就算去查，估计也没什么结果。先睡吧。只是这一夜他睡得并不安稳。穆连成睡觉很警觉，季明心一有动静他就睁开了眼。怎么了？做了个噩梦。没事的，你看天都快亮了，梦是相反的。穆连成拥着他渐渐睡去，季明心却是再也睡不着了。他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就这样一直睁眼到了天亮。你昨晚没睡好，再睡一会儿吧，横竖也没有什么事。
不知过了多久，世子妃该起了，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看着我？小舅舅那边还没有动静吗？世子妃这2日怎么总问起四爷？四爷如今身子也好了，能有什么事啊？世子妃怎么了？没什么，大约是晚上做了噩梦，没睡好吧。哦，说起来，世子妃已经很久没有做过噩梦了。自从嫁给穆连成，她似乎就极少做噩梦了。是有些日子了。什么有些日子了？嫁给你有些日子了呀，不知不觉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还真是。忽有小丫头来报说仙仙姑娘要生了。要生就生，叫稳婆大夫就是了，找世子妃做什么？姑娘摔了一跤，流了好多血，稳婆又说胎位不正。既然碰上了，季明心也不能袖手旁观。罢了，我去看看吧，她也是个可怜人。你好歹再吃些。我吃好了，你自己吃吧，我去看看就回来。穆连成却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是1天。仙仙整整挣扎了1日，才在傍晚的时候生下一个女儿。是个女儿，母女平安。穆连成也不知道他跟自己说这个做什么。你准备怎么安置这对母女？季明心心不在焉的，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今日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问？欣欣这些日子被照顾得很好，并没有到生产的时候，可今日一大早却突然摔了一跤，我因此被绊在那里1日。你都猜到了？也不是多难猜的事情，不过是不曾想到祖父竟然有这般胆量。外世子，假的，取而代之，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明日早朝，老侯爷突然出面，呈上了太子冤屈的证据，而且还说太子的嫡幼子还活着，人现在已经进宫了。那人不是小舅舅。祖父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祖父不出手则已，既然出手，必然是铁证。皇上今日虽然没说什么，但太子平反，势在必行。这些日子宣王倒了，其他皇子王爷倒是变得乖觉，一个个缩着脖子不肯冒头。皇上大概还在犹豫这次要让谁出来当靶子。如今有现成的送上门，皇上怎么会拒绝呢？可小舅舅刚起了个头，白芍就在外面回禀白主有信。这不就来了？白竹说小舅舅昨夜遇刺失踪了。你不担心小舅舅？我担心有什么用？他倒是物尽其用，连欣欣都不放过。他胎位不正，若不是有我在，今日便是一尸2命。其实何必这样费事？他若是打定主意不让我参与其中，我也不会多事。他也是为了你好。哼，也不见得。不过这也不重要了。他能保全自己，这很好，我也犯不着去插手。他今日的行动格外缓慢。这半天才卸好了妆，季明心径直到床上躺了下来。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隐约觉得季明心这2日格外的嗜睡。没有，就是觉得累。现在还早呢，你好歹吃点东西再睡。这1日你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你别吵，我不饿。这些日子我也没什么事，不如咱们去京郊的庄子上待些时日。皇上之前赐了我一个温泉庄子，我还没去过呢。宫里宫外的事情应接不暇，季明心也实在觉得厌烦。我们明日就去。第2日，2人起了个大早去给王妃请安，顺便说了要去温泉庄子的事。说起来，那庄子我也有些年没去过了，不如我跟你们一起去。横竖咱们家人少，没什么事，有老二媳妇在也就够了。季明心跟穆连成面面相觑，不知道王妃打的是什么主意。你们不必担心，觉得烦闷，想出去散散心，不会打扰到你们夫妻俩的小日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2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出城的路上，穆连成从车帘的缝隙中望着走在前面的马车，神情肃穆。怎么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王妃出门。王妃一直这样深居简出吗？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突然兴起跟咱们一起去别院呢？我这么多年也没看明白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这一次嘛，目的大概跟我们一样。躲避吗？可是躲什么呢？其实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冬天不小心掉到了冰窟窿里，晚上就发起了烧，隐隐约约记得有人照顾了我一整夜，可醒来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人。是王妃？她一向爱伴慈母，听人说小时候也时时抱我，只是我不记得了，但她的气息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其实她从来没有真的教坏我，对我无限纵容，也是我装纨绔之后。后来我怀疑那时候她已经看穿了我的伪装。那就是她本身对你没有坏心，但赞成你伪装，是在防着什么人？这个我也想过，可除了皇上我也想不出来还需要防着谁了。马车晃晃悠悠。还有多远啊？还得些时候，你靠着我睡会儿吧。
靠在穆连成的怀中，季明心很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穆连成见他如此，面上却浮起忧虑。他这几日也太嗜睡了些，却不知他们前脚出城，后脚有人将信息递到了皇帝的跟前儿。哼，这个混小子倒是跑得快，不就是去个京郊，难道朕就不能叫他回来？那是，世子估计还没有走远，不然老奴现在就叫人去追。他既无心参与，也就罢了。袁成笑着没有作声，袁启帝瞅了他一眼，问：“你又笑什么？”老奴猜您也舍不得穆世子。你呀，西平那边问出什么了吗？不曾想西平娘娘倒是硬气，那毒发作几次了，硬是咬着牙一个字都没说。柔美人呢？那位更是嘴都不张，已经绝食2日了。后宫里有什么动静？这个老奴不好说，各宫里的人都有走动，只有贵妃娘娘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过什么？也没什么。贵妃娘娘似乎顾忌着什么，对西平和柔美人并没有下狠手。除了朕，她还能顾忌什么？袁成跟在皇上身边久了，自然知道什么话该接，什么话不该接。长林如何了？太子的嫡幼子名叫萧长林，给贵妃娘娘请了安，2人痛哭了一顿。有功夫想个法子，让他去见见柔美人。是。季明心本以为去了庄子上能过几天安静日子，没想到第2日老侯爷就上门了。唉，看来咱们走的还是不够远。再远皇上也不会允许了。其实能来这里我也觉得很好了，若是没人来打扰就更好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祖父来做什么，跟着去大概也要被撵。这是我的庄子，要撵也是我撵他。他若是仗着长辈的身份倚老卖老，你也不用客气。哼，你倒是会多懒。乔祖父说的，我一个弱女子想闲来无事，还不能出来透透气吗？这世上怕是再找不出一个你这样的弱女子。祖父说的是，这世上本就是人各不同。老侯爷脸上的笑意淡了下来，他发现自己即便已经有所准备，也依旧小看了这个孙女。只要你不主动提起，他就是有本事将话题扯到108000里之外。你也别大马虎眼儿，我来做什么，想必你是清楚的。祖父有话直说就是，我这些日子几乎没有出过府，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你是季家的人，侯府好，你才有底气，何必护着外人呢？祖父这话从何说起呢？关于皇孙的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是担心泄了密。你是聪明人，应该清楚，有时候知道的太多并不是好事。祖父说这个呀，实则这事儿跟我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当年我救出了皇孙，可是事情做得并不严密，无奈之下才用另一个人做幌子，就是富家公子。实则皇孙一直由我派人好好教导。我知道你跟富家四爷自小一起长大，情谊非比寻常，可你也该知晓大义，不该在这个时候护着他。祖父这话说的真有趣，你应该很清楚，我跟小舅舅并没有什么，我何时护着他了？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怎么可能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呢？而且你接到他失踪的消息没有半点紧张，甚至都没有派人去找他，难道不是知道他平安无事？祖父真是高估我了，我算什么东西？他要做什么又怎么会跟我说？若真是如此，世子也不会差点死掉了。如今的情势你也清楚，此事关系侯府的安危，你当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不知道，也不关心。祖父若是不信，随便查就是了。你当真不知道？我有什么必要骗祖父呢？小舅舅回盛京之后的事情，祖父应该比我清楚。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希望你说的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祖父别忘了，我姓季呢。他在这个时候的刻意示好，让老侯爷脸上添了一丝笑意。见从他这里问不出什么，便告辞离开了。老侯爷说什么了？让你这样魂不守舍的？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你不是也早料到了他会说什么？怎么还这副模样？我只是在想，太子当初为什么会有不嗔之心，而且还被皇上发现了。这若是真的，那么小舅舅应该是知道的。你若是放心不下，就派人去查，我不会介意的。他嘴上说着不介意，语气却酸溜溜的。我没有放心不下，只是觉得祖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毕竟真的假不了，小舅舅的存在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隐患。我们说好了出来散心，暂时就不操心这些了，好好玩几日回去再说。好。两人此后当真不再关心那些事，而是结结实实的好好玩了几天。这日庄子上的管事突然送来了一封请柬。哼，看来跟我们一样，躲出来的不少。原来是平王妃下的帖子，请他们俩去赏梅。怎么不请王妃，反而来请我们？你跟平王府上交情很好吗？你是有多不关心我，才会觉得我会跟平王府交情很好？且不说平王府的世子妃是我死活不愿意娶，皇上为了安抚护国公府才塞给平王世子的。光咱们成婚的时候赢了赌坊那么多银子，都能让萧长营恨不得弄死我了。季明心突然想起了白灵的事情，白灵是必然要报仇的。季明心有预感，自己跟平王府怕是终究要站在对立面的。我这些日子不爱想事情，就随口问一句，你也能扯到我关不关心你上去？你对我有意见直说不好吗？你倒是会倒打一耙。王妃向来不参加这些赏花赏雪的宴会，经常交往的人家都是知道的，当然不会给她下帖子。至于我们俩，应该是顺便的。平王府专门用作赏梅的庄子，离这里不远。他们既然知道咱们也在这里，不请怕是说不过去，所以才送了帖子。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要去吗？你想去咱们就去，反正是出来散心的，不如去看看吧。你不是爱清静吗？连咱们家都下了帖子，看样子应该请了不少人。爱清静我就不嫁你了，找个乡野农夫，不就不用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故意气我是吧？哪个乡野农夫敢娶你？次日，两个人果然去了平王府的庄子上。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就是这样的宴会，估计有不少未婚男女，说不准要出什么风流韵事。来的人身份都不一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数得很，哪有什么纯粹的风流韵事？凡事总有意外嘛。哎，听你这么说，还真的有可能。看来今日又有好戏看了。以前的季云心不就是如此吗？我还以为你很赞成姻缘由自己做主呢。女子一辈子不容易，尤其是嫁人，跟第二次投胎没什么区别。我不过是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嫁给自己想嫁的人罢了。平王世子萧长营看到穆连成，十分的诧异，没想到穆世子竟然会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请我，我来庄子上也好几天了，没什么好玩的，就来凑个热闹，你不会嫌弃吧？怎么会？你肯赏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就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吧？你们成亲也有些日子了，偏我今日才见，果然长得好看，难怪世子恨不能将你捧在心尖上。世子妃过奖了。这算什么过奖？当初人人都说我长得好，可偏偏穆世子看不上。你不知道，我当时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有些气恼，心里便暗暗诅咒他日后娶个丑八怪，那我才如愿呢。不成想老天竟然不帮着我。我说这些你不恼就好。怎么会？婚事是皇上赐的，世子妃若是可以自己选，想来也不会选她，何况都是过去的事了。哎，你这样明事理真好。你是不知道，我因为那道莫名其妙的赐婚圣旨受了多少刁难，哎，简直一言难尽。你算是幸运的，好在如今都过去了。季明心点头回应，却没有说话。今日来的长辈不多，倒是有2位公主，7公主和9公主，你应该都见过，很好相处的。季明心既然来了，当然得先去拜见长辈。让他意外的是，王妃的母亲信阳王妃竟然在。如今这些小辈就知道自己受用，成日东游西逛的，也不知安分守己，在家中侍奉尊长。可惜有些人就是喜欢找存在感，你越不搭理他，他越蹦跶的欢。果然是商户养大的，没有教养。老王妃是在说我前些日子进宫，皇上和贵妃娘娘才夸了我呢，还说给穆世子指婚指得好。您这是对皇上有意见？信阳王妃一时哑然。哼，我还不知道你这样的狐妹子向来会装模作样，想必皇上也是被你蒙蔽了。我听说你自成亲极少去给定北王妃请安，这不是没规矩是什么？
难不成我还说错你了？老王妃此言差矣，我不去请安是母妃爱敬，不想我去打扰，专门吩咐的。我听母妃的话，如何能算不懂的规矩呢？老王妃若是不信，去问问母妃就清楚了。至于我装狐妹子蒙蔽皇上，皇上圣明，想来不会轻易被我这样一个小女子蒙蔽吧？信阳老王妃气得涨红了脸，偏说不出一个反驳的字来。她能说什么？皇上不圣明吗？你这样伶牙俐齿，跟长辈顶嘴，是哪家的规矩？季明心眸光一冷，正准备说话，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昌平长公主到。”我来凑个热闹，大家就不必多礼了。说着，径直走到季明心跟前坐下。刚刚说什么呢？我怎么听着有人嫌你规矩不好？老王妃说我被商户养大，没教养，惯会装狐妹子蒙骗皇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啊，我哪有什么意思？不过是随口说说。做晚辈的，长辈说话，晚辈就该恭恭敬敬的听着。公主说，可是这么个道理。这也难说，女人这辈子名声容不得半点轻忽。若是有人上来就说我装狐妹子不懂规矩，我也是要辩解一二的。还是老王妃的意思是，您是我的长辈，我就该恭恭敬敬的听您教诲。老身岂敢。气氛就这么尴尬起来。张婉如听到下人来报说昌平公主来了，连忙赶了过来。今日可真是个好日子，竟然惊动姑母大驾前来。你倒是个乖觉的，早做什么去了？让来此的客人受辱，你们平王府脸上很有光吗？是我的错，让世子妃受委屈了，请你看在我年轻不会办事的份上，别计较啊。世子妃客气了，老王妃是客人，世子妃若出面岂不是为难？想来是我不该来，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你这样说，让我怎么担待得起？回头母妃也要责罚我的。你也别嫌我挑你的不是，远的不说，便是之前宣王府那世子妃，也没有这样怠慢过人。想来是没了宣王府，如今平王府今时不同往日，连定北王府都不用放在眼中了。这话就有些重了。昌平公主这几乎是在明着敲打平王府。姑母这话叫我如何担待得起？你都敢把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撂在这里任人辱骂了，还有什么担不起的？昌平，你也不用指桑骂槐，我就是骂了这个小贱人又如何？他一个小辈，难不成我说不得他？王妃说笑了，世子妃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就是皇上赐婚，哪里有什么不好？你是说老身没有资格说他？我也是宗室王妃，如今倒连说一个区定北王府世子妃的资格都没有了。跟这样不带脑子出门的人说话，简直是场灾难。老王妃自然是有资格说的，别说是我了，论身份，您还是皇上的嫂子呢，长嫂如母，便是皇上，你也是有资格教训的。是呀，当初将这商户养大的没教养的丫头赐婚给定北王府的可是父皇，王妃怎么不去教训父皇一番呢？都是晚辈，你也不该这样厚此薄彼。信阳王妃也就会仗着身份欺压人，此时无法辩驳，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你瞧，什么样的人看别人就是什么样，这喜欢装模作样的人看别人可不都在装模作样。若说什么装狐妹子，你怕是还比不上某些人。这话也不好附和，只好装沉默寡言。倒是老王妃虽然晕了过去，面色却有些抽搐，想来忍得辛苦。丫头婆子们总算将信阳老王妃搀了下去。是我照顾不周，让你受了委屈，改日我亲自上门赔罪，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世子妃何错之有？老王妃是长辈，您便是出面，怕也不好说什么。我觉得还是我走吧，不然一会儿再来一个老王妃这样身份地位的，我岂不是又要被指着鼻子说一顿？张婉如的脸色彻底变了。这是怎么说的？这里便是不好，你也去别处转转啊。若是就这么走了，岂不是让别人说我招待不周啊？难不成你还觉得自己招待的很周到？多谢公主出言相助。张婉如正愣间，季明心已经走了出去，昌平公主也起身。我进来这么久了，连杯茶都没有，想来是我不受欢迎，罢了，我也该回去了。姑母，眼看着两个人走远了，这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南滨那边。穆连成闻言，沉着脸就径直离开了。他见穆连成一走，顾清泽也跟着转身就走，然后是今日好不容易请来的孟听白，朝他道了声告辞就离开了。这外面梅花开的不比他们庄子里的差。
可不是，庄子里的有人专门看护，都刻意修剪成了人们喜欢的样子，外面这些却是天然长成。你倒是个有见解的，你是个聪明人，想来也看出我今日是故意拿你做法子敲打平王府的人了。这话季明心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在我跟前，你不用这样小心，你这丫头不是个肯吃亏的。今日我便是不出面，信阳王妃肯定也讨不到什么好，说不得连装晕都装不下去。公主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出面呢？你不是早该知道的吗？公主，季明心正要说什么，昌平公主突然对她摇了摇头。今日就到这里吧，我先回去了。你们新婚夫妻好不容易出来，就好好游玩一日。说完便离开了。季明心转头便看到穆连成往这边跑来。那个老妖婆给你难堪了，我回头就去信阳王府去找她算账。胡说什么呢？你一个小辈怎么好找老王妃算账？何况我也没有吃亏，昌平公主都帮我出气了，她是被气晕抬出去的，以后估计都没什么脸来找我的麻烦了。没有昌平公主，你也不会让她好过吧？一个信阳王妃罢了，又不是什么得罪不起的人，我凭什么忍着她？就是平王府的人，我也没有想让着，反正迟早是要得罪的。你跟平王府有仇？你还装？那个平王府的世子妃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不然为什么明知道信阳王妃的脾性，还同时请我们俩来？而且我被骂了半天，他都躲着不出来，明摆着就是为了让我难堪。穆连成没想到，转眼火就烧到自己身上来了。这跟我没关系吧？他们一开始应该也没想到我们能来，所以才请了信阳王妃。可我们都来了呀，这护国公府精心养大的嫡女，平王府未来的主母，连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你应该是受了我的牵连，他当初被我拒婚，想来是心中有怨的，不过却奈何不得我，便发泄到了你的身上。这是我的不好，你怪我没错。他算是发现了，跟女人讲道理根本没用，干脆认错就对了。若真是这样就好了。其实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了，他被拒婚还松了口气，不过心中又有些恼怒，便诅咒你以后娶个丑八怪。不就是拒婚吗？至于这么狠？他怎么跟你说这个？他说这个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是个挺爽快的人，不成想罢了，这世上的人哪能一概而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横竖跟我们不相干。倒是你今日做得很好，这世上的人多是欺软怕硬的。你今日若是忍了，明日信阳王妃会变本加厉，便是别人也会觉得你软弱好欺。你不嫌我一出门就得罪人就好。咱们家本就不需要维持什么人际，你就是将全盛京城的人都得罪光了也无所谓。你是我的妻子，欺你就是欺我，他们都不怕得罪我，我为什么要怕得罪他们？你过来做什么？你娘刚刚走了。这个嘛，我娘刚砸了人家的场子，肖长英脸都青了，我哪里还好意思待下去？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娘做什么，她肖长英不得受着？她可是你的亲表哥，还能赶你不成？我哪有你这么厚的脸皮？不过今日之事也怪不了我娘跟嫂子，谁出门做客是去受气的？我听那边的下人说，老王妃说嫂子的话可难听了。穆连成出来的早，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他到底说了什么？他那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更何况他被逼得当场装晕，我又没吃亏。你也别气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实话，今日若不是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想让他太难堪，我有的是法子让他日后都没脸出来见人。今日既然出来了，咱们就好好赏花游玩一日，也算不辜负这样的好时光。顾青则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清朗的男声：几位倒是会找地方，这里的景致不亚于平王府的庄子了。阴魂不散。今日无风无雪，是入冬以来难得的好天气，咱们既然都出来了，不妨一起游玩一番。谁知穆连成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后面又跟来一群女子，领先的便是七公主和九公主。我们难得出宫一趟，也不想在庄子里闷着，就出来转转，还请世子妃不要嫌弃，带我们玩一会儿。这有什么？孟公子刚刚还说今日天气好，既然出来了，不妨一起游玩，咱们便一起吧。九公主见孟听白默认了，开心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好。世子妃，你真好，难怪连我母妃都夸你厉害。淑妃娘娘夸我了吗？夸我什么了？说出来让我高兴一下。母妃说穆世子有福，能娶到你。你母妃眼光很好，我能嫁给世子才是有福。你们俩也太不厚道了，在咱们这一群孤家寡人面前谈情说爱。我不让你娶媳妇儿的吗？李风景最好，咱们不如歇息片刻。我是没意见，你们问穆世子即可。
我们家的庄子离这里不远，不如去那里吧。大家出来也有一会儿了，总要吃点东西的。闲庭漫步，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走到了庄子上。老奴已经按世子妃的吩咐，让人将揽月阁收拾出来了。你倒是会找地方。揽月阁位置高，在那里这一片的风景都能俯瞰到，地方又宽敞，这些人也不怕放不下。两个人正说话间，突然有王妃身边的人来请，说有要事。什么要事？该不会是信阳老王妃来诉苦了吧？那传话的丫头垂着头不说话，明显是默认了。你配合管事去安顿客人们，我去就来。世子妃，老王妃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呀？要不要我去王妃面前帮你分辨一二？明明是老王妃的不是。哎呀，九妹，且不说这是定北王府的家事，那老王妃还是你我的伯母，咱们小辈哪里能管得了这些啊？就不要给世子妃添乱了。你个没用的，嫁到定北王府多少年了，还这副德行？自己的儿子被挤去读什么书，你也不想想，跟王府的兵权比，读书科举算什么？他就是考个状元，又能如何？那个小兔崽子，这都多少年了，还不是全然不将你放在眼中，连我也跟着你受连累。你没听到近日那个小贱人是怎么说我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这张老脸都丢光了。老王妃一直这样对王妃吗？这些年还算好多了。一开始的那些年，他隔三差五就要去王府痛骂一场。总之就是嫌王妃没用，嫁了定北王，却不能给家中带来任何利益。王妃真的是老王妃生的吗？皇室血脉岂容有任何差错？进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也什么都别做，只看着就是了。两个人对着王妃行了礼。你们俩就是这样请罪的？眼中还有没有王法了？老王妃说笑了。我夫妇若做了什么违背王法的事情，自有朝廷的人处理。还是老王妃觉得你就是王法，你就看着这个孽障这样对我。满圣经无人不知，世子向来就是这个脾性，平日里对我也是如此。母亲要我怎么办？还不是你自己懦弱无能，这样目无尊长的东西都不知道责罚，让他纵到如此地步，迟早要闯出祸来。世子是宫中太傅和贵妃教养的，女儿岂敢责罚？哼，谁不知道我自小在宫里跟宫中的皇子一样教养？老王妃说我德行有亏，怎么不去找贵妃问罪？这样欺软怕硬，也有脸来说我？庶子，你怎敢？以前我敬着你是长辈，不跟你计较，倒让你觉得好欺。如今连我刚娶的世子妃都有了不是，怎么？你觉得我定北王府是你信阳王府不成？可以任你撒泼，将他给我扔出去！我就是不敬你又如何？有本事你到宫中去告状。信阳王妃口里直嚷着一定要找贵妃讨个公道，却不等下人们上前，就很识趣的自己走了。你没事吧？老王妃这样的，王爷怎么还能放心让她出门？我都出嫁这么些年了，哪里知道父王是怎么想的？我听说你们带了不少人回来，快去吧，别让人说咱们家待客不周。穆连成告了声退，拉着季明心退了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哪里奇怪？信阳王妃对王妃的态度啊，你听听她说的那些话，哪里是一个亲娘会对女儿说的？你想多了，这世上也不是所有的娘亲都是疼爱孩子的，就是盛京城这些权贵，也有不少人家将女儿当作攀权附会的工具。王妃已经算好的了。你一向不喜欢多事儿，今日怎么想起将人请回家来？闲着也是闲着嘛，横竖他们也没出去，一群人总不能一直在外面乱逛吧？你闲的时候多了，平日怎么不见你这么热心？顺便的事情也没多麻烦，你不愿意当时怎么不说啊？说你呢，又扯到我身上做什么？我哪里不愿意了？你老实说，你是不是为了孟听白？哎，也不算是为了孟听白吧。我本以为九公主来了她会离开，可是并没有。你说她是为了什么？你？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她既然盯着我，我也不想坐以待毙。这次来庄子的时候，我让人带了几坛好酒，是我独家的酿酒方子，烈得很。你说他喝多了会不会露出马脚？你打算灌醉孟听白？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跟孟听白去喝酒？当然是你了。你不是一直都看不惯他吗？就做出十分讨厌他的样子，不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他灌酒了？你想的倒好，不过我为什么要帮你？我们不是夫妻吗？穆连成好笑的将他拉进怀里。你说的对，我们是夫妻，你要永远记得这一点。我当然记得的。
两个人说说笑笑来到蓝月阁，里面一片欢声笑语。看来这些人玩得不错。各位公子小姐本来打算玩一会儿再吃东西的，不过听我说了做法之后，都觉得十分新奇，便迫不及待自己动手了。现在都吃上了呢。不过是个意思，也不能真让他们动手。我知道的，厨子都预备下了，也烤着呢。世子妃，你总算来了，你是怎么想出这样的吃法的？太好玩了。他就知道这些人什么没吃过，重点还是在玩上。公主觉得好玩就行，这种吃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出门在外的人常会猎些野物烤着吃。世子妃，你经常出门吗？没有，我也是听下人说的。他说完这话，就觉得有一道异样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抬头看去，竟是孟听白。季明心这才发现，男女们虽然是分开坐着的，但是并没有隔挡。管事本来是放了屏风的，但孟公子说这么多人，丫头婆子也在跟前，也不算不合理法。何况众人在一起烤东西吃，更有意思些。在下自作主张，还请世子妃见谅。世子妃，咱们今日既然来了，就要好好热闹一番。你放心吧，我身边的嬷嬷宫女都在一边看着，就算传出去，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说罢，他拉着季明心坐到了主位。我们刚讨论要作诗呢，早听说世子妃作诗做得极好，但凡出手就是绝唱。我今日可要见识见识。我都成了婚的人了，就不抢你们小姑娘的风头了。你们玩吧。九公主显然是有准备的，一挥而就，众人齐齐叫好。九公主这首固然好，但总归有些穿凿附会。世子妃今日是东道，怎么能不做一首呢？世子妃于诗词一道堪称绝冠，不少人都遗憾流传在外的只有2首。难不成是因为世子不通文墨，所以顾及世子的脸面？这样挑拨离间的话，季明心并不当回事。其实穆世子实在不必在意，若是在下有这样才华横溢的妻子，只会高兴的。这话说的连不连成也想骂人了。孟公子过奖了，我不过是个俗人，只爱吃吃喝喝，并不喜欢作诗，与世子无关。世子妃才是过谦了，在下这些年也见过不少名师大儒，便是他们对世子妃的诗也只有交口夸赞的。孟公子别光说我呀，您号称天下第一才子，怎么能不做一首呢？难道是瞧不上我跟世子？对呀，我们也很久没有见过孟兄作诗了，今日这样热闹，便趁兴做一首如何？公子说的是，我们在孟公子眼中是不如世子妃的，不如孟公子自己与世子妃比一下。季明心简直无语，这姑娘怎么就弄不明白呢？孟听白分明就是在故意拱火，他还在这里傻乎乎的添柴。听起来很有意思，不知世子妃意下如何？小赌怡情，既然要比试，何不设个赌局？不知世子妃想赌什么？这里也没别的，就赌喝酒吧。孟公子若是赢了，我喝1杯；我若赢了，孟公子喝3杯吧。孟公子堂堂男子汉，想必不会觉得跟我一个弱女子喝同量的酒是公平，你说是不是？你说的是。既然要设赌注，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下注？当然，大家可以赌我或者孟公子赢，输了的陪着喝酒就是。自古女子被困在闺阁，便是有出众的才华，也不为人所知。世人都谓女子不如男，我就赌世子妃赢，也为闺中女子扬眉吐气。九公主一直深情地凝视着孟听白，这是她离孟听白最近的一次，她却从始至终没有看自己一眼。她的目光大多时候都落在季明心的身上，她抹了把眼泪。我也赌世子妃赢。季明心只盼着孟听白的酒量不好，3杯能将他放倒。想到此，他对身边的白芍轻轻吩咐了一句。那边孟听白也注意到了他的动静，不过嘴角微翘，没有出声，而是拿过笔墨纸砚，挥毫而就一首诗。既然决定要写了，季明心也懒得装模作样，直接从脑海里搜了一首：缠老窘脱是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刚刚孟公子说我穿凿附会，我还不服气，看了世子妃这一首，算是明白了，我的确不如。九妹那一首也不错了，世子妃这一首，怕是在历来的梅花诗中也能排得上名号。我觉得孟公子的也不如呢。孟听白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才学渊博的人，不知孟公子以为如何？
世子妃实在是我平生难得的对手，若是就这么认输，倒让我心有不甘。不然我们再比一回。行啊，还是梅花吗？世子妃之前的一手已经很好，再做怕也不会更好了。我记得你在去岁的七夕填过一首词，当时就被奉为佳作。这次不如我们来填词。写梅花的词倒也不算偏，他点头便提笔写了起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世子妃，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季明心笑了笑，没有说话。这2句着实好，但却不像世子妃的性格会写出来的。季明心的心中咯噔一下，他就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孟公子这话说的好生奇怪，难道你很了解我吗？世子妃说的是，我并不了解你。这一局我认输。他长得极好，这一笑更是将人眼睛都晃花了。九公主从没见过他笑，一想到他对着另一个女子笑，眼泪便忍不住的往下流。九妹，你是不是不舒服？我们去歇一会儿吧。2位公主一起离开，倒是让众人都自在了一些。孟公子既然认输了，就要履行我们的赌约。说着朝白芍点了下头，白芍便亲自端了一个托盘上来。请吧，孟公子。事已至此，他当然不能不喝，只好拿起其中一个比碗还大的杯子喝了起来。一口下去，他甚至觉得肚子里都像是烧着了一般。季明心对上他的视线，十分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方子酿的酒，就那么几坛，放了好长时间了，第一次开呢。孟公子觉得怎么样？世子妃的酒当然是好的，不过只我一个人喝，是不是不太好？我记得你说了，赌输的人要一起喝。当然，其他人的酒我也准备好了。孟听白看着别人的杯子，再看看自己面前那仿佛喝不完的3大杯酒。世子妃这是不是有些厚此薄彼？诸位觉得我厚此薄彼吗？若是如此，都换成孟公子的杯子也不是不可以。早听说孟公子海量，今日也算能见识一番了。他见季明心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只好咬着牙大口将3杯酒灌了下去。孟公子怕是醉了，你们先带他去歇会儿吧。他身边的人也觉得自家公子情况不妙，连忙将人扶走了。不用担心孟公子，他歇一会儿就好了。吃酒划拳玩得不亦乐乎，季明心也跟着玩了起来，喝了不少酒，觉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季明心出来是有点不放心九公主，他担心小姑娘骤然遭受这样的打击，会想不开出什么事儿。明明就是世子妃不守妇道，穆师子也在跟前，他还跟孟公子眉来眼去的。九妹说什么呢？这么多人看着，世子妃分明没有半分愉悦。今日的事真的怪不了世子妃，明明是孟公子自己非要凑上来的。七公主有些无奈，正好这时季明心走了进来。你来做什么？看我的好戏吗？不过是哭一鼻子，算什么好戏？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若是你就不在这里哭，好歹把眼泪流到皇上面前，说不定皇上一时心软，就为你跟孟听白赐婚了。你希望孟听白娶我？公主，这是什么话？孟听白娶谁关我什么事？唉，九妹为了这事儿也不是没在父皇面前流过眼泪，可是父皇始终不肯点头。公主这辈子非孟听白不嫁，为此任何事都愿意做吗？当然，难道你有什么法子？公主若是能豁得出去，现今倒是有个好机会。孟听白刚刚喝了3大杯酒，现在怕是醉得人事不知。七公主心头一跳，世子妃，醉了，不过3杯酒，她怎么会喝醉？那个大概是今日的酒有些烈吧。九公主也不是真的傻，愣了一会儿，大概是明白过来季明心的话。这怎么可以？当然不可以，世子妃是说笑的，九妹你可别当真。你想想淑妃娘娘和父皇，若是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对得住他们？公主说的没错，我说笑呢。九公主这样的金枝玉叶，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哪里用得着使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可为什么孟听白宁愿喜欢你也不肯喜欢我？你已经嫁人了呀！你误会了，我都嫁人了，孟公子怎么会喜欢我呢？可他对你跟别人不一样。那也不可能是喜欢啊！如今连公主都这样误会，别人怎么想可想而知了。你说他这样故意败坏我的名声，能是喜欢我吗？别的不说，让世子怎么想？也就是碰上了公主这样心地善良的人，若是别人，还不定背地里怎么对付我呢。你若是喜欢一个人，会这样对他？你是说他跟你有仇，才对你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也不是孟公子，自然不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不知道公主喜欢孟公子什么？我第一次见他，他穿着一袭天青色锦衣，仿佛天上神仙一般。季明星无语，后世的无数事实证明，男神这玩意儿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这世上也不是没有比他长得更好的，单论容貌，孟世子就比他强啊。九公主神情诡异地看着季明心。孟公子被称为圣经第一公子，父皇也曾夸赞他才华绝世。所以你是喜欢他的才华，但才华又不能当饭吃。要我说，还没有美貌来的实用呢，好歹看着赏心悦目。难不成你们成婚后会成日吟诗作画？我觉得世子妃说的对，九妹你想啊，孟公子虽然长得好，但若朝夕相处，总会有看腻的时候。过日子嘛，要才华其实也没什么用。九公主闻言若有所思。我知道了，你说这些话是为了让我放弃孟公子，这样你就有机会了。我刚刚大约是说的太委婉了，公主没听明白。第一，我嫁人了，在我心中我的夫君比孟听白好10000倍，你放不放弃跟我都没有关系。第二，你便是不放弃又能如何？你若是有把握让孟听白娶你，还用等到今日？你说谎，穆世子哪里比得上孟公子？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公主心中，孟听白千好万好，可他的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真正对我好的是我的夫君啊。话说到这个地步，季明心觉得已经足够了。两位休息一会儿，也该离开了，不然回去太晚，娘娘怕是会担心的。你怎么在这里？我想你了。哼，骗人！你是防着我去找孟听白吧？我都不知道在你心中，我比孟听白都好。你跟九公主倒是挺有共同语言的，都觉得孟听白好的天上有地上无的。你当然不知道我的感受。我从小到大被人拿着跟孟听白比，从没有人会说我比他好。我就是觉得你比他好啊，每日关心我吃没吃好，睡没睡好，跟我一起生死与共的人是你，我觉得能嫁给你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那你还去看孟听白吗？有些事情我心中早有答案了，只是不想承认而已。他喝了我的酒，现在怕是醉得人事不知，我却趁人之危也没什么意思。我的季大才女，趁人之危是这么用的吗？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有意见？我们先回去吧，毕竟是主人，离开太久也不好。你说经过今日，他能放下孟听白吗？要说这个，我倒觉得孟听白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他从未给九公主希望，从始至终拒绝得明明白白，甚至为此不惜得罪皇家。九公主若是还想不通，那便是自讨苦吃，怨不得旁人了。我以为你很喜欢九公主，今日才愿意跟她说那些话的。比起这圣京城里到处都是勾心斗角，九公主心思单纯的让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人很难有好结果，不过是说几句话的事情。那你觉得她能想通吗？可以吧，七公主很聪明，会旁敲侧击的劝她，还淑妃娘娘呢。何况她本身其实也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样喜欢孟听白，年少时的一见钟情大多都是幻觉。两个人说着话往回走，没想到路上正好碰到了王妃。穆连成携着季明心上前行礼，王妃回过神来，没有外人在，不必多礼。一转眼连城也这么大了，当初连皇上的话都不肯听，如今倒是肯听媳妇的话，这样很好。季明心不知道王妃说这话有什么用意，还是只是随口感慨，便没有出声。今日辛苦你们两个了，你们想必也累了，好好回去歇着吧。那位孟公子我已让人去照看过了，就是喝多了些，现正睡着，不妨碍的。多谢王妃。季明心走远了，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你在看什么？王妃其实挺好的。这样说来，你嫁给我其实也没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对啊，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顺心了。你觉得顺心就好，你不会觉得跟我没有共同语言吗？我做不出让人惊艳的事，也没什么才华。我还没有那些名门淑女懂规矩知礼仪呢，你会嫌弃我吗？当然不会。你以为我就很喜欢那些诗雅词的吗？若不是被逼无奈，我一首都不想写，有什么意思呢？说实话，你的功夫那么厉害，我待在你身边会觉得很安全，但写诗作词有什么用？可你写的那样好，不想让世人都知道吗？世人知道了又能怎样？我又不是男子，能去科考出仕，到时候不过是为名声所累，活得更艰难而已。
多少人一辈子看不破的名利二字，你却全然没有放在眼中，难怪孟听白会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来说这种话？我没那个意思。其实孟听白别的不说，他的才华我是服气的。反正让我从小坐在那里认真研读那些莫名其妙的书，我是读不下去的。哼，在我跟前都学会装模作样了。你的书房我是没进去过，还是怎么着？穆连成被戳破了也不尴尬。那些书我就是随便看看，好歹也是定北王府的世子，总不能真的是个睁眼瞎吧。不过那些知乎者也的东西，我是真的不爱看，一看就头疼。季明心翻过他书房的书，他其实博览众书，反正不用他赚钱养家，爱好什么的偏点也没关系。想起这个，季明心转头问：你到底让江允州做什么去了？这么久都没有回来。也没什么，我迟早都是要去北疆的，所以让他先去摸摸情况。你这也考虑得太远了，王爷没事的话，3-5年内你也不见得有机会去北疆。穆连成眸光晦暗，有备无患嘛，朝堂战场上的事情谁说得准？定北王府和皇家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现在怕是没什么法子了，看看下一位是怎么想的吧。算了，与其想这些没影的事，还不如顾虑一下眼前。今日这一顿玩乐，算是彻底得罪平王府了。你说他们会做什么？你还是不了解平王府的人。想想上次我们赢了那么多钱，他们不也一分不少的送来了？这次就算心中恨死了你，也只会派世子妃亲自上门来请罪，说自己的不是。这样能忍吗？我都有些后悔得罪他们了。说什么呢？有些人不是你不想得罪就能不得罪的，没有今日之事，也会有别的事。何况你也不必担心，平王就算再礼贤下士，上蹿下跳，也不可能坐得上那个位置。他是皇子，若真的有那个能力，为什么不行？出身，皇上骨子里其实是个很看重出身的人。平王的生母容妃原本只是浣衣局的宫女，因为长得好，被皇上看中，运气也好，一朝得宠就生下了皇子。熬了这些年，被封为容妃。皇家虽然讲究母凭子贵，但其实是子凭母贵才对。皇上这样嫌弃出身低微的人，当初做什么还去睡人家？又胡说八道。还有朝臣吧，他们也不能接受一个出身低的女儿生的儿子坐上皇位。所以你不用担心得罪平王府，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是他们得罪不起我们。外面那么冷，你今日倒是有兴致，那会儿我看你就喝了几杯酒，也没吃什么。晚上想吃些什么？吃点暖和点的东西吧，我想吃辣的，越辣越好。说着吩咐白菊去做毛血旺。白菊愣愣地看了他一眼，应了一声出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世子妃最近有些奇怪？很正常啊，哪里奇怪了？世子妃刚刚跟我说要吃毛血旺，可她平日里并不喜欢吃这个呀。那还是很久以前窦四爷的时候做过一回呢，她也没吃几口。而且我觉得世子妃最近的口味也变得有些奇怪，一会儿想吃这个，一会儿想吃那个，都是平常不爱吃的。好像是这样，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太对。她这些日子也比平时嗜睡，时常容易困的样子。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她平日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真有什么事连我们都不说。你有没有发现世子妃最近对我们都有疏离？有吗？你呀，除了吃什么心都不操。你这样也挺好。罢了，世子妃想吃你就去做吧，别想那么多。屋子里，穆连成瞅了一眼飘着一层厚厚红油的毛血旺。我记得你以前更爱吃清淡一些的。偶尔换个口味也很好啊，你不喜欢吃这个？穆连成以前没吃过，不知不觉的穆连成扒拉了2碗米饭。很好吃吧？你们主仆在吃上倒是天赋秉异，偏能弄出些不落俗套的东西。是你们这些人迂腐，人要分出个3、6、9等，连吃的东西也要讲究高低贵贱。实际上不都那么回事，只要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呢？你是说人不应该有3、6、9等？我可没有这么说。你别跟我打马虎眼，你就是不喜欢人分3、6、9等，你不喜欢进宫，因为宫里这种等级最为森严。季明星也不知道这人这么敏感做什么，但是这种事要怎么说呢？我若是皇上，那自然会喜欢把人分成3、6、9等，反正所有人都在我之下，可我的身份不上不下，进宫见人要行礼，动不动就得跪来跪去的，不喜欢不是很正常吗？难不成你想做皇上？你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疯了去想那种事，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连一天清静日子都没有，媳妇儿不成媳妇儿，儿子不成儿子，烦都烦死了。这就好，只要你不想这个，其他的都好说。
你是不是闲的？成日胡思乱想。可不是闲的，我以前都没有这样悠闲。皇上以前也没有给你安排事情啊，那你自己都做些什么？那说起来可就多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喜欢在家里待着。你以前真的住在青楼里吗？你在那里做什么呢？其实那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我，而是江远洲。他的易容术不错，那些人也认不出来。我会趁着这些机会跑到外面去。去外面做什么呢？一开始就是好奇，不过那时候年纪小，也没有走太远。后来认识了师傅，就跑去练武了。你想学武有的是途径吧？为什么还要自己拜师？我从小身边就有很多人保护，所以父王最初让我习武的时候，我并没有上心。可是跑到外面的时候才发现，总有别人护不住我的时候。看来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分的，就这么阴差阳错拜了同一个师傅。看来你当初会选我，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你长得好啊。哪有姑娘家人是看对方的脸的？你这样不怕吃亏吗？你想多了，其实就算你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也是我高攀了。有你这样的身份地位容貌，什么样的姑娘娶不到啊？你才是想多了。你是没有见过那些姑娘之前看我的眼神，好像看一眼都会脏了眼睛一样。这样的人，就算强娶来又有什么意义？他们当初有多高傲，现在怕是就有多后悔。看我现在过得这么好，估计悔的呀，肠子都要青了。那就让他们后悔去吧。两个人一起笑出了声。第二日一早，管事就来通知说平王世子夫妇来了。先吃东西，谁规定了他们上门咱们就非得见的？你的意思是咱们不见人，这不好吧？你去跟王妃说一声，说世子妃今日不舒服，就不去见外客了。你去了能说什么？他们上门赔罪，咱们就原谅，那岂不是显得太好说话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只是觉得你今日格外的好看。你今日也很好看。两个人就这么磨磨蹭蹭一顿饭的功夫，外面已经有人来回说平王世子夫妇离开了。这么快就走了，看来也没有多少诚意啊。穆连成转头见他又卧到了软榻上。你这些日子怎么总是犯懒？刚吃完饭就歇着，还是出去走走吧。大概是圣经的天气太冷了，我在蜀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今日天气不错，现在已经日上三竿了，咱们就走一会儿。你不是说这庄子上的风景好吗？总待在屋子里有什么意思？季明心想想也是，只好起了身。谁知走了没几步，就听到有人在弹琴。这庄子上竟然还有人会弹琴？你忘了你昨日留了一位大才子呢？这话怎么听着哪里不对呢？他怎么还没走？哼，你以为孟听白是什么省油的灯？你让喝那么大3杯他就喝，显然是故意的。他在皇上面前他都没有这么好说话过。那他在皇上面前是什么样子？还能是什么样？假模假样呗。成日里装个像个不染尘埃的高山隐士。皇上数次请他出仕，他都说自己年纪还小，需要多历练。既然这样做，为什么还要参加科考？还待在圣经做什么？别看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想说我就是嫉妒他？季明心摇头，你可能是这圣京城少有的真正能看透孟听白的人。他跟你之前似乎并没有交集，我想他应该也能察觉到什么。我看穿有什么用？我现在去告诉别人说孟听白别有所图，怕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你光说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走吧，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位神仙一般的孟公子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我总觉得他是冲着你来的。昨日那情况落在有心人眼中，不知要传出什么难听的话，你不如还是避着他些。总躲着也不是个办法。你也说了他不是省油的灯，谁知道还会生出什么事来？不如先去见见，看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觉得他对我也不像是有什么意思。孟公子连公主都看不上，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于是两个人循着琴声的方向，很快就到了孟听白住的地方。季明心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他跑到外面的院墙下一阵呕吐。你怎么样？不舒服怎么不说？季明心摇了摇头。到底怎么了？世子妃该不是有身孕了吧？医者不自医，在下也略懂些岐黄之术，不如帮世子妃诊个脉。这点事情就不劳孟公子费心了，应该离开了。在下好歹是客人，定北王府就是这样待客的吗？哼，孟公子何必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我原本也没有想要留你，现在你酒醒了，难道还要赖着不走？世子妃说笑了，
昨日明明是你故意给我喝那么多酒的，那酒又是前所未有的烈，难道不是故意想要留下我吗？他这话说的暧昧，连穆连成的脸色也变了。孟公子愿意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吧，希望你住得愉快。孟公子的医术确实不错，只一眼就看对了，我确实有身孕了。孟听白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孟公子不恭喜我吗？恭喜。季明心没有搭理他，跟穆连成回了自己住的小院，这才发现穆连成神色紧绷，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晦暗。你怎么了？我有了身孕，你不高兴？你在说什么？难道不是你不想要这孩子？我只是有些意外。我现在年纪还小，太早要孩子对身子不好，所以之前一直有服药，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就那一次，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知道了，你别说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高兴？我有些害怕。我也害怕，亏我还是个大夫，竟然这样后知后觉。昨日还喝了酒，之前在宫中更是动了手，想想就觉得后怕。算算日子，在宫中折腾的那些日子，他肚子里就已经有了孩子。喝酒有什么问题吗？喝酒会导致对孕妇和孩子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尤其是会影响孩子的发育。不过我喝的是果酒，也没有喝太多，问题应该不大。穆连成也松了口气，然后就自觉进入准爸爸的身份，开始拉着季明心一个劲儿地问孕期除了不能喝酒，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哎呀，这才1个来月，不用这么紧张。不是说前3个月胎不稳最容易出事吗？那是有些人的身子本来就不好，那些大家闺秀成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的，一顿饭吃的都没有猫耳朵，能不容易出事吗？可我娘也会功夫，身子也不差，生我的时候还是遇上了难产，可见会不会出事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他实在没有想到，平日里什么都不怕的穆连成竟然会被自己怀孕吓成这个样子。你娘是个例外，这世上总是有例外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话说你还从来没有跟我好好说过你娘的事情。她是生我的时候难产没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哪里有什么好说的。巧了，我娘也是生我的时候死的，不过我觉得跟生产本身关系不大。在外祖家多年，却听了不少关于她的事情。你知道大舅母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娘，她是家中妖女，自小受尽宠爱，被娇养的性子柔弱。可便是这样，在涉及到家族之事上，外祖父还是毫不犹豫就牺牲了她。说起来，我母妃跟我父王也算是惊世骇俗了，两人是自己私定终身的。我娘也是外公娇养大的，当初外公一点都不同意她嫁给我爹，就是担心齐大非偶，她将来受委屈。可她性情倔强，死活认准了我父王，硬是跟家中决裂嫁了。王妃嫁对了人，也嫁错了人。舅舅曾无数次悔恨当年没有拦母妃嫁给父王，他总说母妃不管嫁给谁，总不至于没得那样早。那可不一定，母妃若是非君不嫁，自寻短见又怎么说？穆连成瞠目结舌，显然他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我就是随口胡说，你别往心里去。不过按理说，母妃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差，怎么会难产的？我只知道当时北疆战事紧急，为了让皇家放心，盛京也确实更安全一些，所以母妃就留了下来。她怀孕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就是生的时候难产，人就没了。难产也有很多种类型，王妃具体是怎样的难产？这个我怎么会知道？你怀疑母妃的死不对劲？这不可能。父王当时不能接受母妃去世，也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可他查了所有能查的，并没有结果。而且对方要害也应该害我更合理些，并没有什么人能从母妃的死中受益。也不是没有人从这件事中获利，定北王妃的位置不是腾出来了吗？你说王妃？不可能，父王当年根本不想娶她，她若是有半分不妥，便是怀着身孕，也不可能嫁得进来。若王妃也是身不由己，受制于人呢？这也不可能。若是她背后还有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动静？别胡思乱想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真相如何，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季明心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他想的是真的，那对方不达目的，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我怀孕的事情要告诉王妃吗？前3个月不宜声张，而且你当真以为王妃是吃素的？这些日子她早就将这庄子上的人手都理顺了，这事儿她现在怕是已经知道了。
你也太小看王妃了。当年她在那样的情况下嫁进来，名声毁得一塌糊涂，不得父王喜欢，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你看现在，王府中哪个下人敢对她不敬？所以这也是一个契机。我有了身孕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件重要的事情吧。我就算拼死，也会护你周全的。季明心想着孟听白听到她怀孕的消息时，脸上那晦涩难懂的神情，心中就有一种难言的不安。季明心和穆连成虽然没有打算宣扬，但是这一日季明心有孕的消息还是隐晦的从各种渠道传了出去。竟然还真是身子不舒服。哼，运气倒是好。我最近时常听外头人说，你们家长房的那位姑娘当年并没有丢，而是被人害了，如今还活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呀，世子是听谁胡说八道的？外头那些人呐，成日里天方就是雨，别人家的事情倒比人家自己知道的还清楚，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来的信儿。世子倒是肯信。你也别在我跟前弄鬼，你们家的事儿你比我清楚，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节骨眼上出不得差错。他又不是傻子，岂会看不明白护国公府的那些事儿？定北王府那边我还得去一趟，这次也顺便给世子妃贺喜，礼物上你用心些。张婉如应了下来。世子也太小心了，平白让世子妃受这些气。自小到大，人都说我命好，家世好，生得好，运气也好，谁知就是这么个好法。也是您脾气好，那定北王府的世子妃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这样不给您脸面？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你让人给家里传个信儿，早些将事情处理妥当，不能再拖了。别人怎么想，季明心自然不知道，他现在也没空关心。自从查出有孕后，穆连成便将她当成了瓷娃娃，小心翼翼的。好白菊，我实在喝不下，你拿出去给他们分了吧。那可不行，这是世子亲自盯着熬了2个时辰的老鸡汤，世子出门时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看着你喝下去。孕妇其实不能吃太多，不然肚子里的孩子长得太大，容易难产。那我拿去温着，你饿的时候喝。现在还早，世子妃歇一会儿就该饿了。我让许哥擀点面备着，到时候就在这个汤里面下点面条，好吃又暖和。季明星无语，他怎么可能歇一会儿就饿？你先去吧，我歇会儿。好说歹说，才将白菊打发出去。回头见白芍正捂着嘴笑，你还好意思笑？也不知道帮帮我。白菊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如今月份还小，多吃点也没有关系。我是真的吃不下呀。说到这里，季明心突然发现有些时候没有看到穆连成了。是有一会儿不见了，应该是出去了吧。总待在屋里也闷得慌，现在还早，我出去转转，也顺便消消食。你这一日也够累的，在屋子里歇会儿吧，我不走远，一会儿就回来。那你千万小心。季明心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往外走去。他漫无目的的走着，也不知怎么走到了孟听白住的地方。你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世子说的什么我也并没有做什么。世人都说孟公子孤傲高洁，却不曾想是个敢做不敢当的小人吗？世人还说穆世子纨绔草包呢，却原来文武双全，跟在下比也不遑多让。我不管你想做什么，离季明星远一点。哼，你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你吧？你以为她当真是为了傅嗣，为了利用定北王府的权势？你其实早就看出来了吧？没有你，她一样能解了傅嗣身上的毒，而傅嗣总有一日会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能给她想要的一切。对我来说，她为什么嫁我并不重要，现在她是我的妻子，而且已经怀了我的孩子，我们一家人以后会一直在一起。既然这样，世子还担心我做什么？其实你自己也不那么确定，不是吗？季明星的事情你知道多少？你的事情他又知道多少？你们这样2个人也能在一起，说什么真心相爱、天长地久的话，不觉得可笑吗？我并没有什么事情瞒着。在从蜀中回来的时候，你就将他查了个底朝天吧，怎么可能不知道他跟楚太子的纠葛？可你一边装得一无所知，一边设计让楚凌云来了盛京，你那时候是真的想娶她吗？季明星平日里看着精明，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很容易轻信身边的人。那时候
他已经相信你了，所以明明有那么多摆在眼前的破绽，他却选择视而不见。楚国的皇子死在你的手中，谁会这样来算计呢？其实细想想就知道，你的身份这样敏感，对任何人来说都只会是个麻烦。只有你自己借此将楚凌云引了来，顺便除掉了隐藏在圣经的那些被人用蛊虫控制了的傀儡，一举两得。可惜楚凌云很让你失望吧？堂堂楚国太子，并没有为心爱的人豁出一切的勇气。还有那位芊芊姑娘，顾清泽跟你几乎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他怎么会弄错？虽然你后续圆得不错，梁家也捏着鼻子认了，可总归会有漏洞，不是吗？还有呢？那可就太多了。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你的伪装到底是做给谁看的？以前他一直以为是皇上，可是穆连成私下这么多的动作，皇上当真一无所知吗？穆连成几乎被掀了老底，他放在一侧的手微微动了下，只是瞬间便将心头的杀意强行的摁了下去。你说这么多，想说明什么？也许很快你就能知道了。哼，你也不用跟我装模作样。你孟听白又是什么好人？跟南诏漠北人勾结，在大夏的朝堂兴风作浪。你倒是真不怕孟氏的百年清誉毁在你的手中？有什么好怕的？100年前这世上也没什么孟氏，或许100年后大夏也会不复存在。你不用担心，就算这世上所有人都会伤害季明星，我都不会。不过你若是护不住他，那也怪不得别人。我一定会护住他，拭目以待。傅四其实一直都在吧？这些是他让你说的，那也请你帮忙转告他一句，好自为之。说完，他再也没有回头，径直走了出去。傅世子当真能沉得住气，不过再待久了也未必不会再动杀念。还真是惹了个大麻烦。这边穆连成回到屋子里，只见季明心正捧着一碗面在吃。这汤果然香，还有吗？给我也来一碗。白菊下意识的去看季明心，看我做什么？没有了。有，还剩了好多呢，我这就去拿。这丫头还这么毛毛躁躁的。我看你倒是挺喜欢她的。心思单纯的人很难让人不喜欢。我是吃不下了，加上这碗面今日都吃了8顿了，喂猪也不是这么喂的。又瞎说，你不想吃就坐着陪我一会儿。我现在闻着饭味就觉得反胃，还是起来走走吧。那你就在屋里走走吧，我让人送了一些酸梅和杏干过来，你去尝尝，看喜不喜欢。季明心没有说话，径直往侧间去了。那里果然放着几样果干，他盯着看了半晌，突然微微一笑，嘴角勾起了一个嘲讽的弧度。哎呀，便是觉得好吃，也少吃点吧，仔细一会儿不舒服。季明心抬头看着白芍，打量了一会儿。世子妃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怪瘆人的。我记得你比我大1岁，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世子妃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想要我了吗？你别急，我只是想着你年纪大了，也该考虑亲事了，总不能一辈子都在我跟前。你我相识一场，我不能耽误了你的终身。他立马跪到地上。我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跟着世子妃。你快起来，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不过也不独是嫁人，你也可以出去做些别的，就像白灵一样，不也挺好吗？我跟白灵不一样，不想出去自己操心。世子妃，还是让我跟在你身边偷个懒吧。随便你，当然你也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我知道了。白芍说完起身，季明心见穆连成走了过来。怎么这么快？吃个饭用多大功夫？之前曼是陪着你。他见白芍走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我想着他的年纪不小了，问了问他对自己的婚事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一根筋的丫头以为我要赶她走，就不高兴了。你现在怀了身孕，正是用人的时候，怎么突然提这个？白芍比我还大1岁呢，我这马上都要有孩子了，他还没成婚呢，我哪能不惦记啊？他们几个也算跟了我一场，总不能一直这么耽误下去。那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还是等你生了孩子再说吧。看情况吧。一会儿有下人来报说孟听白跟王妃告辞离开了。走就走了，不然还留着他过节不成？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突然离开吗？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你还说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你想我说什么？你没什么想说的吗？没，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以为你想知道孟听白的一些事情。孟听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会想知道他的事情？你怀疑什么直说就是。我没有怀疑什么，只是你真的不担心你小舅舅的安危吗？我担心怎样？不担心又怎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小舅舅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情深意重。你怕什么呢？我对小舅舅若真的有什么，还能有你什么事儿？穆连成沉默着没有说话。我困了，先去睡了。穆连成眼中浮起一丝落寞。今日孟听白的那一番话对他并不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季明心确实很困，可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等穆连成洗漱完上了床的时候，季明心仍旧没有睡着，不过他已经在心里将事情都理顺了。现在还早，我有些睡不着，不然你读会书吧。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多听父母的声音会变聪明。你想听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想听什么，你随便找一本读吧。他不知道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季明心想了什么，自然也就不知道成婚以来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这天以后，两人的相处表面上看没什么不同，但是白芍和白居两人却最先察觉到了不对。世子妃这几日怎么了？这不知从何说起。从她让你嫁人时候说起。世子想知道，何不自己去问世子妃？你胆子不小，不怕我吗？这世上可怕的事情多了，我总不能因为害怕就把不该说的东西说出来。你应当知道，我不会害她。我只是个丫头，这不是我能判断得了的。既然这样，你直接去问世子妃不就好了？你说的对。不一会儿，季明心便回来了，白芍趁机退了出去。怎么屋里就你们俩？怎么担心我跟你的丫头有什么？你便是真有什么，也不该和我的丫头。我怀着身孕，这些日子是委屈你了。你若是想往房里收人，直说就是，不用拿我身边的人试探。你说真的？这有什么真的假的？你放心，我早说过，我肯定能做这天下最贤惠的妻子，绝不会跟别的女人一般争风吃醋。你倒是说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我不过说句玩笑话，你就这样？没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你拿我的丫头开玩笑。你是不喜欢我拿你的丫头开玩笑，还是不喜欢我？自从查出怀有身孕，你就不自在，时时烦恼，何必呢？你若是不……他话没说完，被季明心兜头扔了一本书，砸了个正着。你给我滚出去！大概是刚刚那一下情绪波动有些大，他觉得肚子隐隐有些抽痛。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你别说话，让我安静一会儿就好了。对不起，我刚刚……是我不好，说那些混账话惹你生气了。你若觉得不解气，再打两下也无妨，只是别闷在心里，白气坏了自己。我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不放在心上就好。你脸色很不好看，要不要叫大夫来看看？不用，我有数的。两人又陷入了沉默。你有事就去忙吧，我歇一会儿。那你好好歇一会儿，若是觉得不舒服就叫我，我就在外面。他并不想惹季明心生气，想来想去又去找了白芍。世子妃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对她忠心，但你也希望她开心一点吧？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一定是世子有关的。世子不若好好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并没有什么。说着，他突然想起孟听白那日的话，猛地问：孟听白离开的那日，世子妃出去过吗？季明心极有可能是那天听到了什么，想到这种可能，他心中更加慌乱了起来。白芍记性很好，他还记得季明心那日回来后专门交代过，不能跟穆连成说他出去过。没有，您知道的，世子妃一向嫌冷，不爱出屋子。季明心这一觉睡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穆连成就坐在床边，见他睁开了眼睛，便问：感觉怎么样？你睡了这么久，饿不饿？不饿。现在什么时候了？是用晚膳的时候了。我让白居背了你爱吃的。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在想，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突然想这个？因为有孩子了呀，我总得知道我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吧。我脑子里其实也没有多少父亲的印象，小时候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10年后再见他时，他已经死了。这一点，你我倒是差不多。我有爹也跟没爹差不多，从小到大见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你真正效忠的人是皇上。穆连成也不意外，而季明心既然问到了，他就不能再隐瞒。对，
我一直在帮皇上办事，那次去蜀中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去的。见季明心沉默，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其实并没有打算瞒着你，只是这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说。季明心突然就不想问下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去翻之前的旧账有什么意义呢？以前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但以后你不想告诉我的可以不说，但不能骗我，你能做到吗？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骗你。记住你的话，以后若是让我发现你骗了我，那我不会原谅你的。好。两个人吵了这么一回，很快便和好了。平王世子夫妇第3次上门的时候，季明心总觉得总不见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季明心单独招待了张婉如，对方满口的恭贺之语，简直比自己怀孕了还要高兴。我就说你是个有福的，成婚这才多久呀，就怀上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多谢世子妃吉言。我这算什么吉言呢？不过是想沾沾你的福气罢了。世子妃说笑了，你自然是比我有福的。那日的事是我的错，我当年也是圣经出了名的美人，却被穆世子推婚。虽然皇上又很快给我赐了婚，但这些年还是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我看到你便觉得心中不甘，这才犯下大错。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计较了。不是什么大事，你也太多心了。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不过是那日回来身子不舒服，后来又查出了身孕，一直不得空，所以才拖到今日才见你。我就知道你这样好性子的人不会跟我这不懂事的计较的。不管怎么说，那日是你受委屈了，我怎么想都觉得过意不去。再加上那日宴会也没办好，我打算呀，趁这几日梅花开得好，再请一次客，也当着众人的面给你正式道个歉，你可千万要赏脸啊。可是我如今还不满3个月，这些日子世子一直很紧张，生怕有个意外，怕是不会同意我去赴宴。张婉如也怀过孩子，那时候的萧长营成日跟后院的那些女人鬼混，哪里记得关心她？世子妃真是好福气。赴宴的事我尽量。不管张婉如到底打算做什么，她总要去了才知道。张婉如达成目的，又跟季明心寒暄了几句，便告辞了。穆连成果然如他推测的那样，根本不同意他出门。平王府的人明显别有用心，你去凑什么热闹？不去怎么知道他们想做什么？还能做什么？皇上认了你祖父推出来的那个萧长林，你又是我的世子妃，他们着急了呗。皇上知道那个是假的吧？他到底想做什么？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皇上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维持平衡的人。皇上果然不是普通人能做的，首先就要冷血无情，能狠得下心将所有的子孙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穆连成沉默片刻，他是个好皇帝。我也没说他不好啊，只是有些同情那些皇子公主，一个个看似金尊玉贵，却是被摆在棋盘上反复衡量利弊价值的棋子，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皇上也不容易，他也不想跟季明心唱反调，可他总不能顺着他的话跟他一起说皇上的不是吧？是啊，是没有点苦衷呢，何况是皇上，一个个往死弄自己的儿子，多难受。这种话真的不能乱说。皇上也是没办法，儿子太多，那个位置又谁都想要。说这种话糊弄谁呢？早点列个太子就那么难吗？到时候若还有人折腾，那生死都是自己选的。可如今这算什么？众位皇子眼睁睁看着那个位置，当然都想争一把。穆连成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季明心说的是对的。我们在这里也住了些日子了，差不多该回去了。季明心算了一下，不知不觉他们也出来快1个月了。不如你跟王妃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住些时候。穆连成之前就有感觉季明心在刻意疏远自己，这时候听到这话，心下便明了，他是真的不想跟自己回去。你想一个人在这里待多久？这个看情况吧，反正回去我也没什么事。穆连成憋了一肚子的话，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你喜欢庄子上，多住些日子也好。不过你如今怀着身孕，到底不似往常方便，我多留些人手给你。季明心没有想到他这样好说话，转念一想便知道他回去怕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你回去后也小心些。不用担心，皇上不会让我出事的。这话说完没过几日，王妃便跟着穆连成一起动身离开了。季明心去送他们，王妃听到季明心不跟着一起回去，要在庄子上养胎的话，有些意外。这样也好，你刚查出身孕，来回折腾也麻烦，不如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养着，也省心。多谢王妃体谅。
这算什么体谅？你怀着身子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容易，自己要小心一点。我留了些不识字的东西，让人放进了库房，你用得着的，尽管差人去找管家要。世子妃为什么不回去啊？你刚怀了身孕，一个人待在这荒郊野外的庄子上做什么？这里好歹是皇庄，怎么就是荒郊野外了？哎呀，你别打岔，这里是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你留下来到底想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只是想安静一些。想想来盛京已经1年了，我好像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来了。不是为了四爷身上的毒吗？现在毒已经解了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当初实在是太冲动了，做的这一切像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笑话。你说小舅舅究竟想做什么？白芍摇了下头，他哪里有本事知道傅四爷想做什么？罢了，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可惜计划没有变化快。季明心在庄子上接到了蜀中来的信，外祖母病重了。季明心心中着急，当下决定亲自回蜀中一趟。你刚查出身孕，胎还没坐稳，这样长途奔波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你忘了我是大夫，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季明心让人给穆连成送了封信，就匆忙离开了。他虽然心中着急，可是顾及着肚子里的孩子，他还是选择了走水路。因为是突发情况，只好临时搭了一艘别人包的船。咱们的运气真好，正好碰上了这艘私人雇的船。若是货船，坐着可没这么舒服。你出去打听一下船主人是谁，我们得了方便，也该去道个谢。白菊答应着出去了，白芍却不像白菊那么好忽悠，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呢？不用担心，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不一会儿，白菊就回来了，她手中拎着一包酸梅。我都问过了，船主人是个年轻公子，说是喜安静，不喜欢被人打扰，让我们不必去道谢。你这是哪里来的？是那公子的小厮说，他家公子爱晕船，提前备下的。我想着世子妃这些日子也喜欢吃酸的，便要了些。你要人家就这么给你了？对啊，那个小哥挺好说话的，还说他备了很多，让我需要的话再找他要呢。这傻子嘛，无缘无故的，别人给的东西你也敢要？为什么不能要？咱们走得齐，东西都没有收拾齐全，世子妃不舒服的时候怎么办？说了多少遍了，叫夫人，世子妃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我知道了。出门在外不用这么拘谨，该干嘛干嘛就是了。你有没有问清楚船上的饮食补给情况？咱们能自己做饭吃吗？说到吃，白菊又来了精神。我问了，那小哥说他家公子对饮食要求严苛，船上备了2个大厨，食材也有许多，让咱们随便取用，不必客气。那就好，不过他们的厨子也不知做出来的合不合我的胃口，还是你去帮我弄些吃的吧。白菊应了声，便出去了。你也忒惯着他了，这么大了还一点心眼也不长。这也未必就是坏事啊，是你绷得太紧了，不用这么紧张。这条船就像是专门为咱们准备的一样，色色齐全，厨子都备了2个，还有酸梅，哪家公子会喜欢这个呀？还备了这许多，这种话也只有白菊会信吧？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不管怎么说，对方也没有做什么伤害我们的事啊，还对我们这么好，考虑的这样周到，这不是好事吗？你担心什么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放心吧，有人献殷勤也挺好的呀，至于是奸还是盗，总会知道的。在这之前，吃好喝好休息好，别浪费了别人的一番苦心安排。别担心，我有数的。白菊在回来的时候，季明心已经睡着了。白芍见他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竹笋火腿汤，怎么还有笋？时节没到，这个时候鲜笋十分的少见。我也说呢，咱们世子，不对，是夫人最喜欢这个，刚巧就有。那厨子说汤姆公子也喜欢笋，我为了答谢，还特意多做了一碗给那位公子，他可真是个好人。白芍无语，这姑娘脑子里大概是缺根筋。你就没觉得这位公子跟咱们夫人的喜欢重合的有点多吗？这不是好事吗？这一路上夫人也能吃得好，咱们也不知道省多少心呢。好，你说的对，你有空再去打听打听，这位公子姓甚名谁，是哪家的，咱们总要记着这份恩情。叶明心没睡多大会儿就醒了。夫人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只是不放心外祖母，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咱们很快就能到了，老夫人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但愿吧。抛开季明心的担忧，船上的日子缓慢又悠闲。这一日，他见天气好，去外面透个风，没想到意外的碰上了一直没有露面的船主人林云深。好久不见，多谢你肯让我搭船。看来你并不意外是我。
这世上真正了解我的人并没有多少。你还恨我吗？我看着你姐姐去死，却没有救她，你恨我吗？你恨她吗？算不上吧，不是她也会是别人，但她好歹帮了个大忙。林云深知道他说的是皇上指婚的事。你到底为什么要嫁给穆连成？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他……我知道你的意思，但现实是以我的身份，其实没什么挑拣的资格。我以为你志不在此。在他心中，季明心不管是男是女，都不该是被困在内宅的人。多谢你这样高看我。季明心回了自己的屋子。我这几日左猜右猜，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是林公子。他这是想做什么呀？想那么多做什么？也许就是顺路捎我们一程。怎么可能？你是当我傻吗？顺路怎么会准备的这么齐全？他说顺路就是顺路，其他的不必探究。季明心有种预感，这次回蜀中，或许很多以往困惑他的事情能有个答案。快到地方的时候，季明心让白芍去找船上的管事，将路上自己的花费结算清楚。不一会儿，白芍回来，管事的都说是他家主人吩咐的，他不敢擅自做主。咱们不如亲自去找主人，一路多蒙照顾，正好可以好好答谢一番。白菊一直都不知道这船的主人就是林云深。你说的也是，总是要告别的。虽然他心里清楚林云深的目的不可能仅仅是送他一程这么简单，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的。多谢你这一路的照顾。何必如此？我欠你的早就还不清了。你心里的账怎么算，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在我这里，你并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想欠你。这一次，我确实应该感谢你。你还真是无情。跟他算得清清楚楚，就意味着在季明心的心中，他们已经一点情分都没有了。不然呢？我姐姐已经死了，我打算离开圣经，这些日子也没什么事。我看你这次出门有些匆忙，没带多少人，不如留下来帮你打点外面的事情吧。季明心是女眷，回了傅家轻易是不能外出的。这样的话你自己信吗？你肯定能用得上我的。哼，看来你对蜀中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你愿意跟就跟着吧。对不起。季明心再也不想听他说一个字，转头就走。接下来季明心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回家的马车早有人安排好了。夫人为什么这么生气？你不想林云深跟着，让他滚蛋就好了。这人也不知哪里来这么厚的脸皮，竟然还敢跑到世子妃的跟前。在他的心中，林云深这样恩将仇报的人简直罪该万死。我觉得不太舒服，你一会儿去帮我抓点安胎药，还有我一直想着的那些吃的，你顺路各样都帮我买点。哎，我知道了，夫人身子不舒服，可要紧。没什么大碍，不过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到了傅家的时候，大门紧闭，守门的小厮却说太太吩咐了，老夫人生病，家里不接待外客。这是哪里来的不懂事的？咱们是外人吗？这是傅家，我姓季，可不就是外人吗？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才离开没有多久，卫士就将守门的下人都换了。大太太这样行事，一看就有鬼。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怎么办呀？不怎么办，看来大舅母是不欢迎我了，让人将门撞开吧。怕是不妥吧？正门代表的是一个人家的脸面，季明心若是今日就这么将门撞开，可就相当于将蜀中富士的脸踩在地上了。我不妥我说了算，你不是来帮我办事的吗？若是办不了就滚。他一副已经快忍到极限的模样，林云深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叫人去撞门。不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外面看热闹的人已经围了一圈。我家夫人是傅老太太的外甥女，前些日子接到消息，说是老太太病了，日夜不停地赶过来探病。谁知守门小厮不认识我家夫人，竟死活不开门。我家夫人这也是没法子。好在没有真的需要撞门，林云深的人才准备好了工具，那边大门自己打开了。呀，表姑奶奶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送个信，我也好派人去迎接你。不敢劳烦舅母，我到了家门口都进不去，怎么敢指着舅母去接？外甥女说的这是什么话？不过是门上人不懂事，我完了罚他就是了。你大人有大量，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这样啊，那就好。我还以为舅母不欢迎我来，才故意让人不开门的。不是我拦着表姑奶奶，你自己回来也就罢了，怎么还带着外男？咱们这一家子孤儿寡母的，说出去还要不要名声了？可这位是小舅舅的人，小舅舅听说外祖母病了，十分担心，但他自己有事抽不开身，便派了人跟我一道回来。舅母是说这样不妥吗？
这世上没人能说为母尽孝不妥。可到底是个外男，他是上京闻名的大夫，小舅舅费了好大功夫才请来的。魏氏这样拖着，让季明心觉得有些不同寻常。正这么僵持着，傅老太太身边的大丫头翠雨突然跑了出来。姑奶奶，你快去看看吧，老太太不行了。一进院子，季明心就感受到了不同寻常。院里院外侍候的都是生人。这是表姑奶奶，以前在家里的时候老太太最疼的，如今是定北王府的世子妃，你们也长些眼吧，别为这讨好人把自己搭进去。翠雨姑娘这话是怎么说的？难不成我不是为了孝敬老太太才派了这些人来伺候？哼，大太太是为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季明心没工夫听他们掰扯这些，直接进了老太太的屋子。只见傅老太太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面白如纸，气若游丝。将这里的人都请出去。这是怎么说？便是给老太太看病，我们也该瞧着吧。季明心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立马觉得脊背生寒，不敢再坚持，便自己退了出去。你带着这位林公子，将外祖母生病前后接触过他的人全部关起来。翠玉明白他的意思，有些为难。可能接近老太太的人都是老嬷嬷和姑娘们，林云深终究是外男，这么一折腾，傅家女儿的名声可就全没了。怕什么？何家没出门的也就一个傅宝珠。你告诉大太太，外祖母的病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要么她自己将凶手交出来，要么我报官慢慢查。这也是小舅舅的意思，你说是不是？林云深发现了季明心对自己执意跟着他这件事极其不满，所以是要将自己利用到底。季明心这边施针治病，那边的卫士比林云深想的还要憋屈。卫士想着季明心看向他的眼神，心中便觉得不安。娘，季明心不是嫁人了吗？她怎么还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跑回来啊？定北王府的人都不管她的吗？我怎么知道？要是被休回来的，才大快人心。不能吧？不是说圣旨赐婚是不能随便休妻的吗？当然不可能，我就是随口一说。可圣京距这里千里之远，他是怎么知道祖母生病的事情的？十有八九是翠雨那个贱蹄子递的信，这些年不声不响的，我竟没看出来她是季明心那死丫头的人。母女俩正说着话，外面的小丫头通传，翠雨姑娘来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老太太如何都是我傅家门里的事情，轮不到她一个季家出嫁女来插手。表姑奶奶便是嫁得好，也别太仗势欺人了。这天下的事，走到哪里都逃不出个理字。是啊，天下的事都逃不出一个理字。所以别说老太太侥幸没事，便是真的就这么没了，也总有人会来讨回这公道的。我不过是来传个话，大太太有什么不满，可以去找表姑奶奶自己分辨个明白。这也是四爷的意思，还是大太太觉得四爷也没资格管老太太的事情？卫士的心中恨得滴血，却说不出反驳的话。翠雨说完话就扭头离开了。怎么办啊，娘？季明心会不会真的查到什么？你一会儿借口关心你祖母，去病床前守着，想法子别让你祖母醒过来。其他事情交给我来想法子。不成，娘，我不敢。就这么点胆子，你能做成什么？想想你祖母醒来，咱们娘俩会是什么下场？季明心那丫头如今可是位高权重的定北王府的世子妃，你以为她能放过我们母女？就没有别的法子吗？你说还有什么法子？我也不想让你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今季明心的人把守着你祖母的屋子，我便是去了跟前，也有人盯着，什么都做不了。你还好些，他对你总不像对我这般防备。傅宝珠懵懵懂懂的点了头。之前的大夫都说祖母不会醒过来了，季明心也许只是在虚张声势。若是这样最好。季明心此时没工夫关注这母女俩打的什么主意。外祖母是被人下了毒，他若是再晚回来一天半日的，外祖母就当真没救了。他先用金针将毒素逼了出来，然后开了个方子，让白菊亲自带人去熬药。你这个时候动内力，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我有分寸的，不会让他有事。你若是真的为这个孩子好，就不该跑这一趟。我很不想将人性往坏的地方想，可事实总是这样打脸。外祖母对我有养育之恩，我若是明知她危在旦夕，却为了自身安危坐视不管，那还活着做什么呢？何况该来的总会来的，我便是待在圣京，也不会风平浪静吧。
穆连成那日突然离开，虽然没有说有什么事情，可他同意让怀着身孕的自己一个人待在庄子上，圣经的局势怕是很不好。既来之则安之吧，没有人会伤害你的。一会儿，白居端了2碗药进来，一碗是老夫人的，另一碗是季明心提前准备的安胎药。季明心喝着药，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大姑娘说担心老夫人，非要来市集，我看她就没安什么好心，白少拦着呢。我才是祖母的亲孙女，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表姐这样守着门，谁都不让进去，该不会想趁机害我祖母吧？若不是我家世子妃，老太太现在已经没命了。大姑娘可别在这里贼喊捉贼，你说谁是贼啊？这是我家，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拦着我？让她进来吧。你要不要脸了？嫁了人还跑到我家来耀武扬威的，我祖母若是有什么不好，都是你害的。季明心看着他笑了下，没有出声。你笑什么笑啊？别以为你变成什么世子妃，我就怕了你了。这是我家，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摆谱？你想多了，我只是在笑。1年没见，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不会以为自己嗓门大就有理吧？有本事将你刚才的话出外面去说一遍。难不成在你眼里，皇上离了皇宫就不是皇上了？哼，你凭什么不让我见祖母啊？这些日子可一直都是我给祖母侍疾的。所以你越侍疾，外祖母的身子就越差。哎，你别乱说啊！是祖母突然病重，我娘请了好多大夫来，都说没治了。这可不关我的事啊，我又不会治病。你当然不会治病，你只会下毒害人。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什么下毒，什么害人？我没有害过祖母。为什么？哼，你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你别想无凭无据的冤枉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趁着祖母病重，千里迢迢的赶回来，就是觊觎祖母手中的东西。东西？季明心的心中顿时生出了疑惑。所以你就为了这些东西去害外祖母？我说了，我没有害祖母。劳烦去府衙走一趟吧。外祖母中毒，证据确凿。既然不是表妹，那就另有其人。这样歹毒的人一定得绳之以法。啊，不行，不能报官，你别走。姑娘，请自重。我说不许报官，这是我父家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这位林公子是小舅舅派来的，小舅舅说了，家里的事麻烦林公子帮忙处置。你说他有没有资格管呢？四叔，季明心发现带林云深来也不是全无用处。对啊，小舅舅不仅是富家人，还是外祖母的嫡子，怕是这世上最有资格管这事儿的人了吧？去吧，好好跟官府说说祖母是怎么在内宅中毒的，而且请了这么多大夫都没看出来。小舅舅对你寄予厚望，你可别让他失望啊。傅宝珠被季明心堵得没有话说，脑子里一直绷着的那根筋一下就断了。他撒泼一般突然抱住林云深。我说了不许去。放开。我就不放，你今日哪里都不许去。林云深恼怒之下，直接一掌劈在傅宝珠的后颈上，将人劈晕了。这回解气了？还成吧，审问会儿吧，将院子里有问题的人跟他一起带下去审。这可是你的亲表妹，这么一审，名声就彻底没了。怎么，刚抱了一下就开始关心起人家的名声了？你放心，你不说这事儿就不会传到外面去。林云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出去。外祖母希望我怎么处置这件事呢？老人睁开了眼睛，历尽沧桑的眼底满是悲痛。死前能见你一面，我也知足了。你瞎说什么呢？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您忘了，我的医术很好的，连小舅舅都治好了呢。老人听到这话，面上却没有高兴。他好了呀，难怪。您说什么？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的母亲，还有你。那些事我明知不妥，可为了让傅家有一线生机，还是同意了你外祖父的决定。你娘啊，什么都不知道。我原以为季家会善待他，可他死的那样惨。季明心没有想到老夫人对母亲的遭遇竟然全都知道。都过去了。过不去的。当年我对不起你娘，如今又对不住你。你没有对不住我，
这些年您对我很好，比所有的人都好。两个人哭了一会儿，等情绪终于平静下来，眨眼间你也已经出嫁了。老实跟我说，现在过得好吗？很好，我有身孕了，还不到2个月。你一向是个有主意的，自己选的婚事，想来也是合心的，这样很好。您都知道。季明心意外，老人比自己以为的更加敏锐。你呀，自小就有成算，不管做什么都喜欢谋定而后动。侯府想拿你去顶包，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除非是你自己愿意的。你这样很好，你娘啊，若是有你的一半，也不至于落得那样的下场。那些都过去了，以后会好的。你不明白。季明心不知道他为什么总说自己不明白，正想问个清楚，老太太突然咳了2声。你是出嫁了的人，不该在这时候回来。我的事情不必费心查了，就到此为止吧。外祖母，宝丫头啊，跟你不一样。我以前也希望她似你这般聪慧懂事，可她却越大越像她那个糊涂娘。仔细想想，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有些事情啊，知道的越多越悲苦。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早晚都是那么回事儿，还有什么看不开的？明丫头啊，你也要看开，这样日子才能好过。季明心还要说什么，老人冲他摇了摇头。将你大舅母跟宝丫头叫进来吧，我有话跟他们说。季明心原本不愿意就这么放过那母女俩，可是老太太坚持，她只好让人去叫。您身上的毒并不厉害，只是拖的日子长了些，才看起来这么严重。我开的方子虽然看起来见效慢，但能调理身子，你不会有事的。老太太笑了笑，没有说话。不一会儿，外面有人通报说大太太跟大姑娘来了。你怀着身孕，还连日赶路，不顾着自己啊，也该顾着腹中的孩子。去吧，去歇一会儿啊。季明心知道这是故意支开自己，也不好说什么，便告退出去了。姑奶奶离开后，老夫人派人来守着屋子，每日都有打扫，过去就能住的。多谢你给我传信，不然外祖母怕是已经出事了。翠玉连忙摇头：“我的命都是您救的，自然唯您之命是从。是我大意，竟然让人在眼皮子底下给老太太下了毒，家贼难防，这也怪不了你。您先回去吧，看老太太那边用得着。”翠玉闻言只好告退了。火急火燎的赶了这些天路回来，连个招待的人都没有。大太太如今是连面子功夫都懒得做了。当初走的时候就是撕破脸的，这次她也不希望我回来，怎么可能好好招待？咱们能进得了门，还得感谢她要脸，不想闹得太难看。以前咱们在的时候，大太太成日抱怨老太太偏心，拿个外人当亲孙女妻。如今咱们不在了，也没见她跟老太太关系变好，反而更糟糕了。如今也不知要埋怨谁。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大舅母跟外祖母积怨已深，哪里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开的？季明心也有些想不通，按道理外祖母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留给卫氏和他的子女，可怎么听傅宝珠的话并不是这样呢？你让人盯着点老太太的屋子，有什么不对立马来跟我说。季明心是真的困了，白菊拎着食盒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世子妃累了，让她歇一会儿吧。这一路上她都在担心老太太，好在回来的及时，人没事，不然世子妃不知会伤心成什么样子。她还怀着身孕，这几日你在饮食上精心一些。这还用你说，只是这些日子她胃口不好，什么都吃不下，这样下去可怎么好？你多做些她爱吃的吧，过些日子可能就好了。也只能这样了。两个人担忧地对视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季明心满头大汗地从噩梦中惊醒。现在什么时候了？
老太太没了。季明心愣了一下，起身便快步往老太太的院子而去。怎么会？刚刚还好好的。他突然想到之前跟外祖母的谈话，难怪他会觉得不安。那些话分明是老人的遗言。是祖母自己，她不想活了。季明心知道他是在急于解释，可也清楚他说的是事实。通知众人办丧事吧。咱们家主治人少，怕是不好看。舅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也不是傅家的人，就不多事了。行，我看你脸色也不好，想来是一路舟车劳顿，累坏了。你就好好歇着，有什么事让下人跟我说就是了。这么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和颜悦色地跟季明心说话。我这些日子赶路，确实身子有些不舒服，怕是要在府上叨扰些日子，麻烦舅母了。不麻烦，不麻烦。老太太闭眼前还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跟你娘，让我好好照顾你。这里也是你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那就多谢舅母了。说完，他起身告辞走了出来。直到回了屋，季明心还有些神思恍惚。世子妃，您节哀吧，老太太想来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这是老太太自己的选择，你应该尊重她的决定。季明心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她一直哭了1刻钟才停下。你若是心中难过，哭出来也好。别担心我，我不会有事的。外祖母的突然离世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单，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刚来到这个世界那般。帮我弄点吃的吧，我饿了。一直备着呢，我现在就去取。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掌柜特地给包了一大包呢。自去了盛京都没有吃到，你尝尝。季明心捏了一块放进口中，好吃，还是以前那个味儿。他家现在的生意不好了吗？我记得以前排队都买不到。瞧你说的，他家今日的份儿啊，早就卖完了。那掌柜的见是我，又重新做的。那掌柜的人挺好，难怪和气生财。可不是啊。两人就这么闲话了几句。白菊进来，见季明心在吃点心，瞪了白芍一眼。常日说我不稳重，这一会儿的功夫你就给他吃点心，这会儿又该吃不下饭了。是我的不是，我刚刚实在太饿了，吃了2块垫肚子，没有多吃。晚上闲着没事的主仆3人聚在灯下发呆。你们俩盯着我做什么？快去睡吧。你困了就去睡，明日说不准还有的忙呢。白菊觉得他说的也对，而且他一向不擅长安慰人，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便起身去睡了。你也去睡吧，不用管我，我不过是一时睡不着，何况我白日还睡了一觉呢。我跟在你身边有些年了，你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啊。你想做什么？你想多了，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我相信在她做出决定的时候，一定认为这样对所有人都好。老太太想要那些东西随着她的死一起被掩埋，你又何必一定要翻出来，让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不安呢？我也不想去探查究竟，可一想到外祖母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我就没有办法安心。那你也不能去冒险，你还怀着身孕，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见季明心要说什么，他抢先道：我知道你想说自己会小心，但意外不是小心就能不发生的。你要做什么，我替你去。不行，你的功夫只够自保，万一遇到危险，岂不是有去无回？所以你要去做的事情很危险，这样的话我就更不能让你去了。我的命当初是你救的，现在我宁愿自己死，也不愿眼睁睁看着你怀着身孕去冒险。罢了，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现在也确实不适合做什么。他不是分不清什么才是重要的，只是无事闲做，心中更加难受，所以想找些事情罢了。这就对了，你纵是心里不舒服，也忍耐些时候吧。若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意外，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知道了，你这些日子也累了，去歇着吧。你也睡吧。老太太的后事说是有大太太，可咱们既然回来了，也不能真的看着什么都不管。我知道。听着白芍出去睡下了，季明心才淡淡开口：你不去睡，跑我这里做什么？没想到你竟然会听婢女的话。她是为我好，我为什么不听？你也在担心我做什么？其实没必要，我还没有失心疯，不至于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虽然你大部分时候都表现得端庄稳重，举止有度，可我还是觉得你是会为了某些事情不顾一切豁出去的。而傅老太太绝对是一个能让季明心豁出去的人。是你觉得，还是有人这样告诉你？我以为你不想提这些，何况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话没有错，不是吗？
所以我说你不了解我。对于我来说，一件事情如果不管我想不想提它都存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也幸好我不了解你。林云深看得很清楚，季明心不在意他的背叛，本质上是因为不在意他这个人。你说的对，谁又能很了解谁呢？人都是会变的，就像我也一直没看出来，你是个会夜间潜入已婚妇人内寝的人。你果然很不愿意提他。说完也不等季明心有所反应，便又离开了。这一夜，季明心突然就想明白了不少事。大太太派人来了，说家里办丧事，人多眼杂，她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让你多见谅。这是试探我呢，看我会不会老老实实的当客人，真的不插手傅家的事。你怎么回的？这点子东西我还能听不出来啊？我说了，世子妃身子不适，在这里歇些日子就走，叨扰了。那婆子听了，眉开眼笑的走了，眼皮子也太浅了些。就这，傅家的公子还想科举入仕呢。有时候想想，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人这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儿？正说着话，有小丫头通报，傅大姑娘来了。对于傅宝珠这个时候来找自己，季明心颇感意外。以前是我不懂事，得罪了姐姐。姐姐若是心里还有气，尽管责罚。季明心眸光一闪，既然这样，那就拉出去打10个板子吧。啊，你要打我？是你说若我有气尽管责罚的，难道只是说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呀，不过是看不惯你，跟你拌过几次嘴罢了。我也没有赚到什么便宜，你至于这么记仇吗？没做什么，为了你和傅家的名声，外祖母的真正死因不能说破。可你做了什么，自己心知肚明。外祖母自小待你不薄，你这样做不会良心不安吗？我没有，是祖母自己。说到这里，他骤然停了下来，惊恐地看向季明心。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能看我不顺眼就胡乱冤枉我。季明心有些遗憾，只差一点，傅宝珠就说出来了。